西天大陆，大千世界的超级大陆之一，面积广阔浩瀚，有着亿万生灵生存其中。西天大陆当中，以战皇城作为西天大陆的力量核心中枢以及政治经济中心。不过，这次大西天界的舆论和热闹的核心，却并非是那战皇城，而是远在西天大陆边缘的一座沿海小城。西海城位于西天大陆的最西侧，与海洋接近，故而被命名为了西海城。类似于这样的城池，在大千世界的无数大陆当中，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地方。若是对于寻常生灵而言，此地倒也算是颇为的繁华。可若是对于如今来到西天大陆的无数强者而言，这西海城便是太小了一些。毕竟这次云集而来的众多强者当中，实力最弱的都是距离地至尊相差不远，而地至尊和少数的天至尊才是此番来到此地的主力。太眼天尊，那是可以布阵击杀真正天魔帝的可怕存在。放眼大千世界无数年的历史，除了不朽大帝能够真正的碾压他，便是再无人能够真正的在他之上。此人的实力比起当年的洛神、天帝都是丝毫不差。若是操纵阵法，威能甚至要比这二位还要可怕。如此一位了不得的大人物所留下的传承，别说是这些各地至尊，便是一些天至尊都是十分的眼热。不说那些海量到足以另一个五大古族都颇为重视的宝贵资源，单单是对方手中那一本太眼真经，便是足以令临阵大宗师都为之疯狂。传说悟透了那太眼真经，便是有望达到当年太眼天尊那般可怕的实力，挥手之间便布下圣品大阵，甚至以一人之力催动九阳灭魔阵。故而此刻的西海城当中，昔日那些作威作福称霸一方的至尊境界强者，此刻都是乖巧地躲在家中。若是有着外人来访，他们便更是恨不得逮住谁都喊上一声前辈。除去少数是一些大家族派来见世面的年轻子弟，剩下的那些强者，哪一个不是名动一方的地至尊强者？甚至就连天至尊，这次也来了好几个。西海城最大的西海酒楼当中，萧炎一袭白袍，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当中，听着周围那些强者的议论。作为西海城最为奢华的酒楼，此地的消费自然不低，能够来此之人也多少在西海城都有着一些门面。不过他们此刻都是小心翼翼，脸上不敢有着丝毫的张狂。仅仅此刻，这西海酒楼当中便是有着3位地至尊正在包厢当中用膳，令他们十分的惶恐。要知道，西海城的城主其实也不过只是一个9品至尊罢了，这等存在一个心情不好，便是可以轻易的抹去他们。在这种时候，他们就连交谈甚至都要用灵力传音，不敢大声说话。不过这些交谈的话语却还是被萧炎轻松地听了过去。毕竟一群至尊甚至连至尊境界都不是的小家伙，怎么可能挡得住萧炎的窥探？来到此地10多天的时间，萧炎也算是将这太眼天尊的传承给弄了个清楚。毕竟前世他飞升到大千世界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上一世的萧炎并没有得到这所谓的太眼传承，只是后来成名之后听人聊起过，知晓这太眼传承十分的不简单。而根据这些时日这些家伙们所说的信息来看，萧炎也算是具体了解了这太眼传承的具体步骤。太眼传承共分为2大部分，一种是留给地至尊获得一些小小的机缘的，另一种则是留给那些天至尊的完整传承。而想要获得传承的关键便是仅仅只有一个，那便是破阵。无论是天至尊还是地至尊，只要破开的阵法足够多足够强，那便是有着希望得到太眼天尊完整的传承。也就是说，无论是那些资源还是太眼真火、太眼真经，都将属于你。当然，这阵法的难度对于地至尊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破开到能够得到完整传承的程度。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早就成为媲美天至尊的临阵大宗师了。但即便如此，只要达到一定的标准，那便是可以得到一定的奖励。以太眼天尊的手笔随手丢出一样东西，价值或许便是足以媲美上品圣物，甚至准绝世圣物，对于寻常的至尊已经是十分不错的宝物了。咔嚓！就在萧炎沉思太眼天尊的传承之时，一道桌案裂开的声音却是凭空传来。紧接着，一道属于地至尊的气息便是从这西海酒楼当中爆发了出来，令无数西海城原本的强者瞬间心惊胆战。倘若不是因为躲在桌子下面没用的话，他们怕是早已钻到了下面。地至尊对于过去的他们而言已经是高高在上、不可撼动的存在。血童，你嘴巴放干净点，我洛神族虽然没有了当初的强大，可也不是你可以说3道4的。当年洛神尚在我族辉煌的时候，你们3族可是连一个屁都不敢多放。包厢打开，一名模样英俊的年轻男子从中缓缓走出，在他身后还有一模样十分漂亮的年轻女子，两人看来是伴侣关系，且来自同一势力。而且那下位地至尊的气息正是来自这个年轻男子。在看到他的那一刻，西海城的一些至尊强者也算是眼尖，很快便是认出了那年轻男子的身份。
是洛河图，洛神族的少族长，第一天骄洛河图。一些人忍不住窃窃私语，另一旁本打算吃瓜看戏的萧炎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愣，没想到此人竟是洛天神的儿子。对于这个名字，萧炎倒也曾经听闻过。前世他初入大千世界，体内斗气尽数流失，无奈之下只能躲在小西天界隐藏，等待力量慢慢恢复。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洛神族的族长洛天神指点了他一些经验，并且在早期为他提供了许多帮助。那时的萧炎也藏在洛神族当中隐蔽，对于这一族有着不小的好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听说过洛河图的事情，不过那时的洛河图已经陨落，萧炎所认识的也只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落寞老人，以及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稚嫩少女。洛河图，洛神族万年来的第一天骄，年纪轻轻便是已经修炼到了下位帝至尊的层次，而且还有着极为扎实的根基，天赋即便是放眼整个大西天界的同辈，也足以排到前3。这等天才，若是不陨落，成为帝至尊大圆满，几乎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也有着那么一丝希望成为天至尊。只可惜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的优秀太过耀眼，令小西天界的其他3大神族都感到忌惮，尤其是与洛神族为敌的血神族，更是害怕此人成长起来之后会造成何等可怕的威胁。因此在此人生下孩子之后不久，便是被血神族算计，死在了域外战场的一场大战当中。当时的萧炎对于此人的陨落也是颇为的惋惜，倒是没有想到这一世他却是提前见到了这个意气风发的洛神族天骄，不到40岁的年纪成为帝至尊，这等成就若是放在寻常人那里，的确是极为了不起。在萧炎这里其实也就是稀松平常，但对于周围的人而言，此人的确是极为的了不得。姐姐，你也说过，那是当初洛神在时的洛神族，如今洛神已经陨落了这么多年，你族如今甚至连个帝至尊大圆满都没有，这等实力，还是早早的滚出小西天界吧。洛河图出来之后不久，那另一座包厢也走出了一名浑身血色长袍的中年男子，一双猩红的双眸正笑眯眯地盯着洛河图，只是眼睛深处对于这位洛神族第一天骄却是充满杀意。一个下位的至尊对于4大神族之间并不能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但上位的至尊就不同了，以洛河图的天赋，成为上位的至尊只是时间问题，甚至他若是成了帝至尊大圆满，血神族不但不再敢打洛神族的主意，甚至今后都要绕着洛神族走了。这种天才还是早日抹杀在摇篮当中的为好。洛神虽然陨落，但我洛神族依旧没有这般的好欺负。血童，我劝你嘴巴放干净一点，不然等我突破到了上位的至尊，便是第一个斩杀你。洛河图没有理会血童的冷嘲热讽，只是一双眼睛冷漠地盯着他。就凭你？血童冷笑一声，浑身血气动荡，令西海酒楼都开始微微震颤，无数在此地吃饭的强者都是惊慌失措。完蛋了，这2个帝至尊难道要打起来不成？若以他们的实力，一点余波我就得死。许多人都慌了，然而那对峙的2位帝至尊此刻却都是没有理会，彼此看向对方的眼神都是充满了杀机。望着这一幕，许多人都想要赶快逃离西海酒楼，而最后一座包厢当中的帝至尊似乎也想要从其中走出，调解2句。就在这时，一道淡淡的声音却是缓缓地从西海酒楼当中响起：洛神对我大千世界有大功，尔等怎可如此不尊敬洛神，甚至对其后人大放厥词？声音不大，甚至没有太多的怒气，然而在传出的瞬间，却是令在场的3名帝至尊都神色大变。那血童更是胸口一闷，一抹鲜血从嘴角流出，满脸惊恐地望着那在大厅当中慢慢喝茶的白衣青年。天至尊！血童浑身一个机灵，直接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就连洛河图和另外一位刚走出包厢的帝至尊都是瞬间浑身紧绷，无比紧张地看着萧炎，脸上再没了往日的倨傲，只剩下了恭敬和乖巧。一座小小的西海酒楼，竟然真的会有这等人物来此就餐。别看他们一个个的至尊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可以作威作福，宛如皇帝一般，可在天至尊强者的面前，他们也不过是一些大一些的蝼蚁罢了。大千世界浩瀚无边，每一座大陆都能诞生出帝至尊强者，甚至是很多很多帝至尊，可天至尊才有多少？如这大西天界如此浩瀚，可它真正的主人也只有一个，那便是西天战皇。这等人物便是大千世界真正的最高层，有着无限威能，实力强大的不可思议，更是能够成为位面之主，执掌一方位面。即便是他们知道西海城会有天至尊强者到来，可也没有想到这大厅当中竟然就坐着一位这样的人物。前辈，是晚辈出言不逊，说错了话，一切都是晚辈的错，还请前辈责罚。血童此刻已经是无比的惊惧，望着萧炎满是敬畏。西天大陆有着成千上万的下位帝至尊，死他一个根本不算什么。这位天至尊若是想要杀他，根本就是一个念头的事情，甚至就算是抹去血神族，对这位而言或许也没有太大的难度。
对于血童的不断求饶，萧炎却是没有过多的理会，只是再度强调了一句话：洛神是我大千世界的大功臣，今后不要再让我听到你们对于洛神的不敬之语，否则下一次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吧。闻言，那血童身体一颤，而后才连忙磕头，多谢前辈饶命。萧炎不再理会，只是静静吃菜。然而大厅当中，无论是西海城本地的食客，还是外地之人，看向萧炎的目光都已经是无比火热和敬畏。天至尊，大千世界至高无上的存在，他们很多人连西天战皇都未曾见到过，此刻见到萧炎，自然是无比的狂热。多谢前辈替我族说话，这份恩情，晚辈会一直记在心里。望着那一句话，便是令血童磕头认错的白衣身影，洛河图同样无比火热，同时连忙对着萧炎行礼。萧炎对于洛河图态度还是很不错的，刚要开口说些什么，三道同样无比庞大浩瀚的气息便是已经从天空当中传来，一道庞大深沉，一道宁静内敛，居中的那一道最是霸道强横，威压降临，直接令西海城的所有居民都直接跪了下来。然而面对这道威压导致的下跪，这些西海城子民非但没有丝毫的恼怒，反倒是一脸狂热地看向天空当中降临的那道身影。是战皇大人，战皇大人降临我西海城了。西海城的子民们神色狂热，看向天空当中那散发着些许霸道气息的身影，仿佛看待神明。西天战皇，大西天界的最强者，也是唯一的一位天至尊，无论是实力还是地位，在无数大西天界子民的眼中都是宛如神灵一般的存在。萧炎也缓缓抬头，目光同样落在了西天战皇的身上，他自然是没有那些大西天界子民们的狂热，对于这喜欢讲排场的老色批，他其实太过熟悉了。他真正的目光其实是落在了一旁的两道身影的身上了，因为面前的这两道身影实在是非常的熟悉，一个是摩诃古族的摩诃天，另一个则是浮屠古族的青眼镜。这两人都是两大古族真正的核心传人，实力要比寻常的天至尊要更加强大，而且一个是那摩诃古族的未来的族长，也是前世萧炎飞升之后数次交手才击败的顶尖强者，另一个后来也是成了圣品大宗师，而且还有了一个极为优秀的孩子。在萧炎目光扫过三人的同时，那三位天至尊此刻也同样将目光扫过了脚下的西海酒楼，眼神当中带着些许的诧异。没想到此地除了他们三人之外，竟然还有其他天至尊提前来到了西海城，而且看着天至尊的气息为何如此的奇怪，不像是他们所认识的大千世界当中的任何一位。要知道大千世界的天至尊数量极为有限，毕竟有时候多块大陆都未必能够诞生出一位，因此即便是这么多年不断的积累下来，整个大千世界的天至尊数量也不过几千而已。按照大千世界的规律，往往整个大千世界数年才有可能再度有着一位新的天至尊出世，而且因为大千宫的缘故，大部分天至尊基本上都是彼此相见过，以天至尊那可怕的记忆力，只要相互见到过一次，基本上就不会忘记对方的气息。而萧炎的气息却是令三人如此的陌生，难不成是一位新晋的天至尊不成？三人对视一眼，最后还是西天战皇率先开口。没想到我西天大陆竟然还有如此贵客来到这里，朋友，既然来了我西天大陆的地界，那就不如出面见一见吧。话音落下，他的声音已经轰隆隆的在西海城回荡，而萧炎在听到这句话之后也是不再犹豫，脚步一踏，再度出现之时，已经凌空而立，站在了三人的面前。下界散修刚刚飞升到了大千世界不久，这次不请自来，还请战皇海涵。萧炎说话倒是颇为客气，他与西天战皇之间的确是没有多少仇怨，不过他的一句话却是令对面的三人都微微一怔，脸上露出了一抹惊愕与尊重。竟然是飞升上来的天至尊！三人相互对视一眼，即便是那最高傲的摩诃天，此刻都是没有再看低萧炎的意思了。身为摩诃古族的少族长，他的未来几乎是板上钉钉的圣品强者，寻常天至尊他是根本瞧不上眼的。前不久他刚刚斩杀了一头与自己实力相当的幽魔帝，声名在大千世界传播开来。即便是西天战皇，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个侥幸得到西天战地传承的一个土包子罢了。在他眼中，唯有青眼镜这等同为浮屠古族核心传人的天骄才能与自己并列。然而当萧炎爆出自己来自下界的身份之后，他也是对萧炎多了几分尊重。要知道那无数的下位面当中，可是没有灵力和多少足够强大的传承存在，说白了就是那无数下位面的资源和眼界要比大千世界低了2-3个层次，所以想要在下位面当中修炼成天至尊，那难度自然要比从大千世界成为天至尊要难了10倍100倍不止。能够在那般恶劣的环境下成为天至尊，那此人的心性与悟性绝对是极为可怕的。历代飞升到大千世界的天至尊，只要没有在厮杀当中陨落，基本上有着近半数都成为了圣品。
而那剩下的一半也都是仙品巅峰的存在，而且是仙品巅峰当中的佼佼者。简单来说，他们可比普通的灵品天至尊要多出许多的潜力。这也是为什么在听到萧炎是下界飞升而来之后，三人都是更加尊重的原因。西天战皇倒是还好，但青眼镜和魔和天在惊愕之后看向萧炎的目光便是已经多出了几分火热。此人既然说自己是一介散修，那便是说明他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势力，也没有被其他势力吸纳。如此英杰人物，若是被他们吸纳到各自的古族当中，怕是不出100年，族中便是又要多出一尊仙品巅峰的高手了。要知道，那些来自下位面的天至尊们，几乎个个都是炼化了位面之胎的。认识一下摩诃古族摩诃天。摩诃天倒是率先反应过来，依旧从容沉稳地伸出手，想要跟萧炎结交。另一旁，青眼镜也是迅速反应过来，同样的伸出手来。浮屠古族青眼镜见到两人如此忽视自己，西天战皇内心有些不爽，但这两人他也是不太能得罪得起，想来想去，反倒是尴尬一笑。哼，阁下既然来到了西天大陆，自然是知晓我的身份的，我便不自我介绍了。斗气大陆，萧炎。萧炎也是介绍起来。斗气大陆。闻言，三人也是微微点头，有点释然。在远古时期，斗气大陆在大千世界当中也是小有名气，曾经出现过不少的强者，不过在与吞魔族大战之后，也是渐渐没落，这些年来更是没了动静。对于他们三人而言，这斗气大陆也只是在老人的口中和古籍当中有所耳闻。不过以斗气大陆在远古时期的强大，即便是没落了，想必也比普通下位面要强大一些。只要传承没有完全断绝，再诞生出一位强者也未必不可能。而面前的萧炎，应当便是斗气大陆这些年来诞生出来的绝世人物了。随着此人的逐渐崛起，那斗气大陆将来也或许会再度扬名大千世界。不过他们当下的首要目标还是将面前这位潜力股给拿下。很快，四人便是来到了西海城最为豪华的府邸。此处原本是西海城城主的府邸，然而现在这位曾经在西海城无比强势的城主大人却是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侍候，宛如一个恭顺的仆人。四位天至尊坐在自己的面前，其中还有自己的顶头上司西天战皇，由不得他不恭敬。萧兄，我便是开门见山的说了。摩诃天坐一旁，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散发着强大的气场。作为大千世界最顶尖的天骄，摩诃古族未来的族长，他有着这个自信，即便对面坐着的是下位面飞升上来的天至尊，同样潜力无限的存在，他也不担心对方会超过自己。我代表摩诃古族，邀请萧兄你加入我摩诃古族，成为客卿长老。若是你肯加入摩诃古族，为我族效力，我族的大部分资源都可以对你开放，让你在100年之内有望达到仙品巅峰。摩诃天缓缓开口，一旁的青眼镜也是盯着萧炎。摩诃天能够提供给萧炎的东西，浮屠古族同样可以。这种人才，没有哪个势力愿意放过。不过，就在他准备开口的时候，却是看到萧炎已经轻笑着摇了摇头。抱歉，摩诃兄的好意，萧某心领了。不过我在下位面早已无拘无束惯了，所以加入势力这等事情就算了。闻言，摩诃天眼神闪烁，却是并没有放弃的意思，继续开口道：以萧兄的实力，加入我摩诃古族，可不必像那些普通长老那般效力。你的实力和潜力，在我族中并不会受到多少束缚。相反，你若是去我族看到那些资源之后，或许就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他相信，等萧炎到了摩诃古族，见识到摩诃古族的强大之后，便是会知晓自己该怎么做的。终究是下界飞升上来的小地方的人，而且在那种地方是至尊一般的存在，自然不会甘心轻易的屈居人下。不过还不等他说完，便是见到萧炎再度笑着摇了摇头。摩诃天脸色微沉，这时一旁的青眼镜终于是笑着开口了：哼，没想到萧兄是如此喜欢自由之人，倒是多亏了摩诃大兄提前开口了，否则倒是我要提前开口了。此女一开口，气氛终于缓和了许多，那摩诃天的脸色也是渐渐缓和，却是不再多言，看向萧炎的目光多了几分不悦。显然被萧炎屡次拒绝之后，他已经看萧炎有些不顺眼了，反倒是看向青眼镜的目光又多了些许的关注。以他的资质和傲气，大千世界当中能够入他眼界的女人显然是极少，而青眼镜便是其中一个。而且此女未来也会在浮屠古族位高权重，甚至有望成为下一任族长或是大长老。若是能够将她拿下，那无疑是双方大族长老都乐意看到的事情。而对于摩诃天的不顺眼，萧炎也是没有过多的在意。此人虽然天赋卓绝，能力超重，可度量倒是小了一些，否则萧炎前世也不至于与他大战一场。至于摩诃天所说的100年之内让他走到仙品巅峰，这等诱惑对于寻常天至尊而言的确是巨大无比，但对于萧炎而言却是一个笑话。100年的时间，他怕是早已修炼到了主宰境界，离开大千世界了。
如果说前世的时候摩诃天还能让他略微重视的话，那这一世的摩诃天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罢了。此后的10几天，萧炎便是一直停留在西海城当中，与摩诃天几乎是没了接触，反倒是青眼镜两人也是再度见了2次，浅谈了几句之后又各自回去休息。而这10几天的时间当中，这西海城也是再度有着大批强者降临，其中甚至再度降临了2位天至尊，灵品大宗师紫雷真君，仙品大宗师万阵仙尊。这2位都是以擅长临阵为主的天至尊，同样对于太眼天尊的传承眼馋无比。随着2位天至尊的到来，西天战皇等人也是再度迎接，算是给2位天至尊一个面子。萧炎也是赫然在其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当那万阵仙尊降临的那一刻，其余几位强者都是隐约有些紧张了起来，特别是紫雷真君和青眼镜，2人都是对于那传承势在必得，而万阵仙君的到来则是令他们多了许多的压力。反倒是西天战皇和摩诃天对于这传承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令他们没有太多的在意。抱歉，这传承怕是要落在我手中了。望着那野心勃勃的众人，萧炎却是无奈的一笑。想要得到太眼天尊的传承，首先便是要在阵法造诣上得到太眼传承的认可，而萧炎的阵法造诣实际上其实已经比太眼天尊还要强大，只是受限于现在的实力，而无法催动出更加强大的阵法罢了。6位天至尊汇聚之后，众人也是没有再多的等待，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那西天大陆的远处已经有了朦胧的金光闪烁。这朦胧的金光闪烁，便是意味着那尘封已久的太眼传承距离出世的时间已经不远了。于是萧炎等人也是不再等待，而是纷纷离开了西海城，来到了那古老的岛屿之上。除了在座的6位天至尊之外，还有着近100位地至尊也是同时到来，4世都渴望能够从这传承当中分一杯羹。对此6大天至尊也没有过多的在意，地至尊能够得到机缘的本就不多，即便是侥幸得到了，那宝物的价值对于他们而言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因此并不会出现他们排斥这些地至尊的情况出现。随着时间流逝，岛上的金光越发的刺眼，众人眼中的期望也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斗气大陆之外，一道道浑身燃烧着炽热火焰的身影开始缓缓出现在虚空当中。为首之人，一道巍峨高大的身影，已经双目炽热地盯着那不远处立在星辰碎片之上的高大石碑。焚天大帝的传承，接触大道的机会。焚天魔帝双目炽热，却看到一道身影缓缓地从虚空当中走了出来。这是一名身穿黑袍、模样俊朗的人类青年，不过他身上的气息却是超越了寻常下位面的生灵，显然是达到了天至尊的层次。以一个下位面的能量和资源，能够诞生的天至尊几乎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甚至很多下位面到毁灭都不一定能够诞生出一位天至尊。因此，当看到这名黑衣青年的那一刻，焚天魔帝便是已经明白，此人便是炼狱魔帝口中所说的那个叫做萧炎的家伙。能够在一个小小的下位面修炼到这种层次，足以看出这名为萧炎的家伙天赋是何等的可怕。也唯有这种人才有机会得到那焚天大帝的传承，领悟那一丝火焰大道吧。否则以炼天魔帝的实力，当他从封印当中挣脱出来的时候，这斗气大陆怕是就已经毁灭在他的手中，而不是被面前的这个家伙给逼得倒退了吧。念及于此，焚天魔帝缓缓抬起了手掌，身后浩浩荡荡宛如无尽炼狱大军的炎魔族大军也是缓缓地停下了脚步。星空当中，焚天魔帝一双巨大的双目已经盯住了萧炎，领悟了火之大道的天才，若是资源足够，将来必然会成为大千世界天至尊当中都是最顶尖的存在，甚至有可能是一尊新的不朽大帝。这样的人物还是趁早除掉的好。好在他如今虽然刚刚突破到了天至尊，但想必跟自己比起来还是差了不少。你就是萧炎？焚天魔帝缓缓开口，声音令星空震荡，似是有着极为强大的压迫力。此刻斗气大陆的虚空之上，一尊尊强者同样十分紧张地盯着这一幕。那浩浩荡荡的炎魔族大军在星空当中模样极为的壮观，除了那体型巨大到令人心颤的焚天魔帝，他的身后还有3尊幽魔帝和无数的魔王魔将。这样的队伍，即便是没有焚天魔帝带头，也依旧可以碾压斗气大陆。毕竟一尊斗帝强者若是离开了斗气大陆，哪怕是最寻常的幽魔帝都可以对他们造成巨大的威胁。即便是退守到了斗气大陆，也依旧只能勉强抵抗，想要战胜对方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场战争我们能够取得胜利吗？古元望着虚空当中的浩荡大军也是有些紧张。曾经他以为突破到了斗帝境界之后便是可以堪称无敌，但后来萧炎的突破以及面前的无尽大军都令他意识到，在斗帝强者之上还有着更加可怕的境界和势力。我相信萧炎。在古元一旁，萧玄则是双目微微眯起，虽然对于对方的实力感到有些压力，但他更相信自己这个后人。他已经缔造了无数的奇迹，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在萧玄的身边，竹坤、药老、薛儿、彩铃等人同样目光灼灼地盯着那远处的虚空。炎魔族的大军如此浩荡，压迫感是如此的强烈，可在他们的眼中，反倒是那道单薄的黑衣身影更加强大。对于这道身影，他们一直抱着强烈的信心，因为他从来未曾令人失望过。更何况，他们所有人都记得不久前出现在斗气大陆天空之上的9轮大日，那般威能，或许就是面前这些炎魔族的大军也是未必不能抗衡吧。不错，我就是。面对焚天魔帝的声音，萧炎声音依旧平静，脸上甚至带着从容的笑容。焚天魔帝，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听到这句话，焚天魔帝也是微微一怔，不知为何，内心竟然隐隐有了一丝不安的感觉。一个下位面的土著，即便是有着强大的实力，见到自己也不应该是如此的平静才对。他这副表情似乎是早有预谋了一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焚天魔帝双目微微眯起，目光警惕地看着周围，似是担心周围会有几位大千世界的天至尊埋伏。若是这样的话，那的确是危机四伏，毕竟对方若是有备而来，那绝对是有着巨大的危险。什么意思啊？萧炎微微一笑，手掌一挥，虚空当中的巨大石碑忽然裂开了无数的缝隙，而后与那巨大的星辰碎片一同化作了飞灰。你真以为炼天魔帝能够活着走出我们斗气大陆吗？淡淡的笑声在星空当中回荡，却是令焚天魔帝和他身后的一群炎魔族强者浑身一颤，一股寒意缓缓地从他们脊柱升起，浑身发凉。回到炎魔族的那位魔帝并不是炼天魔帝，那他是谁？焚天魔帝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希望看出他的虚弱，看出这一切都是他伪装出来的虚张声势。然而令他失望的是，他从萧炎身上所看到的却是一道令他有些心悸的巍峨气息。这一刻，萧炎已经是丝毫不再掩饰自己的修为，仙品天至尊的威压毫无保留的尽数展现，令焚天魔帝瞳孔再度一缩。仙品天至尊？怎么可能？你才突破天至尊多久，怎么就成了仙品？焚天魔帝脸色难看，一尊领悟了火焰大道的仙品天至尊，战力绝对不在他之下，难怪这萧炎如此淡定，原来是有备而来。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开始，因为萧炎已经缓缓地抬起了手掌，然后在炎魔族众多大军惊恐的目光当中，9道由亿万赤红灵印所组成的巨大阵法开始在虚空当中浮现，而后近乎无穷无尽的可怕热量开始在周围浮现，9道直径万里的小型太阳渐渐在虚空当中凝聚，令焚天魔帝的脸色终于彻底变了。你当真以为有什么焚天大帝的传承吗？傻瓜，你以为就炼天魔帝的水平能够领悟火之大道吗？萧炎的笑声传来，令焚天魔帝心中已经升起了一丝恐惧。九阳灭魔阵，快跑！他几乎发出一声惊恐的咆哮，想要让身后的大军赶紧撤离。然而9轮大日已经将他们悄无声息地包围了起来。九阳灭魔阵，展示一下你真正的威力吧。萧炎手中印结变化，无穷无尽的光热和可怕的引力在那数百万里直径的空间当中瞬间迸发，顷刻间宇宙空间直接湮灭，无数魔王之下的炎魔族强者眼神惊惧，然后便是与那大量的空间直接一同湮灭。剩下的魔王纷纷惊惧地望着这一幕，想要逃跑，可是在那可怕的引力之下，他们寸步难行，只能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地被挤压碎裂。不！炎魔族的诸多强者发出不甘的嘶吼，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身边的同伴爆开死亡。不可能，你一个小小的下界天至尊，怎么可能拥有这样可怕的实力？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发动九阳灭魔阵？焚天魔帝浑身颤抖，双目赤红地看着自己的族人一个个的迅速消失在自己的面前。这些都是炎魔族的精锐部队，失去了他们，炎魔族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难以恢复元气。当然，比起这些损失，他更担心自己的安危。九阳灭魔阵，那是真正硬生生斩杀过天魔帝的超级大阵，是大千世界最为顶尖的大阵之一。即便面前这道大阵只是弱化之后的版本，也根本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玄魔帝能够抗衡的。这阵法仅仅催动了片刻的时间，他身后的100万大军便是已经彻底消失，只剩下一团团颜色各异的火焰留在了原地。此刻，他的身边只剩下了最后的3位炎魔族的幽魔帝。此刻，他们的眼神同样绝望而无助地看着焚天魔帝，一道道血痕已经缓缓从他们的身体上浮现。萧炎的这道九阳灭魔阵，随便一道阵法单独拎出来都是仙品级别的阵法，9道同时组合，更是有着步入圣品的威能。就算是真正的天魔帝降临，也会被暂时困住，更别说是一个玄魔帝和3个幽魔帝了。伴随着那些炎魔族强者的迅速死去，那无尽的压力已经落到了他们4人的身上。在这般可怕的引力和热力的撕扯之下，即便是魔帝级别的身躯也是难以承受。焚天始祖，救我！
一名幽魔帝发出凄厉的嘶吼，双目充斥着求生的欲望，但在那可怕的力道之下，依旧直接爆炸，化作了一团血雾。就连魔魂都是被那可怕的引力给撕扯，化作了虚无。此刻，那原地只剩下了一团跳动着的本命之火。师祖，我也要撑不住了。剩下的2名魔帝同样无比惊慌，却只能无力地感到自己体内传来的撕裂一般的痛楚。砰，砰，又是2道接连的炸响，2尊魔帝身体再度爆开，魔魂被撕扯得粉碎。不，不！焚天魔帝发出野兽一般的嘶吼，一双赤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萧炎的方向。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一个下位面诞生不久的天至尊，怎么可能如此轻松地将整个炎魔族最精锐的部队给剿灭？他回想起萧炎的话，又回想起炼天魔帝回到炎魔族之后的所作所为，一双猩红双目当中更是多了几分愤怒与绝望。陷阱，这是陷阱！炼天魔帝是假的，假的！焚天魔帝浑身魔气调动到了极致，疯狂地抵抗着那可怕的撕扯与炽热。然而，即便是以他玄魔帝巅峰的修为身体，也终于缓缓开始颤抖了起来。9颗太阳虽然不是真正的太阳，可也非比寻常，同时作用在他的身上，就仿佛9座小型位面压在他的身上。倘若不是他的修为足够高深，此刻怕是已经如同其他3位幽魔帝一般爆成一团血雾了。即便是如此，他身上也是缓缓出现了丝丝裂纹，似是有着陨落的迹象。望着这一幕，萧炎却是轻轻摇了摇头。他这9阳灭魔阵终究只是一道雏形，距离真正完整的大阵还是差了许多。想要仅仅靠引力就镇杀一位玄魔帝巅峰，的确还有点难度。即便是可以镇杀，怕是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那可怕的引力和热力，终究只是此阵最基础的手段罢了。作为完整状态下能够镇杀天魔帝的超级阵法，又怎么可能只有这些威力？9阳灭魔，萧炎掌心硬结翻动，9轮大日同时爆发出极为刺眼的光亮，令斗气大陆的天空都是变成了雪白的一片。寻常生灵甚至面前都是只剩下了白色。而后9轮大日之上，同时有着9道粗达数十万丈的火焰光柱爆射而出，每一道的威能都达到了仙品的极致。9轮大日同时爆发，在焚天魔帝绝望的眼神当中，9道炽热的光柱同时落在了他的身上。轰隆！本就已经湮灭的宇宙空间再度爆发出可怕的震颤。许久之后，那中央位置的刺眼白光才缓缓的消散。白光过后，只剩一道跳动的紫色火焰留在原地，再也看不到焚天魔帝的身影。焚天魔帝陨落，星空当中缓缓恢复了过去的寂静。刺眼的白光消散之后，斗气大陆的生灵正在缓缓的恢复视觉。然而，天空之上，一群实力最弱都是达到斗圣的强者们，却是缓缓的咽了一口唾沫。这一刻，他们望着星空当中那本就已经成为大陆顶梁柱的男人，心中的崇敬与敬畏却是越发的深入人心。从萧炎突破斗帝到现在不过几年的时间，他的实力却是已经再度天翻地覆。咱们跟萧炎之间的差距，似乎已经比斗尊和斗帝之间的差距还要巨大了。良久之后，古元轻轻叹了口气，却是发现竹坤和萧玄同样有些失落。这种进步速度，这种可怕到几乎可以摧毁斗气大陆的可怕力量，真的是人能够做到的吗？星空当中，萧炎在灭掉整个炎魔族大军之后，却是没有直接返回，而是挥手之间令9轮太阳缓缓的收拢，连同那其中的无数属于炎魔族强者的能量和火焰也一同收拢在了一起，而后化作一道宛如漏斗一般的熔炉，悬浮在了斗气大陆的上空。轰隆隆，火焰漏斗开始缓缓旋转，无数被碾压的快要成为基础能量的魔气被凝聚，最后化作滚滚能量潮流落入斗气大陆。同时，一道道被净化之后的火焰掉落，纷纷落在了不久前被萧炎炼制出的一火塔之上。嗡嗡，一簇簇颜色各异的火焰宛如一朵朵流星一般从天而降，无数火焰汇聚，化作了一条绚丽的火焰天河，令刚刚恢复视力的斗气大陆众生都是双目瞪大，满眼震撼。除了这些绚丽的火焰之外，伴随着那大量被净化的能量落入斗气大陆的能量浓度，也是在以一个极为可怕的速度提升，甚至就连天地元气都开始不停地酝酿。3尊幽魔帝加上1尊玄魔帝巅峰，他们的修为若是完全转化为元气，怕是足以令斗气大陆诞生出10位以上的斗帝强者。不过，这其中大部分的能量自然是被萧炎所吞噬吸收了。饶是如此，那少量的元气也是令斗气大陆上那些强者心动。如炎族族长炎镜、雷族族长雷莹，这些年早已陆续突破了9星斗圣，甚至已经快要达到了9星斗圣巅峰。按照他们的速度，或许数年之后也是可以尝试着冲击斗帝层次了。除了这2人之外，药老、彩铃、薰儿以及小医仙子妍的修为都是开始朝着9星斗圣接近，或许用不了多久，斗气大陆便是会再度诞生一群强大的斗帝。
嗤嗤，大量火焰带着炽热的高温落在了异火塔之上，而后那异火塔便是如同佛塔一般被一层又一层的不停点亮。从下到上，无数火焰缠绕，令这一火塔的颜色无比的绚丽，远远望去，巍峨高大，仿佛有着无尽火焰威压弥漫。能够参与到炎魔族大军当中的那些炎魔族强者，即便是实力最弱的，都是相当于大千世界的至尊级别。他们所凝练出的本命之火，已经完全可以媲美一些弱小一些的异火。至于那些堪比地至尊的魔王境界所凝练的本命之火，放在斗气大陆绝对是可以排到异火榜前10的存在。而3尊幽魔帝所凝练出的本命之火，则是足以与虚无吞炎、净莲妖火媲美的超级火焰。这等火焰，即便是对于现在的萧炎，也有着些许的作用。当然，对于萧炎帮助最大的，自然还得是那焚天魔帝的本命之火焚天魔焰。此火当年曾被焚天魔帝用来焚烧了一片完整的下位面，威能堪称极为恐怖。即便是当初驼舍古帝所留下的地炎，威能或许都要差上些许。当然，那是当初的地炎，如今的地炎自然是要比焚天魔焰还要更强上不少。将焚天魔帝的焚天魔焰和毕生修为炼化之后，萧炎的修为再度提升，一跃到了仙品中期的层次。而脚下的斗气大陆，因为融入了太多炎魔族强者的生命精华，正在以往日1000倍、万倍的速度开始疯狂的扩张。这种扩张的速度足足持续了3天才缓缓停下。仅仅只是这么3天的时间，斗气大陆的面积却是比过去多了5成不止，就连天地能量的浓度都是多了5成以上。莽荒古域，菩提古树再度爆发出耀眼的光华。显然，作为如今斗气大陆的位面之胎，在斗气大陆吞噬了如此众多的炎魔族作为养料之后，随着斗气大陆的壮大，它的实力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清脆光华令整个大陆的生灵都感到心灵空明，仿佛得到了洗礼。而那位于菩提古树之下的众多强者所得到的好处更是多了许多。天空之上，萧炎身影回落，慢慢降临到了异火塔之上。浩荡的声音令大陆的无数强者双目炽热。自今日起，我斗气大陆表现出众的天才强者都是可以进入这一火塔接受考验，有机缘得到一道属于自己的火焰。听着萧炎的话语，斗气大陆的众多强者此刻已经是双目炽热，而萧玄等人相互对视一眼，也终于是明白了萧炎当初为何要炼制这所谓的异火塔了。同样，他们也是明白了萧炎所说的那送火之人到底是何人了。一想到那浩浩荡荡的魔族大军，其中甚至有比他们强大许多的几尊魔帝都被萧炎如此轻易湮灭的场景，他们的心情便是再度变得复杂了许多。望着那渐渐燃烧起一道道强大火焰的异火塔，萧炎身形静静地站立在虚空之上，却是在思考如何进行下一步。炼化了炎魔族的浩荡大军之后，斗气大陆的确变得更加强大，但对于他的想法却还是差得太远。他的目标是将整个斗气大陆培养成大千世界那般的真正大世界，而如今斗气大陆甚至连一处超级位面都没有晋升上去，想要成为大世界又要到了怎样的程度？接下来似乎是应该忽悠2个天魔帝过来一下了。萧炎轻轻摩挲着下巴，虽然用几个天魔帝做化肥也不能将斗气大陆直接提升到超级位面的层次，但达到高等位面的极致还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该怎么忽悠那些域外邪族的天魔帝们来此地呢？他脑海当中回荡着这些想法，身形却是消失在原地，再度出现的时候已经出现在了星陨阁当中。如今星陨阁已经是大陆1等1的超级势力，毕竟有着药圣药尘亲自坐镇，而这位药圣药尘距离突破9星斗圣已经只差最后一步了。老师，萧炎走进药老的房间，便是看到了捧着一枚玉简正静静冥思苦想的药老。你来了。见到萧炎到来，药老显然是十分的开心，同时将手中的玉简拿起，便是要跟萧炎问几个问题。随着他修为和灵魂力量的不停增加，他如今也是成功迈入到了9品金丹炼药师的层次。有着萧炎的培养，如今斗气大陆可以炼制9品金丹的炼药师已经突破了5人，这5人对于斗气大陆的炼药界同样有着不小的贡献。老师，先不说这个，我这里有个好东西给你。萧炎轻轻笑着摇了摇头，下一刻，一道幽蓝宛如冰晶一般的火焰便是从他的手中出现。此火名为太阴寒炎。萧炎轻轻握着这朵幽蓝的火焰，四周的寒气却是已经降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如果不是萧炎周围有着大量的地岩环绕，将这房间给包裹得严严实实，那可怕的威能怕是能够令星陨阁瞬间湮灭。这是……望着这一朵看似弱小美丽如同冰晶一般的火焰，药老却是缓缓地瞪大了双眼，呼吸都是急促了几分。这是一尊幽魔帝的本命之火，其中的魔气已经被我尽数驱除，老师若是能够将这火焰炼化，实力必然会有着大幅度的提升。萧炎笑着点了点头。以药老如今8星斗圣的实力，寻常一火对他的帮助已经不大，但萧炎所给的这道火焰却是一位幽魔帝的本命之火，
这道太阴寒炎的威力丝毫不会弱于净莲妖火和虚无吞炎，就算是在斗帝层次当中都能有着一定的作用。药老若是能够将这道火焰炼化，那他的实力也必然会再度增加，对他将来突破斗帝也会有着一些的好处。不必了，这火焰实在是太过珍贵，你依靠吞噬火焰提升力量，这道火焰对你的帮助想必会更大才对。望着那缓缓旋转如冰晶一般的蔚蓝火焰，药老沉吟片刻之后，最终还是忍不住摆了摆手。他虽然同样有些眼馋这道火焰，但却知晓这火焰完全是萧炎以一己之力得来的宝物。同样的，炼化了这道火焰，对萧炎应当也是有着不小的帮助。望着药老这副拒绝的模样，萧炎却是忍不住摇头一笑。老师放心，以我如今的修为，这种层次的火焰对我而言帮助也已经没有这么明显，少吞噬上这么一道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听到萧炎这么说，药老也是微微一怔，在看到前者那风轻云淡的表情之后，他才忍不住微微叹了口气。自从认识你以后，我总是一直在占你小子的便宜。药老说的都是心里话，若是没有萧炎，他此刻怕是连复活都做不到，即便是复活了，或许最多也就是个小小的半圣，怎么可能如同现在一样突飞猛进，一路到了8星斗圣的层次。这些年来，萧炎为了培养身边的亲人朋友，可是砸下了不少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萧炎而言或许并不难弄，但他们却是知道，若是放在其他古族的身上，那该是何等的珍贵。萧炎却是不置可否的笑了笑，只是沉默的给太阴寒炎增加了一层防护，然后便是笑着离开，回到了自己的宫殿。主人，主人！宫殿门口，两头身长过1000丈的硕大白虎见到萧炎之后，微微低下头颅，正是白寒白雪。这些年来，他们只是跟着萧炎喝了一口汤，便是已经顺利跨越了9阶屏障，成为了他们祖辈那般叱咤风云的妖圣了。当然，由于现在斗气大陆的疯狂发展，斗圣强者的数量已经翻了数倍之多，但即便是如此，斗圣层次依旧算是斗气大陆的真正高层。萧炎笑着冲两人点了点头，而后便是回到家中陪着老婆孩子。如今他的本尊没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只需要留在家中好好的陪着老婆孩子就行，外面的事情交给2大分身处理便是。炎魔族疆域，焚天大陆之上，赤炎魔帝惊恐地望着那缓缓动荡的天空，位面之胎在不停地震动，其上那种属于焚天魔帝的气息正在不断地消失。与此同时，炎魔族的圣殿也在焚天大陆当中，在那里，焚天魔帝和大量有资格将本命令牌留在此地的炎魔族强者的本命令牌正在接连不断的疯狂碎裂。这样的一幕令赤炎魔帝浑身泛起一抹凉意，内心的绝望到了一个极为深刻的程度。这不可能！赤炎魔帝惊慌失措地从焚天大陆当中冲出，一路上几乎将周遭的空间都给撞坏。炼天始祖，大事不好了！赤炎魔帝发出凄厉的嘶吼，声音几乎令整个炎魔族都听到了。在他的凄厉嘶吼之下，另外的2位魔帝和炎魔族的大量强者都是被惊动，一个个好奇地看着天空。但他们很快便是发现了事情的缘由。焚天魔帝连同他带去的炎魔族最为精锐的部队，全军覆没，无一生还。要知道，无论是焚天魔帝还是这支军队，都是炎魔族最为强大的力量。在他们陨落之后，炎魔族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主力。而且焚天魔帝走后，炼狱魔帝被杀，连同4名幽魔帝也是被一同斩杀，就连炎黄魔帝都是被赶走。如今的炎魔族可真的是除了炼天魔帝之外，只剩下3尊小小的幽魔帝了。聒噪！淡淡的声音带着些许的愠怒传来，令所有人都是微微窒息，目光惊恐地看着那缓缓浮现的能量分身。他的身影十分高大，但比起那高大的身躯，还是那仿佛可以是天灭地的霸道气息更令人心颤。炼天魔帝，如今炎魔族真正的霸主，也是炎魔族唯一的希望了。炼天始祖，焚天族长他陨落了。赤炎魔帝声音颤抖，双目悲愤地望着萧炎。他与焚天魔帝有着上万年的师徒关系，这种关系令他们即便是在域外邪族这种感情不多的地方，都是有了一些感情。焚天魔帝陨落，他无疑是最为难受的那一个。陨落了便是陨落了，萧炎自然是知道焚天魔帝已经陨落，因为此事就是他一手导演的。只见他神色依旧淡漠地看着麾下的3大魔帝，怎么，就算是陨落了，你们3个废物能给他报仇吗？他的声音令3大魔帝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彼此相互对视一眼，才发现事情的根本性似乎有些不对。是的，连焚天魔帝带着3位幽魔帝的浩荡大军都陨落在了那里，他们3个就算是知道了这件事情，又能如何？能够剿灭焚天魔帝和整个大军的人，又岂是他们3个能够抗衡的？那炼天始祖，3大魔帝有些不甘而焦急地看着萧炎，去发动你们的力量，以炎魔族的名义寻求帮助，
最好能够邀请一位天魔帝亲自过去看看。本帝还要闭关，等本帝出关，同样可以一探究竟。萧炎的声音回荡，眼神当中却是隐藏着一丝耐人寻味的味道。要是真的有一位天魔帝前往斗气大陆，那可就好了。萧炎能量分身暗暗想到。不过，想要斩杀一位天魔帝，对于现在的他而言，也不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此事倒也不急，还是先让这3个幽魔帝先探探路再说。找一位天魔帝，3大幽魔帝相互对视一眼，忍不住苦笑一声。天魔帝那是域外邪族最为顶尖的一群人物，随便一位都是可以引领一个超级大族。这样的人物，可不是他们这些小小的幽魔帝能够请动的。不过即便是如此，他们也要想办法去试试。毕竟焚天魔帝陨落实在是事关重大，炎魔族遭受如此巨大的打击，必须得想办法查出一个究竟。如果找不到，那便等本帝出关吧。等到本帝出关，便是炎魔族成为域外邪族第33大族的时候。萧炎神色依旧霸道，淡漠，似乎没有丝毫因为炎魔族主力全军覆没而感到痛苦烦恼。而当他这句话说出的那一刻，3大幽魔帝的身躯已经是微微一颤，看向他的目光带着一丝不可置信与狂喜之色。炼天始祖，你！3大幽魔帝望着萧炎，眼神当中瞬间没有了过去的烦恼，只剩下无尽的炽热。对此，萧炎却是没有过多的理会，能量分身已经再度回归静坐，闭眼不再多言。然而，那3大幽魔帝却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的眼中都带着一丝狂热。让炎魔族成为域外邪族的第33个大族，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便是面前这位炼天魔帝，或许要成为天魔帝，或是拥有天魔帝层次的战力了。虽然这话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一想到炼天魔帝这些时日所表现出的可怕实力，3大魔帝忽然觉得此事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一旦炼天魔帝成为天魔帝，炎魔族一跃成为域外邪族的第33个大族，那他们3人的地位也会随着水涨船高。尤其是在如今炎魔族严重缺人，强者接连陨落的情况下，他们3人更是成了炼天魔帝不可或缺的心腹手下。给天魔帝当手下，那待遇可是要比给玄魔帝当手下要强了不知道多少。到时候，一个顶尖大族的疆域资源都将经过他们的手掌，一位天魔帝随手丢出的一些汤水，也是足以令他们过得十分滋润。那炎黄魔帝真是不识时务，竟然敢与炼天始祖作对。一旦炼天始祖突破，这炎魔族他可就再也回不来了。谁说不是呢？真是一步走错，步步走错啊！3位幽魔帝唏嘘，眼神却是十分的炽热。等到炼天魔帝真正成为了天魔帝，他们的实力和地位也将轻松取代炎黄魔帝，甚至更强。对于3人心中的想法，萧炎不知道，也懒得理会。此刻，他的魔帝分身正在无尽的黑色火焰当中悬浮，黑色火焰当中夹杂着丝丝荧光，看似平常，可每一次迸发都足以令玄魔帝都受到一些伤势。而这还是没有主人操纵的火焰威力。虚空破灭焰作为大千世界排名第5，威力足以令圣品天至尊都要忌惮的超级火焰，的确是无比的强大。在这无尽火焰当中，魔帝分身却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而后他那高大的魔躯开始缓缓地朝着虚空深处缓缓地走近。这段时间，随着整个炎魔族大量资源的投入，以及这虚空破灭焰的日夜淬炼和融合，萧炎的魔帝分身早已达到了玄魔帝的层次，而且每天都在更强。他身上黑色火焰弥漫，虚空破灭焰落在他身上，已经再也无法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萧炎一路前行，周围的火焰威力越来越大，却始终未能让他停止脚步。不知道多久之后，当周围的火焰已经足以令玄魔帝巅峰的存在都有可能造成伤害之时，萧炎的脚步终于是缓缓地停下。在他的面前，一双银色的眼睛正在死死地盯着他，而萧炎也同样在盯着这双眼睛。你究竟是什么人？我的感知告诉我，你不是炎魔族的生命。银色眼睛盯着萧炎，目光当中带着疑惑。他虽然不知道萧炎的真正气息是什么，但却是能够模糊地感觉到他身上一些不属于域外邪族的东西。闻言，萧炎也只是微微一笑。只见下一刻，无数的漆黑火焰已经是颜色变换，转而化作了模样颜色极为绚丽的火焰。斗气大陆，萧炎见过破灭前辈。萧炎微微一笑，冲着那双银色的眼睛微微拱手。斗气大陆，萧炎。闻言，银色双眼眼中缓缓露出一抹回忆之色，看向萧炎的目光当中则是多了几分唏嘘之色。原来是斗气大陆的人，真是没有想到，你竟然能够伪装成炎魔族的强者，并且混到了这种程度。银色眼睛变换之间，那无数的虚空破灭焰也是开始缓缓凝聚，最后化作一道比萧炎还要巍峨高大一些的火焰巨人。他身穿一身仿佛蕴含着无尽雷霆的长袍，模样威严，双目当中仿佛有着灭世的雷霆翻滚。这副模样，赫然便是当年的破灭大帝了。
当年破灭大帝虽然陨落，但依旧有着不少的残存记忆，早已与虚空破灭焰融合。因此，如今的虚空破灭焰虽然的确是无主之物，可也是如同当年的净莲妖火一般，有着属于自己的意识。他的意识便是来自于当年的破灭大帝。自从你进入此地以来，本帝便是一直在观察着你，倒是没有想到，你一个下位面飞升上来的强者，竟然有着这般胆魄，敢潜入域外邪族的疆域。而且，你的手段也令我感到惊奇，竟然能够靠着炎魔族的资源来修炼。破灭大帝，或者说是虚空破灭焰的目光盯着萧炎，嘴角略带几分笑容。不过，年轻的后生想要得到虚空破灭焰的本源力量，可不仅仅是拥有这些手段就可以的。你若是真的有这个想法，还是拿出一些真本事出来吧。话音落下，他手中的漆黑火焰已经在虚空当中迅速凝聚，眨眼之间，一道长达数十万丈的火焰大戟已经出现在了其手中。此戟的模样与那炼狱魔帝的炼狱大魔戟倒是极为的相似，而萧炎也是知晓，那炼狱大魔戟本就是仿照着破灭大帝的虚空破灭戟所造。当年靠着这一支大戟，破灭大帝可是同样仅次不朽大帝的顶尖强者之一，是与战天魔帝同一层次的超级存在。只不过远古那场大战，他遭遇了数位天魔帝的群攻，最终身死道消，就连大戟都已经折断，只剩下这虚空破灭焰残存。望着那手持火焰大戟的巍峨身影，萧炎高大的魔躯却是同样微微向前踏出一步。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晚辈无礼了。话音落下，无边无际的黑色火焰已经席卷了整个封印所在的空间，而后那无尽的黑色火焰便是开始围绕着萧炎不断的旋转，最后缓缓凝聚成了一道覆盖了大半个封印空间的巨大黑顶。混沌熔炉，萧炎双手虚抱，而后那火焰炉顶便是朝着破灭大帝模样的虚空破灭焰的方向覆盖了下去。这一日，炎魔族的3座大陆都是在疯狂的震荡不停，令3大魔帝和其他炎魔族强者都是胆战心惊的望着那中央的封印。炼天始祖真的在炼化虚空破灭焰。赤炎魔帝望着那不停震荡的大阵，双目当中泛起一抹吃惊，但很快便是更加的火热。与他一样，另外2名魔帝的眼神同样无比的炽热。虚空破灭焰是他们整个炎魔族所有强者都无法炼化的超级火焰，就算是寻常天魔帝也是无法强行炼化，唯有圣天魔帝等少数几个最为顶尖的天魔帝才有可能将之炼化。不过，这几位天魔帝或是身上有着更好的宝物，又或者是因为自身属性冲突，都是没有选择去炼化这虚空破灭焰，这也就导致整个域外邪族竟然无一人能够炼化虚空破灭焰。而如今，一旦炼天魔帝能够真正的炼化此火，那就意味着他绝对拥有比肩天魔帝的实力了，而炎魔族也将因为他的强大而跟着地位水涨船高。这对我族的确是一件好事，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先去找齐圣魔族汇报一下老师的事情吧。此事乃是我炎魔族大仇，必须得报。赤炎魔帝点了点头，闻言，其他2位魔帝也是选择点头。除了焚天魔帝的事情，还有一魔族也被毁灭了，此事也会在不久之后被全族知道的。其中一名魔帝有些沉思道：一魔族的主力虽然是在那什么天玄大陆所在的方向消失，可一魔族的残余势力可是我族彻底消灭的。此时前往圣魔族那边的大人物会不会询问起此事？2名魔帝都是颇为的担忧。虽然一魔族主力是死在了大千世界一方，可真正将之灭族的还是炼天魔帝下的命令，更是他们3人前去执行的。到时候那圣魔族的几位大人物若是问起来，他们3个小小的幽魔帝就要倒霉了。怕什么？我族马上就要成为新的顶尖大族了，剿灭一个小小的异魔族又算得了什么？你们若是不去，我自己前往圣魔族便是。见到2人如此，赤炎魔帝顿时有些不满道：虽然域外邪族内部也是纷争不断，时常发生大族吞并小族的事情，但只要炼天魔帝晋升到了天魔帝，那便是圣魔族的几位大人物也要给几分面子，剿灭异魔族也就没有什么说法了。而且在炼天魔帝归来的短短1年的时间里，族中已经陨落了足足3位玄魔帝，幽魔帝更是已经超过了10指之数，这般数字已经堪比平时与大千世界一场较大战役所陨落的强者数量了。圣魔族虽然高高在上，但对于此事想必也有所了解，就算自己等人不去，想必用不了多久，上面就会派人来查了。既然如此，倒不如主动出击。而且赤炎魔帝是真的想要让圣魔族的强者出手，调查明白焚天魔帝的死因，最好是将那些凶手也都一并斩杀。我去圣魔族寻求帮助，你们2人前往雷魔族、灵魔族寻求帮助，争取寻找一位天魔帝为焚天魔帝主持公道。赤炎魔帝沉声道：雷魔族、灵魔族都是与炎魔族关系不错的顶尖大族，灵魔族的灵天魔帝当初更是与焚天魔帝算是半个生死兄弟。闻言，另外2名魔帝微微松了一口气，也是很快便是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他们虽然只是幽魔帝，可在域外邪族终究算是真正的高层了，
巨灵魔族和雷魔族应该是不会受到什么刁难的。至于赤炎魔帝，既然他愿意前往圣魔族寻求帮助，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他终究是尊魔帝强者，就算圣魔族真正有大人物发怒了，也最多让他吃苦头，不至于丢了性命。三大魔帝商议之后，很快便是分头行动。很快，那原本就令域外邪族引起些许动荡的消息，便是被彻底的落实，而且真正引起了域外邪族高层的注意。炎魔族内乱，炼狱魔帝被新晋的炼天魔帝斩杀，炎黄魔帝逃往战魔族，焚天魔帝带炎魔族主力攻打一处下位面，结果全军覆没。炎魔族崛起了一位新的玄魔帝，实力比焚天魔帝都只强不弱。不过这位玄魔帝似乎是有些杀熟，一回来就杀了不少熟人。异魔族同样全军出击，攻打下位面天玄大陆，结果同样全军覆没。而且在其主力全军覆没之后，连其剩余的族人都被炎魔族给偷袭剿灭了。异魔族已经彻底的从域外邪族除名了。一道道消息宛如狂风暴雨一般的在域外邪族传开，令很多魔帝都为之震惊。同时，域外邪族高层也终于坐不住了，纷纷察觉到大千世界一方似乎有着什么巨大的计划在准备。这还没开战，就已经陨落了3位玄魔帝了。大千世界的人想干什么？他们想开战吗？无数魔帝愤怒。这消息甚至在不久之后便是越过了双方边界，传到了大千世界一方的耳朵里，令大千宫的一些高层同样有些茫然。而此刻，事情的作俑者却是静静地坐在一座圆桌旁，望着另外几个天至尊相互唏嘘。了不得，这真是了不得的大事。一轮宛如明月一般的玉桌之上，6名天至尊一边饮酒一边惊叹。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域外邪族竟然先后陨落了3位玄魔帝和10多位幽魔帝。这般数量的域外邪族强者，其实已经是极为强大的阵容了。放在大千世界当中，除了5大古族、大千宫等一些顶尖势力，寻常势力可没有这般可怕的规模。就算是以往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开战，只要不是那种你死我活的大型战争，也不可能同时陨落这么多的强者。圆桌之上，紫雷真君一边饮酒一边唏嘘，另一旁西天战皇也是忍不住微微点头。同时陨落这么多数量的强者，若是放在大千世界当中，怕是已经足以令大千宫高层开会了。同样的，这般数量的强者同时陨落，恐怕域外邪族的高层也要开会了。萧炎坐在桌旁，轻轻小酌着西天战皇带来的美酒，一言不发，却是令青眼镜和万阵仙尊都有些好奇。萧炎兄弟，听到如此多的魔帝陨落，你怎么如此的淡定？万阵仙尊忍不住开口询问道。自从他和紫雷真君知晓萧炎是来自下位面的天至尊之后，两人对萧炎的态度便是很明显的亲切了一些。毕竟比起摩诃古族和浮屠古族，两人的背后并没有那般庞大的超级势力，他们都是清楚萧炎的潜力，都不愿与萧炎交恶。我只是不怎么关心这些事情罢了。见到两人好奇的目光，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挤出一抹笑容。见状，两人也是没有多问，倒是一旁的摩诃天微微皱起了眉头，不悦的道：域外邪族是我大千世界数万年来的大敌，萧兄虽然出来大千世界不久，不过想必也已经听说过这些邪族的名号。虽然我们各自有着自己的利益，但在对付域外邪族的事情上，还是要团结一致才是。还望萧兄今后也对这域外邪族的事情多关注一些。望着摩诃天那似是说教的模样，萧炎嘴角微微一抽，这家伙果然还是如同前世那般的没有度量，而且还有些喜欢说教。你小子可别在我面前装得太过了，不然这一世还要拿你开刀了。萧炎看了摩诃天一眼，真不知道这域外邪族到底是攻打的哪两个下位面，竟然能够令2位玄魔帝率领的精锐大军全军覆没。青眼镜也是有些惊叹的撇了撇小嘴，就算是他们浮屠古族，若是一下子损失这么多的强者，怕是也要遭受重创。这一切想必都是大千宫那边负责布置的陷阱吧。这次令域外邪族损失如此之大，想必要不了多久，域外邪族那边就要发动一场战役了。西天战皇看了一眼青眼镜，悄悄按压下了内心的一些想法，随口说道：对于这位常年双修的天至尊而言，青眼镜可是一位足以令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强大的修为，卓越的见识，深厚的背景，都是大千世界最顶配的女人，而且她的容貌同样堪称风华绝代。不过在她的身边，那位摩诃古族的少族长早已虎视眈眈。西天战皇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还没有跟摩诃古族硬刚的资本。不过令他颇为开心的是，虽然青眼镜并没有多看他一眼，但同样的也并没有多看那摩诃天一眼。他就宛如浮屠古族降临的谪仙人一般，似是不染凡尘。听到西天战皇的揣测，一直与萧炎同样沉默不语的紫雷真君却是有些疑惑地摇了摇头。不一定，出手埋伏在2个下位面当中的强者，或许并不是我大千宫的内部成员，而是一些其他的古老势力也说不定。闻言，众人都是微微一怔，
有些不可思议地看向了紫雷真君。其他的古老势力，我在离开大千宫之前，可是从来没有接到过有关前往下位面埋伏域外邪族的消息。紫雷真君点了点头。他虽然不是摩诃古族和浮屠古族这种顶尖势力的核心成员，但却是大千宫的核心成员，属于是大千宫从弱小时期就培养起来的天至尊。也就是说，他是完全忠于大千宫这个势力的。而大千宫虽然从不插手大千世界的内部争斗，但他的真实实力却是真正最为恐怖的。换句话说，紫雷真君不能借助大千宫的力量欺负别人，但别人想要欺负他，同样是没有那个胆子。而这种作为大千宫核心成员，被从弱小时就培养起来的天至尊，即使仅仅只是一个灵品天至尊，却也往往能够接触到大千宫的大部分核心机密，除非是整个大千世界最关键的信息，否则他都有权知晓。而显然，埋伏2名玄魔帝虽然是件大事，但在大千世界和域外邪族2大阵营当中，还算不上真正的绝密。当然，若是埋伏2位天魔帝就不一样了。听到紫雷真君的这般说法，众人又有些沉默了。如果不是大千宫出手的话，大千世界还有何方势力会同时出手埋伏2名玄魔帝？要知道，能够拥有这等实力的势力数量可是少得可怜，基本上都是他们所能认识之人。有没有可能，这2个玄魔帝都是被那些下位面本身的强者给埋伏诛杀了？在众人心生疑惑之际，一旁的萧炎终于是忍不住笑着开口道。听到萧炎的说法，摩诃天眉头微微一皱，似是想要开口说教，但想起萧炎本身就来自下位面之后，他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倒是一旁的青眼竟笑着开口道：萧兄，你也是来自下位面的天至尊，怎么会不知道这点常识呢？别的不说，自从你飞升上来之后，将体内原本的力量转化为灵力之后，你的实力怕是已经翻倍不止了吧？若是再加上一些顶尖神通，怕是能打过去的自己4、5个吧。那些域外邪族的魔帝，其能量本质是与我们的灵力一个等级的，而且他们的生命力甚至比我们这些天至尊还要强大。那些下位面的天至尊，除非是完成灵力转化并且达到了仙品巅峰，否则想要镇杀一位玄魔帝实在是不切实际。若是幽魔帝也就罢了，玄魔帝的实力已经不是单纯依靠位面之胎的力量就能镇压的了。普通下位面的位面之主遇到玄魔帝，能够依靠位面之胎的力量自保已经不错了。万阵仙尊也在一旁说道。见到2人这分析的头头是道的模样，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笑了笑，不再多言。这下位面飞升上来的土包子，难道他没有炼化位面之胎吗？摩诃天望着萧炎，更加皱眉。一个没有炼化过位面之胎的天至尊，该说是潜力大还是小呢？对于萧炎的发言，其余人显然也同样有些疑惑。唯有紫雷真君此刻却是将目光放在了萧炎的身上。萧炎兄弟，虽然浮屠古族和摩诃古族并没有邀请到你，不过还是要厚着脸皮替我大千宫问一句，你可愿意加入我大千宫，成为我大千宫的内部成员？听到紫雷真君的话，摩诃天和青眼镜也是将目光投向了萧炎，他们也很想知道，这位来自下位面的高傲天至尊是否在大千宫的面前依旧保持自己的骄傲。没有出乎他们的意料，面对紫雷真君的邀请，萧炎也依旧摇头拒绝。抱歉，萧某习惯了自由自在，暂时没有加入任何势力的想法。大千宫分为外部成员、内部成员以及核心成员3种。外部成员几乎包含了整个大千世界阵营当中所有的天至尊，不过他们除了可以得到一些大千宫的外部消息以及域外邪族的信息，以及在对抗域外邪族之时受到召唤之外，便是没有了其他事宜。而内部成员则是在对抗域外邪族的时候必须出战，但同样的，他们也可以享受大千宫的资源栽培，以大千宫无数年来的资源积累，其可以拿出的宝物可不比2大古族要少。核心成员所得到的和付出的与内部成员相差不多，唯一一点便是对大千宫无比的忠诚，得到的内部消息更多。这种成员除了你自身实力要达到天至尊，成为真正的高层之外，还必须是从小经过大千宫培养，或是经历1000年的观察确认其忠诚之后才能成为核心成员。当然，成为核心成员也有一条捷径，那便是亲手斩杀一尊魔帝。对于萧炎的拒绝，紫雷真君也是不感到意外，毕竟萧炎已经拒绝了摩诃古族和浮屠古族，比起这2大古族的客卿长老，大千宫的内部成员反倒是更加危险一些。理解，不过外部成员萧炎兄总是不会拒绝的吧？紫雷真君笑眯眯地看着萧炎，成为大千宫的外部成员几乎没有任何代价，反倒是会时常得到一些大千宫提供的消息，只有在对抗域外邪族的时候才会得到通知。当然，即便是对抗域外邪族，你也可以提出不出手的理由，只是一旦到了这种关键时刻，若是退缩不前的话，也难免会遭到天下英雄笑话。同样的，拒绝成为大千宫的外部成员，也同样会被其他强者看了笑话，因为这种行为
其实就是在潜在的被别人看成了不敢对抗域外邪族的懦夫。因此，种种原因之下，大千世界当中几乎9成9的天至尊都加入到了大千宫，甚至很多地至尊也是成为了大千宫的外部成员。当然不会，面对紫雷真君的邀请，萧炎同样没有拒绝的理由，而且他也不会拒绝。等这次传承机缘结束之后，我便可以跟你前往大千宫。出来这大千世界，我倒是可以斩上一尊魔帝给你们当个见面礼。萧炎嘴角带着一抹笑容。虽然魔帝分身在域外邪族掠夺大量的资源，十分的痛快，但灵力分身在大千世界的进度同样不能太慢。等他灵力分身得到了太眼天尊传承当中的所有资源，自然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到仙品层次。但仙品之后，想要得到更多的资源，能够供他发掘的高等传承和资源却是很少。倒是大千宫有着大千世界无数势力结合凑出的资源，而且可以连接各族各大势力。萧炎提升实力最缺少的2种资源，超级火焰和至尊灵液，却是大千宫最不缺的。去了大千宫，我便是可以一边掠夺域外邪族，一边用大量的诸魔点兑换我想要的资源和火焰，两边吃，这灵力分身的成长速度也不会比魔帝分身慢多少。萧炎内心想到。听到萧炎答应，紫雷真君也是在意料之中。不过他既要表态，也是真想结交萧炎这等下位面飞升而来的英豪，当即便是要敬萧炎一杯。对此，萧炎也是微微一笑，两人酒杯一碰，便是一口入喉。美酒刚刚入腹，两人还没来得及说话，便是已经被一阵刺眼的金光给覆盖。除了萧炎与紫雷真君之外，青眼镜、摩诃天、万阵仙尊和西天战皇，甚至包括小半个西天大陆的沿海，都已经被那刺眼的金光给笼罩。轰隆隆，古老的岛屿之上裂开一道宽达万丈，直径则是达到100万丈，近乎占据整个岛屿1/3面积的巨大裂缝。在那巨大的裂缝中央，无穷无尽的金光闪烁，金光变化之间，四周的灵气开始自动变化，眨眼之间，便是有着无数微小的灵阵在虚空当中不断的生灭。在这般可怕的威能之下，即便是以大千世界那远超斗气大陆100倍的稳定的空间，都在不停的颤抖。6位天至尊缓缓抬起头，除了萧炎之外，其余5人都是双目无比炽热的望着那不断释放着金光的巨大圆形物体。以他们的实力，那金光虽然刺眼，却也无法遮挡他们的视线。在那近乎无穷无尽的金光之下，是一轮直径达到100万丈巨大的金色阵盘。阵盘之上有着多道斑驳深深的战斗痕迹，似是经历了一场极为惨烈的大战。但即便是如此，那阵盘之上散发的威能，依旧是令他们这些天至尊都微微心颤，更别说是不远处的众多地至尊和西天大陆的普通生灵了。太眼天尊最珍贵的宝物，当年太眼天尊便是靠着这件宝物催动了完整的9阳灭魔神阵，将一尊天魔帝生生灭杀。青眼镜、摩诃天等人都是双目炽热地望着这轮宛如大日一般的阵盘，这种宝物便是放在他们各自的古族当中，都是足以称得上是镇族之宝。绝世圣物太眼阵盘，所谓的绝世圣物，那便是天至尊强者们才能够使用的超级至宝，而且并不是每一位天至尊都有绝世圣物的。绝世圣物也同样分为灵品、仙品和圣品，但通常情况下，大部分灵品天至尊的手中都是没有灵品绝世圣物的，除非是摩诃天、青眼镜这种顶尖古老势力的传人才能得到族中赐予。而正常情况下，普通的灵品天至尊根本买不起，只有一些灵品当中的佼佼者，或是活得岁月足够悠久的老牌天至尊才能够拥有一件。然而，这也仅仅只是灵品绝世圣物罢了。而那天空之上的太眼阵盘，那却是圣品层次的绝世圣物。这种级别的绝世圣物，甚至连一些圣品天至尊都是不曾拥有。就算是摩诃古族和浮屠古族这种有着无尽底蕴的大族，手中也最多只有1-2件罢了。只要有了这种层次的绝世圣物在身，灵品越级对战仙品也不是什么难事。毕竟，这可是对于圣品天至尊都有着巨大帮助的至宝，能令圣品天至尊都实力大增的宝物啊！哪怕他如今受到了一些损伤，价值依旧远远的超过了仙品绝世圣物。5位天至尊都是目光灼热的盯着那巨大的金色阵盘。倘若他们能够得到这件至宝，那么这件宝物足以陪伴他们一路成长到大千世界的巅峰。甚至就算是西天战皇、摩诃天这些不擅长灵阵的天至尊，借助这太眼阵盘的力量，依旧可以催发出威力不俗的灵阵。萧炎站在其中，目光望着那金色阵盘，虽然没有其余5人那般火热，却也同样十分的重视。一件圣品层次的绝世圣物，对于现在的他而言，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宝物。虽然萧炎在突破仙品之后，在吞噬一些强大的火焰后，也可以有着炼制圣品绝世圣物的手段，但终究是要耗费无数心血。而这太眼阵盘一旦落在自己手中，自己却是可以很快将之修复到完美的层次。等到萧炎突破仙品，手中又有着太眼阵盘的加持，那他的实力完全可以媲美真正的圣品天至尊，
甚至比寻常圣品天至尊还要可怕。抱歉，这太眼阵盘怕是要归我了。萧炎看了一眼身边的青眼镜等人，记忆当中前世这太眼传承便是被青眼镜给得到了，而如今这传承却是要非他莫属了。几乎是在萧炎心声落下的那一刻，金色阵盘之上爆发出的无数金光忽然凝聚，露出金色阵盘之下那原本古铜色的金属表面，而后那无数的金色光芒开始汇聚，最后化作一道万丈之高的伟岸身影。这道身影虽然模糊的看不清脸庞，但其身上的可怕威压以及那种不可冒犯的威严，依旧是令一群天至尊都内心一紧。这道金光或许便是太眼天尊留下的一道记忆投影，毕竟到了他们这一层次，留下一道记忆投影之类的手段实在是太过常见了。无知传承，共分9重。淡淡的声音在天际回荡，只见那金色身影再度开口道：闯过前6重者，可得灵品阵法1卷，至尊灵液1000万；闯过第7重者，在其上可得太眼真经上卷；闯过第8重者，在网上可得到完整的太眼真经以及炼化太眼真火和太眼阵盘的机会；闯过9重者，必有圣品大宗师之资，可得全部传承。苍老的声音在天空回荡，一双金色的眸子在扫过下方的无数生灵之后，最终在青眼镜和萧炎的身上略作停顿，而后他那金光凝聚成的身体便是再度碎裂，化作金光覆盖在那巨大的阵盘之上。有意闯关者，入我太眼阵盘便可。望我大千世界传承不断，香火永昌。太眼天尊的记忆残影说话十分的简洁，阵盘开启之时，便是已经只剩下了淡淡的声音在天空回荡。听着他那残留的声音，那些原本眼神狂热的诸多强者们却是微微一怔，许多人都是发自肺腑的朝着那巨大的黄金阵盘微微鞠躬。这位前辈为了大千世界的传承，的确是付出了极为巨大的牺牲，甚至就连拼死都要带走1、2位天魔帝，实在是令人敬佩不已。不过在表达了内心的敬意之后，众人再度抬头的时候，望向那天空之上的金色阵盘，已经是再度被火热给充斥。谁能够得到这套完整的传承，那便是得到了完整的圣品之路，将来有望成为一位新的圣品大宗师，成为大千世界真正的顶尖强者。面对这个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放弃。几位，机缘虽然宝贵，但得到了还都是为我大千世界效力，所以无论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得到了传承，都不要因为贪婪而掀起了厮杀。进入阵盘之前，紫雷真君似笑非笑地看了周围的众人一眼，作为大千宫的核心成员，他在这种时候自然是要发表一下意见。毕竟这太眼传承实在是太过珍贵，太眼阵盘、太眼真火、太眼真经，还有那海量的资源，那都是令浮屠古族、摩诃古族都要眼热的东西。在以往，这般宝藏足以引起大千世界的一些顶尖势力厮杀了，也就是域外邪族入侵之后，随着外敌的压力和大千宫的建立，这种事情才开始变得少了许多。但少了却并不代表没有，这是自然。没问题。众人纷纷点头，但在眼底却已经多出了一丝异样的光芒。所谓财帛动人心，若是真的有人能够将所有宝物都吃下，他们又怎么会轻易甘心？不过这些都是后话，至少只要有大千宫的人在，就不会发生天至尊陨落这样的恶劣事件。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先去抓一下那传承的机缘吧。无论是谁，一旦得到这机缘，都是足以称得上是一步登天了。念及此处，6位天至尊相互对视一眼之后，也是不再多言，一个个纷纷默契地腾空而起，化作一道道流光，朝着那金色阵盘冲击而去。嗖嗖，6位天至尊进入其中之后，剩下的大量地至尊们也终于是双目炽热的化作一道道流光，一头扎进了那金色阵盘当中。他们虽然自知自己未必能够得到完整的传承，但如此巨大的一个机缘，哪怕是只喝上一口汤，都是足以令他们满嘴流油。刺眼的金光过后，一片浩瀚的世界已经出现在了眼前。这里是一片阴云缭绕的浩瀚大陆，论起面积，几乎足有半个斗气大陆的大小。而这里并不是哪个小型的高等位面，而是属于太眼阵盘的内部空间。圣品绝世圣物，其内部已经可以孕育出堪比一方下位面的浩瀚空间。只不过同样的空间对于各种强者的运用也是不同的。很多圣品天至尊虽然也有着圣品绝世圣物，却并没有在其内部的空间构造出一片堪比下位面的大陆，而是留着另有他用。不过太眼天尊早已陨落，他的绝世圣物当中自然也不需要酝酿太多的东西，留下一块面积巨大的陆地，已经是留给众多传承者所用了。吃吃。随着萧炎6人的率先到来，足足上百位的至尊也是从外界进入，他们一进入这浩瀚的世界，便是微微一怔，脸上缓缓露出一抹震撼之色。而后他们的目光扫过周围的氤氲雾气，便是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是灵气，好浓郁的灵气，
竟然已经凝聚成了雾气。众人的脸上都带着一抹震撼之色。灵气凝聚成雾气，别说是对于天至尊，就是对于他们这些地至尊而言，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因为他们自己的洞府方圆100里之内，往往都是有着这样的效果。可此刻，这浓郁的雾气却是占据了整个大陆的核心区域，就算是大陆的边缘，也依旧有着灵气化作的雾气，只是相对看上去比较稀薄了一些而已。覆盖一整个大陆的灵气雾气，哪怕这是一块较小的大陆，这又是何等可怕的灵力含量！哗啦啦，大河奔腾流淌的声音在脚下传来，众人目光也是跟着这大河的流淌声下落，而后便是看到了令他们毕生难忘的景象。只见在这浩瀚的大陆之上，一条宽达万丈、长过万里的宽阔河流正在不停地奔腾，溅起一道道宽大的浪花。浪花溅起之间，那一滴滴液体都是完全由灵力凝聚而成。这是完全由灵力凝聚的液体所组成的河流。天空之上的众人望着这一幕，再度咽了一口唾沫。一条完全由灵力凝聚成的大江大河，即便这条河流并非是精纯到每一滴水如同至尊灵液那般可怕，可这终究是一条完全由灵力凝聚成的大河啊！若是能够将这其中的浩瀚灵力尽数吸收，那修为将会在短时间之内提升到怎样可怕的程度？无数的至尊都疯狂了，他们终于明白了前面几次太眼传承开启之后，为什么每一个通过部分考验的地至尊都可以得到许多宝物和至尊灵液了。仅仅这一条浩荡的灵力大河，便是足以凝聚出何等之多的至尊灵液。一位顶尖圣品天至尊的底蕴，竟然可怕到了这种程度吗？相比于这些地至尊眼中的震撼，位列前方的6位天至尊神色倒是相对平静一些，但也仅仅只是相对而已。完全有灵力组成的江河，在外界看来或许是有些珍贵可怕到不可思议，但这些天至尊也都是见过世面的。大千世界所有的顶尖势力都是有着这样的浩荡河流作为势力发展的根基。譬如大千宫之外，同样有着一条比这里更加浩荡宽阔的大千河。摩诃古族、浮屠古族当中也同样有着这样的灵力长河，甚至当年的远古天宫的天河，洛神族最早所拥有的洛河，都是完全由灵力组成的超级河流。但上述的所有灵力长河当中，除了洛河之外，所有人造的灵力长河都是由多位天至尊布置了无数道超级巨灵阵，加上本身超级大陆的地理优势，才能够孕育出这般可怕的河流。而这太眼阵盘的世界当中，竟然就有着这样一条河流，这般手笔可就有些可怕了。不过一想到这太眼传承上千年才开启一次，而且每次能够被取走的至尊灵液数量也不多，加上太眼天尊本就是灵阵高手，所以这阵盘当中能够储存如此数量的浩瀚灵液，也就不为奇怪了。萧炎站在众人当中，目光扫过那浩荡的灵力长河，眼中同样有着一丝赞叹。赞叹之余，他的眼中自然是多了几分喜色。这太眼传承当中的丰厚资源，似是比自己想象的更加丰厚。这般浩瀚的灵力，就算是凝聚成至尊灵液，怕是也能凝聚出数百亿的可怕数量。萧炎双目当中都是爆发出一阵金芒，如此浩瀚的至尊灵液，就算是对他而言也是极为充盈，加上那太眼真火，怕是足以令他的这具灵力分身都达到仙品巅峰了。到时候仙品巅峰的修为加上太眼阵盘的加持，寻常的天魔帝和圣品天至尊都将不是他的对手。而他的本尊和魔帝分身在不久之后恐怕也会达到仙品巅峰。到了那时候，3大分身同时出手，寻常天魔帝怕是撑不了多久就会陨落。嗡！在众人还在为这浩荡的灵力河流而左思右想之时，虚空当中一道道预制的蒲团却是已经缓缓地浮现。众多预制蒲团似是早已被安排好了一般，6个大号的预制蒲团各自距离足足上千里的距离，而后那上百个小号的蒲团才在千里之外，每100里出现一个。诸位，既然已经来到了我的传承空间，那便请入座吧。天至尊入座大号蒲团，地至尊入小号蒲团。无尽的灵力雾气在天空当中凝聚成一张模糊的巨大脸庞，笑盈盈地看着来到此地的众多强者。闻言，萧炎等人也是没有犹豫，很快便是纷纷落入到了一个个的蒲团当中。3号传承者，希望你能够破解所有阵法，得到老夫的传承。萧炎屁股刚刚落座，一道苍老的声音便是已经从他的耳畔响起，紧接着那灵力雾气便是已经迅速凝聚，最后化作一道道灵印，在萧炎的面前凝聚成了一个小型的阵法。灵阵浮现，萧炎的身边也是随即出现了3道灵印，将3道灵印落入到需要的位置，令3道灵印与灵阵当中的灵力丝线勾连融合，最后彻底激活整座灵阵，便算是闯关成功。萧炎盘坐在预制蒲团之上，望着面前的试炼规则以及面前残缺的微小灵阵，以他的眼力自然是能够看出，这是一道被简化之后的大师级别的灵阵。所谓的灵阵大师，在大千世界当中对应的仅仅只是至尊级别的灵阵师而已。这种等级的灵阵师，
若是在其他地方，或许还会珍贵显眼一些，但对于在场的众人而言，这些又算得上什么？这种等级的灵阵，就算是极少钻研灵阵一道的地至尊，都是可以轻易布置完整版的，更别说是这灵阵还是简化版本的了。不过，这也仅仅只是第一重的关卡而已，弄出这般考验也算是正常。萧炎心思落下，指尖已经同时轻轻点在了3道灵印的上方。去！他手指一弹，3道灵印便是如同拥有了灵性一般的自动落入到了3个位置当中。而随着3道灵印落入，那原本断裂残缺的灵阵丝线开始迅速修复。眨眼之间，那原本残缺的阵图便是被迅速修复。阵图修复的一瞬间，天地之间的灵力微微涌动，似是要随着这灵阵的规则开始爆发灵力一般。不过，在这威能刚刚被引动的瞬间，一种独属于太眼阵盘内部的意念，便是已经无声的令这已经成型的灵阵迅速消散。这应当是太眼阵盘的气灵吧？萧炎目光看向太空，双目当中绚丽火焰燃烧之间，一道模糊的身影也是出现在他的视线当中。太眼阵盘作为圣品绝世圣物，自然已经酝酿出自己的气灵，而且作为可以酝酿出一方堪比下位面大陆的巨大空间，这太眼阵盘的气灵绝对不比寻常的位面之胎要差多少，甚至就这气灵本身可能就是一道位面之胎炼制而成。所以一旦炼化了这道太眼阵盘，即便是寻常的灵品天至尊，也将拥有与仙品天至尊一战的实力。这也就是为何太眼阵盘对于众人吸引力如此可怕的原因。嗡！第一道残缺阵法刚刚消散不久，第二道阵法便是已经缓缓地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依旧是3道灵印，不过玄奥复杂的程度却是比方才难了一些。看样子这难度是循环渐进的。萧炎略微沉吟，便是已经再度将3道灵印落入其中。很快，第2道残缺阵法便是被他破除，第3道、第4道，一直到了第9道残缺阵法被萧炎轻易破解之后，那道苍老的声音才在萧炎的耳畔缓缓响起：第1重考验通过。听到这道与太眼天尊一样的声音，萧炎倒是没有丝毫的意外。前面9道阵图如此的简单，若是仅仅破解这些就能得到传承，那在座的所有人都是可以轻易的得到这传承了。现在看来，每一重似乎都是9道阵图，9重考验那便是整整81道阵图，只有将这足足81道阵图完全的破解，才能得到完整的传承。不过不出意外的话，在座的众人当中，除了萧炎，应该是没有一人能够一口气破开81道阵图。那最后的第9重考验绝对是无比的困难。伴随着苍老声音的落下，萧炎屁股下方的玉质蒲团却是微微一颤，旋即爆发出了一阵赤色的光芒。望着这一幕，萧炎却是将目光扫向周围，却是看到在他的周围，许多天至尊乃至地至尊屁股下方的蒲团都已经出现了好几种颜色，而他们面前的阵图已经到了一个颇为繁杂的程度了。看样子我这破解阵图的速度似乎是最慢的一个了。萧炎摇头一笑，众多破阵之人当中，以万阵仙尊速度最快，在萧炎破开第1重考验的时候，他的蒲团已经有了4种颜色缠绕，也就是说他已经闯关到了第4重的程度。而在他之后，青眼镜、紫雷真君，甚至几名表现比较突出的地至尊都已经进入了第3重考验。第1重考验不过是人品灵阵大师的难度而已，就算是第3重的考验，也不过是天品灵阵大师的水平。萧炎轻轻笑着摇头，依旧是不急不慢的破阵。第2重、第3重，到了第4重，灵阵有了明显的变化，破阵的灵印数量从第3重的9枚一下子暴涨到了数十枚的程度。此刻，萧炎已经看到很多地至尊开始皱眉了。果然如我预料的那般，这第4重的难度便是达到了灵阵宗师的层次了。萧炎微微一笑，灵阵宗师，那便是可以利用灵阵发挥出的至尊战力的存在，能够将灵阵手段施展到这种程度，的确是足以称得上是一声宗师。到了这一步，一些不擅长灵阵手段的地至尊已经遇到了瓶颈，毕竟他们本身就不擅长灵阵之道，能够破开那些天品灵阵，已经是因为修为足够强大，神魂运转够快，加上眼界足够高深的原因。然而到了与他们相同层次的灵阵等级，尤其是灵印数量都明显增加之后，那些不擅长灵阵的地至尊已经开始头疼了起来。不过这种地至尊也是极少数，毕竟地至尊还敢有信心进入此地的，基本上都是对自己有些把握的。萧炎甚至看到已经有极个别的地至尊开始冲到第6关的程度了，这说明对方在灵阵上的造诣至少是堪比地至尊大圆满的灵阵宗师。希望这几个家伙有希望得到第7重的一些机缘吧。萧炎目光扫过几名冲的最快的灵阵宗师，微微一笑。太眼传承奖励的灵品大宗师级别的阵图，对他几乎一点价值都没有。1000万的至尊灵液虽然不少，但多出来这些也不能令他突破到圣品。与其如此，倒是不如看看大千世界能够出现几个有望冲击灵阵大宗师的杰出天骄。不过
这些最为杰出的临阵宗师在进入第6重考验之后，那破关的速度明显开始迅速的下降。显然，面前的那些阵图也开始快速的难住了他们。萧炎却是依旧不急不慢，半日之间，他屁股下面的蒲团也是成为了6种颜色。轰隆！几乎是在萧炎刚刚达到第6重的同时，在其身边千里之外，万阵仙尊身下的蒲团忽然爆发出一道冲天紫光，而后天地之间氤氲雾气忽然宛如仙雾缭绕，一道玉简和一条充斥着精纯灵力的小河便是已经朝着万阵仙尊落下。第一个冲过第6重考验的人出现了，果然是万阵仙尊。众人目光看去，却是没有半点震惊之色。万阵仙尊可是仙品层次的临阵大宗师，他的临阵造诣本就已经算是大千世界当中都排得上号的顶尖强者。放眼大千世界，能够在临阵造诣上超过他的也不过10来人而已。那第6重考验最难的不过是接近完整的地至尊大圆满级别的阵图，对他而言没有任何的难度。轰隆！又是一道紫色光柱冲天起，青眼镜也是顺利的闯过了第6重，他的速度仅仅比万阵仙尊慢了半炷香的时间。两人随手一挥，将面前的玉简和至尊灵液河流直接收起，脸上没有丝毫的波澜。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地至尊而言或许很值钱，但对于他们而言也只是有胜于无而已。不过接下来的东西便是他们两人也要重视的了。太眼真经上卷，一位圣品大宗师的毕生心血，就算是他们两人的身份和实力也不可能轻易得到。两人相互对视一眼，眼中带着些许的敌意，不过也没有什么杀机浮现，只是再度静静的埋头破阵。在两人之后半日的时间里，紫雷真君和萧炎也是再度破开了第6重考验，紫色光柱冲天起，令许多地至尊无比的羡慕。而到了此刻，魔和天却是刚刚闯过第6重的第7张阵图。到了第8张阵图，他已经眉头深深皱起。他虽然眼界极为高深，但终究不是专业的临阵师，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颇为的费力，就当是随手学习一些临阵了。破开这第6重，后面便是随缘吧。魔和天倒也没有对于这太眼传承有着太深的执念，不过碍于魔和古族的面子，他还是要破开这第6重传承，否则当着一群地至尊的面，未免有些太过丢人。另一边，刚刚破开第5张临阵图的西天战皇却是额头露出了汗水。他奶奶的，这临阵师一个个都是变态，这么复杂的东西竟然研究得津津有味，这破东西哪有双修来的美妙？西天战皇刚刚无奈地叹了口气，便是看到那群地至尊的方位，此刻也有着一名上位地至尊身上爆发出了冲天的紫光。第一位闯过第6重的地至尊出现了。望着这一幕，几名天至尊和所有的地至尊都是将目光看向了那名地至尊。能够闯过这第6重的考验，说明此人绝对是可以布置出地至尊大圆满级别的宗师临阵了。或许多年之后，此人也是能够成为一名临阵大宗师。不过仅仅通过第6重考验，也仅仅只是有这么一丝可能而已。若是此人能够通过第7重考验，那他将来必然可以成为临阵大宗师。不过饶是如此，此人已经令得周围的无数的至尊们无比的羡慕，因为在他的面前，一道灵品阵图和千万至尊灵液已经缓缓浮现。这些财富对于天至尊而言算不上什么，可对于地至尊而言可就是十分丰厚了。3天后，魔和天和第2名地至尊身上同时爆发出了紫色光柱，通过了第6重考验。呼，好险！若是通不过，可就丢人丢大了。魔和天微微松了一口气，看到第7重考验的第1张阵图之后，便是已经决定放弃了。那繁琐无比的阵图足足由着亿万灵印组成，而他们则是要用手中的数千枚灵印来修复这道阵图。我已经比西天战皇好了太多，这第1张阵图怕是就需要我钻研数年甚至更久了。魔和天摇了摇头，开始摆烂。另一边，刚刚破开第6重第6张阵图的西天战皇望着身后2名通过第6重考验的地至尊，心中已经在骂娘了。难，太他妈难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仅仅只有一位地至尊再度破开了第6重的考验，西天战皇则是刚刚通过第7张阵图。他此刻的脸色难看得宛如被留级的学生一般。轰隆！在他无比难受的同时，一道金色光柱却是冲天起，刺眼的金光甚至令整个天空都微微散发着金色的光芒。万阵仙尊破开了第7重考验，进入到了第8重。与此同时，青眼镜的身上同样有着一道刺眼金光冲天起。两人相互对视一眼，竞争意味极为浓烈。万阵仙尊作为老牌仙品大宗师，一手临阵造诣可谓登峰造极，但青眼镜作为浮屠古族最为看重的新一代天骄，天赋却是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仅仅只是灵品巅峰，但对临阵的感悟同样极为深厚。以他的积累，只要修为和神魂力量上去了，成为仙品也是吃饭喝水一样简单。随着两人的突破，天空当中的无数灵气忽然翻腾起来，幻化成了无数祥云瑞兽，
2道刺眼的金光不知从何处浮现，直奔两人的眉心而去。面对这刺眼金光，两人仅仅犹豫片刻，便是放开心神，令那金光融入神魂。紧接着，两人的脸上便是露出一抹狂喜之色。太眼真经果然名不虚传，仅仅只是上卷，便是令我很多地方茅塞顿开。万镇仙尊脸上露出一抹喜色，太眼前辈不愧是当年大千世界的顶尖存在之一，此等真经便是放在我族也算是顶尖绝学了。青眼镜同样忍不住惊叹一声。众人当中，西天战皇看着面前迟迟未曾冲破的第6重考验，已经有些急了。摩诃天目光落在青眼镜身上，则是更加炽热。如此杰出的女人，若是能够被他拿下，那该是何等的贤内助！只怕今后他摩诃古族将会再度强盛，不知道多少。紫雷真君坐在末尾，望着面前还剩下的2张阵图，微微叹息。这传承我是不敢想了，只要能够得到太眼真经的上部，让我将来有机会成为仙嫔，我就已经很满足了。你呢，萧兄？紫雷真君扭头看向一旁的萧炎，却见萧炎手指轻轻落下，最后一枚灵印已经嵌入阵图当中。下一刻，又是一道金色的光柱冲天起，照亮了紫雷真君的脸庞。我操！紫雷真君呆滞地看了萧炎一眼，最后还是忍不住地爆了一句粗口：不是，你们怎么都这么轻松地突破了第7重考验啊？他目光呆滞地望着面前才闯到第8章的阵图，忽然发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这第7重的考验，便是唯有临阵造诣达到灵品大宗师之人才有希望闯过。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完整地闯过第7重考验，那便是证明你已经拥有了布置灵品大宗师级别阵法的实力了。所以紫雷真君对于西天战皇和摩诃天通不过这道考验倒是十分的理解，毕竟这2个家伙本就不是擅长临阵之道的强者。在他自己看来，自己的临阵造诣虽然不如青眼镜和万阵仙尊，但闯过第7重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最多就是比前2者要稍微慢一些罢了。然而那一直在自己面前十分平静的萧炎，在此刻却是同样轻松地破开了第7重考验。这一刻，紫雷真君才意识到，这位下位面飞升上来的天至尊，或许在临阵造诣上也是极为的可怕。同时，在萧炎突破第7重考验的时候，摩诃天和西天战皇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忍不住的微微一变，心中对于萧炎的重视也是再度多了几分。能够通过这第7重考验达到第8重的程度，说明这萧炎的确是极为的了不得，他的临阵天赋应当是相当的不错。而如今随着他通过了第7重考验，得到了太眼真经的上卷，想必他将来达到仙品也是轻而易举。同时有着成为仙品巅峰的天至尊和临阵大宗师的实力，这般强者将来必然会是圣品之下最强的一批人，甚至将来同样有可能成为圣品。不光是摩诃天和西天战皇，此刻就连那青眼镜和万阵仙尊也是忍不住将目光投来，看向萧炎的目光多了几分惊诧和凝重。他们本以为对方已经是自己在这次传承考验当中所遇到的最大的对手，结果却是没有想到，那萧炎同样是个极为可怕的对手。继续破阵吧。两人的心头多出了一丝压力，但到了他们这般境界的强者，通常心境都算是不错，很快便是再度将念头集中起来，静下心来继续破阵。不过这两人破阵的速度已经明显不如之前那般迅速了。第8重的考验所考验的阵图已经是仙品层次的大宗师阵图了，这种阵图即便是对于万阵仙尊这位仙品大宗师而言，倘若过去没有学习过，也很难在短时间之内破开。在这第8道阵图的面前，悬浮着的是密密麻麻的上万道灵印，用这上万道灵印去勾动亿万道灵印，最后凝聚成终极的仙品大阵，这是何等的困难！这种阵图对于西天战皇等人而言，已经是如同天书一般，就算是对于青眼镜和万阵仙尊，那也是颇为的复杂。不过好在两人本身积累就十分的雄厚，加上刚刚得到了太眼真经的上卷，令他们虽然速度慢了许多，但也依旧有着信心。不过比起萧炎来说，这二人所谓的信心很快就要被打击得一无是处了。天空之上，萧炎望着那悬浮在自己面前几乎已经十分复杂的玄奥阵图，脸上没有丝毫的变化。他仅仅只是看着那阵图沉思了片刻，手指便是已经开始迅速的点动了起来。呼呼呼，上万道灵印似是不需要他思考一般，无需任何的推演，便是被他轻松地落入到一个个缺口当中。当最后一道灵印落入其中，整个太眼阵盘内部的空间都是在微微一颤，众人只感觉一道恐怖无比的气息突兀出现，而后又突兀的消失。仙品层次的灵阵已经可以威胁到仙品天至尊了，全力一击之下，足以摧毁一道小型位面，或是击沉一座小岛。好在这灵阵刚刚出现，便是被太眼阵盘的气灵轻松化解。不过饶是如此，那可怕的气息也是令无数强者震撼，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萧炎的方位。怎么可能？他怎么能这么快就破解了这道阵图？所有人都茫然地看着萧炎，就连万阵仙尊都是一脸懵逼地看着他。
这可是仙品阵图啊，即便是简化版本的，却依旧是切切实实的仙品阵图。哪怕第一张阵图是最为简单的仙品阵图，在没有确切信息的情况下，他和青眼镜也至少需要3天才能推演出来。可萧炎从接触这道阵图到布置出来，却仅仅只是用了不到1个时辰的时间。不可能，这家伙一定是提前就接触过这道仙品阵图，早就已经将这道阵图给背过了，否则他不可能这么快破解。万阵仙尊咬牙，他对萧炎虽然没有太多恶意，可毕竟是利益当头，自然是希望如此珍贵的传承能够落在自己的手中。而且萧炎那破阵的速度实在是快得有些吓人，别说是仙品临阵大宗师，就算是圣品临阵大宗师，也不一定能这么快就解开一个没见过的残缺阵图啊。所以唯一的一种解释便是，这萧炎一定是早就遇到过这种阵图，并且已经将之背过了。毕竟这太眼天尊传承当中，一切考验所用的阵图都是先前大千世界就已经有过的阵图了。尤其是仙品层次的阵图，整个大千世界已有的仙品层次的大宗师阵图也不过几百种而已。作为一名临阵大宗师，恰巧得到过几卷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应该是巧合吧？青眼镜美眸在萧炎身上扫过，最后落在那张淡然的英俊脸庞之上，心头却是忽然咯噔一声，不对劲。若是巧合得到了一卷阵图，并且领先一步，即便是再深沉低调之人，脸上总会露出一抹喜色的。可萧炎的神情却是那般的无喜无悲，似乎只是在做了一件平常无比的小事一般。他的这种神情让一向平淡的青眼镜忽然心头一紧。果不其然，在他的目光当中，萧炎仅仅只是再度看了一眼第2张阵图，而后他的手指便是再度轻松自若地在面前的无数灵印之上点动起来。又是1个时辰之后，萧炎面前再度有着一道惊人气息出现后迅速消失。第2道阵图通过。这一刻，所有人都仿佛看怪物一般的将目光看向了萧炎。仙品阵图怎么可能这么好破？混蛋，这家伙一定是运气好，接连将2道仙品阵图都给背过了。万阵仙尊咬牙，额头之上都冒出了汗水。这一刻，他忽然看着萧炎有些不顺眼了。若是被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天至尊给得到了太眼天尊的传承，他的内心必然会无比的难受。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准备了不知道多少年。然而又是不到2个时辰的时间，第3道冲天气息再度爆发后迅速熄灭。万阵仙尊和青眼镜的额头已经有了冷汗，紫雷真君呆呆地望着萧炎，面前的第7重考验都还剩下最后1张阵图。至于摩诃天、西天战皇以及无数的地至尊，此刻已经是双目呆滞地望着萧炎。这人难不成是将大千世界所有的仙品阵图都给背过了不成？否则他怎么可能如此迅速的破阵？所有人都有些绷不住了。然而萧炎却是依旧神色平静地开始破解第4张阵图，而且这一次仅仅用了半个时辰的时间。这1张阵图他是真的背过了。毕竟以他前世的实力，大千世界的诸多仙品阵图，他虽然不是全都接触过，却也学会了至少近半数量。至于前面，则纯粹是他的临阵境界太过强大，哪怕他不是专精临阵，更多的是将副业放在炼药上。可所谓触类旁通，灵魂的强大令他在临阵师这个职业上依旧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混蛋，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啊？青眼镜和万阵仙尊看向萧炎的目光此刻都是多了一些绝望。当他们还没有破开第1张阵图的时候，萧炎已经破开了第4张阵图。这种差距实在是太过巨大的了吧！快破开，快破开！两人顿时有些急了，甚至各自从储物圣物当中取出了2种丹药服下。萧炎目光扫过，便是已经知晓，两人吃的都是可以令神魂瞬间清醒强大的丹药。这种丹药或许已经达到了灵品神丹的层次，即便是不到，想必也是十分珍贵。若是放在下界，足以令一名灵魂达到天境大圆满的斗圣，直接突破到地境灵魂。看得出来，萧炎给他们的压力已经令他们有些着急了。果然，随着2枚丹药入腹，青眼镜和万阵仙尊的双目都是变得更加明亮，破阵的速度明显快了许多。当萧炎破开第5幅阵图的时候，两人终于在丹药的辅助之下，将第1张阵图给破开。还是有些慢了。萧炎轻轻摇头，第6张阵图他还是背过了。所以半个时辰后，第6张阵图再度通过。可怕的气息刚刚消失，却是看到青眼镜所在的位置再度有着大阵气息出现后又迅速消失。萧炎目光看了过去，便是见到青眼镜脸上带着一抹喜色。得益于浮屠古族那深厚的底蕴，第2张阵图他也是已经背过了的。这一刻，万阵仙尊终于慌了，甚至一旁的紫雷真君都是吞服了1枚丹药。此丹效果明显不如另外2枚，不过他也是有些急了。他是真怕萧炎通过第8重了，自己连第7重都无法通过。如此一来，不但得不到太眼真经的上卷，就连人也是丢大了。大家都是临阵大宗师，你们在第8关疯狂前进，我还在第7关磨磨蹭蹭。
紫雷真君感受到了压力。然而，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所有人都已经麻木了，因为在这短短半天的时间里，萧炎已经一路通关，到了第9幅阵图的面前。这一刻，青眼镜和万阵仙尊还在第4张阵图面前冥思苦想。不过很显然，他们已经快要到了自己的尽头。第4张阵图，那便是堪比仙品中期的灵阵了。到了这一步，万阵仙尊和青眼镜即便是凭借着药力，也很难再迅速破图了。而萧炎一路走来，没有用任何的手段，就是这般平平无奇的闯到了最后一幅阵图。轰隆，一阵金光腾空而起，却见紫雷真君正一脸兴奋地望着天空。终于赶在这小子通关之前冲破第7关了。金光掠过，感受着脑海当中多出的太眼真经的信息，紫雷真君忍不住微微松了一口气，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第8重可完全都是仙品层次的阵图啊！到了那第9幅阵图，已经是仙品巅峰级别的灵阵了。即便是这阵图已经经过了太眼天尊的简化，可依旧说明萧炎的灵阵造诣已经到了极为可怕的层次。同样的，青眼镜和万阵仙尊同样有些绝望地看着萧炎，因为在紫雷真君突破的那一瞬间，萧炎的手指再度点动了起来。只见他指尖轻微跳动，身形极为的有节奏，仿佛在弹琴一般的弹奏着一篇优美的乐章。然而，就是这么一次次的跳动之间，那整整10万道灵印便是被他准确无误地弹在了一个个灵印该有的位置之上。在两人绝望的眼神当中，当最后一枚灵印被萧炎屈指一弹落入最后的凹槽当中之时，瞬间便是天地变色。轰隆，一道无比庞大的紫金色光柱散发着尊贵夺目的光华，将众人的脸庞都覆盖上了一层紫金色的光芒。与此同时，天地之间的灵力雾气开始再度翻滚，最后凝聚成一张苍老的巨大脸庞，竟然能够以灵品巅峰的修为连续破开9幅仙品阵图。太眼天尊那双巨大的眸子此刻都仿佛有了勃勃生机，他目光落在萧炎的身上，似是有着无尽欣慰与欢喜。你的天赋或许还要在老夫之上，不出意外，老夫的传承或许便是要落在你的身上了。去吧，继续去破阵。倘若你能破开这最后的阵法，老夫的毕生积累将尽数归你所有。希望我大千世界能够再度诞生出一位圣品大宗师。苍老的声音在太眼阵盘的空间当中回荡，可所有人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是无比的羡慕。而在萧炎的面前，一张古老而又熟悉的阵图却是再度缓缓的浮现。九阳灭魔阵。当萧炎看到这幅古老阵图的时候，他的表情也是忍不住的微微一怔，知道这太眼天尊的最后一重传承一定是一道圣品大阵。不过他还是没有想到，这最后的一道圣品大阵竟然是自己如今最常用的九阳灭魔阵，而且这九阳灭魔阵还是被简化之后的版本。若是将其真正的勾勒出来，其真正的威力或许也仅仅只是达到圣品的门槛而已。看得出来，这太眼天尊真正的目标也仅仅只是想要筛选出一位有着圣品之姿的传人罢了。毕竟完整版的九阳灭魔阵可是圣品巅峰级别的超级大阵，若是闯关者能够布置出这样的阵法，那太眼天尊的传承对于这种强者而言也不过只是锦上添花罢了。他这一身宝物看似无比珍贵，但对于同为圣品巅峰的大宗师而言，的确只是锦上添花。虽然对对方有着帮助，可帮助或许也就没有如此之大了。然而若是对于一些普通的仙品灵品，那便是可以逾越龙门的超级大礼。几乎在萧炎思考的片刻当中，天空之上的那道巨大脸庞却是缓缓消散，紧接着一道更加刺眼的紫金光芒便是已经穿过空间，最后化作一道紫金印记落在了萧炎的面前。这枚紫金色的印记便是作为闯过第8关的奖励。至于这枚印记对于使用者而言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萧炎心中也是有所猜测。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伸出修长的手掌握住了那枚紫金色的印记。轰隆，紫色印记随之化作一道流光钻入到了他的体内，而后一道完整的信息便是已经在萧炎的脑海当中成型。太眼真经全篇。萧炎闭上眼睛，细细品读了一番这太眼真经当中所蕴含的东西。7道圣品大宗师级阵法，32道仙品灵阵，108道灵品灵阵，其中还包含了太眼天尊对这各种大宗师灵阵的经验和感悟，加上其毕生对于灵阵一道的领悟，都被记载在了这本真经当中。如此真经便是对于萧炎前世那般可怕的境界都有些许的启发，更别说是对于大千世界的普通灵阵大宗师们了。无论何人，只要得到这一经典，达到仙品巅峰的灵阵大宗师都是轻而易举。当然前提是你自身的天赋要够，能够看得懂这位前辈说的话。除了这些感悟之外，那紫色印记却是缓缓地出现在了萧炎的手掌心当中。持此印记可以尝试炼化太眼真火和太眼阵盘一次，即便是失败了也可保留一命，待到日后再取不迟。太眼天尊的声音在萧炎脑海当中回荡，
萧炎却是缓缓地抬起头，嘴角泛起一抹笑容。日后再取不迟，怎么可能等到日后？于是，在所有人茫然的目光当中，萧炎仅仅只是看了一眼面前的巨大阵法，而后他便是再度举起了双手。他到底在干什么？难道他连这种级别的阵法都能破开吗？虚空当中，青眼镜和万阵仙尊已经妈了，此刻他们也是不知道到底说些什么好了。这萧炎的实力怎么强到了这种程度？以他们对于这些阵法考验的感触，自然是能够察觉到，那最后的一道灵阵就是传说中的圣品灵阵。而且这灵阵在巅峰时期应当是强大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因为哪怕这阵法已经是被削弱简化了的，都是令他们两人看的都有些头晕目眩。要完整的破开此阵，即便是未曾达到圣品，也要触摸到一些圣品的门槛了吧。想到这里，两人的心情已经是一片灰暗。他们一人是成名已久的仙品大宗师，另一人则是灵品巅峰的绝代天骄，底蕴深厚。在萧炎出现之前，他们一直以为彼此才是这次传承最大的竞争对手。然后从第8重考验开始，这个叫做萧炎的家伙才真正的展现了自己那无与伦比的可怕造诣。这两位都是如此想法，那西天战皇等人就更加不必多说了。他们此刻看着萧炎的目光，就宛如看待怪物一般，充满了不可思议。在场当中，或许唯有紫雷真君和摩诃天的心情是最为复杂的了。萧兄啊，萧兄，本以为有个作伴的，你怎么就一飞冲天了呢？紫雷真君内心哀嚎，如今在场的灵阵大宗师当中，唯有他排名最为垫底。原本他以为萧炎在灵阵上的造诣也不会太过夸张，可以有个作伴的，可谁能想到萧炎一出手就已经是这个传承的极限。不过他虽然有些无奈自己落寞，却也高兴萧炎能够得到太眼天尊的传承。如此天赋，再加上太眼天尊的传承，或许大千世界又要出现一位圣品大宗师了。身为大千宫的核心弟子，任何有利于对抗域外邪族的力量，都会被他们记在心中，感到高兴。一位圣品大宗师在对抗域外邪族的战争当中，或许会比一位圣品天至尊要更加管用。相比于紫雷真君，摩诃天的心情则是更加不好。难怪这家伙会如此干脆地拒绝我族和浮屠古族的邀请，原来是有着这般底牌。以他对于灵阵的造诣，此番得到这太眼传承之后，或许用不了多久就是一位仙品大宗师了。摩诃天内心郁闷的同时，也是在暗叹自己虽然没给萧炎多少好脸色，却也没有真正的得罪对方。一名得到过太眼天尊传承且灵阵天赋极高的仙品大宗师，将来成为圣品大宗师的概率的确不小。这等存在，就算是摩诃古族不到万不得已也不愿意得罪。等离开此地，我便给那萧炎一些好脸色，让这关系缓和一下。摩诃天心中想着，自己前几天还瞧不上的土包子竟然如此强悍，便是想要狠狠地扇自己一个耳光。至于那些地至尊，此刻看向萧炎的目光便是已经只剩下崇拜了。他们自知这传承根本不可能轮到自己，如今也只能是继续将炽热的目光看向了那天空之上的身影。只见他手掌挥动之间，足足上百万道灵印便是已经宛如拥有自己的思路一般，朝着一个个方位主动落了下去。每落下一道灵印，万阵仙尊和青眼镜的脸色就又苍白了一分。完了，他真会啊！所有人都茫然地看着那天空当中依旧泰然自若的萧炎，而后便是看到随着一道道灵印的落入，无数灵力丝线开始迅速勾连，而后9道光芒开始缓缓地从这阵法当中浮现。9道光芒最初仅仅只有巴掌大小，然而很快便是迅速膨胀，眨眼之间便是已经化作了一道道直径超过1000里的炽热火球。火球旋转之间，整个空间的温度开始急剧升高，而后恐怖的高温甚至令那些地至尊开始缓缓地冒汗。这是九阳灭魔阵。望着那9枚缓缓浮现的大日，其余5名天至尊的脸上都是再度涌出一抹惊骇之色。他们虽然知晓这最后一道考验的大阵必然是极为可怕的超级大阵，是对于圣品天至尊都极为可怕的阵法，可当看到那9轮大日的那一刻，他们才知道这最后一道阵法的可怕。九阳灭魔阵那可是真正灭杀过天魔地的超级大阵啊！放眼如今大千世界所有的阵法，也唯有不朽大帝临死之际留下的大千化魔阵能够完全将之超越，其余阵法能够与其并列，已经算是最为了不起的了。面前的这道九阳灭魔阵虽然是被简化之后的版本，可当看到萧炎能够轻松填补这张阵图的时候，他们的眼神依旧是忍不住的露出了一抹震撼。轰隆隆，9轮大日缓缓旋转，可怕的高温令整个阵盘空间都是宛如陷入了无尽的火海。到了后面，甚至就连5位天至尊都要调动一些灵力来抵抗那可怕的高温。至于一些实力弱些的地至尊，甚至已经开始脸色发苦，尤其是几名想要进入其中碰运气的下位地至尊，此刻已经是脸色微微发白。在这般可怕的高温之下，大地上的灵力河流都在缓缓蒸发，以他们的实力，怕是不到1天的时间，体表的灵力就要枯竭了。
不过好在，这种高温仅仅持续了1炷香的时间。当这高温到了一个令下位的至尊感到巨大威胁的程度的时候，那屹立在天空当中的9轮大日，连同那阵法，却是在同一时刻瞬间消散。天地之间依旧残留着炽热的余温，但显然那可怕的温度正在快速下降。而在这大阵消散的瞬间，一道狂放的笑声却是在天地之间回荡。好，好啊，此子有圣品大宗师之姿。伴随着狂放的笑声回荡，巨大脸庞再度浮现，赫然便是太眼天尊的脸庞。而此刻，他的脸上已经充斥着遮掩不住的笑容。年轻人，恭喜你，你即将得到所有的太眼传承。从现在起，本尊将会竭尽全力，助你炼化太眼阵盘的气灵和太眼真火。太眼天尊的脸上笑容灿烂，而后这空间当中便是狂风大作，一道道诡异的空间涟漪泛起。那些地至尊甚至连反应都来不及，便是已经被传送了出去。望着这一幕，摩诃天和西天战皇微微一怔，无奈叹息一声，之后没有反抗，也是被空间涟漪给排挤了出去。紫薇真君看了萧炎一眼，苦涩一叹，而后随之消失。青眼镜深吸一口气，娇躯缓缓平静之后，一双美眸在萧炎身上停留了片刻，这才随着空间波动被传送出去。不，万阵仙尊发出痛苦的嘶吼，似是想要反抗挣扎。他才是在场众人当中临阵一道修为最高的，这传承理当由他继承才对。然而那庞大脸庞仅仅只是皱了一下眉头，便是有着一道磅礴巨力落在了他的身上。而后万阵仙尊不甘地看了此地一眼，身形也被排斥出去。此刻整片传承空间当中便是只剩下了萧炎的身影和太眼天尊那巨大的脸庞。不错，你很不错，能够以灵品巅峰的修为破开圣品巅峰的大阵雏形，哪怕是被简化之后的9阳灭魔阵，也说明你的灵阵天赋无比之高。空间当中，太眼天尊目光落在萧炎身上，也是饱含满意之色。呵呵，晚辈也是侥幸得到过9阳灭魔阵的阵图，故而能够如此快速地破开这最后的大阵。被太眼天尊一顿猛夸，饶是以萧炎的心境，此刻都是有些不好意思。他的灵阵天赋的确很高，但比起他的战斗天赋和炼药天赋，其实还是差了一些，最多也就与那青眼镜相差无几而已。若是放到前世灵品巅峰的萧炎，别说通过第9重考验，便是第8重都是难以完全的闯过。第8重考验的后期已经是完整的仙品灵阵，而且还是仙品后期的，在他的记忆当中，便是青眼镜和万阵仙尊都是未能完全通过。是青眼镜占着浮屠古族的底蕴优势，提前记住了第8重第8幅的阵图，这才领先万阵仙尊一步，得到了尝试获得传承的资格。不过他也仅仅只是得到了完整的太眼真经、太眼阵盘和太眼真火都未能彻底炼化，提前得到过9阳灭魔阵。闻言，那太眼天尊也是微微一怔，旋即便是释然一笑。能够以灵品的实力提前得到9阳灭魔阵的阵图，说明你本就是有着大机缘之人。更何况能够连破9道仙品阵法又怎么说？你总不能说这9道阵法也背过了吧？而且9阳灭魔阵作为圣品巅峰大阵，即便是简化版本，也不是仅仅记住就能布置出来的。无论如何，你的确是有着成为圣品大宗师的潜力，也的确是有着得到我传承的资格。太眼天尊微微一笑，下一刻天地之间的温度再度升高，紧接着无穷无尽的金色火焰开始从这处空间的四面八方涌现。金色火焰浮现的瞬间，竟仿佛隐隐化作了无数的灵阵，看上去极为的神奇。另一边，一枚散发着璀璨金光的珠子也是缓缓从空间当中浮现，其中隐隐有着无比强大的意志威压，金光散发之间，似是有着无数灵阵推演，极为的玄奥。你若是仅仅通过第8重，我也不会过多的干预。不过你既然能够轻松通过第9重，可见圣品对你而言或许也用不了太久。太眼天尊操纵着金色火焰和金色珠子悬浮在了萧炎的面前。既然如此，老夫便动用最后的意志，助你炼化了太眼阵盘的气灵，然后再炼化了太眼真火。有了这2样宝物傍身，一旦你突破仙品，便是圣品之下无敌的存在了。太眼天尊笑呵呵地看着萧炎，闻言，萧炎也是同样微微一笑，而后他便是径直走向了那太眼阵盘的气灵所化的金珠面前，修长的手掌缓缓朝着金色珠子覆盖而上。小心，太眼阵盘当中雕刻了无数阵法符文，你的天赋虽高，可在这无穷无尽的阵法面前，也有可能神魂受损。见到萧炎如此鲁莽，太眼天尊忍不住惊呼一声：“我以为你准备了手段，你只需……”闻言，萧炎却是微微一笑：“没有这个必要。”说罢，他一把抓住气灵金珠，顷刻炼化。你……天空之上，太眼天尊茫然地看着萧炎，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事情的发展
怎么跟自己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呢？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灵品天至尊，是怎么通过那无穷无尽的阵法烙印的？要知道，如此浩如烟海的无尽阵法，便是真正的圣品天至尊都要恍惚片刻。很多仙品巅峰的临阵大宗师，若是没有太眼天尊的帮助，怕是都无法炼化这颗金珠。可是面前这个仅仅只有灵品巅峰修为的年轻人，却是如此轻易地将这颗金珠迅速炼化。如果不是感到自己正在缓缓失去太眼阵盘的掌控感，太眼天尊还以为这是萧炎的障眼法呢。望着太眼天尊那一脸茫然的模样，萧炎也只能是无奈一笑。下一刻，堪比仙品的神魂力量便是从他的体内轻松地扩散而出。原来你的神魂力量已经达到了仙品层次。见到萧炎仙品层次的神魂力量，太眼天尊再度微微一怔。不过他还是有些想不明白，萧炎为何能够如此轻松地炼化太眼阵盘的气灵。但见到萧炎已经不愿多说，他也就没有再继续追究下去。反正自己早就已经死了，如今剩下的也只是一道记忆投影罢了。只要今后大千世界能够再度诞生出一位圣品巅峰的临阵大宗师，能够布置出九阳灭魔阵，能够有着震慑众多天魔地的力量，他便是已经心满意足了。至于此人究竟是谁，有着怎样的过去和故事，都不是他这个记忆投影所在意的东西了。虚空当中，萧炎心念一动，那金珠便是已经化作一道璀璨的光芒，钻进了他的掌心，融入到了他的身体当中。而随着这道金珠的融入，他也是很快便是感受到了对于整个太眼阵盘内部空间的掌控感，甚至就连那外界的太眼阵盘，他也同样是无比的熟悉。不愧是圣品绝世圣物，仅仅是这内部的圣物空间，便是足以轻松镇压寻常玄魔地了。感受着对于面前空间的掌控感，那种宛如位面之主一般的感觉，令萧炎微微一笑。这其中所酝酿的力量，的确是已经堪比一道下位面对位面之胎了。加上太眼阵盘那位烈圣品的坚固力量，的确是可以轻松地困住寻常的玄魔地。等我突破仙品之后，也可以尝试着将这太眼阵盘再修复一下了。萧炎望着那依旧看着自己如同怪物一般的太眼天尊，微微一笑。他总不能告诉这个家伙，自己的临阵境界其实要比他还要高出不少吧。而在他炼化了太眼阵盘之后，随着对于整个阵盘空间的掌控，萧炎目光暂时没有看向面前的太眼真火，而是将目光看向了脚下的大地。这一刻，饶是以他的境界，都是多出了一些喜色。我已经足够高估这太眼天尊留下的财富了，但没想到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多出一些。萧炎手掌缓缓伸出，而后微微向上抬起，轰隆隆。下一刻，整个阵盘空间内部的大陆开始剧烈的动荡了起来。只见那大地之上的无数山峰当中，伴随着一声声隆隆巨响，一座座山峰开始碎裂，而后便是一道道灵光冲天而起。片刻之后，足足数万道灵力光团悬浮在天空之上，每一道灵力光团的那个当中都是一件神器。所谓神器，便是至尊境界的强者所经常使用的装备武器，而且这足足数万件神器，每一件都是上品神器。显然，以太眼至尊的目光，若是低于上品级别的神器，的确是有些不入他的法眼了。数万道神器，还仅仅只是开始罢了。伴随着许多大型山峰的破裂，一道道散发着更加强大光晕，令整个空间都是明亮了几分的各种宝物再度出现。下品圣物、中品圣物、上品圣物，足足上百道光团，每一道当中都是足以令地至尊眼馋的圣物，甚至就连准绝世圣物都有许多。除此之外，各种丹药、天材地宝、珍贵材料、各种阵法、功法的卷轴又是密密麻麻的数百道。最重要的是，这些宝物无论是神器也好，还是各种圣物、天材地宝，都是保存的十分完好。如此海量的宝物合传承，怕是足以瞬间打造出一个超级势力，而且还是仅次于摩诃古族、浮屠古族那样的势力。这些东西都搬回斗气大陆，怕是足以令斗气大陆的实力在短期之内再度得到飞快的提升了。望着面前这密密麻麻宛如海洋一般悬浮的光团，萧炎嘴角带着一抹笑容。他如今虽然实力强大，已经开始朝着过去的巅峰逐渐恢复，但他终究还处在进步的阶段。此刻的他，更多的还是要放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之上，所以也只有本尊能够在斗气大陆上发光发热。不过仅仅如此，等到他到了主宰境界，怕是斗气大陆之上依旧都不会诞生出第二位天至尊。不是其他人的天赋不够高，实在是他的进步速度太快了。然而如今，随着这大量的资源流入，斗气大陆或许也会在他成为主宰之前就诞生出几位新的天至尊。而这些海量的宝物却并不是这阵盘空间当中真正的大头。一位天至尊的身边，对他最为珍贵的宝物，怎么可能是一些至尊、地至尊使用的东西呢？于是萧炎的目光落在了那浩浩荡荡的灵力长河之上。仅仅这绵延万里的灵力长河，若是将其凝练成至尊灵液，那便是足以凝聚出百亿不止的至尊灵液。
然而，作为一位圣品巅峰的临阵大宗师，太眼天尊的手中怎么可能只有一件绝世圣物呢？只见下一刻，那浩荡的灵力长河便是炸开了数道滔天浪花，而后一炉鼎、一长剑便是缓缓地悬浮在了天空之上。炉鼎赤红，其上隐隐有着各种图腾雕刻，似是远古先民研究炼丹术时的图像。这副模样倒是有些像萧炎当年使用的万寿鼎，不过这上面的花纹明显要比万寿鼎更为古朴大气，其中竟然隐隐有着沟通天地的韵味了。铸造此鼎之人虽然未曾触摸到火之大道，但也是极为接近这一境界的了。萧炎眼光毒辣，一眼就看出此鼎的不一般之处。不出意外的话，这药鼎应当是一位擅长炼丹玩火的圣品天至尊所打造。虽然还不至于成为圣品层次的绝世圣物，但仙品应当是没得跑了。而另一柄神剑同样是金光闪闪，绽放着极为不俗的光芒。萧炎仅仅一扫，便是看出此物虽然也不是圣品，却是仙品当中的极品，比起那药鼎还要略胜一筹。两件仙品绝世圣物，而且还都是仙品当中的不俗之物，其价值绝对要比100亿至尊灵液还要珍贵。随意挑出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此鼎名为丹神鼎，是我当年从丹神族的族长手中赌约赌来的，算是丹神族的镇族之宝之一了。太眼天尊庞大脸庞已经隐隐有了一份虚幻，不过他看向萧炎的目光依旧是带着笑容，在介绍起这药鼎的时候，甚至还颇为的得意。对于太眼天尊的得意，萧炎倒是也能够理解，毕竟丹神族的现任族长可是大千世界当中唯二的2名丹道圣品大宗师。如今的大千世界，除了这位丹神族的族长之外，便是只剩下万古青草原的那位草原之主是丹道圣品大宗师了。这2位所炼制出的丹药，便是无数的天至尊都要为之疯狂。不过，等到萧炎此次出关之后，或许就要出现第3位丹道圣品大宗师了。太眼天尊显然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他的目光在那丹神鼎之上停留片刻之后，便是将目光放在了另一边的金色宝剑之上。此剑名为太眼神剑，其内部有着我早已铭刻好的阵法，一旦催发，便是可以化作上千小剑，攻杀之力极为的强大。太眼天尊望着那金色长剑，眼中带着一丝怀恋。在不催动灵阵的情况下，此剑才是他平时战斗所用的宝物。虽然未曾达到圣品，但对付寻常仙品或是玄魔帝却是近乎碾压。只可惜此剑到我陨落，也未能将其培养成圣品绝世圣物。太眼天尊微微叹了口气，灵力雾气化作一只手指落在那金色长剑之上，顷刻间，那金色长剑便是化作了上千道金色小剑，每一道金色小剑之上都是带着骇人的锋芒。前辈放心吧，今后有机会，我会将这太眼神剑给提升到圣品的。萧炎闻言也是微微一笑，圣品绝世圣物的确是不好打造，寻常圣品天至尊手中甚至一件圣品绝世圣物都没有，太眼天尊能够有一件已经是十分幸运的事情了。若是有着2道圣品绝世圣物，哪怕是足以羡慕死大千世界的所有天至尊。不过这对于太眼天尊极为困难的事情，对于萧炎而言倒也并非不可能。对于萧炎的话语，太眼天尊也仅仅只是一笑，希望他跟着你真的能够再度发挥出他曾经的威名吧。至于成为圣品，太眼天尊也并没有抱太多的希望，就算真的有那一天，他估计也是看不到了。在这2件仙品绝世圣物之后，太眼天尊手中的最后一道宝物也是终于缓缓现世了。只见那浩荡灵力长河的尽头，一座宛如倒扣的山峰忽然颤动，片刻之后，无数石屑落入到下方的灵力长河当中，而后一座直径万丈、宛如碧玉雕刻的巨碗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巨灵碗！在看到这最后一件宝物的那一刻，饶是萧炎也终于是忍不住再度赞叹了一声这太眼天尊的富裕。巨灵碗，远古时代巨灵族的天至尊们用自身精血所打造的绝世圣物。巨灵族在远古时期并不是什么强大的种族，他们一族当中也仅仅只有2位天至尊坐镇，看似强大，可比起摩诃古族等超级势力却是差了太多。然而远古时代的每一个巨灵族族人在外界都是极为受到欢迎的存在，因为他们因为自身的体质就仿佛一个移动的巨灵阵一般，每到一处地方都是会令此地的灵力自动浓郁起来。而能够被太眼天尊所收藏的巨灵碗，可不是那些普通巨灵族族人精血所打造的赝品，这是一道真正的巨灵碗。虽然是灵品绝世圣物，可价值却是比许多仙品绝世圣物还要珍贵。有了这一道巨灵碗，便是相当于有着一位灵品天至尊日夜不停地为你不断的凝聚至尊灵液，效率是何等之高，所产的至尊灵液又是何等的庞大。也难怪此地的空间灵力已经如此的浓郁，甚至已经有了浩浩荡荡的灵力长河。以正品巨灵碗的效果，这些年来凝聚如此数量的灵力河流，实在是没有什么稀奇之处。甚至如果不是要分出大量的灵力来维护这些宝物的话，此地的灵力应当还要浓郁几分。富有，
这一刻，饶是以萧炎的心境，都是忍不住觉得这太眼天尊实在是太过富有。一件圣品绝世圣物，2件仙品巅峰的绝世圣物，还有1枚聚灵碗，加上大量的普通圣物和天材地宝，以及那成千上万的神器，还有脚下这浩浩荡荡的灵力河流。这太眼天尊的毕生积累，足以价值1000亿以上的至尊灵液。这般雄厚的财富，便是摩诃古族、浮屠古族、大千宫等超级势力拿出来都要伤筋动骨，元气大伤。不愧是曾经圣品巅峰的人物，不愧是击杀过天魔地的可怕存在。如此完整的传承，对于现在的萧炎都是一道极大的助力。对了，还忘了身边的太眼真火呢。这太眼真火的价值同样是无比的可怕，甚至比那2件仙品绝世圣物要更加珍贵。位列大千世界第7的超级火焰，仅仅这一道火焰便是足以令萧炎直接突破仙品。见到萧炎目光炽热地望着太眼真火，太眼天尊的脸上终于是再度露出一抹笑容。你能直接炼化阵盘器灵，实在是令我有些意外。不过面对这太眼真火，以你的修为，难道还不需要我帮助吗？太眼天尊笑盈盈地望着萧炎，然后便是看到萧炎非常平静地点了点头。太眼真火，但是对于圣品都隐隐有着威胁的超级火焰，以你灵品的修为，强行炼化，怕是有着化作飞灰的危险。太眼天尊刚刚开口，便是看到无穷无尽的绚丽火焰已经从萧炎的体内疯狂涌出，顷刻间，那炽热的高温已经弥漫了整个阵盘空间。而后，一尊看上去近乎无边无际的巨大熔炉，便是出现在了太眼天尊的眼中。多谢前辈的好意，不过晚辈似乎真的不需要太多的帮助，这太眼真火便让我亲自炼化吧。萧炎微微一笑，而后火焰熔炉便是开始了缓缓的旋转。下一刻，下方浩浩荡荡的灵力河流便是化作一道道巨大的灵力龙卷，被火焰熔炉吞噬炼化。而更令太眼天尊惊骇的，还是那绚丽火焰落在太眼真火的面前之后，太眼真火的反抗在这一刻竟然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火之大道！太眼天尊的眼睛骤然瞪大。这一刻，他终于明白面前这个看上去只有灵品巅峰修为的家伙，到底为何能够以灵品的修为就可以掌控九阳灭魔阵这种超级阵法了。也终于勉强可以理解萧炎为何能够在没有自己的帮助之下轻松炼化太眼阵盘的器灵，更是可以理解为何他可以不用自己的帮助而轻松地炼化面前的太眼真火。一切的原因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面前的这个年轻人竟然领悟了火之大道。领悟了火之大道，便是开始朝着整个宇宙所有火焰力量最为本质的规则进行摸索了。一旦触摸到这一境界，领悟者对于火焰的掌控将会达到一个极为惊人的境界，对于一切蕴含火焰属性的事物都会有着一种本质上的认知。在这种可怕的加持之下，以他灵品巅峰的修为，的确是可以很快学会同样是以火属性为主要力量的九阳灭魔阵，也同样可以以灵品巅峰的修为去炼化太眼真火，甚至能够有着如此的天赋，能够经得起那太眼阵盘器灵当中的无穷阵法冲击，似乎也是可以说得过去。太眼天尊巨大的脸庞怔怔地看着萧炎，良久之后却是忽然放声大笑起来。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令得整个空间都在颤抖，灵力凝聚的云雾风起云涌。好啊，我大千世界终于再度出现一位领悟了大道的绝世天才了，我大千世界有救了。太眼天尊一双巨大的眸子都是爆发出惊人的光芒，看向萧炎，已经从方才的满意变成了无比的满意，甚至充斥着希望。那可是大道啊，自远古大战到如今的49000年来，除了不朽大帝，再没有一人悟道。这些年来，多少强大的圣品天至尊在自身所修的方面已经登峰造极，可他们对于那虚无缥缈的大道却始终是未能触摸。岁月悠悠，多少天骄成长到了巅峰，可直到他们陨落，也是未曾有人领悟大道。而现在，面前这个小小的灵品天至尊，却是领悟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大道。而且从萧炎那无比娴熟的操纵来看，他对于火之大道的领悟，或许早在下位面的时候就已经有所感悟了。这是什么？真正的天才！只要让他真正的成长起来，将来绝对是又一尊不朽大帝，甚至他的未来或许会比不朽大帝更加强大可怕。毕竟当年的不朽大帝领悟时间大道的时候，已经是驻足圣品巅峰多年，修炼岁月已经是颇为的漫长。而面前的这个灵品天至尊所修炼的时间，想必最多不过100年而已。虽然火之大道单论威力与玄奥要比时间大道略弱一筹，可他却是胜在年轻。如此年轻就能领悟火之大道，真不知道数百年之后他的成就又该是何等的可怕。更何况用不了数百年，最多100年之内，此子的成就便是绝对不会低于当年的自己，甚至已经足以媲美当年的不朽大帝。一旦萧炎达到当年不朽大帝的那种层次，那便是双方阵营当中真正无敌的存在，域外邪族当中将无人是其对手，
即便是圣天魔帝，也没有资格成为他的对手。孩子，我能留给你的帮助，也只剩下眼前这些微不足道的资源了。今后的路还要靠你自己去走。太眼天尊最后看了萧炎一眼，双目当中带着期许之色。希望你能够早日成长起来，好好守护我们的世界。话音落下，他那巨大的脸庞微微一颤，而后便是化作了无数的灵气云雾，回归到了天地之间。这位曾经的圣品巅峰临阵大宗师，终于让自己的最后一丝执念消散在了世间，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希望，一个崭新的未来。望着那渐渐消散的巨大脸庞，萧炎也是微微一叹，最后对着太眼天尊记忆投影消散的地方鞠了一躬。论境界，他其实已经超越了对方不少，但对于这位前辈的称呼，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他依旧值得自己对其一拜。若是没有这些先辈们的拼死付出，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残留的半壁江山了。前辈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还大千世界一个朗朗乾坤。萧炎目送着太眼天尊的记忆投影彻底消散之后，才将目光重新落在了面前的太眼真火之上。太眼真火乃是无穷阵法当中所诞生出的阵法之火，是大千世界当中最为奇异的火焰之一。虽然威能仅仅只能勉强排到前10，对于天魔帝和圣品天至尊的威胁比虚空破灭焰要小上一些，但对于施展阵法却是有着巨大的帮助。而且面前的太眼真火并不如虚空破灭焰那般有着残存的意识和无比狂暴的力量，它已经被太眼天尊抹去了意识，只剩下最为本源的灵性。若是有着太眼天尊的帮助，炼化此火的确是对于普通天至尊都十分轻松，而没了太眼天尊的帮助，炼化此火的难度就要难上10倍100倍不止了。毕竟此火哪怕是在温顺，其内部当中的能量也是极为可怕，对圣品的威胁相对较小，却并不代表没有。这一点从前世亲眼镜以仙品修为都未曾将这火焰炼化，便是可以知晓这火焰的可怕之处了。不过对于萧炎而言，这火焰的确就是一道美味大餐了。跟我走，我会让你的威力得到真正的发挥，比在太眼天尊的手中更加的强大。混沌熔炉旋转，无数绚丽的火焰在萧炎的操纵之下，将太眼真火给包围了起来。面对那迎面而来的萧炎和周围那无尽虎视眈眈的绚丽火焰，即便是太眼真火没有了多少攻击性，可依旧是发自本能的开始抗拒起来。连净莲妖火、虚无吞炎，甚至陨落星炎这种层次的火焰都已经拥有灵性，太眼真火又怎么可能没有这种灵性？火灵是高等火焰最为本质的东西，没有了火灵，这些高等火焰也就不会再被称之为神火、异火了。所以尽管失去了大部分的攻击力，太眼真火还是拼命地反抗了起来。只见一缕缕金色的火焰在空中凝聚，而后自动幻化成了一道道阵法，勾动天地灵力疯狂的反扑。有意思，即便是没有主人操纵，都能施展宗师级别的阵法吗？萧炎微微一笑，这太眼真火他前世还真没有炼化之后的经验，不过这一世倒是可以好好体会一番了。于是那火焰熔炉再度旋转，太眼真火周围的灵力被瞬间抽空，没有了灵力的支持，一道道灵阵便是如同无根浮萍一般自动消散。萧炎周身绚丽火焰缠绕，一步一步地走进太眼真火，手掌伸出，最后握住了那金色火焰中央宛如本源一般的东西。吃吃，金色火焰发出最后的反抗，无数金色火焰爆发开来，可怕的威能足以媲美仙品天至尊全力一击，令萧炎皮开肉绽，甚至骨骼都裂开了无数裂缝。然而萧炎的神色却是没有丝毫的变化，因为他的皮肉骨骼也同样化作了绚丽的色彩。灵力分身本就是地炎本源与灵力凝聚而成，到了天至尊这一境界，他就是地炎，地炎就是他，人与火早就已经融为了一体。金色火焰爆发，然后无数火焰本源在落入到那骨缝当中之后，便是宛如陷入到了沼泽一般，失去了所有的反抗之力，被那绚丽的火焰开始缓缓的缠绕吞噬。呼呼，太眼真火发出最后的挣扎，可怕的高温甚至令脚下的灵力长河都开始蒸发，令萧炎的身体再度受伤。可是无论他如何拼命的挣扎，无论萧炎受到了怎样严重的伤势，他都只能茫然地看着自己本源被不断地融入到了萧炎的体内。同时那大陆之上的浩荡灵力长河当中，无数灵力在这一刻也是化作了一道道灵力龙卷，被混沌熔炉迅速的吞噬炼化。同时炼化如此浩荡的灵力长河以及太眼真火，萧炎的实力正在以一个恐怖的速度飞速的提升着。阵盘空间之外，那些早已经被传送出去的无数强者，此刻则是有些迷茫，有些好奇地望着那虚空当中就是释放着金色光芒的巨大阵盘。此刻无论他们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在看向那金色阵盘的时候，彼此的目光都是带着浓郁的羡慕之色。得到了太眼天尊的完整传承，当这位天至尊再度出现在大千世界的时候，他的潜力和实力将达到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至少
也不会比这2位顶尖古族的传人要差了。传承已经结束，诸位可是要打算离去？天空当中，紫雷真君望着其他4名天至尊笑道：“既然传承已经结束，那留在此地也是没有了多余的意义。今儿，我们也该回去了。”闻言，摩诃天倒是没有意见，他自然是不愿再在此地多待。一想到自己曾经有些看不起的下位面土包子，竟然已经一跃成了跟自己相差无几，有着强大传承的绝代天骄，他心里便是有些不舒服。别叫我劲儿！听到摩诃天的称呼，青眼镜微微皱了皱黛眉。你先回摩诃古族吧，我刚刚得到太眼真经的上卷，还要好好参悟一下。另外，等到萧炎出来之后，我还打算跟他交流一下此番的阵法感悟。青眼镜说话之间，美眸都是隐隐有着一丝光亮闪烁。他本就是最为顶尖的临阵天才，论起临阵天赋，若是给他足够的时间，将来未必不能成长到太眼天尊的层次。不过，当认识萧炎之后，他却是惊愕地发现，原来这世间竟然还有人能够在临阵天赋上胜过他一筹，这让他对本就不反感的萧炎多了一丝兴趣。不过，仅仅只是兴趣，倒也不足以令他留在此地。他真正想要得到的，还是完整的太眼真经和那太眼传承当中的无数临阵阵图。以太眼天尊当年在临阵上的造诣，就算是整个浮屠古族无数年来在临阵上的收集，或许都不比这太眼天尊强上多少。若是能够得到这2样东西，对他在临阵上的帮助实在会大上太多。闻言，摩诃天眉头微微皱起，心中对于萧炎的不爽忽然又多了几分。一直以来，他便是大千世界当代最为顶尖的天骄，如今一个横空出世的萧炎，不但在天赋上令他感到了一丝压力，竟然还令青眼镜都对他有了一丝兴趣。虽然这种兴趣还远远没有发展到男女方面的情况，可也依旧令屡次在青眼镜这里吃瘪的摩诃天对于萧炎更加的不爽。萧炎，希望你我今后不要站在对立面上吧。摩诃天眼中冷芒闪烁。另一边，万阵仙尊脸色有些难看，见到青眼镜没有离开之后，他也是留在了原地，等待萧炎出关。对于太眼天尊的传承，他同样无比眼热。就算得不到完整的传承，可太眼真经和那无数阵图也是对他帮助巨大。他也是企图在萧炎那里得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哼，萧兄可是答应加入我大千宫的，这种有着圣品潜力的超级天才，我自然是要亲自送到大千宫当中。紫雷真君微微一笑，也是静候在原地。他也对于萧炎在太眼传承当中得到的一些信息有所图谋，当然，他更希望的是将这位圣品侄子带回大千宫，让大千世界再度多出一位真正的超级强者。几位若是都不走，那我这个西天大陆的主人自然更是不能离开了。见到4人的态度，西天战皇也是无奈一笑，手指在下方海域一点，一座万丈高楼便是平地而起。身为西天大陆的位面之主，他做到这一步并不算难。既然如此，我等便是在这里静坐，等候那萧炎兄弟的出关吧，顺便也可以交流一下各自的修炼心得。西天战皇手一挥，一名属于西天大陆阵营的地至尊便是极为识趣的离去，准备从西海城召集几个至尊来随时侍候。闻言，其他几名强者也是露出了客气的笑容，含笑点头，声称战皇客气。于是5大天至尊便是在这太眼阵盘之外等了起来。这一等便是半年的时间。半年之后，萧炎依旧未曾出关，但一则关于域外邪族当中的消息却是从大千宫直接传到了紫雷真君的那里。当众人听到这一消息的那一刻，彼此平静的脸上在这一刻都是变得无比的凝重了起来。域外邪族又诞生了一位新的天魔帝，名为炼天魔帝。此魔帝曾经与战天魔帝大战一场，虽然略微落入下风，但却没有任何危险。根据判断，此魔的战力足以媲美我大千世界的圣品后期。当听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不但是紫雷真君，就连摩诃天、青眼镜和万阵仙尊都是微微倒吸了一口凉气，眼中带着一丝不可置信的神色。炎魔族过去不是只有几个玄魔帝吗？而且据说前不久刚刚陨落了2尊魔帝，怎么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又多出了一位如此可怕的天魔帝？一位堪比圣品后期实力的天魔帝，其实力即便是放在域外邪族当中，也绝对是名列前茅了。而若是放在大千世界，即便是排不到整个大千世界的前10位置，但排到前15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域外邪族当中突兀的出现一尊如此等级的大高手，对于大千世界的影响将会十分的巨大。如那战魔族，可是整个摩诃古族全族镇守都依旧要借助阵法和祖传至宝的帮助才能勉强阻挡。圣品后期的天魔帝虽然威胁还没有到了战天魔帝那种程度，但依旧是不容小瞧。这种级别的高手在双方的大战当中已经可以造成极大的威胁了。不知道，不过根据大千宫传来的消息，那域外邪族就在2天之前宣布将32大巅峰族群改成了33大巅峰族群。炎魔族已经同样成为了域外邪族的巅峰族群之一。现在
大千宫正在紧急召集大千世界当中仅有的几位闲散圣品天至尊和其他仙品天至尊前往镇守北境。紫雷真君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一尊堪比圣品后期的天魔帝，单单依靠魔和古族可是无法再拦住一位了。好在炎魔族虽然多出来一位天魔帝，但中间力量似乎损伤的极为厉害，有着一位圣品天至尊镇守，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一位堪比圣品后期的天魔帝对我大千世界的威胁果然可怕。诸位，看来我等也是要早些突破，争取将来能有机会对抗一下那新晋的炼天魔帝了。魔和天双目爆发出一抹光芒，天魔帝强者的确可怕，但给他足够的时间，以他的资质也同样可以达到这一境界。到时候他便是可以代替魔和古族对抗这所谓的炼天魔帝了，同时也是可以将与炎魔族对立的那块疆域给占据。负责对抗域外邪族的势力，可以得到那域外邪族对面的疆域领土，这是大千世界所有势力心照不宣的一个潜规则。毕竟面对那可怕的域外邪族，没有足够的实力，即便是大千宫愿意将这块领土让给你，你也未必有资格得到。普通天至尊都没有的势力占据着这样的疆域，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倒是容易一不小心就被突袭而来的域外邪族给干掉。所以大千世界的漫长北境，也就是与域外邪族接壤的那条漫长边境当中，有着至少不下10个拥有着圣品天至尊坐镇的势力，甚至就连大千宫都选择在那里树立。当然在那边境的另一边，也同样有着不下10位强大的天魔帝对于这块丰饶的土地虎视眈眈。总之，双方近乎一半的兵力都是在这条漫长的边境线上彼此对峙。也不一定，域外邪族那边虽然诞生了一位堪比圣品后期的天魔帝，但我们大千世界一方或许过不了多久就会诞生出一位堪比太眼天尊的圣品大宗师。在众人神色凝重的同时，一直盘坐在中央的青眼镜却是缓缓抬起头，一双美眸缓缓落在了那巨大的黄金阵盘之上，望着青眼镜眼神投去的方向，众人都是微微一怔。紫雷真君眼中很快便是出现了一抹喜色。对啊，以萧兄的天赋加上太眼天尊的传承，或许用不了多久，我大千世界当中就能诞生出一位可以抗衡那炼天魔帝的圣品大宗师了。话音落下，他便是看到摩诃天和万阵仙尊的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了一些，就连西天战皇都是陷入了沉默当中。唯独青眼镜下颌微微轻点，一张清丽脸庞之上露出一抹绝美笑容。一群鼠目寸光的家伙，若是大千世界败了，那所有人都活不下去。到了这种时候，还纠结谁更加强大，又有什么意义？紫雷真君望着面前的3个家伙，心中对于3人的好感忽然下降了许多。他自幼被大千宫培养长大，所得到的教育都是要忠于大千世界，为大千世界的安危奉献毕生。当看到3人这副姿态之后，反倒是对于青眼镜心中不由得多出了几分佩服。此女当真为女中豪杰。半个月前，战魔族战魔大陆，炎黄魔帝正一脸颓废地坐在一处大殿当中独自饮酒。杂种，都是狗杂种。炎黄魔帝吨吨吨将一桶宛如岩浆一般的酒液倒入口中，双目当中的赤红宛如火焰。自从焚天魔帝意外陨落的消息传来之后，炎魔族便是彻底沦为了炼天魔帝的统治。这狗东西甚至口出狂言，说已经将他炎黄魔帝给逐出了炎魔族，若是他炎黄今后敢回归炎魔族，就将他直接斩了。这让炎黄魔帝顿时无比的愤怒。曾几何时，自己才是炎魔族的3大始祖之一，那炼天魔帝又算是个什么东西？然而如今，这狗东西竟敢威胁自己，说自己回去就斩了自己。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那就暂时不回去便是。炎黄魔帝双目赤红，无比悲愤，被一个后生给欺负成这样，几乎算是无家可归了。这种宛如丧家之犬一般的感觉，可是他一辈子第一次体验到过。可以想到炼天魔帝将炼狱魔帝活生生撕成2半的场景，他也只能乖乖的暂时留在战魔族当中了。留在战魔族，虽然会被战魔族的那些魔帝笑话，可总比回到炎魔族被撕成2半来的好。只是这般屈辱的生活实在是太屈辱了。等到战天魔帝出关，你一定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的。炎黄魔帝正悲愤的饮酒，忽然一道浩瀚无比的气息从战魔大陆的深处突兀的爆发开来。这气息仅仅出现，便是令整个战魔大陆都在颤抖，甚至就连周围的无尽海洋、浩瀚天空都是开始微微颤抖。那般可怕的威势，即便是身为玄魔帝中期的炎黄魔帝，都是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而在这气息爆发出现的那一刻，不但是炎黄魔帝，整个战魔大陆，甚至战魔族所在的疆域当中，无数战魔族的强者、魔王，甚至就连魔帝，都是眼神狂热地看向了那大陆中央传来的可怕气息。战天魔帝，战天魔帝！无数战魔族族人发出来自内心的高呼。战天魔帝的确就是战魔族所有强者的骄傲，他
他的实力是当之无愧的天魔地巅峰，论起正面战斗的手段，更是足以位列整个域外邪族的前5名。战魔族因他而崛起，因他而强大，这是一尊真正的超级存在。而炎黄魔帝也是在这一刻激动的身体都微微颤抖了起来。战天魔帝终于出关了，我要请战天魔帝给我主持公道，我要好好收拾一下炼天那个混蛋。炎黄魔帝无比激动。战魔大陆中央，那巍峨高大的宫殿群深处，一尊身材高大的男子也是缓缓地从中走出。他有着一身青色的鳞甲，浑身肌肉修长紧凑，与鳞甲融合在一起，闪烁着丝丝金属色的光泽。高大的身躯当中，每一道肌肉，每一寸骨骼都隐隐与天地契合，仿佛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战斗体态。而他的脸庞除了多了一些宛如金属一般的深青色之外，倒是与大千世界的人类相差不大。他就是战魔族的最高统帅，也是战魔族的现任族长战天魔帝。族长！见到战天魔帝从闭关之地走出，那一直侍奉在此地负责守卫工作的魔帝脸上露出一抹狂热之色，连忙对着战天魔帝躬身行礼。起来吧，我闭关的这段时间里，族中可有什么大事发生？战天魔帝俯瞰着脚下绵延无尽的大地，一双眼睛似是可以穿透虚空。启禀族长，您闭关的这100年之间，我族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一些普通的小事务都已经被几位玄魔帝给处理了。那守卫在一旁的魔帝连忙躬声道。闻言，战天魔帝的脸上也是没有什么意外之色。战魔族如此的强大，族中的玄魔帝都不止3位，一些普通的小事情早就用不着他这个族长亲自操心了。不过那魔帝微微一顿，令战天魔帝微微皱起了眉头。不过什么？见到战天魔帝皱起眉头，那魔帝也是不敢卖关子，连忙说道，不过您闭关的这段时间里，整个圣族的疆域当中倒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而且就是最近2年的时间里，我圣族当中竟然接连陨落了3位玄魔帝和近10位幽魔帝。听到这句话之后，战天魔帝终于是缓缓地回过头。死了3位玄魔帝，10来位幽魔帝。战天魔帝有些诧异，怎么回事？是跟大千世界开战了吗？闻言，那守卫魔帝却是微微摇头，将自己在这段时间段当中所得知的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战天魔帝。什么？异魔族已经全军覆灭了？炎魔族当中，焚天魔帝和炼狱魔帝也都陨落了。炎黄来我族寻求帮助。当听到一切结果之后，就算是战天魔帝在这一刻都是忍不住微微瞪眼，尤其是在听到这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与那炎魔族刚回来的炼天魔帝有所关联之后，他脸上表情都是多出了一分好奇。按照你的说法，那炎黄魔帝既然已经来了，那就让他过来吧，刚好我也想好好了解一下这个突兀归来的炼天魔帝到底有着怎样的机遇。这家伙当年弄这么一个封号的时候，可是闹出了不少的笑话。战天魔帝吩咐道。闻言，那守卫魔帝则是连忙领命。不一会儿的功夫，炎黄魔帝便是被他带了过来。而后炎黄魔帝便是屁颠屁颠的被带了过来。当他看到那高坐在王座之上的巍峨身影之时，炎黄魔帝当即便是激动的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战天魔帝，你要为我做主啊！炎黄魔帝的声音当中似是充斥着无尽的委屈，令战天魔帝都是忍不住愣了一下。而后炎黄魔帝便是将这些时日当中炎魔族当中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倘若不是因为他漫长的岁月经历了太多事情，此刻他怕是都要委屈的哭出来了。被萧炎欺负成这副模样，他这辈子也是头一回如此。而战天魔帝在听到炎黄魔帝的诉苦之后，一双眼睛也是终于微微眯了起来。你是说炼狱魔帝是被他亲手击杀的，就连你们炎魔族其他的幽魔帝都是被他铲除，而焚天魔帝的陨落也是他的阴谋？战天魔帝双目终于爆发出了杀机。炎魔族虽然不是战魔族本族，但终究是战魔族麾下最强大附庸族群。一个拥有3个玄魔帝的附庸族群，即便是对于战魔族而言也是极为宝贵的。可那炼天魔帝却是亲手将这个战魔族麾下最强的附庸族群变成了大猫小猫3两只。你最好能够有比焚天魔帝更好的利用价值，否则本帝还是早日铲除你这个祸患的好。战天魔帝猛然站起身，一把直接将炎黄魔帝的身躯给提了起来。带我去炎魔族，本帝倒要看看这炼天魔帝到底是怎样的能耐，竟然敢在我圣族疆域内对同族如此狠毒。战天魔帝的确是有些怒了，域外邪族生性残忍嗜杀，同族当中互相屠戮的事情经常发生。不过这炼天魔帝的手段则是有些过头了吧，将自己麾下的第1大附庸族群弄成这样，就算不念在那些都是自己同族的份上，难道还不将他战天魔帝放在眼中不成？大人，那炼天魔帝不但对同族如此残忍，甚至还口出狂言，说即便是大人亲至也不会放在眼里。见到战天魔帝成功激起了怒火，炎黄魔帝内心大喜，还不忘添油加醋一把。而后
他便是感到面前的虚空飞速变换，仅仅几个挪移的时间，他便是已经回到了自己最为熟悉的炎魔族的疆域。炼天魔帝，我这次就让你知道，做人还是不能太过狂妄了。我对付不了你，总有人能对付你。炎黄魔帝心头无比痛快，因为战天魔帝的声音已经在炎魔族的疆域响起。炼天魔帝，滚出来见本帝！仅仅是声音当中的恐怖威压，就已经令炎魔族的无数强者匍匐跪地。顶尖天魔帝，恐怖如斯。在这可怕的威势之下，整个炎魔族的疆域都在微微震荡。而此刻，位于那3座大陆的中央位置，那古老的大阵当中，一道巍峨的魔躯在这一刻却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战天魔帝，萧炎浑身黑色的火焰燃烧，一双眼睛当中露出了一抹兴趣之色。战天魔帝，那可是域外邪族当中正面战力足以排名前5，综合实力达到前10的顶尖天魔帝。当年即便是萧炎，也是在飞升到大千世界100年之后，才拥有了匹敌这个家伙的实力。那时的萧炎，便是已经联合众多大千世界的强者，击败了战魔族，剿灭了炎魔族，并且将虚空破灭焰给夺回吞噬。正是那一战之后，萧炎的实力才算是真正的站在了大千世界的巅峰。而这一世，倒是没有想到，自己在炼化了虚空破灭焰之后，这战天魔帝就这么快找上门来了。既然如此，倒是刚好用你验证一下我现在的实力。萧炎咧嘴一笑，浑身漆黑火焰散发出一种毁灭性的波动，一张炎魔族独有的脸庞显得十分的狰狞。1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但炼化了虚空破灭焰，更是将整个炎魔族以及异魔族多年的底蕴都给尽数剥夺吞噬，因此他的实力也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突飞猛进，达到了玄魔帝后期的层次。而且在吞噬了虚空破灭焰和诸多魔帝的本命之火之后，他的地炎已经进化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层次，足以媲美位列大千世界万火榜第3的万灵真火，比起那第1、第2的混沌真焰和原始真焰也是相差不多了。此刻他魔帝分身的火焰威能算是3大分身当中火焰最为强大，甚至战力也最为强大的一道了。因为此刻他的魔帝分身不但有着极为可怕的火焰，更是有着一道极为可怕的武器。念及于此，萧炎也是将目光看向了那横在自己面前的硕大长戟。这时一柄通体散发着幽幽银色光芒，仿佛有着无尽雷霆酝酿的巨大长戟，大戟震荡之间，周围的空间都在不断的湮灭，而后又自动修复，然后再度重新湮灭。其上的每一道细小银色雷霆，一旦落下，便是比当年的9玄惊雷还要可怕，宛如可以灭世。仅仅一道雷霆，便是有着这般可怕的威能，那无数雷霆缠绕的银色大戟，又该有着何等可怕的威能？而面前的这道银色大戟，正是当年破灭大帝手中的那道圣品绝世圣物——虚空破灭戟。破灭大帝也是当年与天地等强者齐名的顶尖存在，在大千世界一方的地位，也不弱于如今的战天魔帝。当年为了铲除这位绝世强者，域外邪族也是同样出动了诸多顶尖天魔帝，甚至最后是圣天魔帝亲自出手，才令其真正的陨落。也正是那一战，他的虚空破灭戟被硬生生的断成了2半，连同虚空破灭焰都被留在了这炎魔族的疆域当中。不过在萧炎炼化了虚空破灭焰之后，他的实力和火焰都是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极为强大的程度。虽说他在炼器方面的天赋要比炼药略差一丝，但二者毕竟相通，所以萧炎的炼器术同样是十分的可怕。甚至他在炼器方面的造诣，甚至比临阵方面还要略强1分。于是萧炎也就趁着这段时间，将这虚空破灭戟给修复了，熔炼了炼狱魔帝的炼狱大魔戟，加上整个炎魔族数万年积累的无数珍贵材料，用融合了无数强大火焰的地炎，熔炼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曾经断裂为2半的虚空破灭戟，终于被萧炎再度修复。玄魔帝后期的修为，融合了虚空破灭焰和近10位魔帝本命之火的地炎，再加上这圣品绝世圣物虚空破灭戟，还有随着修为不断强大，已经恢复到圣品层次的神魂。如今的域外邪族，除了那圣天魔帝，已经再也无人能够威胁到我的性命。望着那出现在外界的战天魔帝，还有其身后跟随着宛如狗腿子一般的炎黄魔帝，萧炎忽然咧嘴一笑。下一刻，手中的大戟旋转出一个漂亮的银色弧度，然后一道撕裂天地、带着无比可怕的毁灭性的银色弧光，便是顺着那微微弯曲的大戟落下，瞬间劈出。是，银色弧光所过之处，空间被均匀整齐地撕裂成了2半，可怕锋芒令那原本用来困住虚空破灭焰的大阵都是瞬间撕裂。这一刻，整个炎魔族的疆域都似乎因为这一道银色的弧光而化作了2半，而事实上，整个炎魔族的疆域空间也的确是因为这一道银色的弧光而被瞬间切割成了2个部分。银色弧光所过之处，天崩地裂，无论是空间、大陆，还是一些炎魔族不行落入其中的强者，无一例外都是被整齐的切割成了2半。
当这道银色弧光冲出大阵，直奔战天魔帝而来的那一刻，在他身后的炎黄魔帝只感觉浑身鳞甲倒竖，一种极为可怕的死亡危机已经从他的心底传来。比起炎黄魔帝，战天魔帝虽然没有这样的危机之感，可他看向那银色弧光的目光同样充满了惊愕。这一击绝对是达到天魔帝的攻击层次了，因为这一击已经足以将一座普通的下位面撕裂成2半，就算是那些拥有位面之胎的高等位面，在这一击之下都要受到重创。锐气倒是足够了，不过也仅仅是天魔帝初期的攻击力罢了。炼天魔帝，你的确是个人才，现在跟本帝乖乖道歉，成为本帝的麾下，本帝可以饶恕你之前所犯下的过错。战天魔帝站在原地，那修长有力的手掌只是朝着前方轻轻一伸，顷刻间，整片天地的空间都是尽数塌陷，这方空间所在的无数物质都尽数湮灭，就连那撕天裂地的银色光芒，在这一刻都是被瞬间捏碎。作为天魔帝巅峰的存在，即便是拥有位面之胎的高等位面，在这等存在面前，也不过是一只手就能震碎。不过，当看到炼天魔帝的真正实力之后，战天魔帝心中也是升起了一抹惜才之意。要知道，域外邪族32大族当中，可不是仅仅只有32位天魔帝的，如那圣魔族、暗魔族，甚至远古时期的尸魔族、吞魔族，都是有着2位甚至更多的天魔帝。而他战魔族虽然强大，但天魔帝却仅仅只有1位，指挥一群玄魔帝、幽魔帝为自己做事，对于他们这些顶尖天魔帝而言，并没有多少成就感。唯有降服一位真正的天魔帝，为自己效力，才是真正有成就感的事情。不过这种事情，放眼如今整个域外邪族，也唯有圣天魔帝、暗天魔帝和星天魔帝能够做到。当看到炼天魔帝能够有这样的实力之时，战天魔帝瞬间就有些心动了。不过他的心动并没有持续多久，便是已经被一声怒喝给打断了。成为你的麾下，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也配让本帝臣服？你若是现在臣服本帝，本帝倒是可以让你战魔族飞黄腾达。嚣张霸道的声音，这次已经不仅仅只是在炎魔族的疆域扩散了。随着萧炎的实力不断提升，他的声音已经足以令一些周围的小族都听到。而当这些小族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都是无比惊愕的，将目光看向了炎魔族所在的疆域。让战魔族臣服，到底是什么人，竟然能够狂妄到了这种程度？虚空当中，战天魔帝在听到这句话之后，脸上原本的笑容也是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紧接着，一道无比恐怖的气息便是从他身上彻底爆发，仅仅是那可怕的威压，便是令赤炎魔帝等3尊幽魔帝都微微颤抖了起来。狂妄的东西，当真以为你有了天魔帝的战力，就能够在本帝面前嚣张，让本帝臣服？就连圣天魔帝都不敢说出这种话，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既然你敬酒不吃，那就别怪本帝手下无情了。战天魔帝这次是真的怒了，而很快，炎魔族的生灵便是见识到了一位顶尖天魔帝的愤怒到底是何等的可怕。因为战天魔帝只是踏出一步，便是出现在了炎魔族3座大陆的中央，那曾经困住虚空破灭焰的可怕阵法，只是被他用力一撕，便是被撕得粉碎。而后，一直直径超过100万丈，其上带着无比可怕战意的巨大手掌，便是随着他的手掌伸出凭空出现，朝着那浑身鳞甲身上燃烧着漆黑火焰的高大身影狠狠拍了过去。哈哈，方才只是开胃小菜，你当本帝怕你不成？面对战天魔帝的攻击，萧炎不但没有丝毫的胆怯，反倒是表现得仿佛无比兴奋。狂妄好战，杀戮血腥，本就是他这具魔帝分身应该有的人设。于是他同样是抬起了手掌，顷刻间，整个炎魔族疆域内所有的火属性能量都汇聚在一起，同样化作一道直径100万丈的巨大手掌，朝着战天魔帝狠狠轰击在一起。轰隆！一道惊天动地的巨响在这一刻彻底的炸裂开来，3座大陆中央100万里的空间瞬间湮灭，可怕的风暴席卷了整个炎魔族的疆域。3座大陆之上，3尊幽魔帝竭力调动下属，催动笼罩整个大陆的大阵，这才拼命抵抗住了那轰击产生的残余风暴。否则，仅仅这一波残余的冲击波散去，炎魔族的3座大陆便是要被削去一层，炎魔族的族人也要死去七七八八。炼天大人竟然可以与战天魔帝抗衡了！大阵之下，3位幽魔的望着那足以另一座位面毁灭的可怕交手，身体都是在忍不住的微微颤抖了起来。这种颤抖，除了因为感到顶尖天魔帝那可怕的毁灭之力外，还隐隐蕴含着一种激动与兴奋。若是炼天魔帝拥有了匹敌战天魔帝的实力，那炎魔族不但会一跃成为域外邪族的第33个大族，而且还会直接位列其中的中上游之列啊！到时候，他们3人的地位将会瞬间水涨船高。另一边，炎黄魔帝却是疯狂倒退，躲避冲击波的同时，一双眼睛当中则是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骇然之色。他竟然能够跟战天魔帝交手了！炎黄魔帝彻底懵了，而后便是被无尽的悔意所弥漫。
倘若他当时早些臣服这炼天魔帝，或许今天便是不一样的结局了。只可惜一切都是为时已晚。虚空当中，一尊巍峨高大的黑色身影倒退3步，将身后的空间乱流都给撞得粉碎。可他嘴里却是依旧发出猖狂的大笑：“痛快，痛快啊！战天魔帝，老子已经好久没有遇到可以势均力敌的对手了。你可敢与我离开炎魔族疆域，好好战上一场？”萧炎手持虚空破灭戟，身上燃烧着充满毁灭气息的漆黑火焰，一双猩红眸子死死地盯着战天魔帝，眼中似是有着无尽战意升腾。另一边，战天魔帝那宛如青色金属一般的脸庞，在这一刻也是有了一丝波动。没想到，你竟然能够将破灭大帝那个家伙的虚空破灭焰给炼化，难怪你竟敢如此的嚣张，甚至连那虚空破灭戟都被你修复炼化了。战天魔帝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旋即一根宛如青铜铸就的古朴长棍出现在他的手中，长棍旋转之间，瞬间化作宛如那虚空破灭戟一般的数十万丈大小，而他的体型也是在瞬间化作了与萧炎几乎相同的模样。不过，就连当年的破灭大帝也只是与我势均力敌，你仅仅得到他的传承，跟本帝比起来，怕是还要差了许多啊！说到这里，战天魔帝那原本类似于人类的双瞳，终于也泛起了血红光芒。今日便是让你知晓，我这战天魔帝的名号到底是怎么来的吧。话音落下，他的身影已经是再度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萧炎却是依旧无所畏惧，一只银色大戟大开大合，瞬间2尊无比可怕的存在便是站了起来。这一日，无比可怕的能量波动先是在炎魔族爆发，而后便是从炎魔族一路离去，横穿了近乎1/3个域外邪族的疆域。两人每一次交手，都足以令方圆百万里的空间瞬间湮灭。若是落在一处大陆之上，不出3个回合，这处大陆便是会崩裂下沉。仅仅只是一些可怕的余波，都是足以令一些小族直接覆灭。那可怕的波动很快便是惊动了整个域外邪族的所有强者。这一刻，所有天魔帝除了必死关的全部走了出来，甚至那可怕的波动，就连镇守边境的一些大千世界强者都隐隐有所感知。是战天魔帝的气息，是谁在跟他战斗？竟然能够与战天魔帝打得如此激烈，此人战力就算是在天魔帝当中都算是极为出众的存在了。可这气息为何如此的陌生？难不成那域外邪族又诞生了一位强大的天魔帝？大千世界的天至尊们都隐隐有些担忧了起来。而在域外邪族，那大量的天魔帝也被这场战斗给惊动，纷纷循着战斗的源头探索过去。当他们看到那与战天魔帝战斗在一起的身影之时，眼中同样出现了疑惑之色。不过疑惑之余，他们的眼中很快便是被震撼所充斥。火之大道！此刻围观在战场之旁的都是域外邪族当中最为顶尖的存在，每一位都是实力迈入到天魔帝境界的超级强者，再不济也是各族当中实力颇为强横的玄魔帝。普通幽魔帝以及魔帝之下的强者根本就不敢来到此处旁观。2尊天魔帝之间的战斗，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天魔帝，这种可怕的战斗仅仅只是一点余波，都是足以令他们重伤，甚至瞬间湮灭。然而随着众多天魔帝的观察，他们惊愕地发现，那与战天魔帝疯狂战斗的家伙，其本身的修为竟然仅仅只是玄魔帝后期。虽然其魔气精纯浑厚的不像样子，比起寻常玄魔帝巅峰还要强大，可是这种实力在战天魔帝的面前绝对撑不过3招。然而这个仅仅玄魔帝后期的家伙，此刻却硬是与战天魔帝打得难舍难分。虽然在力量上这个家伙是落入了下风，可对方的战斗技巧同样是无比的可怕，竟然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一个玄魔帝后期跟一个天魔帝巅峰打到这种程度，哪怕对方是落于下风，可这在众多天魔帝看来依旧是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程度。所以当众多天魔帝仔细观察之后，便是发现这个新晋魔帝虽然仅仅只是玄魔帝后期的修为，可是其身上的火焰却是到了一种令普通天魔帝都感到可怕威胁的程度。而后他所在之处，方圆1000万里的火属性能量都被他所充分调动，而后又以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爆发出令战天魔帝都无可奈何的招数。能够以玄魔帝后期将天地之间的火属性能量调动到了这种程度，唯一的解释便是这个手持银色大戟的炎魔族强者已经领悟了火之大道，而且看其对于火之大道的利用程度，显然是到了一个颇为深厚的层次。他竟然领悟了火之大道，我族无数年来可是从来未有人能够领悟大道啊！即便是圣天魔帝都是未曾领悟大道。这一下，诸多天魔帝们都是有些震惊了。而同时，一尊浑身散发着黑暗气息的伟岸身影，却是将目光看向了萧炎手中的银色大戟。那是虚空大帝的虚空破灭戟。我说这个家伙身上的火焰气息如此的熟悉，他竟然炼化了虚空大帝的传承，得到了虚空破灭焰和虚空破灭戟。当这尊伟岸的黑暗存在开口的时候，
周围的所有天魔帝声音竟然都小了几分，似是在表示对于这位存在的尊敬。他就是域外邪族当中排名第2的超级强者暗天魔帝，这是一尊比战天魔帝还要可怕的存在。而此刻，这位超级存在却是将目光看向了萧炎手中的虚空破灭戟。对于这杆大戟，他的印象实在是太过深刻了。当年为了围杀破灭大帝，域外邪族便是以战天魔帝为幌子，调动10多位天魔帝攻击大千世界，吸引其他天至尊的注意力。而后他与圣天魔帝联手，才将这破灭大帝彻底的击杀。为了彻底灭杀破灭大帝，他与圣天魔帝甚至都动用了消耗本源的杀招，才连同那虚空破灭戟一同折断。然而如今，这银色大戟竟然再度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域外邪族的疆域当中，只不过这一次，它的主人却是换成了域外邪族的自己人。领悟了火之大道，也难怪他能够夺取虚空破灭焰和炼化虚空破灭戟。不过，他竟然还能将这虚空破灭戟给修复，此人的潜力简直是不可限量。暗天魔帝淡淡的评下一句话，却是另一群天魔帝们再度心惊。能够得到暗天魔帝如此评价，说明那与战天魔帝打在一起的炎魔族魔帝是非常了得的一位存在了。这个炎魔族新出世的魔帝叫什么名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是啊，能够在战天魔帝手下坚持这么久，他的实力已经比普通的天魔帝还要强大了不少。他就是前段时间令炎魔族和异魔族搅得血雨腥风的那个炼天魔帝。过去听他自称炼天，只感觉这小子好生狂妄，如今一看，此人的实力倒也配得上这个称号了。一名天魔帝说道：“是他，原来他就是那个炼天魔帝，能够有如此实力，倒也配得上这个名号了。”另外几名天魔帝也是恍然大悟，域外邪族虽然强者无数，但同时陨落3位玄魔帝和10多位幽魔帝的情况还是很少见，所以这次的动静其实惊动了很多没有闭关的天魔帝，尤其是灵天魔帝和雷天魔帝更是关注，甚至如果不是因为战魔族的关系，他们早就降临炎魔族一探究竟了。所以当听到炼天魔帝的名字之后，众人的眼中都是露出一抹明雾。一些曾经闭关的天魔帝在询问之后，也是知道了这炼天魔帝的事情。轰隆，青铜长棍化作100万丈巨大，棍头狠狠砸下，令下方的一座岛屿直接4分5裂。而后一柄银色大戟便是带着诡异的银色弧光越过青铜长棍，直奔战天魔帝的咽喉位置刺来。滚开！战天魔帝右臂之上青光暴涨，直接用手臂硬接住了这一击，而后长棍再度挥舞，令那黑色火焰身影略显狼狈地倒退出去。虽然占据上风，可战天魔帝却是越打越心惊。对方在自己的攻击之下看似狼狈，可却没有出现分毫的伤势。每一次身法，每一次攻击，都是将方圆1000万里内的火属性能量运用到了极致。对于火之大道的运用和理解，简直是极为的可怕。要知道，他的实力可是比这炼天魔帝要高出了整整一个大境界，这中间的力量差距绝对是10倍甚至数十倍。可是在这样的可怕攻势之下，那炼天魔帝竟然仅仅只是处于下风，甚至连受伤都不曾有。他的战斗技巧完全不弱于自己，甚至要比自己略胜一筹，加上他对于火之大道的完美运用，简直是令人惊骇。他才仅仅只是玄魔帝后期，若是等他到了天魔帝后期，恐怕就连圣天魔帝都不是他的对手了吧。战天魔帝心中震撼，却不知萧炎的心中却是颇为的遗憾。在不催动灵阵和各种底牌的情况下，我这魔帝分身的战力也仅仅只能到此为止了。萧炎无奈的一叹，心想玄魔帝后期的实力虽然强大，但终究还不能算是这个世界的顶尖战力。以他现在的实力，就算是催动灵阵加上各种底牌，也最多重伤战天魔帝，后者同样有着不少底牌未曾施展，一旦对方彻底施展，萧炎想要留住对方的性命还是太难。更何况此地还处在域外邪族的疆域，就算是有些底牌，萧炎也是不敢施展。若是施展的相似手段太多，难免不会引起域外邪族的怀疑。如此一块肥肉，萧炎现在可不想放弃。我现在魔帝分身所表现的实力，最多能够击杀普通天魔帝就够了。萧炎内心无奈地想着，却不知他的想法若是被其他天魔帝知道，会是何等的难受。两人战斗依旧不断持续，可怕的威能令亿万里的空间都不断的崩碎，下方的无尽海域掀起万丈波涛，一座座堪比小型位面地岛屿被战斗的余波直接荡平，几座大陆都在两人的战斗之下被打得4分5裂。可怕的能量波动令整个域外邪族当中所有的强者都感到无比震撼。然而在这般可怕的波动当中，一道更加浩瀚可怕的气息却是缓缓的降临。当这一道气息降临的那一刻，周围观战的无数魔帝在这一刻都是身体微微一颤，很多天魔帝在这一刻竟然微微躬身，似是在表示自己的尊敬。至于天魔帝之下的众多玄魔帝，在这一刻甚至都已经单膝跪地，双目炽热地望着那从虚空当中缓缓降落的黑袍身影。
唯有暗天魔帝、新天魔帝等几位顶尖天魔帝在这一刻依旧站立，但他们的目光看向那道身影，依旧是多了几分忌惮与尊重。圣天魔帝，圣魔族的族长，天邪神最为信任的属下，也是域外邪族当中足以位列天邪神之下的第一强者。在天邪神被封印的岁月当中，他便是域外邪族的领袖。当年的破灭大帝便是被他动用底牌所击杀，他是拥有着真正击杀圣品后期的恐怖存在。当这道浩瀚气息降临的那一刻，甚至就连战天魔帝都是身体微微一僵，忍不住将目光看向了天空之上落下的那道黑袍身影。只不过在他回头的瞬间，一道银色大戟头却是朝着他的脑袋狠狠地砸下。跟本帝交手，你竟然还敢分析？萧炎的声音在虚空回荡，令战天魔帝和诸多天魔帝都是忍不住愣了一下。这新晋的炼天魔帝竟然狂妄到了这种程度，就连圣天魔帝降临都还敢如此的嚣张。混蛋！战天魔帝也是没想到圣天魔帝都降临了，这炼天魔帝竟然还敢动手，仓促之间只能勉强格挡。而就是在这一刻，一道黑白相间的火焰却是突兀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而后重重地落在那银色戟头之上。咚！一声沉闷的响声过后，周围空间尾声的湮灭，黑白火焰也一同消散。而同时，那银色戟头却是被轻松弹开，甚至就连那手持银色大戟的炼天魔帝都是忍不住倒退了好几步才稳住了身形。够了！淡淡的声音看似平和，却夹杂着一种无可抗拒的霸道在虚空当中回响。到了这一刻，萧炎终于是缓缓收手，将目光看向了那天空当中的黑袍身影。黑袍之上，黑白火焰升腾，即便是萧炎如今已经将地炎进化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但在不催动火之大道的情况下，竟然也仅仅与他黑白火焰的威力相当。圣魔炎，传闻是天邪神用一缕神力演化，最后又被圣天魔帝蕴养了无数岁月的超级火焰，论起威力堪比域外邪族第一火。而在那黑袍之下，则是一张悲天悯人的慈善脸庞，倘若不是其周围的无尽魔气已经可以轻易魔化一座下位面，那张脸庞怕是已经足以令一些实力较弱之人心甘情愿地臣服了。圣天魔帝，你终于出来了！望着那虚空之上的黑袍身影，萧炎不但没有丝毫的惧意，反倒是嘴角带着一抹笑容。前世自己尚未突破主宰境界的时候，此魔便不是自己的对手，如今这一世，他自然也不怎么将这家伙当成一回事。所谓的域外邪族第一强者，不过是天邪神麾下的一条忠犬罢了。不过这些心里话，他这具魔帝分身还是不能说的。虚空当中，圣天魔帝也是缓缓地将目光落在了萧炎与战天魔帝的身上，一张慈眉善目的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一抹笑容。你就是炎魔族那位新归来的翘楚，炼天魔帝。圣天魔帝先是将目光看向了萧炎，萧炎却是嚣张地将手中大戟甩出一个银色弧光，戟头微微颤动，看向圣天魔帝竟然没有丝毫的畏惧。正是，望着这一幕，连同战天魔帝在内的许多天魔帝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心道这炼天魔帝好生狂妄，竟然在圣天魔帝的面前都是如此嚣张。然而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那圣天魔帝非但没有发怒，反倒是依旧一脸笑容地看着萧炎。呵，不愧是领悟了火之大道的天才，果然有着几分傲气。似是听到圣天魔帝说了好话，萧炎这才有了几分好脸，终于是对着圣天魔帝点了点头。圣天魔帝过奖了，主要是这战天老狗不分青红皂白就来我炎魔族的地盘撒野，实在是令我有些不爽，出手动静太大，扰乱了诸位，还请诸位见谅。听到萧炎这般话，其他天魔帝只是无奈，战天魔帝却是骤然大怒。混账，安敢辱我！言语之间，他便是抡起手中青色长棍，想要再度朝着萧炎攻杀过去。战天，听到萧炎的话，饶是圣天魔帝都是嘴角微微有些抽搐。这战天魔帝也算是族中排名前10的顶尖强者，无数年下来，哪有人敢称他一声老狗？这个炼天魔帝的确是嚣张的有些过分了。但一想到自己接下来的所求，他还是强行按下了战天魔帝，做起了和事佬。战天魔帝虽然脾气有些火爆，不过你这也是太过不尊重这位战魔族的族长了吧？炼天魔帝，你潜力无限，战天魔帝亦是我族顶尖强者，你们有些是火，有些是水，没有谁对谁错，都是圣神大人的忠臣。这不过是一些误会，我希望你们放下彼此之间的矛盾，共同为我族大局考虑。见到圣天魔帝亲自出手当和事佬，战天魔帝有些不满地看了一眼萧炎，却是没有再多说什么。这炼天魔帝领悟了火之大道，今后必然会成为整个域外邪族重点培养的对象。以他仅仅玄魔帝后期的修为，就足以与自己抗衡这么久。等他将来晋升到了天魔帝，甚至天魔帝后期，自己怕就不会是他的对手了。为自己今后树立一个如此大敌，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所以，如今圣天魔帝出来调和，他也是不愿再将这家伙得罪的太死。
另一边，萧炎却是更加不爽地盯着战天魔帝，身上那股狂妄的气息被他表演得淋漓尽致。我是看在圣天魔帝你的面子上，才放了这个家伙的，不然今天我非打爆他的狗头。萧炎嘟嘟囔囔了2句，险些令战天魔帝再度拎起手中的长棍，就连圣天魔帝都是有些看不下去，连忙开口令萧炎闭嘴。而后他才将目光扫向了周围观战的众多天魔帝和玄魔帝们。看来这2个家伙此番战斗的动静的确是不小啊，竟然引得这么多人前来观战。圣天魔帝望着众人说道：既然都到了，那就跟我去一趟万魔殿吧。炼天魔帝虽然还未曾达到天魔帝实力，可他的战力已经媲美天魔帝后期，更何况他领悟了火之大道，成为天魔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圣天魔帝淡淡笑道：我圣族终于要出现第33个大分支了。听到圣天魔帝的话，一群天魔帝纷纷对视一眼，也是都笑着点了点头。萧炎、炼天魔帝这一战所表现出来的实力和潜力都是太过可怕，以至于所有人都对他的未来感到一丝惊惧，就连暗天魔帝、星天魔帝等顶尖天魔帝都不敢小瞧。所以他们面对萧炎则是露出了一副好脸色，唯有战天魔帝心中略微有些后悔，不过既然已经动手，后悔什么的也是没有用处了。同为圣族阵营，他就不信这家伙将来还能对自己不利。于是乎，在圣天魔帝的召唤之下，域外邪族当中超过80%的顶尖强者都是纷纷汇聚，前往了那万魔殿当中。万魔殿位于域外邪族的中央位置，也就是圣魔族大本营的中央。这里原本是圣神天邪神的一处寝殿，当年天邪神在此之时，便是经常召集各大天魔帝开会。如今天邪神被封印，便是由圣天魔帝来驻守此地，也由他在此地召开整个域外邪族的会议。幽暗的巨殿当中，殿内涌动着无尽的黑暗气息，黑色气息升腾，仿佛可以吞噬一切生机，令此地颇为的阴暗森冷。而此刻，在这巨殿当中，有着一尊尊高大的王座，每一座王座之上都是有着一道泛着滔天魔气的身影。能有资格进入这万魔殿当中的，都是域外邪族的顶尖强者，实力最弱者也要达到幽魔帝才有资格坐着说话。而在巨殿的中央位置，则是有着32座更加高大的王座呈拱形浮散开来，每一座王座之上所坐着的高大身影，其身上的魔气更是达到了一个无法想象的程度。在这32道魔影的威压之下，即便是其他的魔帝都只能微微垂手以示敬意，因为这32尊魔帝都是清一色的天魔帝，也是32顶尖大族的族长。这32位魔帝当中，实力最弱的都是有着天魔帝中期的修为。而在这32道王座的中央位置，圣天魔帝则是静静站立，身上的圣魔岩时而释放着洁白的光芒，时而又化作漆黑一片，看得萧炎都是颇为的眼馋。若是将这圣天魔帝给炼了，我这魔帝分身的实力怕是能瞬间达到天邪神之下无敌的地步。就算是那天邪神跑出来了，我也无需怕他了。萧炎心中暗自盘算，却是知道这似乎是不太现实的问题。虽然他现在还不是圣天魔帝的对手，但等他晋升圣品，对付这家伙想必也不会这般费事了。然而若是宰了圣天魔帝，那域外邪族可就彻底乱了，自己可就失去了将整个域外邪族包饺子的机会了。而此刻圣天魔帝显然是不知道萧炎的心中所想，他此刻正面带笑意地望着32尊天魔帝和成千上万的普通魔帝。圣天魔帝亲自开会，几乎整个域外邪族所有的魔帝都赶来了，即便是本尊没到，也要派遣一具能量分身前来。诸位，今日我圣族又诞生了一位天魔帝战力的存在，而且他还领悟了火之大道，是我圣族未来战胜大千世界的希望。圣天魔帝站在大殿中央，声音令一些从闭关状态当中前来的魔帝都感到震撼。领悟了火之大道，我圣族阵营也终于有了领悟大道的绝世人物了吗？如此人物若是好好培养，将来绝对可以媲美那大千世界的不朽大帝。哈哈，我圣族若是出现这样一位人物，那大千世界一方这次是必败无疑了。众多魔帝们彼此交谈，显然一个个都十分激动。为了攻下大千世界，他们这数万年来也是无比的辛苦。若是能够出现这么一尊人物，那将来占领大千世界的机会可就大多了。似是听到了众人的窃窃私语，那位于中央的圣天魔帝同样嘴角露出一抹笑容。比起其他魔帝，他更加清楚一位领悟了大道的天才是何等的珍贵。有了这炼天魔帝，将来解救出圣神的机会几乎相当于无比的稳妥了。在对于天邪神的态度上，圣天魔帝只有2个字：忠诚。为了救出天邪神，完成天邪神攻下大千世界的伟大宏愿，他可以付出任何代价，所以给那炼天魔帝一点小小的甜头又算得了什么？于是圣天魔帝的目光也是缓缓落在了萧炎的身上，二人相互对视一眼，彼此眼中都带着笑意。想必你们都知道，出现这样一尊人物对于我族的影响将是何等的巨大，所以今天就让你们知道这位人物到底是谁吧。说罢，
他的手指也是遥遥地落在了远方的萧炎身上。他就是炎魔族诞生的绝世天才，领悟了火之大道，拥有天魔地后期战力的圣族新星炼天魔帝。圣天魔帝声音轰鸣，令万魔殿当中的无数魔帝都为之沸腾。在这般群魔乱舞的氛围当中，萧炎也是适时地露出一抹狂妄的傻笑，仿佛自己成为人群当中的焦点，十分的开心。如此狂妄之人，究竟是怎么领悟火之大道这种玄之又玄的东西的？还是说，这个家伙是因为领悟了火之大道之后才飘了的？望着那一脸狂笑的萧炎，圣天魔帝心中有些无语，不过却是更加高兴。这种没有脑子的狂妄家伙，往往最好忽悠，自己只需好好伺候，便是能够将他的用处发挥到极致。所以，圣天魔帝很快就拿出了第一个好处。按照我圣族的规定，任何一个分支族群，一旦诞生出一位天魔帝级别的存在，就可以脱离普通族群的阵营，成为顶尖大族。而这族群当中的第一位天魔帝，除了理所应当的成为族长之外，还可以得到万魔殿当中属于顶尖大族族长专属的天魔王座。圣天魔帝笑盈盈地看着众人，手掌挥动之间，32尊巨大王座的尾部再度冉冉升起了一尊巨大的王座。从今天开始，炎魔族便是我圣族当中的第33个顶尖大族了，而炼天魔帝也将成为圣族当中的第33位顶尖大族的族长。他的声音落下，场间再度一片沸腾。圣天魔帝却是将目光放在了萧炎的身上。炼天，入座吧，从今天开始，你便是我圣族第33个顶尖大族的族长了。听到圣天魔帝的话语，萧炎也是没有丝毫犹豫，浑身漆黑魔炎霸道的翻滚，令很多魔帝都畏惧的躲开。炼化了虚空破灭焰之后的帝炎，威能可是足以轻易烧死玄魔帝的了。他就这般霸道的穿过人群，最后大马金刀的坐在了那巨大王座之上。自此，域外邪族再度增加了一位天魔帝级别的存在，而且还是拥有天魔帝后期战力，领悟了火之大道的顶尖存在。每诞生一尊天魔帝，都是我圣族千年难得一遇的喜事。吩咐下去，从今天开始，圣族全族大贺7天。圣天魔帝继续吩咐道，令众多魔帝更加欢腾。一时之间，整个万魔殿都是热闹了起来。而这时，那巨大王座仅仅在圣天魔帝下方的暗天魔帝，在这一刻却是终于将目光看向了刚刚成为新王的萧炎。炼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方才与战天魔帝交手的银色战戟，应当是当年破灭大帝所使用的虚空破灭戟吧？你拥有火之大道，能够炼化他的虚空破灭焰，我并不奇怪。可他的虚空破灭戟可是当年被圣天魔帝亲手打断，你是如何将它修复完好的？听到暗天魔帝的一番话，众多天魔帝此刻也是终于注意到了这一点，纷纷将目光看向了萧炎。就连圣天魔帝也是微微皱眉，双眸当中黑白火焰跳动，有些不解地看向萧炎。闻言，萧炎却是大大咧咧地将虚空破灭戟召唤而出，就这么径直插在了万魔殿当中。你们懂什么？火之大道的奥妙，岂是你们能够明白的？一旦领悟了火之大道，不但在利用火属性战斗上有着巨大增幅，同样在炼丹、炼器甚至火焰阵法上都是有着巨大的帮助。本地炼化了虚空破灭焰之后，火焰本就是达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加上火之大道对于炼器上的感悟，修复一件兵器还不是轻轻松松。听到萧炎的这句话，众多天魔帝只感觉被莫名其妙的噎了一下，想要反驳却是无话可说。领悟了火之大道，竟然还能在炼器炼丹上有所增幅吗？能够这么轻松的修复一件圣品绝世圣物，这炼天魔帝在炼器上怕是足以媲美大千世界的圣品大宗师了吧？众多天魔帝有些无语。域外邪族虽然生性残暴嗜杀，但他们并非不懂得炼丹炼药，只是大部分魔帝都更加将注意力放在战斗之上罢了，所以这也间接的导致其中的炼丹大师和炼器大师很少。现在的顶尖天魔帝们所使用的兵器，大多都是当年圣神还在10赐予的宝物，或者是他们用自身某个最为强大的部位淬炼上万年所培养出来的。所以你也是可以炼制出天魔神兵的。一名天魔帝双目发亮，看向了萧炎。域外邪族的强者同样有着自己的兵器，天魔神兵、玄魔神兵、幽默神兵，分别对应了大千世界的圣品、仙品、灵品的绝世圣物。只是自从圣神被封印之后，整个域外邪族也只有圣天魔帝有着炼制天魔神兵、圣品绝世圣物的能耐，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也只是他的圣魔炎太过强大。但圣天魔帝炼制出的天魔神兵虽然结实耐用，可附属功能实在是不多，因为圣天魔帝本质上也不算是什么炼器大师。而如今这位新晋的炼天魔帝似乎有着这样的本事。天魔神兵，萧炎冷哼一声，声音依旧得意猖狂。只要你们能够给我提供足够的材料和好处，天魔神兵而已，不在话下。当萧炎这句话落下的时候，所有天魔帝的眼睛在这一刻都是亮了起来，就连那些玄魔帝和幽魔帝看向萧炎的目光同样无比的炽热。
你竟然还能炼制出天魔神兵！圣天魔帝也是诧异的看向萧炎，旋即便是露出了一抹笑容。没想到我圣族当中终于也是出现一名顶尖的炼器大宗师了。哼，炼天魔帝，今后你怕是要超过我，成为我圣族第一的炼器师了。圣天魔帝的话语带着几分恭维，萧炎却是直接猖狂的大笑了起来。哈哈，圣天魔帝你真是太客气了，不过你说话这么好听，将来给你炼器我还是要收钱的。听到圣天魔帝都这么说了，其他天魔帝更是有些已经开始巴结起了萧炎。没办法，他们这些后面诞生的天魔帝手中可都是没有天魔神兵，他们也无比渴望有着一件趁手的兵器。畅聊一番之后，圣天魔帝终于再度转换了话题。炼天，你是我族第一个领悟了火之大道的绝世天才，不知道你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感悟火之大道的经验？当听到这句话之时，无数魔帝也是终于再度将目光看向了萧炎，眼神比起刚才更加的炽热。嗡！伴随着巨大阵盘的微微颤抖，四周的空间都开始出现在微微的震颤，无边无际的灵气开始宛如漩涡一般，朝着那巨大阵盘的方向汇聚而来。顷刻间，天地变色。这是萧炎要突破了。青眼镜美眸瞪大，眼中带着惊喜。不错，能够令太眼阵盘有着这般动静，想必是萧兄突破了。紫雷真君也是满眼惊喜，萧炎所表现出来的潜力，将来步入圣品，想必并不会有多大的压力。不出意外，未来也将是大千世界的支柱级力量之一。加上他对于萧炎本身就颇有好感，对于萧炎的突破自然是十分的高兴。比起这两人，摩诃天和万阵仙尊则是有些不高兴。前者是从来未曾见到一个天骄竟然能够比自己还要受人瞩目，加上青眼镜也对着萧炎颇为的青睐，令他心中对于萧炎有些颇为的不爽。而万阵仙尊则是纯因为这传承不是自己所得，反倒是成就了萧炎而感到无比的痛快。不过半个月后，脸色越发阴沉的却是变成了西天战皇，因为在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那巨大阵盘之上所吞噬的灵力已经到了一个极为骇人的数量。以巨大阵盘为核心，小半个西天大陆的灵气都被凝聚成了一个直径100万里庞大的巨大漩涡。以这般可怕的规模，这巨大阵盘每天吞噬的灵力数目是何等的庞大，自然是不可言喻。而这些浩瀚的灵力都是属于西天大陆，也是属于这西天战皇的这位位面之主所属的资源。西天战皇倒也并非是什么太过小气之人，一点大陆灵力他也并非是舍不得。可这萧炎吞噬灵力的数量到了后面已经开始令他肉疼了，因为在这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整个西天大陆的灵力浓度都下降了足足半成左右。这可是整个西天大陆半成的灵力啊！西天战皇心里有些滴血，西天大陆可不是那些普通大陆，这是一座真正的超级大陆。虽然只能算是最低等的超级大陆，可也依旧是超级大陆。一座超级大陆所酝酿的灵力数量是何等的巨量，这半成的灵力若是用在他的身上，怕是都快够他从灵品巅峰突破到仙品了。若是一个位面当中的能量损失太过庞大，那种损失便是会导致位面之胎都有所虚弱。然而西天战皇也是不敢打断萧炎的突破，在别人闭关的时候打断对方的关键时刻，那是会令人重伤甚至修为止步不前的大过。他也知晓萧炎的实力和未来的成就怕是比自己只高不低，所以他还是选择了忍耐。不过这般浩瀚的灵力却是依旧没有令得萧炎满足，可怕的吞吸之力依旧持续，如此又是接近半个月。当西天大陆的灵力浓度都是下降了整整1成，令西天战皇眼睛都微微泛红之后，那一直疯狂吞噬灵力的庞大漩涡终于缓缓停止了转动。下一刻，一道庞大绚丽的火焰光柱便是从那巨大阵盘当中骤然爆发，直冲云霄。一瞬间，方圆100万里的灵力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炽热的高温。望着那直冲云霄的火焰光柱，五大天至尊纷纷对视一眼，眼中都是露出一抹惊骇之色。因为仅仅是这道光柱当中所蕴含的威能和温度，便是令他们隐隐感觉到了一丝危险之感。这萧炎究竟突破到了什么境界？竟然外溢的气息就已经如此的可怕了。万阵仙尊轻轻咽了一口口水，若是紫雷真君这等普通天至尊感到威胁也就算了，他可是正儿八经的仙品中期，其余几位灵品巅峰虽然修为略低，可也都是有着仙品战力的存在。可这萧炎如今竟然仅仅一道外溢的能量光柱，便是引起了这般巨大的动静。方才那可怕的气息给我的感觉已经有了一些族中圣品的可怕威胁。一旁的青眼镜也是俏脸之上带着一丝震撼。圣品？你是说萧炎已经突破了圣品？西天战皇更是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望着那金色的阵盘。圣品倒是不可能，若是他真的突破圣品，此刻怕是快要将你西天大陆的灵力都给吞噬干净了。一旁的摩诃天微微摇头，却是轻轻叹了一口气。不过
他此刻的修为应该也是已经到了仙品巅峰了吧？加上这家伙还是领悟了火之大道的绝世天才，怕是遇到真正的圣品都敢周旋一下了。这一刻，饶是摩诃天这种绝世天才，面对萧炎都是忍不住升起了一种挫败感。半年前大家修为明明差不多的，萧兄进步不是你这么进步的。听着众人的议论，紫雷真君也是无奈地叹了口气。在5人议论的时间里，那天空之上的庞大火焰光柱终于是缓缓地消散，天地之间的温度缓缓恢复正常。而同时，那金色阵盘却是再度爆发出刺眼金光，而后开始缓缓收缩了起来。果然，他已经连太眼阵盘都一同炼化了。望着这一幕，青眼镜的眼中都是流露出一丝艳羡之色。太眼阵盘，那可是圣品绝世圣物级别的阵盘，是每一个临阵师心中最珍贵的宝物之一。随着太眼阵盘的缓缓收缩，火焰光柱的渐渐消散，一道白衣飘飘的挺拔身影也是终于再度出现在了天地之间。而随着这道身影的出现，一道浩荡的气息也是终于落在了整个西天大陆，令无数生灵都是震撼狂热地望着那个方向。这一刻，萧炎也是缓缓感受着体内那宛如无尽汪洋一般的浩瀚灵力。仙品后期，我这道灵力分身的修为战力应该也不弱于魔帝分身了吧？感受着体内那强大的力量，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论起正面战力，灵力分身只有太眼神剑这一道仙品巅峰的绝世圣物，比起虚空破灭戟要弱了不少。而且他所炼化的太眼真火虽然位列第7，但更多的是辅助作用，论起真正威力要比虚空破灭焰差了不少。所以论起正面战力，这道灵力分身或许比魔帝分身要差了不少，但若是论起阵法，这灵力分身却是完全可以碾压魔帝分身，因为他的手中有着一道可以布阵所用的圣品绝世圣物太眼阵盘。想到这里，萧炎也是缓缓地拿起了手中的古老阵盘，仔细端详起来。随着修为恢复到灵品巅峰，布置寻常圣品阵法对于他的灵力分身而言已经没有任何难度。而有了太眼阵盘的加持，萧炎已经可以布置出圣品巅峰的超级大阵，譬如完整的九阳灭魔阵。当然，若是想要将九阳灭魔阵施展得更加完美，萧炎还是需要先将这太眼阵盘修复到完美阶段。当年的大战虽然没有令这太眼阵盘重创，可上面也是留下了不少伤痕，终究是无法让太眼阵盘完美的发挥出它原本的威能。如今传承已经到手，我的修为也已经达到了仙品后期，寻常机缘对我实力提升帮助已经不大，我这灵力分身也是时候前往大千宫了。萧炎随手将太眼阵盘收起，目光看向远处正盯着自己的5名天至尊。只见他脚步踏出，下一刻便是已经出现在了5人的面前。萧兄，恭喜！恭喜萧兄成功突破仙品啊！见到萧炎落地，紫雷真君和青眼镜士率先恭喜，而一旁的摩诃天和西天战皇虽然表情没有这般热情，却还是选择了道喜。此刻唯独万阵仙尊一张老脸却是有些不悦地盯着萧炎，眼中满是不甘之色。萧炎，我要与你一战！万阵仙尊一开口，都是令其余4人都是忍不住愣了一下。萧炎也是略微有些皱眉的将目光看向了万阵仙尊。万阵仙尊，我看你也并非胸襟狭隘之人，这传承大家都是各凭本事得到的，你又何必为难于我？萧炎看着万阵仙尊，万阵仙尊却是已经凌空而起，并非是我心胸狭隘，我只是没有想到这世间竟然有灵品天至尊能够破解圣品阵法。萧炎，我活了上万年的时间，还从来未曾见到有人能够如此的天才。过去你是灵品，我也不愿与你交手，如今你已经是仙品后期，修为比我还要强上一分，你与我交手也不算我以大欺小了。万阵仙尊盯着萧炎，就算是真的输了，也请你让我输个明白吧。望着万阵仙尊那满脸不服的模样，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罢了，既然如此，那就让你输个明白吧。话音落下，他的身影也是凌空而起，两人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海面之上，而后遥遥对峙。动手吧，让我承认你的天赋，输得心甘口服。万阵仙尊来到天空之上后没有多言，直接动手凝聚出一道道灵印，亿万灵印凝聚之间，一道直径100万丈的巍峨阵法已经在虚空当中缓缓的凝聚。在那灵阵的中央，4头身长超过数十万丈，完全由灵力凝聚的巨大猛兽开始缓缓浮现，威能动荡之间，似是每一头异兽都有着堪比仙品天至尊的战力。4象屠神阵。高台之上，青眼睛望着这巨大的阵法，眼中露出一抹惊愕之色。这万阵仙尊一上来就催动4象屠神阵，这是真准备玩真的啊！紫雷真君也是忍不住喃喃自语，4象屠神阵堪称是仙品阵法当中威能极大的一种，以万阵仙尊的修为加上灵阵造诣，若是将之布置好，的确是会令仙品后期都十分头疼。4象屠神阵吗？萧炎望着那缓缓凝聚出的4头巨兽，最后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既然如此，
那便让你输得心服口服吧。话音落下，他甚至没有结印，身后便是已经有了无数的灵印凝聚。望着这一幕，万阵仙尊瞳孔微微一缩，紫雷真君和青眼镜等阵法大宗师同样感到可怕。然而，当萧炎的身后凝聚出那一道道万丈灵力巨剑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却是纷纷露出了一抹错愕之色。小千剑阵，萧炎这是在搞什么？以他方才凝聚灵印的轻松水平，完全可以凝聚更为强大的阵法的。紫雷真君眉头皱起，小千剑阵虽然同样十分强大，但却只能算是仙品初期的灵阵，甚至一些灵品巅峰的灵阵师，如青眼镜也同样可以施展。此阵威力虽然不弱，但比起在仙品中期当中名列前茅的4象屠神阵，还是差了太多。天空之上，万阵仙尊也是一脸疑惑，但紧接着他便是哈哈大笑了起来。萧炎，你若是只有这么一把刷子，那你可就太令老夫失望了。老夫虽然不至于抢夺你的传承，可你这般水平，实在是令我更加不甘心了。万阵仙尊怒喝一声，4头异兽已经震碎空间，朝着萧炎厮杀而来。呵呵，我怎么能让您老人家失望呢？望着那4头咆哮而来的巨兽，萧炎却是没有丝毫的慌张，手指朝着那4头异兽一指，下一刻，他身后的近1000道万丈巨剑便是齐齐爆发。你若是只有这点手段，万阵仙尊正欲开口嘲讽，却是骤然发现那一道道巨剑在疾驰而来的路上，竟然缓缓地合并了起来。当剑阵与巨兽轰击在一起的那一刻，原本的1000道巨剑已经汇聚凝聚成了4柄巍峨巨剑，而后巨剑穿过巨兽的身体，可怕的灵力波动令半个西天大陆的灵力都在沸腾。然后在众人惊骇的目光当中，4头灵力巨兽浑身一颤，便是化作漫天的灵光碎裂。这是什么阵法？望着这一幕，万阵仙尊身形急速后退，满脸的震撼之色。而这时，一抹锋锐之气却是直刺他的面门，令他浑身汗毛竖立，心中升起一抹生死危机。是，一抹鲜血从他的眉心处滴落，淡淡的刺痛令他将目光汇聚，最后落在了面前那一柄体长不过丈许的灵力光剑之上。就是这么一把不过丈许长短的灵力光剑，却是令他内心有着无比强烈的生死恐惧，仿佛这光剑可以轻松杀死自己一般。而事实上，这光剑的确是可以轻易杀死他，因为这道光剑就是由那上千道万丈的灵力巨剑所汇聚在一起的最后一剑。这一剑，圣品之下无人可挡，挡者必死。一个仙品初期的小千剑阵，竟然能够被你运用得如此出神入化，放眼大千世界的所有仙品，能够拦住这一招的，怕是都不超过3人。万阵仙尊脸色苍白，却是洒脱一笑：这一次，我输得心服口服。是啊，能够多出来一位顶尖炼器师，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比起火之大道来说，这又能算得上什么呢？若是能够掌握火之大道，人人都能成为炼器大师。当然，众人对此也只是做出一些想法而已。众多魔帝当中，除了极少数几个属性相近的、真正适合走火之大道的域外邪族，便是只有炎魔族的强者了。至于其他魔族，他们本身就不擅长火之大道，甚至从出生到成长为魔帝都很少接触火焰，想要让他们领悟火之大道，那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不过虽然知道自己几乎不可能领悟火之大道，但他们依旧是无比渴望地望着萧炎，希望能够听到一些领悟大道的诀窍。毕竟他们虽然无法领悟火之大道，但却是可以借助萧炎领悟大道的技巧，去反向推演出自己的大道，并且尝试掌握大道。果然，望着众多魔帝的模样，萧炎内心也是微微一震，思维在这一刻都是变得缜密了起来。接下来的计划关系到斗气大陆未来的走向，于是他便是将当初对于焚天魔帝所说的一些话直接说了出来。而当众多魔帝听到萧炎的解释之后，他们的脸上却是纷纷露出了一丝震惊以及杀机。你说什么？那斗气大陆当中有着一处火之大道的传承，不但你在其中领悟了火之大道，就连那土著人类也是同样领悟了火之大道，而且他的潜力丝毫不比你差。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所有天魔帝都纷纷站起了身，一个个眼中杀机毕现。本以为是上天站在了自己的一方，将一个领悟了火之大道的天才送回到了族中，却不想那大千世界的阵营当中竟然同样出现了一名领悟了火之大道的绝世天才。所以说焚天魔帝就是前去击杀那个叫做萧炎的天才，结果反而中了大千世界阵营的埋伏，导致炎魔族的主力全军覆没。圣天魔帝站在最上方，一双眼睛当中黑白火焰已经在疯狂跳动。不错，那传承当中还有这一件宝物，大概相当于圣品绝世圣物，所以焚天魔帝也就带着大军前往了。只是没想到那大千世界的阵营竟然早有了埋伏。萧炎站在那里似是颇为的难过，但是事实上他对众多魔帝所说的和对焚天魔帝所说的东西已经换了概念。当初面对焚天魔帝的时候，
他说的是还剩下了一次传承的机会，有着领悟火之大道的可能。这一次他却是不敢说这个机会了。32位天魔帝虽然都不是主修火焰之道的，可也有几人在火焰之道上有所造诣，尤其是那圣天魔帝，他炼化圣魔炎已经有了数万年甚至更久的历史，虽然没有领悟火之大道，但同样是火焰上的高手。对于圣天魔帝、暗天魔帝这种顶尖当中的顶尖强者而言，圣品绝世圣物的吸引力是远远不如领悟大道的机会的。若是他们知道斗气大陆能够得到火之大道的传承，怕是他们几人会亲自杀过去。以萧炎现在的实力，别说是几尊顶尖天魔帝共同出手，仅仅圣天魔帝一人便是足以将他的本尊逼到绝境。若是圣天魔帝出手，那他本尊也只能暂时带着斗气大陆跑路了。所以他将火之大道的传承机会换成了一件圣品绝世圣物。而此话说出之后，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等人虽然眼中杀机毕现，却显然并没有直接出手的机会，反倒是一群排名中下级别的天魔帝们，一个个脸上都是露出兴奋的杀意。他们除了对于这天才萧炎有着浓烈杀机之外，各自手中都是没有一件强有力的兵器，一件圣品绝世圣物对他们的吸引力的确是不小。望着一个个杀机毕现的众多天魔帝，圣天魔帝也是不再犹豫，当即便是已经开始物色了起来。这人类萧炎对我族将来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威胁，若是让他将来成长为下一个不朽大帝，那我们对付大千世界的困难将增加无数倍，甚至连营救圣神的机会都会变得无比微小。圣天魔帝神色凝重地望着麾下的诸多天魔帝道：对付这萧炎，你们谁愿意前往击杀？当听到要击杀萧炎的消息之后，众多天魔帝没有一人有所犹豫，当下便是纷纷站了出来。无论是击杀萧炎，还是得到那件传说中的绝世圣物，都是令他们无比心动的事情。然而圣天魔帝却是没有立刻开口，反倒是将目光看向了萧炎本人。炼天，你与这萧炎交过手，对他最是了解，此事你怎么看？听到圣天魔帝的询问，萧炎只感觉心中好笑。你让我想办法弄死我自己。虽然心中如此想着，但萧炎却还是直接站了出来，手中银色大戟已经开始酝酿威能。既然同为火之大道传承者，还是我亲自将这个家伙给宰了吧。上次因为重伤的原因没机会击杀这个家伙，这一次我定然要将这个面子讨回来。萧炎说话之间杀气腾腾，可怕的杀机令一些天魔帝都暗暗心惊。然而对于萧炎的话，圣天魔帝却是并没有直接同意，反而是轻轻摇了摇头，看着萧炎说道：不，你不能去，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更重要的事情？众多天魔帝微微一怔，就连萧炎也是故作迷茫。而圣天魔帝接下来所说的话却是完美的落入了他的陷阱。你如今虽然有了天魔帝后期的战力，但你本身的修为却依旧停留在玄魔帝后期。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将修为真正的提升到天魔帝境界才对。以你对于火之大道的感悟，一旦突破到天魔帝境界，实力绝对足以称得上是我族最顶尖的天魔帝，足以比肩暗天魔帝。接下来我会调动族中的所有资源，祝你早日突破天魔帝境界。圣天魔帝面色凝重，他现在对萧炎无比的看重，增加一尊暗天魔帝级别的强者，对于两大阵营的战争的确是可以多出很大的优势，但他真正看重的还是萧炎能够达到更强的层次。倘若这炼天魔帝真的可以达到不朽大帝那样的战力，那这场战争便是他们域外邪族稳赢的局面了。在炼天魔帝没有达到真正无敌的状态之前，他是不会允许这个天才出现任何意外的。用族中资源全力助我成为天魔帝。萧炎眼中红光闪烁，看上去颇为的兴奋，显然是被圣天魔帝的话语给打动了，甚至他眼中还带着几分感激之色。你人还怪好来。望着萧炎那感激的目光，圣天魔帝也是微微一笑。这炼天魔帝虽然狂妄，倒也不是个完全的白眼狼，还是有着很大价值的。听到圣天魔帝对于炼天魔帝如此的宠爱，众多天魔帝只是看了一眼，也没有多说什么。他们也是清楚一位火之大道天才的价值，换做他们站在圣天魔帝的位置上，也会这么做的。不过现在还是要先搞清楚怎么弄死那个萧炎才是最重要的。听到众人再度商谈，萧炎却是又站出来点了一句：那萧炎资质非凡，当年便是能够与我打得不相上下，如今几年的时间过去，你们知道他的境界到了什么程度吗？或许他早已飞升到了大千世界也说不定。你们能知道他现在的具体位置吗？听到萧炎的话，众多魔帝都是微微一怔，陷入到了沉思当中。炼天，你有什么想法就直接说出来吧。暗天魔帝双眼仿佛有着无尽深渊，缓缓将目光看向了萧炎。我的想法是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去进攻那斗气大陆，若是能够击杀萧炎最好，即便是不能，也要得到那件圣品绝世圣物。另一部分人马则是积极观察大千世界的动静，一旦发现萧炎的消息，便是暗中潜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杀萧炎。萧炎缓缓开口，令众多天魔帝微微一怔，
旋即都是纷纷叫好。的确，这样做的话，的确是保险一些。虽然不知道那萧炎如今是什么境界，但我敢说，他的实力一定还到不了可以抗衡天魔帝的程度。萧炎继续说着，令众天魔帝都纷纷点头。不错，按照炼天魔帝的说法，这萧炎在几年前还连天至尊都不是，即便是他天资非凡，机遇无数，可单单是能量的积累都是一个漫长的时间问题。说到底，此人如今能够拥有灵品巅峰的修为都是不可思议了。灵品巅峰，即便是拥有了火之大道，在一位天魔帝面前依旧不是一合之敌，最多3招便是能够让他死的不能再死。至于焚天魔帝的陨落，他们思考再三，还是觉得此事绝对是大千世界的那些天至尊埋伏所导致的。不过为了保险起见，经过最终商议，众人还是决定兵分两路。为了彻底的击杀萧炎，灭绝斗气大陆，圣天魔帝这次一共派遣了足足4位天魔帝出手，阵容堪称无比豪华。斗气大陆一方，有灵天魔帝和另一名来自圣族的圣童天魔帝出手。灵天魔帝以给焚天魔帝报仇的名义得到了进攻斗气大陆的名额，而这位圣童天魔帝则是圣魔族在天邪神被封印之后新诞生的一位天魔帝。两人的战力都是天魔帝中期，无比接近后期的层次。而这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便是他们的手中都没有一件天魔神兵、圣品绝世圣物。说白了，进攻斗气大陆对于这些普通天魔帝而言就是一块香饽饽，圣品绝世圣物对于圣天魔帝或是整个域外邪族不算什么，可对于两人而言，那便是一场大机缘了。而另一边，对于大千世界一方，他们的选择则是更加的谨慎。毕竟大千世界不同于斗气大陆，其中强者堪称无数，就算是圣天魔帝若是深陷其中，都很难全身而退，其他天魔帝进入其中更是无比危险。于是在经过商讨之后，众人最终选择了2位天魔帝出手。第一位是色孽魔族的族长色孽天魔帝，第二位则是仅次于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甚至手段更为诡异的顶尖天魔帝星天魔帝。这2位都是以手段无比诡异，擅长攻击灵魂人心著称，他们可以轻易融入任何一个拥有情绪的生灵身上，一旦潜伏，即便是那些圣品天至尊都是难以察觉。不过星天魔帝派遣的只是一具魔帝分身，他的主要目的是在色孽天魔帝出手成功之后，最好用自己的心魔将那人类萧炎给控制。若是能够将萧炎给控制，那将来这萧炎便是能够成为域外邪族的一大超级卧底了，这是众人商议之后得到的最好结局。若是控制不了，那便是由色孽魔帝负责击杀，灭绝了这个巨大的威胁。色孽天魔帝同样是天魔帝后期的顶尖强者，而且以他的特殊能力，击杀萧炎之后依旧可以分身万千逃回域外邪族，最多也就是被灭杀一些分身而已。对于这个计划，众多天魔帝都是颇为的满意，而萧炎站在一旁，心中则是更加的满意。灵天魔帝、圣童天魔帝2尊天魔帝融入到斗气大陆当中，斗气大陆也可以真正的进化为超级大陆了吧。还有色孽天魔帝，他虽然正面战力不强，可却更加令大千世界阵营头疼。若是将这个家伙灭杀在大千世界，经过商议过后，众人最终还是决定等到有了人类萧炎的确切消息之后再出手，而后便是继续迎接新晋天魔帝的欢闹宴会。7日之后，萧炎终于是从万魔殿当中返回，回到了炎魔族所在的疆域当中。当他缓缓回归到炎魔族的3座大陆附近的时候，便是已经感受到了附近有着十分可怕的炽热高温在闪烁，仿佛一名玄魔帝在燃烧自身一般。他目光看去，便是看到2名玄魔帝带着众多幽魔帝，各自手持锁链束缚着一轮巨大的太阳，站在虚空当中。炼天魔帝大人见到萧炎归来，那名圣魔族的玄魔帝微微躬身，而后才将手指指向了身后的那轮巨大太阳。大人，这是圣天魔帝派遣我们送来的第一份资源，这轮太阳当中都已经孕育灵性，诞生了金乌神火。当听到这玄魔帝的说法之后，萧炎嘴角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金乌神火诞生于恒星当中的超级火焰，位列大千世界万火榜第9。这圣天魔帝为了培养自己，还真是够大方啊。炼天魔帝大人，这道金乌神火只是圣天魔帝派我们送来的第1道资源，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还会陆续送来各种宝物。圣天魔帝吩咐过了，大人这段时间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只需静下心来，早日突破到天魔帝境界就可以了。为首的那名圣魔族的玄魔帝恭敬说着，一双眼睛看着萧炎，有着遮掩不住的羡慕。论起境界，他与现在的萧炎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大家都是玄魔帝后期的实力，而且他还是尊贵的圣魔族直系血脉，战斗力在同境界的玄魔帝当中绝对是名列前茅的。往常其他玄魔帝见了自己，那都是相当的客气，可他今天却是要对一个跟自己同境界的人如此恭敬。不过
一想到萧炎与战天魔帝厮杀的场景，他的内心却也是没有丝毫的不满。若是自己能够以玄魔帝后期的修为做到这一点，恐怕圣天魔帝愿意倾斜给自己的资源会更多。这就是天才啊！领悟了火之大道的绝世天才。那圣魔族的玄魔帝满眼羡慕，却是无可奈何。将金乌神火留下之后，便是带着人告别离开了。望着那逐渐消失的众多魔帝，萧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继而将目光看向了那被锁链捆绑着的炙热恒星之上。恒星悬空，照亮了炎魔族的疆域，甚至令炎魔族的疆域温度都是上升了不少。不过炎魔族的族人倒是没有任何的不适，反倒是十分的惬意。萧炎猩红双眼当中漆黑火焰跳动，其中隐约有着一丝绚丽多彩的色泽。透过那炽热的恒星，他看到了恒星内部一只巴掌大小的神鸟，只不过这神鸟的身上同样被无数缩小了无数倍的锁链缠绕。这就是金乌神火的本源，一只真正的金乌。理论上讲，金乌神火就仿佛斗气大陆的玄黄岩、火山石焰一样，是宇宙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超级火焰。因为宇宙当中恒星遍布，有着无数恒星诞生和毁灭，而金乌神火诞生的概率却是十分常见，往往数十颗恒星当中便是能够诞生出一只。所以无论是大千世界还是其他大世界，甚至就算是一些高等位面附近的恒星，都是有可能诞生出金乌神火的。不过此火虽然颇为常见，却并不代表容易被征服，毕竟这是蕴含了一整颗恒星的精华所凝聚而成的超级火焰，同样是可以威胁到圣品天至尊的存在。当然此火的威能比起虚空破灭焰都是差了些许，以萧炎如今的实力，要炼化这金乌神火也并非什么难事。域外邪族当中绝对不止收藏了一道金乌神火，大千世界同样有着好几道金乌神火。萧炎微微一笑，实力恢复到如今的境界，他已经可以靠着吞噬恒星来提升自身实力了。当然比起普通恒星，还是这种凝聚了火灵的恒星对他好处更大。等我处理完手上的事情，就来炼化了你。萧炎没有多少的怜悯，他想要快速恢复实力，就必须吞噬大量的超级火焰，让自己尽快恢复到圣品的层次。在那圣魔族的疆域深处，可是还有着一道混沌真焰，那才是大千世界真正的第一火焰。若是能够将此火炼化，我的实力怕是可以瞬间恢复到圣品巅峰，击杀圣天魔帝都是弹指之间的事情。萧炎目光悠远地看了一眼圣魔族方向，而后脚步踏出，仅仅几步的时间里，便是已经来到了焚天大陆之上。而此刻，过去属于焚天魔帝的宫殿早就被赤炎魔帝提前改修，变得更加豪华奢侈，更加庞大巍峨，非常的符合一位天魔帝该有的配置。看得出来，萧炎在万魔殿的7天时间里，炎魔族的3位幽魔帝是相当的上心。毕竟萧炎与战天魔帝大战，仅仅掠落下风的战绩已经传遍了整个域外邪族，甚至这一会儿都已经快传到大千宫那边了。拜见炼天魔帝，拜见炼天魔帝。当萧炎巍峨的身躯站在宫殿最上方的一处高台之上时，这一刻，炎魔族所有魔王级以上的强者都是纷纷跪了下去，一个个脸上都是露出了一抹狂热之色，就连3位幽魔帝也不例外。因为高台之上的那个人曾经与战天魔帝交手而不败，因为高台之上的那个人被圣天魔帝点名成为了域外邪族的第一天才，因为高台之上的那个人凭借一己之力令整个炎魔族晋升为了域外邪族的第33个大族。自此，他们将享受一个顶尖大族所拥有的待遇，寻常小族的同级强者见到自己都要恭恭敬敬，就连略强于自己的人都要客客气气。对于崇尚弱肉强食的域外邪族而言，萧炎这次的动静足以令无数炎魔族族人对他无比的崇拜尊敬。他在炎魔族族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要超过圣天魔帝，唯有圣神、天邪神才能比炼天魔帝更加伟大。尤其是3位幽魔帝，他们忽然有些庆幸其他魔帝的各种意外死亡，以至于如今的炎魔族虽然是顶尖大族，可除了炼天魔帝之外，便是只剩下了他们3个幽魔帝主持大局。也就是说，如今的炼天魔帝也只有他们3人可用了。那么他们3个就是一位天魔帝的贴身心腹，头号走狗。这要是放在别的大族当中，可是玄魔帝后期、焚天魔帝那种级别的强者才能够得到的待遇啊！而且，按照如今整个族中疯狂传开的消息来看，自己现在的这位大哥，将来怕是还能再往上走一走，媲美甚至超过圣天魔帝都是有着极大可能。一想到如此，3位幽魔帝的心头便是一阵的火热，真想把这些家伙都随手宰了啊！高台之上，萧炎望着下方那一个个眼神狂热的炎魔族强者，心中却是颇为的无奈。既然选择了潜伏在域外邪族，那也就只能暂时装出该做的样子了。你们做得不错。萧炎目光扫过3位幽魔帝和那大量的炎魔族强者，声音再度在炎魔族的疆域回荡。从今天起，我炎魔族便是圣族的第33大顶尖分支了。从今天起，炎魔族的所有族人出去之后都给我横着走。
萧炎的声音依旧是如同先前那般狂妄霸道，虽然是演的，但这种霸道狂妄的感觉倒是真的挺爽的。听到萧炎那霸道的宣言，下方的炎魔族强者们顿时变得更加激动疯狂，一个个都是无比激动地看着萧炎，口中高呼炼天魔帝的威名。在简单的进行了一番上台演讲之后，萧炎还直接将异魔族的异魔大陆和炼狱魔帝的炼狱大陆都赏赐给了另外2名幽魔帝，令2人都是无比的惊喜，心道跟对大哥就是好。到了这时，赤炎魔帝终于有点坐不住了，一张脸上都是颇为焦急地看着萧炎。大人，那我呢？望着赤炎魔帝那一脸焦急的样子，萧炎却是咧嘴一笑。别急，3日后，域外邪族、雷魔族疆域的一片浩荡雷海当中，一道火焰身影冲天起，一双眼睛当中满是绝望。炼天魔帝，我如今已经向你俯首称臣，甚至卑躬屈膝，只是想要活下去而已。同为一族之人，你为何不肯放我一条生路？炎黄魔帝身形疯狂的倒退，声音当中都是带着疯狂。放过你！冷漠的笑声令雷海震碎，一道浑身燃烧着黑色火焰的身影，几步之间便是追上了炎镜魔帝。你当初不肯臣服本帝也就算了，竟然还敢跑到战魔族去找战魔老狗告状，不杀了你，别人岂不是会觉得本帝是个大善人不成？萧炎甚至没有动用虚空破灭戟，仅仅一拳便是砸碎了炎黄魔帝的本命兵器，然后轻松地捏住了对方的脖子。我知道错了，炼天大人，炼天始祖，您就放我一马吧，我愿意把魔魂本源交给您掌控。被萧炎捏着脖子，炎黄魔帝满眼惊恐。当初知道炼天魔帝能够跟战天魔帝打得有来有回的时候，他便是已经怕了。在萧炎进入万魔殿的时候，他便是已经开始东躲西藏，想要找到一个隐蔽的位置保命。然而仅仅3天的时间，他便是被萧炎再度找到，而后他便是知道了什么叫做绝望。同样是玄魔帝的修为，可萧炎与他的实力差距却是比玄魔帝后期与幽魔帝初期的差距还要可怕，仅仅一招便是打碎了他所有的手段。哼，你若是个天魔帝，本帝倒是还会感点兴趣，不过你仅仅只是一个玄魔帝罢了，本帝若是想，随时可以培养几个，所以你还是死了对本帝更有价值。萧炎只是一声冷笑，另一只手掌便是径直拍在了炎黄魔帝的脑门之上。不！炎黄魔帝发出最后的嘶吼，然后身体被骤然轰碎成一团血雾，血雾当中魔魂似是想要疯狂的逃窜，却是被一抹漆黑火焰席卷，而后便是被彻底焚灭殆尽。不杀你，怎么能体现本帝的残暴呢？炎黄魔帝死后，萧炎随手将他的本命魔焰炎黄魔炎吞入口中，而后便是再度返回了炎魔族。赤炎，你现在可以炼化炎黄大陆的位面之胎了。萧炎随手丢下一句话，留下一脸狂喜的赤炎魔帝，自身则是来到了那巨大恒星的面前。位面之胎我的确是给你们了，不过以你们的资质，只怕还没炼化完毕，就已经随着域外邪族一同覆灭了吧。萧炎望着那3座大陆上脸上都露出兴奋之色的3位魔帝，嘴角却是带着一丝冷笑。这3座大陆的位面之胎之前都是有主之物，单单是驱散位面之胎，对于原主人的精神印记就要花费漫长时间，而后再感悟炼化，以这3个家伙的资质，怕是没个100年时间是做不到的。而100年之后，这世上怕是早就没有域外邪族了。接下来的确是该准备冲刺天魔地了。解决完了手上的问题，萧炎也终于是将目光看向了这巨大的恒星。天魔地，圣品天至尊，一个真正强大无比的境界。这种层次的强者，即便是放眼浩瀚宇宙，也不能算是无名之辈了，因为他们已经可以以自身之力破碎一方辽阔的高等位面，全力爆发之下，威能宛如大日。而想要达到如此境界，除了自身的心性天赋要达到一定的层次之外，所需要的能量也是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就宛如面前这颗巨大的恒星，寻常魔帝或许炼化个1/3便是有望突破天魔地，但萧炎就算是将这整个恒星都给炼化，也未必能够达到天魔地的境界。不过若是被其他人知晓他打算将这一整颗恒星吞噬，怕是也会惊吓得合不拢下巴吧。吞噬一整颗恒星，对于普通的魔帝和天至尊而言，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其中的能量太过狂暴，而且能量等级其实并不高。但对于萧炎而言，这的确是不算什么。混沌熔炉展开之后，浩瀚的炽热能量便是在萧炎温暖舒适的感知当中不断地融入到了自己的体内，而他本人则是直接抓住了那被细小锁链所束缚的金乌神火，成为我力量的一部分，本就是你的宿命。萧炎微微一笑，闭眼再度进入到了闭关当中。7天后，圣魔族再度派一名玄魔帝来到了炎魔族，将大量的修炼资源供上。当萧炎看到这其中各种无比珍贵的火属性宝物，甚至还有这大量的玄黄之力、天地元气之后，不禁再度对于圣天魔帝的手笔感到叹息。既然你们如此厚爱，那我就不客气了。
将来会让你们死个痛快的。萧炎收下大量资源，并对那圣魔族的魔帝点头道谢，而后便是继续进入到了闭关修炼当中。然而，他在这半个月当中的所作所为，除了令域外邪族的所有强者都有所知晓之外，他的名声也是势如破竹的落在了大千世界的阵营，被大千宫所得知。于是乎，域外邪族再度诞生一位天魔帝，而且是堪比天魔帝后期的超级强者的消息，便是在大多数天至尊强者的耳中传出了。而这消息也是随着紫雷真君的传递来到了西天大陆，被西天战皇、摩诃天、青眼镜和万阵仙尊等人所知晓。一尊堪比天魔帝后期的可怕存在啊！这下可是真的麻烦了。紫雷真君有些无奈地摇着头，一尊天魔帝后期的存在，不知道会给大千世界阵营增加何等的压力。闻言，其余人也是皱着眉点了点头。而就在这时，那一直悬浮在天空之上的巨大阵盘，在这一刻却是微微颤动了起来。不服不行啊！仅仅一个仙品初期的灵阵，便是被他玩得如此的出神入化，以近乎碾压的姿态将他击败，更别说是萧炎动用更强大的阵法会有怎样的实力了。现在万阵仙尊彻底相信那萧炎的确对于圣品阵法都颇有造诣了，也彻底服气了。人家这是真真正正用实力打败自己的，自己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说了就是说了，没有什么可狡辩的。狡辩了就能够得到太眼传承吗？答案显然不是的。既然如此，又何必与这么一个未来的顶尖强者为敌呢？多一个强大的朋友不是更好吗？见到万阵仙尊如此，萧炎也是微微一笑，心道这万阵仙尊还是颇有气度的，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倒也不愧是散修炼到仙品的存在。心中如此想着，他却是手掌一挥，两枚精致的金色玉简却是从他的袖中飞出，一枚落在了万阵仙尊的手中，另一枚则是落在了青眼镜的手中。这是两人望着手中的金色玉简，心神微微震动，忍不住将目光看向了萧炎所在的方向。太眼真经的下半卷。萧炎微微一笑，令两人的双眼都是微微瞪大。太眼真经，那可是大千世界最为珍贵的灵阵秘典之一啊！两人本以为此番能够得到上半卷便是已经十分的幸运，却是没有想到这萧炎在得到传承之后，竟然又将下半卷主动送了过来。萧兄，这未免也太过珍贵了一些吧？青眼镜望着手中的金色玉简，内心都是在微微颤动。这玉简对他的价值绝对是不亚于一件绝世圣物。另一边，万阵仙尊同样惊愕，甚至隐隐有着推辞之意。萧炎老弟，这未免也太过珍贵了一些。你天赋惊人，实力强大，能够得到这传承，本就是你应该有的机缘，没必要将太眼真经分给我二人。万阵仙尊嘴上推辞，但是望着手中那枚金色玉简，心中却还是忍不住的有些火热。有了这完整的太眼真经，他的灵阵造诣怕是会在短时间内便是达到仙品巅峰的层次。至于今后有没有机会冲击圣品，那就只能看命了。哼，二位能够闯到第8关，说明灵阵天赋也是同样的惊人。我在接受传承之前，曾经得到太眼前辈的指点，说你们二人同样有着资格得到太眼真经。毕竟你们二人若是有了太眼真经，将来实力越强，对我大千世界也是有着更大的帮助。所以这太眼真经便是由你们二人收下吧。至于其他传承的好东西，你们便是想要，我也不会给你们的。对于两人的推辞，萧炎却是微微一笑，将话语给挡了回去。按照太眼天尊的意思，他既然已经死了，那这太眼真经到底给谁观看，便都是萧炎自己说了算。若是萧炎愿意，就算是将这真经公布在大千宫，供所有天至尊浏览，都是没有问题的。而萧炎甚至真的没有太过藏私的想法，打算将来将这太眼真经留在大千宫，供后世的无数天骄观摩。所谓实力不同，眼界不同，这对别人而言无比珍贵的太眼真经，在萧炎的眼中，其实也只能称得上是一声不错罢了。况且饶是如此，这太眼真经的入门都是极为困难，寻常灵阵大宗师或许连上篇都要耗费万年岁月才能悟透，更别说是下篇了。让大千世界多出几位圣品大宗师，对于萧炎而言并没有什么威胁，反倒是一件好事。见到两人如此说法，青眼镜和万阵仙尊对视一眼，最后不由得对着萧炎抱拳一拜。萧炎老弟如此大义，实在是令我等佩服。万阵仙尊对于太眼真经无比的眼馋，看到萧炎态度如此诚恳，自然也是不再多言，而是主动将玉简收起。不过同时，一枚金光闪闪，直径半丈左右的金属却是被他拿出。萧炎兄弟，老夫也不白占你便宜，这块心泪玄金乃是老夫这些年得到的最为珍贵的一块炼器材料。虽然比起太眼真经价值还是差了不少，但也足以价值个20亿左右的至尊灵液，算是老夫身上除了绝世圣物之外最珍贵的一件宝物了。万阵仙尊随手一丢，那半丈大小的金属便是被他丢到了萧炎的面前，一点回礼，还请萧炎兄弟不要嫌弃。心泪玄金，
望着万阵仙尊丢过来的那块巨大金属，萧炎先是微微一怔，旋即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喜色。星泪玄晶，那也是一颗恒星湮灭之后才有可能诞生的无比珍贵的材料，不但坚硬无比，而且具有近乎完美的灵力传导性，是打造很多绝世圣物的宝贵材料。眼前这一块星泪玄晶说是价值20亿至尊灵液，但以此物的珍贵程度，价格绝对是只高不低的。真是缺啥来啥，有了这么大一块星泪玄晶，我修复太眼阵盘的材料也是凑得差不多了。萧炎将那星泪玄晶收起，也是忍不住的冲着万阵仙尊拱了拱手。我倒是刚好缺少一些炼器材料，既然如此，那就多谢万阵老哥了。哼，不必客气，太眼真经对于我的帮助，可是比这星泪玄晶要大得多啊。万阵仙尊也是微微一笑，既然万阵前辈如此回礼，那小女子倒也不能显得太过小气了。见到万阵仙尊如此回礼，青眼镜也是露出一抹优雅的清美笑容。只见他玉手轻扬，一枚巴掌大小的玉石也是从他手中脱出，化作一道流光飞向了萧炎。光芒当中，一枚明黄色的玉石缓缓转动，每一次转动之间都仿佛有着无尽的光明气息释放，似是可以洗涤世间一切污浊。浮屠光明石。望着那巴掌大小的明黄色玉石，万阵仙尊、摩诃天等人都是微微色变，就连萧炎也是略微有些错愕。这浮屠光明石可是整个大千世界当中唯有浮屠古族才能诞生的珍贵宝物，论起价值，比起星泪玄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此物乃是诞生在这大千世界仅剩的5道原始法身，无尽光明体的身边是用浮屠古族极为珍贵的浮屠古玉放在无尽光明体的附近，用那无尽光明体的光明之力淬炼万年才可以形成的宝物。持有此物，可保证自己心魔不侵，心神始终光明无比。若是用来炼器，则是可以令圣物之上多出一丝光明之力，专破邪魔，对于天魔地之下的魔帝都有着极为可怕的克制作用。而此物即便是在浮屠古族当中也是极为珍贵的宝物，唯有达到天至尊境界才能够被族中赐予一块。似是见到萧炎有些犹豫，青眼镜却是微微一笑道：萧兄不必犹豫，有了你的太眼真经，我达到仙品巅峰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到了那一境界，这浮屠光明石对我帮助也就没有多少了，所以还是请萧兄收下吧，否则这太眼真经我也拿得有些烫手。听到青眼镜如此说法，萧炎这才微微点头。的确，这浮屠光明石虽然对于邪祟有着巨大的克制作用，但对于魔气再度蜕变之后的天魔帝而言，确实是作用较小。以青眼镜的天赋加上临阵造诣，一旦达到仙品巅峰，绝对是仙品当中最顶尖的存在。浮屠古族怕是也会为他准备更好的绝世圣物当武器，到那时，这浮屠光明石对他的帮助的确是不大了。这浮屠光明石将来倒是可以炼制出一些宝物送回到斗气大陆当中。萧炎对这浮屠光明石同样没有什么需求，抵抗心魔，就算是星天魔帝直接钻到他体内，也会被他的意志直接碾压，反倒是在外界，以他如今的实力，想要击杀对方还颇为困难。不过此物便是相当于一个超级菩提子，对于修为较低之人还是有着诸多好处的。将浮屠光明石也收起来之后，萧炎也是再度将目光看向了远处十分羡慕的紫雷真君身上。紫雷兄，如今我刚刚收获传承，时间倒也颇为的空闲，趁着这段时间，我就跟你去大千宫看看吧。我想你应该不会拒绝我的要求吧？听到萧炎的话，紫雷真君先是微微一愣，然后便是如同拨浪鼓一般的不停摇头。萧兄真是玩笑话，我怎么会拒绝呢？紫雷真君一边摇头，一边笑得龇牙咧嘴。从萧炎方才击败万阵仙尊的手笔来看，这家伙的战力绝对是超过了仙品巅峰了。再加上他手中还有着太眼阵盘这件绝世圣物，紫雷真君虽然不知道萧炎与真正的圣品天至尊之间还有没有差距，却也知道萧炎定然是十分的了得。如此一尊人物，若是被他带回大千宫成了客卿长老，不但会得到一些大千宫的内部奖励，而且还得相当的有面子。代理公主若是知道自己能够带回这么一尊人物，必然也会是十分的高兴。想到这里，紫雷真君的脸上都是露出了一抹兴奋之色。萧兄，你若是没有意见，我们现在即刻出发。若是你还有没处理完的事情，我也可以等你处理完。紫雷真君倒是颇为的洒脱，类似他这种从大千宫成长起来的天至尊，背后并没有什么势力牵挂，而且从小接受的教育也相对正派，所以为人颇为正直，也颇为的随和。闻言，萧炎却是轻轻摇了摇头，这西天大陆对我而言倒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留恋。说着，他忽然似是想到了什么一般，翻手之间，一只玉瓶和一枚玉符却是出现在了他的手心当中。战皇兄，先前吞吸了你西天大陆不少的灵力，想必都快对西天大陆造成一些影响了，这枚丹药便算是我你的一些补偿吧。萧炎随手将玉瓶递给西天战皇，这是太眼天尊传承当中仅存的几枚绝世神丹，
也就是对天至尊都颇为有用的丹药。见到萧炎递来的玉瓶，西天战皇微微一愣，心中却是对这个萧炎多了些许的好感。此人倒算是个讲究人，不白占自己便宜。两人客套了一番，西天战皇终于还是收下了那枚丹药，而后萧炎这才将这枚玉符递给了西天战皇。对了，我对于缘故存在洛神一向是十分尊崇，所以连带着对于洛神族也是颇有好感，所以等我离开之后，还请战皇帮我照看一下那洛神族，顺便派人将这枚玉符递交到洛神族，算是我的一个表示吧。听到萧炎的话，西天战皇和周围的人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愣，脑海中已经在猜想着萧炎与洛神族是否有着什么渊源了。不过无论有着什么渊源，看来这萧炎都是对洛神族颇为的友善的。其他人都能看出来，西天战皇的心中自然是更加的清楚，于是他也是很快点了点头。这点小事放心，只要这西天大陆还归我管，这洛神族便是不会出事。闻言，萧炎也是笑着点了点头。前世自己飞升大千世界初期，斗气尽失，转修灵力最为艰难的时候，是洛天神帮了自己一把。后来因为忙着打拼事业，竟然有些忽略了洛神族的发展。这一世倒是不能让洛神族再受到那等委屈了。至于后面的事情，还是等今后再说吧。交代完两件事之后，萧炎也是不再逗留，起身便是要跟紫雷真君一同前往大千宫。他还要赶紧在朱魔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因为马上就有3条大鱼要送上门来了，那可是整整3万朱魔点，兑换的资源怕是快要足够自己晋升圣品了。不过令萧炎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离开之际，那浮屠古族的圣女青眼镜竟然要跟着一同前往。你去干什么？萧炎有些疑惑地看着这位浮屠古族的圣女，青眼镜却是露出一抹惊艳的清丽笑容。我成为天至尊之后，这还是第一次离开族中，按照规矩，我也要前往大千宫担任客卿长老，而且还要在朱魔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听到青眼镜的这般说法，萧炎这才恍然地点了点头。虽然5大古族良莠不齐，垄断资源，什么人都有，不过祖上传下来的规矩，他们倒也的确是切切实实地执行了。而其中最大的规矩，便是在抵抗域外邪族的事情上不能有丝毫的留手，甚至一旦成了天至尊，就必须击杀至少3尊地至尊大圆满的域外邪族，才能得到族中认可。而初出茅庐的青眼镜的确是需要前往一趟大千宫。既然如此，那就一起吧。萧炎倒也不好拒绝，他对这青眼镜虽然没有其他心思，但也算颇有好感，加上对方修为不低，带上了也不会耽搁赶路，他自然是答应了下来。然而他这一点头，一旁的摩诃天却是有些坐不住了。我也要去。你去干什么？当摩诃天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不但是青眼镜皱起了眉头，就连萧炎也是面色古怪。紫雷真君、万阵仙尊也是同样好奇地看着他。我之前斩杀了一尊魔帝，也获得了一些朱魔点，此刻刚好前往大千宫兑换一些所需之物。被众人如此盯着，摩诃天脸色却是依旧从容不迫，不过他的内心却是隐隐有些羞耻之感。好在他也是有些心性之人，很快便是坦然面对。听到他这般说法，3人自然也是没有理由再拒绝他了，只是青眼镜的眉头却是皱得更深了。他对于摩诃天显然是没有多少好感的。哼，既然大家都打算去大千宫，那不如连老头子我也带着吧。我自从晋升仙品之后，在那大千宫的长老令还没来得及更换呢。见到4人都去，万阵仙尊也是来了兴趣。各位，你们不会嫌我老头子碍眼吧？万阵仙尊笑呵呵地问道。哼，万阵前辈这是哪里话？既然如此，那便是一起吧。紫雷真君对于万阵仙尊的陪同倒是求之不得。大千宫当中的客卿长老，那也是有着高低之分的，根据灵品、仙品、圣品的实力差距，大千请帖和客卿长老的令牌也是同样分为了铜、银、金3种。不过很多天至尊在其中注册成为铜牌客卿长老之后，便是不再前来。毕竟除非是发生于域外邪族大战的大事，否则他们实在是没必要不远万里的跑到大千宫升级一个平时并没有什么用的令牌。这也就导致很多客卿长老即便是成为了仙品，甚至是少数已经突破了圣品，但他在大千宫当中的长老令牌还是铜牌。而且万阵仙尊也是临阵大宗师，若是路上能够与这家伙交流一番，倒也的确算是好事。萧炎和青眼镜相互对视一眼，心中倒是也没有什么波澜。他们前往大千宫的目的倒也相对单纯，当然青眼镜愿意与萧炎一同前往，除了为了成为天至尊之后的一些事情需要处理之外，还是想要跟萧炎探讨一下临阵一道。他隐隐感觉到萧炎的临阵造诣或许比他见过的任何一位临阵大宗师都要可怕。虽然这种感觉有点不太现实，但无论怎样都不能否定萧炎在临阵方面上的天赋。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在临阵天赋上比自己更胜一筹的同辈之人。这老登怎么也要跟过去，
本来就够烦了，既然那还要跟上一个，摩诃天的心中却是更加不爽。不过摩诃古族继承人的身份让他保留了脸上的矜持，与此同时，他还忍不住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西天战皇。你小子也不会跟着去吧？哼，没想到大家竟然都打算去大千宫。见到摩诃天看来，西天战皇也是哈哈一笑，令摩诃天心中再度懵逼。既然如此，那我就不送了。我也是刚刚掌控了西天大陆不久，前往大千宫的事情，还是等我成了仙品之后再去吧。听到西天战皇的话，摩诃天莫名其妙地松了一口气，萧炎等人却是微微点头，笑着告别了西天战皇。对于这个家伙，萧炎倒也谈不上太过反感。这西天战皇除了有些好色，倒也没有太大的毛病。能够得到西天战地传承的强者，又怎么可能是平庸之辈？于是乎，一行人也终于是告别了西天战皇，离开西天大陆，朝着大千宫的方向疾驰而去。天空之上，西天战皇一路笑脸相送，直到确定萧炎等人彻底离开西天大陆的范围之后，他脸上的笑容才缓缓平静下来。这几个家伙，西天战皇轻轻摇头，身形几个闪烁，便是已经回到了他的战皇宫当中。凛冬，西天战皇盘坐在巍峨的王座之上，已经没有了方才的客气，有的只是一名强者的威严。听到他的声音之后，战皇宫的空间微微波动，而后一名身穿黑袍、浑身散发着冰寒气息的老者便是出现在了西天战皇的面前。战皇，老人对着西天战皇微微鞠躬，他便是西天战皇手下最为信任的几个实力达到地至尊大圆满的顶尖强者。类似于这种级别的手下，即便是西天战皇这种存在，也是要颇为重视的。你去一趟小西天界，告诉将这枚玉符交给洛神族现任的族长洛天神，就说此物是炎帝萧炎赠送的，并且告诉小西天界当中的所有势力，只要炎帝萧炎还在大千世界一天，那他们今后就不许与洛神族发生生死冲突。违令者，死！西天战皇声音不大，但凛冬老人却是听懂了他的意思，连忙点头称是之后，便是告别离开了。等到凛冬老人离开之后，西天战皇这才缓缓抬起头，目光再度落在了大千宫的方向。炎帝萧炎，此人将来绝对是我大千世界最为顶尖的人物，若是能够与这种人打好关系，对我也算是百利而无一害。西天战皇微微一笑，一个小西天界的纠纷罢了，他一句话便是能够搞定，可却是卖给了这萧炎一个小小的人情，实在是太过划算。他西天战皇只是好色，并不是傻。从萧炎的种种表现来看，他的潜力绝对要比自己还要可怕，而且太眼天尊的传承可是比西天战帝还要强上不少。99等至尊法身排行榜之上，战帝法身都只能排名第24，而太炎法身却是位列第18，这是何等可怕的排名！除去那10大原始法身，这几乎快要接近大千世界的极限了。当然，他若是知道萧炎的炎神法身是何等的可怕，他便是会更加的震撼了。凛冬老人不愧是西天战皇最贴心的手下之一，接到命令的第2天，他便是已经出现在了小西天界当中。当整个小西天界的所有势力得到凛冬老人的消息之后，他们在这一刻终于是彻底的坐不住了。西天战皇的这条消息，虽然明面上说的是不允许各族与洛神族厮杀出现伤亡，但是暗地里的说法，不就是要庇护甚至扶持洛神族了吗？这让原本对于洛神族带着觊觎之心的血神族瞬间无比难受，就连力神族和古神族也是多了瞬间变得有些难受了。小西天界这块蛋糕就这么大，将来洛神族崛起了，他们3族的利益则是必然会受损的。然而，这道命令是西天战皇亲自下达，又有谁敢违背？在西天大陆，西天战皇那就是天。还好，我们2族之前与洛神族没有发生过什么根本性的仇恨，稍微低头，想必洛神族也不会做得太狠。古神族和力神族虽然有些不甘，也还算过得去。而与洛神族一向不对付，甚至有着一些仇恨的血神族，这下子算是真的慌了。有了西天战皇的庇护，那洛神族将来必然会更加强盛，而作为死对头，血神族的生存空间都将被挤压。凛冬前辈，不知道这大西天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战皇大人会忽然垂青洛神族啊？血神族族长血神子亲自带了2瓶千年灵酿去拜访凛冬老人。千年灵酿？凛冬老人微微皱着眉头，打开2个明显是储物神器的玉瓶，看到每个瓶子当中都装着的数百万至尊灵液之后，这才眉头微微舒展开来。此事倒也不是什么机密，告诉你们倒也无妨。凛冬老人微微一笑道：“此事全是因为一位名为炎帝的天至尊大人所嘱托战皇的。这位炎帝大人对于洛神颇为的敬仰，也对洛神族颇为的喜爱，所以在临走之前，便是嘱托战皇对洛神族照拂一二。”炎帝大人，血神子眉头皱起，却是感觉并没有听说过。不久之前，我西天大陆出现的那道太眼传承，便是被这位大人所得。哼，你现在不知道他，但是用不了多久，他便是会名传大千世界了。
凛冬老人笑呵呵地抿了一口热茶，而后便是已经告别离开。不说了，我还要去洛神族送信物。凛冬老人离开之后，血神子站在原地，脸色却是一阵青一阵白。炎帝得到了太眼传承的天至尊，是他。血神子脸色十分的难看。不久前，他们血神族当中的一名地至尊也是前往过西海城，试图搏一搏机缘，在那里也是巧遇了洛神族的洛河图，所以他很快便是明白了萧炎到底是何人，更是明白这位将来怕是西天战皇都要忌惮3分的可怕人物。这洛神族真是踩了狗屎运了，竟然抱上了这么一条大腿。血神子心中无奈，他现在可是不敢再对洛神族有着什么不好的心思了，甚至已经开始想办法如何化解两族之间的矛盾。有着一位天至尊站台，将来跟洛神族冲突绝对是自己一方吃亏。炎帝萧炎，当凛冬老人降临到洛神城的时候，洛天神却是一脸茫然地看着手中的玉符，此物乃是炎帝大人转交给战皇大人，战皇大人又派我送过来的。面对洛天神，凛冬老人的态度显然是好了不少，以往冷漠的脸庞在此刻都是挤出了几丝温和的笑容。原来是那位前辈。洛天神身后，洛河图脸上露出一抹恍然之色，而后便是满脸的感激。父亲，虽然不明白这位萧炎前辈对我洛神族为何这么好，但这终究是一件好事啊。洛河图提醒道。闻言，洛天神也不是傻子，当下便是客气地接过了那枚玉符，说了一番感激战皇、感激炎帝的话语。虽然不知道这位炎帝为何对我洛神族如此照顾，但这份恩情，我洛神族是万万不可忘记的。洛天神嘱咐着身后的几位地至尊，几人也是纷纷点头，眼中却是带着一抹兴奋之色。有着一位天至尊给自己一方站台，的确是一件好事。哼，洛老弟，本座也算是跑了大老远，给你洛神族送来信物，你洛神族难道不招待一下吗？凛冬老人微微一笑，却是没有走的意思。这洛神族已经今时不同往日了，趁着此刻洛神族还没有真正崛起，倒是搞好关系的最佳时机。哦，是我太激动了，竟然把凛冬老哥给忘了。河图，去吩咐设宴，凛冬老哥好不容易来我洛神族一趟，按我洛神族最高的规格接待。洛天神也是成名的老狐狸了，一听便是知晓了凛冬老人的意思，当即便是热情地招待了起来。虽然有了一位天至尊的庇护，但毕竟凛冬老人才是西天大陆的实际掌权者，西天战皇的心腹，能够与这种人搞好关系也是必要的。哼，客气客气，大家就是一起聊聊天，我这里还有2瓶千年灵酿，大家可以共饮。见到洛天神如此识趣，凛冬老人脸上的笑容也是更加旺盛。一望无际的海面之上，一道造型如剑的飞舟疾驰而行，7天的时间里，穿过了一望无际的画面和数百座大陆之后，终于是距离目的地越发的靠近了起来。这件行飞舟乃是万镇仙尊的代步工具，虽然不是什么绝世圣物之类的珍宝，却也是一件上品圣物，价值1000万至尊灵液。这等代步工具放在寻常的至尊的身上，那是想都不敢想，也唯有天至尊们才能玩得如此奢侈，将一件上品圣物当作代步工具。此刻，在这非洲的船头，摩诃天身姿挺拔地站在那里，不凡的气度令他仿佛时代的领导者，伟大的舵手。然而，他的内心却并不像表面那般平静。上了这条船之后，他便是发现自己被直接孤立了。5个天至尊，4个都是临阵大宗师。当这4人凑在一起，相互探讨临阵之道和太眼真经上卷的时候，摩诃天便是彻底懵逼了。他虽然是摩诃古族万年一出的绝世天才，对于临阵之道也略微有所了解，可是在这4位专业人士面前，他却是宛如一个新兵蛋子。仅仅第1天的上午，他能说上几句话，再往后，他便是再也听不懂4人在讨论什么了。所以在枯坐了半天之后，他便是识趣地离开了这个群体，站在船头享受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便是整整7天的时间过去了，7天的时间令他的内心愈发的郁闷。而在这时，远处的天空却是隐隐开始呈现出了一种古朴的青灰色。望着这一幕，摩诃天双目微微眯起，当看清那隐约出现的模糊的宫殿轮廓之后，他内心的郁闷终于是有所缓解。大千宫，是大千宫，我们快到了。摩诃天略带兴奋地回过头，却是看到4双眼睛不满地看了自己一眼，而后便是继续回过头去讨论。小秋，你刚才讲到哪里了？别管他，我们继续。青眼镜清丽脱俗的俏脸之上带着丝丝的崇拜，一双美眸正亮晶晶地看着萧炎。望着这一幕，摩诃天只感觉自己仿佛要裂开了一般。萧炎，摩诃天只感觉气得牙痒痒。自他出生以来，便是天赋无敌一般的存在，从小到大，族中同境界的强者都未曾是他的对手，甚至整个大千世界的同辈当中，都未曾有几人被他放在眼中。在遇到萧炎之前，他一直相信自己可以稳稳地拿下青眼镜这位浮屠古族的圣女。然而，
当萧炎出现之后，一切都变了。这个下位面来的土包子，在临阵上的天赋甚至比青眼镜都要可怕，也是同辈当中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可以压过他的人。因此，此刻的魔合天虽然无比的气愤，却也是无可奈何。他的确是魔合古族万年一遇的绝代天骄，虽然是灵品巅峰的修为，但就算是遇到寻常的仙品天至尊都是不惧。可是萧炎却是不一样的，从他前些10日轻松击败万阵仙尊的战斗场景来看，这萧炎的实力同样可以轻松的击败他。他虽然高傲，却也不想自取其辱，先忍着，等我回到族中接受了先祖们的传承，同样达到仙品巅峰，再来找着萧炎一决高下。魔合天心中憋着一肚子火，他就不相信自己会比这萧炎实力要差。事实上，不光是青眼镜，此刻就连万阵仙尊和紫雷真君望向萧炎的目光同样是多了几分崇敬之色。这7天的时间里，萧炎所讲解的大量正道知识和对于太眼真经的感悟都是极为深厚、一针见血的东西。很多东西若是没有萧炎的指点，他们或许数百年、上千年都是未必能够领悟得到。短短7天的时间里，萧炎所为他们省下的时间，怕是足够他们省去几百年的苦修。这种近乎降维打击的正道感悟，即便是对于天资出众的青眼镜，都是有着一种醍醐灌顶一般的美妙感觉。有了萧兄此次的指点，我怕是用不了多久就能突破到仙品了。青眼镜看向萧炎的目光颇为的崇拜。作为与魔合天齐名的超级天才，他从小到大在同辈的临阵一道上同样是无敌的存在。如今遇到一个在临阵造诣上超过他这么多的同辈之人，除了生出些许的挫败之感外，更多的则是多了一些崇拜。此刻他那看似恬静，实则有着几分高傲的心底，头一次对一个同辈异性产生一些崇拜之情。呵呵，不过是闲暇时期侥幸得到的一些感悟罢了，算不上什么指点。被3人那崇拜的目光盯着，饶是萧炎想要谦虚，此刻内心也是有着小小快乐。人前显圣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一种快乐，即便是以萧炎的心境，也难免会有些暗爽。萧兄，我们继续。你刚才说的4象屠神阵的本质运转方法，青眼镜和紫雷真君都是一脸渴望地看着萧炎，萧炎却是缓缓地收起了话题。哼，既然魔合兄说已经到了大千宫的范围了，那这场论道便暂时结束吧。临阵一道无穷无尽，若是真的要细细道来，怕是说上3年都是说不完。今后若是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共同分享。萧炎缓缓站起身，望着那郁闷快要飞到脸上的魔合天，感到好笑。对于这个家伙的心思，他实在是太清楚不过。不过他也没有当面揭穿，甚至还挺为这位魔合古族的少族长着想。以他的阅历和实力，早就不把魔合天当作对手放在眼里了。这就到了，被戛然而止地打断了这场论道。3人脸上都是露出了意犹未尽的失望之色。万阵仙尊暗骂自己为何把非洲的速度调得如此之快，而青眼镜则是有些不悦地看了魔合天一眼，令后者心中越发的郁闷。唯有紫雷真君在从方才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之后，这才站起身，兴奋地望着远处那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巍峨宫殿群。哈哈，到了，终于到大千宫了。等会儿我可要好好带你们去大千宫逛逛。身为被大千宫培养起来的内部人员，紫雷真君对于大千宫是有真正强烈的归属感的，说是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也是丝毫不过分。闻言，萧炎等人也是终于将目光看向了那一片巍峨绵延的浩瀚宫殿群。大千宫所在的方位算是在大千世界北部边境的中央位置，毕竟在这漫长的边境线上，无数强大势力都有着镇守一方、抵抗域外邪族入侵的责任。而大千宫作为所有势力的一个联盟核心，自然是要坐镇中央，负责为各大势力传递消息，调动各大势力进行攻防。因此在大千宫之外，那些北部边境的一个个经常与域外邪族爆发战斗的据点当中，都是有着大千宫方分部大千楼的驻扎。而大千宫本身则是一直驻守在中央位置。大千宫的总部所在并不是一座多么庞大的超级大陆，这处大陆的面积甚至还没有最开始的斗气大陆庞大。然而在众人越发的接近之后，便是开始感受到周围的灵力开始越发的浓郁。等到了大千宫所在的大千岛之后，此地的灵力也是开始如同太眼阵盘当中的空间一般，开始化作浓郁的灵力雾气。灵力雾气隐约缭绕之间，一条比太眼空间当中更加宽阔、绵延浩荡上百万里的灵力长河也是出现在了众人的眼中。在那灵力长河的包围当中，则是一片绵延数万里的浩荡宫殿群。那最中央的一座大殿更是极为的广阔，高达万丈，占地足足数百里。而在其周围，那一座座小型的宫殿也是各个占地数十上百里，高达千百丈。所谓琼楼玉宇，天上仙宫，莫过于此。这大千宫，那是当年的不朽大帝所建造，这一处处宫殿都是用上乘灵玉所打造。大千岛之下，则是有着历代圣品灵阵大宗师布置的巨灵大阵。经过数万年的洗礼，
这些灵域都已经是万年灵域，那无穷的灵气也是汇聚成了灵力长河。除此之外，大千宫当中还有无数强大的圣物、绝世圣物，乃至于各种大宗师甚至不朽大帝亲自留下的超级阵法。一旦大千宫彻底激发，就算是那圣魔族的圣天魔帝一时半会儿都无法攻下此地。望着那一处处琼楼玉宇和那浩荡的灵力河流，紫雷真君眼中掠过一抹得意之色，虽是介绍，但也不免有些炫耀的意思。毕竟这里几乎相当于是他家了一般。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在场的4人当中，除了万阵仙尊有着一种重回奢侈之地的惊叹之外，萧炎、青眼镜和摩诃天的眼中都是没有丝毫的惊讶，仿佛理所当然。也是，摩诃古族和浮屠古族传承的时间甚至比大千宫还要久远，族中定然也是有着这样的地方，就算规模比不上大千宫，那应该也是差不了多少。紫雷真君自我安慰，只是有些好奇萧炎为何一点都不惊讶。不管这位天才天资再如何的出众，实力再如何的强大，可终究是从下位面飞升上来的，第一次见到这么气派的大千宫，总归是要有所震撼的吧。要知道，很多散修或是小宗门出来的天至尊，第一次来到大千宫的时候都是十分震撼的。对于这个问题，青眼镜等人也是有些好奇，萧炎竟然是如此的淡定。他们却是不知道的是，萧炎前世成为主宰之后打造的无尽火域，可是比这大千宫、大千岛还要气派太多了。当然，萧炎前世第一次来到大千宫的时候，的确是十分的震撼。等解决完域外邪族的那3个魔帝，倒是可以将薰儿、彩铃他们接到这大千宫里来修行了。萧炎望着面前的巍峨宫殿群，心中默默地盘算着。虽然这一世他打算将斗气大陆培养成堪比大千世界的超级大世界，可那所需要的能量和资源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天文数字，就算是把整个域外邪族都给填进去，都不够一星半点的。所以在斗气大陆没有进化到那般可怕的程度之前，那些斗气大陆的精英们还是需要在大千世界好好历练一番。而大千宫倒是个很合适的过渡阶段，那一座座小型宫殿都是按照天至尊的洞府规格来打造的，这无比充沛的灵力也是绝对适合修行的好地方。按照大千宫的规矩，寻常天至尊只要成为大千宫的客卿长老，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处小型宫殿，而且还可以携带10名家属护从。当然，那些天至尊们虽然造不出大千岛这般奢华的地方，可单独营造一处堪比此地的洞府，倒也没有什么困难。因此，大千宫那成千上万的客卿长老们，也仅仅只有小部分留在此地。除了第一种情况之外，一些杰出的地至尊若是能够斩杀足够的域外邪族，成为终极诸魔师，也同样能够得到一座宫殿的使用权。这一点也是令很多地至尊愿意与域外邪族厮杀是一个关键所在。天至尊规格的洞府，很多地至尊大圆满都是未必能够拥有，但只要你杀的域外邪族够多，便是可以无偿在此居住，甚至带着自己的家人。这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福利，也是一种真正的荣誉。非洲缓缓缩小，最后降落在一处同样由万年灵域铸就的广场之上。万阵仙尊收起非洲，5人便是朝着那最大的宫殿群走去。一路之上，便是有着一些地至尊来来往往，甚至偶尔有着几位天至尊路过。大千宫虽是一松散组织，但毕竟是整个大千世界的联盟之核心，所以哪怕此刻仅仅只是汇聚了大千世界1%的强者，那也同样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数字。因此，在很多小型大陆堪称主宰的地至尊强者，在此地便是满大街的货色了。天至尊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是偶然能够碰到2位，甚至萧炎还看到了几个少年，修为已经是至尊境界。哼，这些都跟我一样，是大千宫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天才。紫雷真君笑着跟几个少年打着招呼，几个少年也是十分兴奋的高呼师叔。而后在看到紫雷真君身后的4人之后，这些少年的脸上才露出一抹惊讶和羡慕。自幼在大千宫长大，他们对于天至尊实在是不怎么陌生，但同时看到5名天至尊，还是令他们有些惊讶。惊讶之余，却是更加坚定了他们成为天至尊的想法。能够被大千宫从小培养的天才，一个个也都是有着傲骨，也有天赋的。只要中途不陨落，将来成就最差的也是地至尊。终于在前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紫雷真君终于是带着4人来到了那最中央、最为高大巍峨的宫殿当中。浩荡的大殿内部都是有着上百里的宽阔空间，一根根雕刻着古老纹路的巨大玉石柱高达万丈，宛如擎天之柱，令这大殿宛如太古神殿，巍峨壮观。然而，如此巍峨的大殿，此刻却是显得如此的空空荡荡，唯有那大殿的尽头，有着3道身影正静静地站立。紫雷，你终于是回来了。伴随着5人走进大殿，大殿尽头的3道身影也是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只见3人只是一个闪身，下一刻便是已经出现在了5人的面前。而当萧炎看到那中央位置的男子之时，来到大千宫之后，
一直淡定的他，终于是头一次露出了一抹诧异之色。呵呵，萧兄，诸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一位便是我们大千宫的金牌长老，也是最近100年来负责轮值的代理公主，剑域之主青山剑圣刘峰。紫雷真君笑呵呵地给4人介绍着，万阵仙尊和摩诃天显然是见过这位存在了，而青眼镜在这一刻却是再度微微瞪大了美眸。剑域之主青山剑圣，这一位可是真正站在大千世界最巅峰的存在啊！而这一刻，那为首的青山男子也是对着2人露出了一抹和善的笑容。早在几天前，我便是一直从紫雷那里听说2位的消息，如今见面一看，2位果然都是非凡之人。青山剑圣的神色相当的和睦，令青眼镜都是有些受宠若惊。如果说他跟摩诃天属于那种尚未成长到巅峰的顶尖天才的话，那面前这位青山剑圣那可是真正的绝世天才。从下界飞升上来，不过100年的时间，便是已经修炼到了圣品巅峰，一柄龙吟剑斩杀了无数域外邪族，甚至曾经拜过一尊真正的天魔帝。虽然未曾将对方斩杀，却也是令对方重伤。更为关键的是，在那场大战当中，他自己却是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势。按照浮屠古族以及一些情报的说明，这位青山剑圣的实力，便是放眼整个大千世界所有的圣品天至尊当中，都是依旧可以排到前5的层次。这是一尊极为可怕的存在，也唯有这种存在，才能有资格轮值到大千宫这100年来的代理公主。比起青眼镜的模样，萧炎却是显得平静了许多，只是笑着礼貌拱手，似是2人宛如平辈一般。望着这一幕，别说是青眼镜，便是一旁的摩诃天和万阵仙尊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虽说这青山剑圣算是脾气极好的一位圣品天至尊了，可他这态度也实在是太过随意了一些吧，毕竟这可是一位真正的巅峰强者。然而就在众人为萧炎的动作所感到有些无礼之时，那青山剑圣却是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不愧是击杀了那焚天魔帝的存在，初次来我大千宫，竟然便是可以做到如此平静。当青山剑圣这句话说出之后，周围的几人更是忍不住有些微微发愣，而后都是将不可思议的目光转向了萧炎，眼神当中隐约带着几分迷茫。焚天魔帝是萧炎杀的？这一刻，紫雷真君、青眼镜等人都是一脸茫然地看着萧炎，茫然过后便是一抹震撼。焚天魔帝陨落的消息，早在半年前便是在众多天至尊的圈子里传开了。毕竟此魔虽然不是一位天魔帝，可却也是玄魔帝巅峰的可怕存在，地位相当于大千世界的仙品天至尊巅峰。这样一尊高手，虽然不至于名震双方阵营，可也不是什么寂寂无名之辈。若是大千世界陨落这么一尊高手，怕是已经足以引起大千宫震动了。然而如今，这位青山剑圣却是说那焚天魔帝是萧炎所杀，这是不是有些太离谱了？能够击杀这种存在的，那战力恐怕绝对达到圣品层次了吧？望着那目光不可思议地望着萧炎的4人，青山剑圣也是微微一笑。你们是不是忘了，这位萧炎兄弟可是来自下位面斗气大陆的天之至尊，而那焚天魔帝率领的炎魔族主力大军所进攻的目标正是斗气大陆。听着青山剑圣那热情的介绍，4人看向萧炎的目光则是更加的震撼和茫然。要知道，他们刚刚认识萧炎的时候，这萧炎还仅仅只是灵品巅峰啊，一个灵品巅峰是怎么越级击杀一位玄魔帝巅峰的？而且那焚天魔帝可是带了大量的军队，身后还有这几尊幽魔帝跟随。别说是那时的萧炎，即便是现在的萧炎能够做到，在他们眼中也是颇为了不起的事情了。而青山剑圣身边的2名老者，此刻看向萧炎的目光同样带着一些金光，仿佛是十分的欣赏。哼，侥幸罢了。我斗气大陆之外，曾经有着一位前辈留下的圣品灵阵，我也是借助着这灵阵的威能，才侥幸灭掉了那些炎魔族的家伙。望着几人那茫然震撼的目光，萧炎也只能是咧嘴笑着解释了几句。然而虽然是解释，可依旧是令这4人脸上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因为萧炎这是真正的承认了焚天魔帝就是自己所杀，甚至那炎魔族的大军都是被他所灭。哼，你们就不要太过惊讶了，这萧炎兄弟的天赋和实力怕是远超你们的想象。我想萧炎兄弟此刻虽然是仙品后期的修为，但想必已经足以媲美真正的圣品灵阵大宗师了吧。见到4人那略微有些呆滞的模样，青山剑圣终于是打破了他们的茫然，给他们赋予了一层新的震撼。从他见到萧炎本人的那一刻开始，他便是已经认定此人绝非凡俗之人，因为他见到萧炎的那一刻，竟然会从对方的身上感受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危险之感。这种感受虽然极为微小，可已经足以令青山剑圣内心都微微震惊。震惊之余，他便是已经判定萧炎绝对有着圣品的实力。虽然不知道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修行的，但他也清楚每个人或许都有着自己的秘密，就如他自己，这一路不也是同样是势如破竹。
对于青山剑圣对于自己的判断，萧炎也是不置可否的笑了笑。然而这一刻，不但是青眼镜四人，就连那青山剑圣身边的2位老者，在这一刻都是双眼当中带着一抹震撼。一位仙品后期的临阵大宗师，跟一位圣品层次的临阵大宗师，虽然仅仅只是一步之遥，可影响力却是差了太多。这等存在，已经可以在大千世界与域外邪族的战斗当中发挥出极大的影响力了。哼，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一位是仙人万丹楼的楼主万青丹仙，他可是一位仙品的炼丹大宗师，一手炼丹术可谓出神入化，而且还是大千宫真正的核心长老。青山剑圣打破了众人对于萧炎的震撼，而是将身边的2位老者介绍给萧炎认识。万青丹仙是一名看上去颇为和蔼，有些仙风道骨气息的老者。对于此人，萧炎等人倒也并不陌生。万丹楼楼主的名头在大千世界还是颇为的响亮的。虽然万丹楼当中并没有圣品炼丹大宗师，但因为其属于大千宫的直属产业，故而生意可谓是遍布整个大千世界。而这位万丹楼主以及万丹楼当中的数位炼丹大宗师和近100位炼丹宗师，那都是大千宫从小就培养起来的天才，对于大千宫可谓是忠心耿耿。这一位是圣器山的现任山主天宫仙尊。秦天又将另一名老者介绍给萧炎。天宫仙尊是一名身材魁梧的秃顶老者，面相看着比万青丹仙要凶煞许多，但他对萧炎的笑容却是带着几分憨厚的善意。萧炎同样是笑着跟老者点头。对于这位圣器山的山主，他前世也仅仅只是见过几次。圣器山同样是大千宫的直属产业，属于大千世界炼器一道当中最为顶尖的几个门派。同时，那圣器山亦是一件极为接近圣品的绝世圣物，传闻是由一件仙品顶尖的绝世圣物加上成百上千件的至尊使用的圣物组合而成。一旦爆发，圣品之下没有几人能够扛得住此圣物的镇压。一个炼器，一个炼丹，这2个分支算是大千宫的2大支柱型产业了。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2位才是大千宫内部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如青山剑圣等顶尖圣品天至尊，却更多是因为象征意义的轮值大千宫公主。当然，大千宫真正的实力还远远不止表面上这般，譬如紫雷真君所在的临阵一脉，还有一些隐藏的天至尊都是未曾出场。否则，仅仅靠着一个联盟的名头，大千宫可是无法在战时将整个大千世界的所有强者都聚拢起来。这个松散组织的内部实力，同样可以令摩诃古族、浮屠古族等顶尖势力都无比忌惮。不过，能够让代理公主和2位分支的首领来亲自接待，已经看得出这一次大千宫对于萧炎是十分看重的了。当然，青眼镜在他们眼中同样是很有价值的存在。所有有望成为圣品的天才和强者，都是大千宫必须认真对待的存在，因为未来他们才是对抗域外邪族的主力。众人相互结识了一番之后，便是在青山剑主的招待之下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而后由紫雷真君带领，给几人都是安排了一处小型宫殿作为住所。万阵仙尊、摩诃天和紫雷真君都是早在大千宫注册完毕，倒是萧炎和青眼镜，因为是第一次来大千宫，所以留名之后，2人的2座宫殿都是相互邻近的。这一幕令摩诃天再度气得有些牙痒痒。不过好在萧炎和青眼镜都各有打算，夜里并没有继续交流临阵之道。另一旁默默窥视的摩诃天心中好受了一些。翌日清晨，紫雷真君则是再度邀请2人前往大千宫，这一次却是要给众人办理一些关键之物了。所谓的关键之物，其实也就是这么2样物品。第一件物品便是克钦长老令。大千宫的克钦长老也是分为铜牌、银牌和金牌3种级别的。虽然这种东西更多的是一些象征性的身份问题，并不被人看重，但还是颇为被众人所重视。另外便是持有长老令牌之后，可以通过大千宫当中的一件神秘圣物，从此可以用长老令牌收获大量的有关大千世界和域外邪族的消息，这才是令其他天至尊颇为心动的东西。呵呵，刚好老夫的铜牌长老也该换成银牌长老了。来到一处偏殿当中，万阵仙尊倒是率先拿出了自己过去的克钦长老令牌，在青山剑圣的注视之下，由紫雷真君帮助他更换了银色长老令。而后青眼镜则是得到了一枚银色的长老令牌。公主，虽然说浮屠圣女已经有了仙品战力，但她终究还是灵品天至尊啊，咱们要不要按照流程来办？望着青山剑圣递出的银色长老令，紫雷真君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你都说了有仙品战力，既然如此，还在意这么多干什么？或许过2天，人家浮屠圣女便是突破仙品了，又何必让人家跑来跑去的这么麻烦？青山剑圣却是摇头一笑，紧着这便是掏出来了一枚金光闪闪的长老令。萧炎兄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大千宫的金牌长老了。成为金牌长老，便是意味着你要承担圣品天至尊所承担的一些义务，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对于萧炎，青山剑圣更是颇为的热情，看得出来，这位代理公主的确是想要拉拢萧炎一番。望着他手中那枚金光闪闪的令牌，萧炎倒也没有多言，只是笑着将令牌接过。没有问题。大千宫的3重氪卿长老，论起待遇，区别倒是大不了多少，但论起义务，却是圣品要承担的更多一些。当然，萧炎倒也没有丝毫拒绝的意思。望着萧炎就这么直接的接过金色令牌，甚至连考核都未曾考核的模样，紫雷真君也是忍不住的翻了一个白眼。每一任代理公主都是有着自己的处事方式，而面前这位青山剑圣公主，其处事方式实在是有些太过随意了一些。得，反正这令牌也不是您老人家自己的，随便发就得了呗。在紫雷真君内心吐槽的同时，魔鹤天的内心却是更加郁闷了。可恶，这狗日的真能装啊！魔鹤天内心已经爆粗口了。金色长老令牌虽然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可象征的身份和地位却是完全不同，那是圣品强者才有的牌面，也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可是看着萧炎的表情，四世压根就没有把这金色令牌当成一回事啊。四世察觉到了魔鹤天脸上流露的些许情绪，青山剑圣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古怪之色，沉吟片刻之后，这才将一枚银色令牌丢给了魔鹤天。哼，这位魔鹤古族的少族长，怕是距离仙品也只剩下一步之遥了。而且你的战力也是早已达到仙品，这令牌也是提前发到你手里好了。银色长老令到手，魔鹤天心中顿时好受了一些，但是看到萧炎手中的金色长老令之后，又莫名的难受起来。发放完长老令之后，一行人再度来到另一处巨大广场，而到了这一处广场之后，众人脸上那原本风轻云淡的笑容，终于是缓缓变得严肃了起来。因为在这广场的中央，一尊高大巍峨的石碑正在静静地屹立其中。诸魔榜，3个带着猩红颜色的字体龙飞凤舞的烙印在石碑之上，散发着极为强大的灵力波动，赤色的红光散发着森森寒气，令人忍不住有些心神震撼。诸魔榜，大千世界当中，若是论起实力高低，或许各自之间都是有着不同的区别，但若要看谁更加英雄好汉，那便是唯有面前这块巨大的诸魔榜才是区分大千世界所有强者的榜单。因为能够在此榜之上留名之人，都是真正与域外邪族厮杀过，并且有着卓越战绩的强者。换句话说，他们都对大千世界的和平有着真正的贡献。石碑之上灵光闪烁，似乎是形成了诸多的名字：高级诸魔师刘地峰，高级诸魔师吕山，中级诸魔师陆凌雨，低级诸魔师鲁叔。密密麻麻的名字在诸魔碑上铭刻，偶尔之间甚至有着灵光闪动，仿佛有人从低阶诸魔师跳跃到了中阶。而在那诸魔榜的上方，却是有着一段罕见的空白。不过在那空白之下，萧炎其实能够隐约的看到曾经被模糊的一个个名字：诸魔王叶修，诸魔王太眼，诸魔王。这些唯有在大千宫总部诸魔碑上能够看到的模糊名字，便是过去的一位位诸魔王。每一位诸魔王，那都是真正的绝世强者，也是真正击杀过大量域外邪族魔帝，甚至天魔帝的超级存在。不过，除了远古那场大战双方厮杀的最为激烈，陨落的天魔帝和圣品最多之外，49000年来，双方虽然持续不断的爆发一些战争，却都始终未曾撕破脸皮。所以，这49000年来，由于战争情况较少，因此诞生的诸魔王数量也是极为稀少。从远古至今，也不过诞生了5位诸魔王而已，平均每万年才能诞生一位。而这个时代，诸魔榜上却是还未曾诞生一位诸魔王。先把诸魔令给炼化了吧。望着那高大的诸魔碑，青山剑圣也是微微一叹，以他的实力，其实已经足以斩杀一些实力较弱的天魔帝了。可是在这种相对和平的时期，又有那个不长眼的天魔帝会主动来到大千世界。至于深入域外邪族的疆域击杀一名天魔帝，即便是他也不愿轻易冒这个风险。一边说着，青山剑圣也是掏出了2枚黑色的令牌，递给了萧炎与青眼镜。闻言，两人也是接过了这枚令牌。对于诸魔令，两人都是早已熟悉，所以在接过诸魔令之后，便是没有多少犹豫的挤出一点鲜血落在了那诸魔令之上。嗡，吸收了些许的鲜血之后，诸魔令微微颤抖了一下，灵光散去之后，其正面依旧是漆黑之色，而其背面已经有着血红色的诸魔2字，在那令牌的最下方还有着低级诸魔师的字样。今后2位击杀了域外邪族，只需要将其一缕魔魂打碎融入其中，便是能够被诸魔令自动识别，而后得到相应的诸魔点了。望着已经炼化了诸魔令的两人，青山剑圣继续笑着介绍：按照规则，击杀下位帝至尊级别的域外邪族可得到50诸魔点，上位帝至尊级别的则是100诸魔点，大圆满则是200诸魔点。若是能够击杀一名幽魔帝，那便是3000点，玄魔帝则是5000点。若是能够击杀天魔帝，那便是1万点，并且可以直接晋升为诸魔王。
青山剑圣一边说着，一边略带惋惜地看着萧炎。可惜了，你若是能够早些来到大千宫，得到诛魔令，或许你此刻已经是这一代的诛魔王了。听到他的话，其余几人都是有些错愕而羡慕地看着萧炎，能够得到青山剑圣如此称赞，看来这萧炎的实力和战绩的确是无比的可怕。不过算一算倒也是，虽然焚天魔帝率领的炎魔族主力并没有一位货真价实的天魔帝，可他本身便是一位玄魔帝，身后还跟着3位幽魔帝和近100位实力堪比帝至尊的魔王。如此一支大军被萧炎独自一人剿灭，那若是换算成诛魔点，怕是足以达到2万的可怕数量了。这般庞大的诛魔点，不但成为诛魔王绰绰有余，就算是兑换一些大千宫的顶级资源也是足够了。成为诛魔王吗？萧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虽然对于这诛魔王的名号他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对于诛魔点可以兑换的海量资源，他却是无比的感兴趣。无妨，过段时间再宰一个天魔帝便是了。萧炎淡淡的笑声落下，却是令众人脸上都纷纷露出错愕的表情，就连青山剑圣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而后脸上露出一抹笑容。哼，萧炎兄弟倒是好大的气魄。既然如此，那我倒是也拭目以待，看你何时能够击杀一名天魔帝，成为我大千宫这一代的诛魔王了。装逼！魔和天听到这句话，更是越发看着萧炎不顺眼了。宰一头天魔帝，这狗日的可真能吹！真以为得了金色长老令牌就天下无敌了吗？那可是匹敌圣品天至尊的天魔帝，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另一边，青眼镜和紫雷真君也是被萧炎的口气给吓了一跳，心道萧炎平时并非是这般狂妄之人啊，怎么这一次就敢放出这种话来？须知天魔帝所对应的可是大千世界的圣品天至尊，能够走到这种境界的超级强者，哪一个不是有着一身保命的底牌？就算是青山剑圣这种级别的顶尖强者，也不敢说能够轻易击杀一名天魔帝。而且在这种相对和平的时代，对方一旦受伤，便是有可能迅速返回域外邪族的疆域。一旦跟着追杀进去，能不能杀了对方不知道，但肯定会被域外邪族其他的众多天魔帝给围攻。所以在这种时代，别说是击杀一名天魔帝，就算是能够击杀一名玄魔帝，都是需要足够的时机才有希望。哼，不用等多久，当下便是有着这么一次机会。萧炎的话语再度令得众人一阵错愕，只不过他这次却是没有再看向其他人，只是将目光看向了青山剑圣。我有一计，刘兄若是感兴趣，可以参与一下。多了不说，让你赚去个几千诛魔点，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对于接下来的事情，萧炎心中也是自有盘算。色孽天魔帝毕竟是域外邪族当中的顶尖天魔帝之一，虽然正面战力甚至排不到前10，可他的难杀程度和保命程度却是足以排到前5。所以若是想要击杀这个家伙，以萧炎现在的实力，即便是有着太眼阵盘的帮助，也很难将其彻底的灭杀。但若是有了青山剑圣的帮助，那这次计划可就10拿9稳了。而且仅击杀色孽天魔帝可不是萧炎全部的计划，既然已经决定算计域外邪族了，仅击杀色孽可不够，他还要报复回去，顺手在边境击杀几个玄魔帝，灭上几个小族。你是说，你真的有把握弄死一名天魔帝？望着萧炎那不似开玩笑的模样，青山剑圣脸上的笑容缓缓收回，取而代之的是严肃与炙热。若是能够不花费太多的代价而干掉一名天魔帝，那好处实在是太多了。不但为大千世界铲除了一个劲敌，而且对他自己诱惑也是不小，无论是从颜面、荣誉，还是那实打实的几千诛魔点，都是令人颇为的心动。当然，亲手干掉一位天魔帝，那种成就感怕是更加诱人。呵呵，此事稍后再说。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神秘的微笑，令青眼镜等人都是有些失望。看萧炎的模样，显然是只打算跟着青山剑圣合作，而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合作的对象。不过想想也是，他们一群灵品仙品，在这种顶尖层次的战斗当中，能够帮上的忙怕是也颇为的有限。可恶的家伙，太能装了！魔和天站在一旁，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若是真的被这家伙击杀一位天魔帝，那这萧炎可就彻底的扬名的大千世界了。一位击杀过天魔帝的诛魔王，那是何等的荣誉，何等的排场，何等的实力！看看青眼镜现在的眼神，若是让萧炎真的成了诛魔王，那这女人怕是真的会对萧炎动心了。不过愤怒归愤怒，魔和天心中也是没有办法，他现在也只是魔和古族的少族长，灵品巅峰的天至尊而已。对于现在的他而言，击杀一名天魔帝这种想法，几乎等同于异想天开了。才刚刚得到太眼传承，就这么狂妄，你可别把自己给栽进去了。魔和天心中暗暗发狠，萧炎却是已经跟众人告别，与青山剑圣独自走在了一起。这萧炎兄弟当真是一方人杰啊，竟然以一人之力就灭杀了整个炎魔族的主力，而且如今竟然还敢想着伏杀一名天魔帝。望着两人离去的方向，万阵仙尊微微感叹，
青眼镜则是静静地盯着萧炎离去的背影，心中的崇拜之情越发深厚。从小到大，他还是第一次对一个同辈之人如此崇拜。再看一旁的魔和天，他忽然觉得族中那些撮合他与魔和天的老家伙，是不是脑子有些问题？可惜萧兄如此人杰，怕是早在下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家室了吧？青眼镜内心微微一叹，但旋即脸上便是飞起一抹红晕。混蛋，你在想什么啊？什么？你是说你领悟了火之大道，能够布置下完整的九阳灭魔阵？一处琼楼玉宇的楼阁当中，青山剑圣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萧炎，眼中满是不可置信之色。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不过我现在只有仙品后期的修为，想要布置完整的九阳灭魔阵，还需要太眼阵盘的帮助，所以我还是需要圣气山那边提供一些材料，帮我修复一下太眼阵盘。望着面前死死盯着自己的青山剑圣，萧炎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闻言，那青山剑圣却是微微摇头，随意地摆了摆手道：“这些都是小事，一点材料罢了，我可以做主，让天宫那老家伙给你提供。只要能够让你布置下完整的九阳灭魔阵，这点材料算得上什么？”青山剑圣微微摇头，看向萧炎的目光仿佛是在看一块稀世珍宝。一个领悟了火之大道的超级天才，能够布置九阳灭魔阵的超级强者。须知，完整的九阳灭魔阵是可以轻易灭杀普通天魔帝的，就算是那些顶尖天魔帝，遇到这种级别的大阵都有着陨落的危险。就算是他青山剑圣自己，一旦被困在其中，也要花费巨大的代价才能逃离。能够布置这种大阵的临阵大宗师，绝对是大千世界阵营的支柱性强者了。然而，这位支柱性强者目前还仅仅只是仙品后期的修为，领悟了大道的强者果然是恐怖如斯，才仙品后期便是如此可怕，等着萧炎到了圣品后期，那又该是何等的可怕！我大千世界怕是又要出现一位不朽大帝级别的战力了，这萧炎或许便是结束这场漫长战争的关键所在。青山剑圣无比开心，经过与萧炎的商议，在得知此次要埋伏的是色孽天魔帝之后，更加开心。色孽天魔帝其正面战力虽然不算可怕，可是其手段却是仅次于星天魔帝的诡异。这些年来，大千世界一方陨落在他手中的天至尊都是不下3位，而且都是死得莫名其妙。若是能够击杀这个家伙，那可是大功德一件。于是，在商议好全部的作战计划之后，青山剑圣当即便是带着萧炎来到了圣气山。这是一尊高达万丈的巍峨高山，山体之上，一道道神器圣物仿佛看似杂乱一般的被随意摆放，然而实际上，当这无数圣物神器的气息与整座山体融为一体的那一刻，整座高山便是仿佛有着无尽威能在释放，令人心神震颤。圣气山，整个大千世界所有仙品绝世圣物当中排名前3的顶尖至宝，其价值不弱于一些普通的圣品绝世圣物。而在那圣气山的山顶，一道滔天的火焰升腾，天宫仙尊手持一柄绝世圣物大锤，一双眉头微微皱起，看着面前的两人。修复太眼阵盘。望着一脸期待的看着自己的青山剑圣，天宫仙尊犹豫了半天，最后才给出了一个结论：抱歉，以我的能力，或许并没能完美的修复太眼阵盘，即便是可以完美的修复这太眼阵盘，恐怕也需要足足上百年的时间。天宫仙尊有些尴尬的看着两人，身为一位仙品炼器大宗师，他的一手炼器术已经可以在大千世界当中排名前10甚至前5了，就算是绝世圣物，他也打造出过2件。可是普通的绝世圣物跟太眼阵盘却是完全不同。太眼阵盘那可是圣品层次的绝世圣物，而且还是所有圣品绝世圣物当中最为难以构造的阵盘类圣品绝世圣物。当年太眼天尊为了打造这件宝物，几乎是倾尽了自己当时所有的积蓄，并且邀请一位圣品炼器大宗师合力出手，才最终打造出这件圣品绝世圣物。正是因此，修复太眼阵盘也成了一个十分困难的事情，哪怕是天宫仙尊这个仙品大宗师也感觉颇为的棘手。当然，太眼阵盘的破损倒也并不算很厉害，若是真的用心去修补，以他的能力倒也的确可以将其修复好。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因为能力的欠缺，他若是想要修复这太眼阵盘，怕是需要足足上百年的时间。上百年的时间？青山剑圣闻言，眉头微微皱起。上百年的时间，恐怕都够萧炎修炼到圣品巅峰了。到了那个时候，修复了这太眼阵盘，想必意义也不会太大了。时间太长了，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将这太眼阵盘给修复吗？青山剑圣望着天宫尊者，后者却是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这可是圣品绝世圣物，不是那些破铜烂铁，别说是需要多少时间，但凡能够将之修复的，就已经算是大千世界最顶尖的炼器大宗师了。当今大千世界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就将此物修复的，除了那2位圣品大宗师之外，便是无人能够做到了。天宫仙尊说着，却是令青山剑主眉头皱得更深。圣品绝世圣物，
其锻造实在是太过艰难，修复更是一件更加精细的工作。尤其是太眼阵盘，更是以精密著称。除了那2位圣品大宗师，其他人还真的是非常的难办。而那2位圣品大宗师却也是十分的难请，除非他以大千宫代理公主的身份请动这2位，否则便是以他青山剑圣的身份去邀请，怕是也要花费不小的代价。而且仅仅只是付出一些代价，倒也不算什么。关键是修复太眼阵盘的事情一旦暴露，他和萧炎的计划怕是有可能会被域外邪族提前知晓。一旦那位色孽天魔帝得知此事之后心生警惕，那想要干掉这位顶尖天魔帝可就太麻烦了。见到青山剑圣皱起眉头，天宫仙尊也只能是无奈的尴尬一笑。他倒是很想出手帮忙，可奈何自己的水平实在有限。就在2人有些犹豫不决之时，一个声音却是在2人的耳畔响起：“2位，我只是说要借助圣器山的一些材料，还有圣器山的火焰来修复太眼阵盘而已，似乎并没有说要找一位炼器大宗师来出手帮忙吧。”闻言，2人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怔，而后便是循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向了身边脸上带着笑容的萧炎。萧炎兄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与那2位圣品炼器大宗师很熟悉不成？青山剑圣忍不住看向萧炎。大千世界唯2的2位圣品大宗师，一位是当年从太阳圣宗跳出来自己单干的大日神君，另一位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公输老人。这2位虽然正面战力都只能算是圣品当中的寻常存在，但各自的手中也是掌握着一道强大的火焰，并且因为醉心于炼器术，所以有着打造出圣品绝世圣物胚胎的战绩，因而被公认为了大千世界仅有的2位圣品炼器大宗师。不过这2位虽然在对抗域外邪族的事情上还算团结，但私底下都是极为抠搜之人，若是想要让这2位出手帮忙，通常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不熟。萧炎轻轻摇头，这2位都是极为孤僻冷漠之人，即便是萧炎前世也仅仅是在成为圣品对抗域外邪族以及成为主宰的时候见过2人一面，更何况是这一世本就与2人不熟的情况下。不熟？那你到底是有什么办法？青山剑圣闻言再度有些皱眉，围杀色孽天魔帝的诱惑令他此刻也是有着些许的心急，如此大好机会，若是错过，下次可就很难再遇到了。望着青山剑圣那略带焦急的神色，萧炎却是微微一笑，含笑将目光看向了对方。哼，刘兄，有没有可能鄙人萧炎也略懂一些炼器之术呢？当萧炎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青山剑圣和天宫仙尊在这一刻都是微微一怔，旋即便是各自瞪大了双眼看向了萧炎。你是说你可以自己修复太眼阵盘？青山剑圣一双眼睛盯着萧炎上下打量，仿佛看待怪物。那可是圣品绝世圣物，绝对不是说你懂一点炼器术就能够修复的。你要知道，世间能够轻松修复这等至宝的，唯有圣品炼器大宗师才可以做到。天宫仙尊此刻更是神色严肃地盯着萧炎，脸上再无了往日的和善。炼器之术在大千世界是十分重要的一门技艺，所以不但不会被人认为是旁门左道，反倒是与临阵、炼丹一同被认为3大副业。因此，虽然专注于此道之人并不算很多，但兼顾修习这一条道路的强者却是很多。很多地至尊虽然没法炼制出同等级的圣物，可炼制一些神器也并不算难。很多天至尊虽然炼制不出绝世圣物，但也可以轻松炼制出普通圣物。所谓高屋建瓴，就如同摩诃天、西天战皇也可以布置宗师级灵阵一般，境界足够高了，很多基础的东西自然是一学就会。可兼顾修炼和专精这一道却是完全不同的2种概念。就比如哪怕是强如面前的这位青山剑圣，其手中那3尺龙吟剑也不是纯靠着他自己打造出来的，而是有一位圣品大宗师为其打造胚胎，再由他自己灌输剑意日夜酝养，才能诞生出这等神剑。所以当萧炎将炼器说得如此风轻云淡的时候，天宫仙尊下意识的便是觉得此人是不是得到太眼传承之后有些飘了。虽说你小子的确是天赋非凡，放眼大千世界的历史都是极为可怕，可也总不能将话说得如此轻松吧？那可是圣品绝世圣物，你若是能够将之轻松修复，那岂不是说你小子的炼器术还要在老夫之上？老夫研究炼器一道已经有了数千年的时间，难道还比不过你一个才达到仙品的小子不成？望着天宫仙尊那微微变化的表情，青山剑圣也是微微摇头。是啊，哪怕这萧炎再如何的天才，难道还能在临阵之外对于这炼器之道也如此的熟练吗？就算他熟练，还能成为圣品大宗师不成？终究是太年轻啊。萧炎，修复圣品绝世圣物或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般简单，我看我们还是……青山剑圣刚刚开口，便是感到一抹可怕的炽热升腾而起，在这可怕的高温之下，圣器山的温度在这一刻骤然拔高，仿佛瞬间陷入到了一个巨大的火炉当中一般。这火焰！望着那忽然从面前升腾而起的绚丽火焰，青山剑圣眼神都是凝重了许多。
那可怕的高温竟然令身为圣品巅峰的他都感到了丝丝威胁。虽然这种威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能够让他这种强者都感到如此的可怕，便是足以想象这火焰的威力是何等强大。最起码，此火对于普通的圣品天至尊是绝对有着一些威胁的。如果说青山剑圣仅仅只是感到了一丝威胁的话，那站在另一侧的天宫仙尊此刻便是骤然瞪大了眼睛，瞳孔却是骤然缩小。这火焰！望着面前这团绚丽无比的火焰，天宫仙尊只感觉到了一种极为可怕的威胁之感，仿佛自己一旦被这火焰缠绕，就会有着巨大的危机降临。在他体内，那道曾经令他自己曾经十分骄傲满意的火焰，此刻都是微微颤抖，甚至隐约有着一种想要对着那绚丽火焰膜拜的冲动。怎么可能？我的天宫神火，那可是足以排到万火榜第15的超级火焰，除了那些可以威胁到圣品的超级火焰，几乎便是无敌的存在了。感受着自身天宫神火的动静，天宫仙尊看向那绚丽火焰的目光突然多了几分震惊与明悟。面前的这道绚丽火焰，恐怕早就可以进入到万火榜前10的层次了，甚至就算是排到前5，那都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难怪这萧炎竟然敢开口说自己可以修复太眼阵盘，有着如此可怕的火焰，的确是对炼器方面有着很大的帮助。天宫仙尊心中明了，看向萧炎的目光少了几分方才的不满。无论如何，这家伙已经算是证明了自己的一部分能力。对于炼器师和炼丹师而言，有着一个强大的火焰，对他们而言都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不过，这火焰虽然十分强大，可修复一件圣品绝世圣物，可不仅仅只是需要有着一个好的火焰就可以做到的啊。天宫仙尊看着萧炎，却是没有再多说废话。无论如何，这萧炎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确有着修复太眼阵盘的一丝可能。你需要我圣器山的什么帮助，还有什么材料，都尽管提出来吧，只要我能够帮得上的，都没有什么二话可说。天宫仙尊倒也豪气，见到萧炎如此，也是不再废话。虽然内心依旧不太敢相信萧炎有着圣品炼器大宗师的水平，但他也相信萧炎绝不是什么狂妄之辈了。呵呵，简单。见到这家伙答应了自己，萧炎也是微微一笑。修复太眼阵盘的宝物，我现在已经凑齐了大部分了，只需天宫仙尊将这剩下的一小部分帮我收集一下便是。而后便是需要借助一下圣器山的金乌神火和你的天宫神火。萧炎微微一笑，随手将一枚玉简丢给了天宫仙尊，后者也是迅速扫过其中的材料，沉吟片刻之后，也是没有犹豫点了点头。好说，你所需要的这些材料虽然稀有，但也不算太过珍贵，以大千宫的库存，这点材料还是可以凑齐的。话音落下，他便是已经消失在了原地不到1炷香的时间，便是带着一储物神器回到此地。那储物神器当中，此刻赫然便是凑齐了修复太眼阵盘所需要的剩余材料。多谢了。萧炎微微一笑，便是与两人一同来到了圣器山的山顶。圣器山的山顶是一座宛如火山口一般的结构铸造，而在这火山口当中，则是有着另一道金黄色的炽热火焰在疯狂的灼烧着。在这圣器山的内部，赫然也是锁着一头真正的金乌神火。作为大千世界数量最多的超级火焰，很多圣品大宗师都是颇为喜爱这种火焰，如那太阳神君也是以这金乌神火作为自己的本命之火。不过，圣器山的这道金乌神火似乎并不能被炼化，因为它早已融为了圣器山的一部分。可以开始了。望着面前火山口不断喷出的金黄火焰，萧炎微微点了点头。下一刻，绚丽的火焰便是被他从口中喷出，与那金黄火焰撞击在了一起。小心！望着这一幕，天宫仙尊和青山剑圣都是脸色微微一变。超级火焰也好，异火之间也罢，所有拥有灵性的火焰一旦触碰在一起，往往都会爆发出火焰最为狂暴的一面。两道超级火焰就如此的轻易接触，一旦爆发，那可怕的威能怕是足以接近圣品天至尊交手。然而，当那绚丽火焰与金色火焰接触之后，除了发出了一道沉闷的响声之外，便是再没有了任何的波动产生。相反，二者几乎是在眨眼之间迅速融合，两种超级火焰叠加，令那可怕的温度再度升高。哼，天宫老哥，接下来就要再借助你的天宫神火一用了。萧炎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天宫仙尊。天宫神火虽然帮助比起金乌神火要差了许多，但也算是顶尖火焰了，一旦融入其中，总归是有胜于无的。哦，好的。天宫仙尊乖巧地点了点头，一道天蓝色的火焰光柱便是被他从双掌喷出，落入到火山口当中。他的内心此刻已经是充满了震撼。伴随着萧炎一层层手段使出，他终于是明白了萧炎的底气来自何处了。他竟然已经掌握了火之大道。望着萧炎那从容地将3种火焰融合在一起的模样，天宫仙尊内心只感觉仿佛有着什么东西在颤动。他忍不住回过头，却是看到青山剑圣若有所思地看着两人。而在看到他的目光之后，青山剑圣则是微笑着点了点头，似是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掌握了火之大道的天才啊！天宫仙尊不知道说些什么了。虽然仅仅只是仙品天至尊的修为，但身为足以在大千世界排名前5的炼气大宗师，他自然是知晓掌握了火之大道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下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多余的话语，只是静静地看着那操纵着3种火焰的萧炎，想要看看对方在炼气一道上到底有着怎样的成就。不错，3种火焰聚集在一起，再加上火焰大道的加持，这混合火焰的威能，此刻怕是不比魔帝分身的火焰差上多少了。望着那缓缓被绚丽火焰融合吞噬的另外2团火焰，萧炎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圣品绝世圣物向来是坚硬无比，也同样可以承受无比可怕的高温，所以无论是天宫神火还是金乌神火，仅仅只是想要将太眼阵盘重新熔炼一番，都是需要漫长的时间，更别说是重新修补祭炼了。这也是为什么天宫仙尊说想要修复太眼阵盘需要至少100年的原因。然而萧炎的地炎本就十分强大，又融合了排名第7的太眼真火，如今再融合上金乌神火和天宫神火的威能，所爆发的温度自然要更加的强大。只见萧炎手掌一翻，一轮闪烁着淡淡金光的阵盘也是缓缓地悬浮在了他的手中。望着那道不过巴掌大小的阵盘，天宫仙尊的一双眼睛在这一刻却是微微一亮，而在远处青山剑圣的眼睛在这一刻都是不由得被这金色阵盘给吸引。太眼阵盘，大千世界当中最为顶尖的灵阵，一道绝世圣物，从古至今或许有着可以与这道绝世圣物媲美的灵阵宝物，可却没有任何一件宝物可以说能够超过此物。这是任何一位灵阵大宗师都梦寐以求的宝物。嗡嗡，金色阵盘在萧炎的手中轻轻旋转，似是对于萧炎颇为的依恋。太眼阵盘作为圣品绝世圣物，早就有了自己的气灵，也清楚面前的这个家伙就是自己的主人。好了，别在这里卖萌了，赶紧把你的本体展现出来，我要帮你修复一下伤势，顺便给你再升级一下。萧炎轻轻拍了拍金色阵盘，闻言，金色阵盘也是终于停止了转动，而后在萧炎的指挥之下，片刻之间便是瞬间膨胀，最后化作了一道直径10丈左右的古铜色金属阵盘。古老的阵盘宛如黄铜铸就，其上有着无数深奥的符文与灵阵绘制，令人有着一种繁杂至极，仿佛天机演算之尽头的感觉。在这无比玄奥而又古老的阵盘表面，却又有着一道道深浅大小不一的伤痕，仿佛在诠释着这道古老阵盘曾经经历过怎样惨烈的一场大战。这一切的一切都令这阵盘看上去无比的威严苍凉，再没有了方才那宛如袖珍一般的小巧。这应该才是太眼阵盘最初炼制出来的模样吧。望着那直径10丈左右，整体看上去有些古朴苍凉的阵盘，萧炎微微点头。而后在他的心神控制之下，那融合了3种超级火焰之后所形成的更加可怕的火焰，便是直接将那古老阵盘给包裹了起来。嗡！被如此可怕的火焰给包裹，太眼阵盘的身体微微颤抖，似是略微有些痛苦一般。望着这一幕，萧炎却是神魂传递出安抚的信息。类似这种有灵之物，其往往也会有着人类所拥有的一些感知和感觉，因此当察觉到自身被那可怕的高温给焚烧之后，那太眼阵盘也会有着一些不舒适的感觉。不过若是连这点不适都承受不了，那还算什么圣品绝世圣物？有点痛，你忍一下。萧炎说完之后，那可怕的火焰便是瞬间被他催动到了极致，融合了3种超级火焰的新火焰本就无比的炽热，此刻再被萧炎的火之大道催发到了极致，那般可怕的高温竟然是直接令整个圣气山的温度都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这火焰的温度和威力已经完全可以对我产生威胁了。青山剑圣站在远处，眼中带着一丝震撼，震撼之余便是更加的欣喜了起来，因为这证明萧炎甚至有着对他造成威胁的实力了，而能够对他造成一些威胁，才证明萧炎真的有着对付一位顶尖天魔帝的手段。比起青山剑圣，天宫仙尊此刻则是早已脸色大变。如果说这火焰的威能已经对青山剑圣产生了些许的威胁，但也仅仅只是让对方感到一些威胁，未必能够造成致命伤害的话，那对于天宫仙尊而言，这火焰已经对他有着生死威胁了。这火焰的温度怕是要胜过金乌神火数倍不止，哪怕我催动天宫神火进行防御，在这其中也坚持不过3天的时间吧。天宫仙尊暗自震惊，他虽然是仙品巅峰的修为，可因为炼气师加上拥有天宫神火的缘故，对于很多火焰都是有着巨大的抗性。如金乌神火这种级别的火焰，他在全力防御之下都可以在其中坚持数年之久，可萧炎此刻催动的火焰却是令他有种自己在其中坚持不过3天的程度，甚至仅仅只是一些余温都已经逼得天宫仙尊色变了。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在这可怕的余温之下，整个圣气山圣物之下的绝大部分神器此刻都是开始微微发红起来，似是要被这可怕的余温给融化。这还只是余温啊！天宫仙尊嘴角抽搐，仅仅只是余温便是如此的可怕，这火焰的内部温度又该是如何的可怕？
萧炎自然是不知道两人心中的所想到底是怎样的。他此刻正聚精会神地将目光放在太眼阵盘的身上，他要做的可不仅仅只是要修复这太眼阵盘的一些伤口，而是要将这太眼阵盘重新熔炼一遍，让其更加的强大，同时将自己擅长的阵法融入其中，令自己使用太眼阵盘可以发挥出更加可怕的实力。而想要将一件圣品绝世圣物打造成这样，以他现在的修为虽然可以做到，可也并不是可以随手而为的。绚丽的火焰融合了另外2种超级火焰，恐怖的高温一焚烧便是整整3天3夜。在这3天3夜的时间里，圣气山之上早就已经被一层淡淡的光芒给覆盖，那是天宫尊者利用自身灵力催动圣气山所覆盖的一层守护光芒。也多亏了圣气山是仙品绝世圣物当中最为珍贵的几样之一，令天宫仙尊的灵力得到了完美的发挥。否则即便是保住了那些神器，他此刻也已经损失了不少灵力了。然而如此3天3夜的时间里，那太眼阵盘却是仅仅只是被烧得通体赤红，开始缓缓出现了融化的迹象。对此，萧炎的脸上倒是没有丝毫的焦虑，反倒是无比的平静，催动着火焰再度煅烧了整整7天。7天之后，那太眼阵盘终于在这日夜不停的焚烧当中被缓缓融化，开始缓缓的化作一大团赤红的金属液体。望着这一幕，萧炎依旧是面无表情，挥手之间，大量的珍贵材料便是凭空出现，心类玄金、太古仙铜、空明石，一道道珍贵材料，随便丢出一块都价值上千万的至尊灵液，足以令很多地至尊疯抢。然而此刻，这些密密麻麻的材料却是有着足足上百种。这家伙是要干什么？望着这一幕，天宫仙尊脸上都是露出了震惊之色。这些材料每一件都是可以成为打造绝世圣物的主要材料，虽然其数量不大，单一的并无法打造出一件绝世圣物，可奈何种类却是更多啊！如此众多的材料，其价值加起来怕是已经接近100亿至尊灵液了吧？回应天宫仙尊想法的是那融合火焰忽然分出了一部分，将这无数的材料包裹，而后一道道色泽绚丽的火莲花苞便是缓缓地浮现在了圣气山的火山口当中。这天宫仙尊张了张嘴，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多了一丝敬畏。一心多用，将火焰分成上百朵，对于他这种境界的强者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别说是一心百用，就是一心千用、一心万用，那也没有多大的难度。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他们操纵的火焰不会特别的强大，而且焚烧淬炼的物品也十分容易炼化。而如今萧炎所操纵的火焰，可并不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火焰，而是被他临时强行融合出来的火焰，而且这火焰的威力还大得离谱，其中煅烧的材料同样是打造绝世圣物才会用得到的强大材料。好可怕的控火之术！天宫尊者轻轻咽了一口唾沫，萧炎却是不闻不问。直到又是5天之后，他也是终于将大量被淬炼成液体或是粉末的材料提取出来了过半，然后有序的纷纷融入到太眼阵盘当中。大量材料融入其中之后，那团赤红色的液体开始爆发出种种声音，绚丽火焰却是依旧汹涌奔腾，疯狂的淬炼着赤红液体。太眼阵盘的材质正在经历一场缓慢的蜕变，这种蜕变会让这道圣品绝世圣物的品质再度提升一个小小的层次。当然，因为此物本就快要接近了大千世界的极限，即便是萧炎也很难再让其有质的飞跃。不过，以萧炎的手段，让其材质再度增加个2-3成，令其威力增加个5-6成，倒也并不算什么难事。时间流逝，眨眼之间便是1个月的时间过去。此刻，天宫仙尊的脸色已经微微发白了，在持续不停地输出天宫神火，并且分出部分灵力催动圣气山的情况下，饶是以他仙品巅峰的修为，都是感到了一丝疲惫。然而，萧炎却是望着面前被淬炼融合完毕的液体，双眼爆发出一阵刺眼的金芒。只见他双手开始同时结出一道道印结，在这一道道印结之上，那一团巨大火红液体的内部，一道银白色的光团，也就是太眼阵盘真正的核心气灵空间当中，那原本被太眼天尊烙印下的一道道灵阵和符文开始缓缓的崩解。望着这一幕，天宫仙尊和青山剑圣都是瞪大了眼睛，刚想开口提醒什么，便是见到萧炎的头顶身后，一道被缩小了无数的繁杂阵法开始缓缓的浮现。虽然不清楚这是什么层次的阵法，但仅仅看其玄奥程度，便是让青山剑圣察觉到，这恐怕是一道圣品层次的阵图。然而，萧炎的手段却是远远不止于此。一道阵图之后，很快便是又有着一道阵图浮现，而后便是连续不断的阵图疯狂涌现。到了后面，饶是青山剑圣都是感到有些麻了。短短3天的时间里，萧炎怕是在那光团的内部烙印了足足上百道阵图，而即便是以青山剑圣的眼光，都是感觉这上百道阵图似乎都是圣品层次的可怕阵图。我大千世界所有的圣品灵阵加起来，能有这么多吗？青山剑圣扪心自问，然后有点怀疑人生了。
连这位圣品巅峰的存在都如此，那天宫老人此刻更是无话可说，只能茫然地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萧炎接连不断的表演。而在将足足上百道圣品灵阵烙印进入其中之后，饶是以萧炎如今的实力，都是已经脸色变得十分苍白。虽说这些灵阵都是经过简化，留下的都是其最核心关键的部分，可即便是如此，所消耗的神魂力量也是达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数量，令即便是神魂媲美圣品的萧炎都是接近枯竭。除了神魂，他的灵力也损耗了大半，状态接近虚脱。不过好在，这太眼阵盘终于是升级成功了。太眼阵盘成！萧炎低喝一声，手中印结再度变化，白色光团爆发出刺眼的光芒，而后化作一道道丝线，将那赤红色的液体以一种玄奥的方式迅速连接凝结。一轮宛如圆月一般的金色阵盘正在绚丽的火海当中缓缓成型。金色阵盘之上释放着莹莹光辉，色泽比起先前的古铜之色已经有了些许的改变。在那阵盘上方，依旧是有着无数玄奥复杂的灵阵在盘旋，只不过这些灵阵的内容却是已经跟过去已经变化了太多。同时，那太眼阵盘之上所释放的可怕灵光也是再度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比起先前明显更加令人心生压力。呼！当这道太眼阵盘凝练出来的时候，萧炎的脸上也终于是露出了一抹笑容。这太眼阵盘总算是炼制成功了，不过仅仅现在成功还是不够，还需要让这阵盘沉淀一段时间。于是萧炎忍不住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青山剑圣。刘兄，可否还有至尊灵液，借我一些用用？太眼阵盘刚刚重铸完毕，虽然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残缺了，但若是能够用至尊灵液浇灌酝养几天，那自然是更好的。至尊灵液自然是有的。青山剑圣闻言也是连忙点了点头，随手掏出2枚圣物级别的玉瓶。玉瓶打开，海量的至尊灵液便是源源不断的，宛如河水一般的朝着萧炎的方向涌去。每一道玉瓶当中都是盛放了整整10亿至尊灵液。对于青山剑圣而言，能够见证一件如此强大的圣物重铸出世，而且还对于击杀一位顶尖天魔帝有着巨大帮助，这点至尊灵液又算得上什么？到了他们这种站在大千世界巅峰层次的强者，至尊灵液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一笔数字罢了。唯有圣品绝世圣物、顶尖绝世神通以及感悟大道的机会，才是真正能够令他们心动的东西。多谢。望着那浩荡的至尊灵液长河，萧炎只是笑着点了点头，而后便是操纵着海量的至尊灵液将太眼阵盘包裹。在至尊灵液的包裹之下，太眼阵盘那刚刚凝聚成型、尚未散去的可怕高温，直接令那些至尊灵液长河都是发出嗤嗤的响声。而萧炎却是依旧操纵着绚丽火焰，缓缓焚烧着这些至尊灵液，慢慢温养着太眼阵盘。如此又是过去了整整7天之后，伴随着一道刺眼的金光照耀了整个圣器山，甚至隐约要令整个大千宫都被笼罩。太眼阵盘终于是彻底的蜕变升级完毕。此刻，圣器山的天空之上，直径10丈的金属阵盘散发着刺眼的金色光晕，可怕的威压令天宫仙尊都微微色变。若不是青山剑圣用灵力将那刺眼金光给遮盖，此刻那金光怕是已经将整个大千岛都照得一片金黄了。呵呵，回来吧。望着那欢快地释放着自己威能的太眼阵盘，萧炎微微一笑，心念一动，那太眼阵盘终于是缓缓地缩小，最后再度化作巴掌大小的袖珍阵盘，融入落在了萧炎的掌心。与此同时，一阵阵雀跃的情绪从太眼阵盘当中传来，看得出来，经过了此次的修复与升级之后，他显然是察觉到自己变得更加强大了，连带着也变得十分的高兴。先回去吧，我要好好休息一下了。萧炎轻轻拍了拍太眼阵盘，将后者再度融入身体，而后便是打坐休息起来。此番升级太眼阵盘，饶是对他而言都是有着巨大的消耗。好在蕴养太眼阵盘的至尊灵液还剩下了不少，萧炎也没有客气，直接将剩余的至尊灵液尽数炼化。这一做便是足足3天的时间。3天之后，萧炎的才再度恢复到了巅峰状态。有着至尊灵液的帮助，他的灵力恢复的倒是极快，可神魂力量却是消耗极大，所以足足用了3天时间才彻底恢复。而在恢复了那庞大的神魂力量之后，萧炎却是并未离去，而是再度取出了一柄金色长剑。金色长剑一出现，可怕的锋锐之气便是令天地变色，剑锋划过之处，即便是萧炎未曾刻意发力，却依旧令圣器山所笼罩的空间都微微震颤，似是有着被分割开来的迹象。这是太眼天尊的佩剑太眼金剑。望着那柄金色长剑，太眼天尊和青山剑圣双目不由得被金色长剑吸引，尤其是后者，眼中也是略带一抹喜爱之色。他是主修剑道的真正巅峰强者，对于宝剑有着一种近乎痴迷的喜爱，自然是一眼就看出了此剑的不凡之处。不过好在他自身也拥有着一把足以位列圣品绝世圣物的龙吟剑，所以对于这太眼金剑还不至于太过渴望。饶是如此，
他看向这太眼金剑的目光也是带着欣赏之意。此剑在仙品绝世圣物当中虽然算不得极品，可也并非凡物，或许价值要比起圣器山略差一些，但依旧是足以令无数仙品天至尊眼红的至宝。毕竟很多圣品天至尊其本身也还在使用着仙品绝世圣物，想要得到一件适合自己的圣品绝世圣物，即便是对于那些圣品天至尊们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大机缘。天宫老哥，接下来怕是还需要你的天宫神火和圣器山帮忙了，趁此机会我便是将这太眼金剑也给提升一下吧。萧炎目光看向天宫仙尊，笑着说道：哼，这点小事倒是没有问题，不过萧炎兄弟，这太眼金剑本就算是仙品绝世圣物当中的珍宝了，你若是再将其提升一下，难不成还要将其提升到圣品不成？天宫仙尊在这3日的时间里倒是也已经恢复了灵力和神魂，只是当他听到萧炎打算再将太眼金剑重新祭炼一番的时候，他的内心依旧是忍不住的微微一颤。对此萧炎只是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若是可以那就尽量吧。很快3种超级火焰再度融合，萧炎也是将太眼金剑投入到了其中。而这一次萧炎的熔炼速度显然是比上次快了许多，仅仅3天的时间便是将太眼金剑给熔炼成了上千道金色的金属液体水珠，在那水珠当中还有着一丝丝锋利的剑意弥漫，这是太眼金剑的根本剑意。而后萧炎便是将先前提升太眼阵盘所剩余的所有材料都融入到了太眼金剑当中。提升太眼阵盘和太眼金剑已经将他从太眼天尊那里所得的所有炼器材料近乎挥霍一空，不过仅仅如此却依旧不够。只见萧炎手掌一挥，一块巴掌大小似是有着无尽净化之力的玉石被其丢入火山口当中。浮屠光明石。当看到这块玉石的时候，青山剑圣和天宫仙尊的眼中再度露出一抹错愕。此物虽然对圣品天至尊显得比较鸡肋，甚至对于仙品巅峰都不算太过宝贵，可却是浮屠古族的限制级宝物，是极为罕见的一种东西。随着可怕火焰的包裹，那枚浮屠光明石开始缓缓融化，而伴随着其缓缓的融化，一道道宛如水晶一般似是有着无尽净化之力的光点开始缓缓浮现。望着那一点点似是有着可怕净化之力又仿佛无尽光明酝酿的光点，萧炎露出一抹笑容，手中印结变化之间，磅礴灵力开始与那一点点灵光汇聚，最后化作一道道极为细小的阵法融入到了那一滴滴金属液体当中。浮屠光明石对于天魔地级别的强者而言的确是没有多少威胁，但其根本原因却是因为那些天魔地实力太过强大，所以那光明之力一时半会儿无法穿透那浩瀚的魔气，对魔帝们造成可怕的伤害。而萧炎则是取出其中的光明之力，将之融入灵阵当中，使那一丝丝光明之力得到10倍100倍的放大。这些光明之力都是来自10大原始法身之一的无尽光明体，对于域外邪族有着极为可怕的净化和杀伤力。有了这些被放大被融入的光明之力，这太眼金剑对于域外邪族的杀伤力将会瞬间提升数倍不止。换个理解角度，便是太眼金剑从此对于那些天魔地都有着可怕的真实伤害，这是一种净化，毁灭其魔气本源的根本性攻击。除此之外，萧炎更是将自己的火之大道也融入其中，令其更加适应火之大道的攻击方式。只可惜受限于太眼金剑本身的材料和底蕴限制，萧炎最后虽然让这太眼金剑迈入到了圣品绝世圣物的层次，可若是没有更加强大的材料来支撑，这太眼金剑的潜力也几乎被他发掘到尽头了。这次的锻造并没有上次的那般可怕，短短20天的时间，一柄通体鎏金之色却隐隐有着绚丽火焰缠绕，又闪烁着一丝丝宛如水晶一般的光明之力的金色长剑便是从圣器山的火山口飞出。嗡！金色长剑发出令人心眩的剑鸣，所过之处圣器山的空间都被撕裂，锋利的剑芒令人心颤。变！萧炎心神一动，金色长剑瞬间崩解，而后化作上千道3寸小剑。小剑模样虽然更加袖珍，可其威能却是丝毫不减，反倒是因为上千小剑汇聚，杀伤范围变得更加可怕。凝！萧炎又是心念一动，上千小剑便是再度凝聚化作一体。望着这一幕，青山剑圣和天宫仙尊都是陷入到了沉默当中。又炼制出了一道圣品绝世圣物，青山剑圣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天宫仙尊则是直接双目炽热，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宛如看待神灵。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天才。2个月的时间下来，天宫仙尊对于萧炎的态度已经可以称得上用崇拜2字来形容。萧炎对于火焰那近乎神级一般的诡异操纵能力，以及那高超的不可思议的炼器之术，都让天宫仙尊对于萧炎的认识上升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对萧炎的态度变得越发的崇敬。身为仙品炼器大宗师，他实在是太清楚萧炎的炼器术达到了一个怎样的水平了。若是说修复太眼阵盘还算不上太过离谱的话，那能够令太眼阵盘的威能再度增加些许，
并且将一件仙品绝世圣物硬生生地提升到圣品，那可就太过强悍了。他的炼气术绝对是超过了大千世界如今的另外2位圣品大宗师。最关键的是，萧炎如今的实力还仅仅只是仙品后期啊！随着他的修为提升到了圣品，他的炼气术绝对会更进一步。此刻，即便是以天宫仙尊的眼光，也不得不承认萧炎是他毕生见过的最为可怕的天才。而且，他的临阵天赋似乎比他的炼气术还要可怕一分。这样的强者，将来若是踏入到了圣品巅峰，那该是何等的可怕！我大千世界要出一位无比了得的超级强者了！天宫仙尊神色激动，看向萧炎的目光隐约带着一丝朝圣的意味。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修炼到仙品的意义是什么了，那就是有了见到一位绝世天才的门槛。天空之上，萧炎伸手一招，金色长剑便是回到自己的手中，屈指一弹，清脆悦耳的剑鸣在天地之间回荡。好剑啊！听着那悦耳的剑鸣，青山剑圣都是颇为欣赏的望着这一柄金色长剑。这太眼金剑被我融入了浮屠光明石重新熔铸，对于域外邪族的杀伤力多了数倍不止，已经真正拥有了杀伤天魔地的威能。萧炎握住金色长剑，如今2大圣品绝世圣物在手，他也是有了足够的把握，可以对付即将到来的3位，不是4位天魔地了。从此以后，你的新名字便唤作太炎斩魔剑吧。萧炎轻抚金色长剑，此剑被他重新铸就，本就是为了对付域外邪族所用，所以用这个名字倒也合适。嗡！金色长剑似乎颇为的满意萧炎起的新名字，发出雀跃的剑鸣。萧炎却是不再理会，笑着将其收入手中。将2件圣品绝世圣物都给收起之后，萧炎这才微微一笑，走到了青山剑圣和天宫仙尊的面前。刘兄，接下来我们可以……萧炎望着青山剑圣，正欲商量一下接下来的事情，却是感到右臂被一双宽厚有力的大手给牢牢地抓住。他忍不住侧过头看过去，便是看到了天宫仙尊那崇拜的双目。萧炎兄弟，你可一定要指点我一二啊！呼！圣气山之外，萧炎跟青山剑圣从中走出，脸上都是隐约有着汗水。这天宫仙尊真的是……萧炎有些无语的同时，又感到有些好笑。为了从萧炎身上多学习一些炼气术，这天宫仙尊硬是缠着萧炎讲了整整3天的炼气术知识，让萧炎都是感到有些心累。哈哈，这家伙也是对炼气太过痴迷了，否则也不可能被他的老师看中，成为圣气山的主人。见到萧炎如此，青山剑圣却是微微一笑。天宫仙尊的老师是数万年前的一位圣品炼气大宗师，也是当时圣气山的主人。不过因为与域外邪族发生过几次大战，受了重伤，所以在1000年之前就已经作化了。无妨，这些都是小事，接下来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大事。萧炎摇头一笑，倒也没有将天宫仙尊的事情放在心上。而青山剑圣在听到他的话之后，却是双目汇聚，脸色变得严肃了许多，严肃之下却还隐隐带着几丝兴奋。要开始了吗？以他的实力和地位，放眼当今的大千世界，能够被他如此郑重对待的事情，除了萧炎早就准备好的猎杀天魔帝的计划，还能有什么？一想到即将干掉一尊顶尖天魔帝，他的心中便是一片火热。差不多了，不过还请刘兄再等我半个月，半个月后我们便是可以正式开启计划了。萧炎嘴角泛起一抹笑容。还要再等半个月？闻言，青山剑圣略微有些失望，但好在他心性不凡，倒也不是什么急切之辈，只是微微笑着点了点头。没问题，等你准备好了，随时过来找我。他说完，也是不再留恋，身形一闪，便是消失在了原地。等到青山剑圣离开之后，萧炎也是没有逗留，而是暂时离开了大千宫，在大千岛之外寻了一处荒无人烟的岛屿。说是岛屿，此地的面积却也顶得上当年的加玛帝国3倍大小了。岛屿之上虽然没有人，却是有着几头至尊境界的神兽气息。不过，这几头神兽在看到萧炎之后，便是老老实实的匍匐在地。因为当萧炎释放自己气息的那一刻，他们便是知道面前的这个人类到底是何等的可怕了。帮我看好这里，带我归来。这几枚灵果，你们人人有份。萧炎手中随意掏出几枚金色的果实，便是令这几头灵兽口水都快流到地上了。望着这一幕，萧炎只是微微一笑，手中印结变换之间，一道灵品大宗师级别的灵阵便是被他随手布置在了这座岛屿之上。今后，此地算是大千世界与斗气大陆之间的一个临时传送点吧。灵阵布置完毕之后，天至尊之下的强者几乎再也不可能闯入到这岛屿当中。萧炎本人则是从储物圣物当中取出了最后的一块炼器材料——空明玄晶。一块巴掌大小的空明玄晶，价值却是绝对超过100万至尊灵液。此物的作用，除了能够在炼器时增强圣物的空间契合度以及内部的空间之外，也是建立空间通道的宝贵材料。因此，萧炎才故意留下了这最后的一小块。到了此刻，
他的收藏当中几乎是彻底的没有了任何的炼器材料，得赶紧杀2个天魔地进货了。萧炎轻轻摇头，而后一只手握住了空明玄晶。与此同时，身在斗气大陆之上的本尊在这一刻也是同样从身上取出一枚空明玄晶。斗气大陆之上，这种材料虽然无比稀少，但以萧炎的实力，想要搜刮一份还是很容易的。更何况本尊可不同于灵力分身，这些年击杀了这么多魔帝和域外邪族所得到的大量材料，可都没怎么被他用过。只见本尊和分身隔着不知道何等遥远的漫长距离，同时握住了手中的空明玄晶。下一刻，浩荡的灵力灌注其中，2枚空明玄晶直接在这浩瀚的灵力催动之下燃烧了起来。轰隆隆，漫长的距离之下，2道燃烧的空明玄晶就仿佛无尽黑暗当中忽然出现的2个细小光点，虽然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但却是真实存在。而正是因为这2道细微的光点，令实力强大的萧炎却是直接找到了2界之间的连接。大千世界巍峨无尽，其广阔的面积，即便是圣品天至尊都要耗费1个月的时间才能横贯穿插，更别提其周围那无尽的浩瀚星空和其中漂浮着的一个个下位面了。故而当初萧炎的魔帝分身和灵力分身都是耗费了半年的漫长时间才从斗气大陆来到了大千世界。然而若是有了2个相互依存的空间节点，从而打通一条融洽的空间通道，那这个原本遥远的距离便是可以被无限的缩小。原本灵品天至尊都要数以年计的遥远路程，一旦打通了空间通道，或许寻常强者都不需要多长时间便是可以来到穿越2界。当年斗气大陆最为强盛时期，其实就有着这样的一条空间通道，只不过后来因为域外邪族的入侵，为了避免斗气大陆的坐标暴露，招来更为强大的敌人，那些斗气大陆的先辈们便是将这空间通道给硬生生的毁掉了。而如今萧炎连天魔帝都不再畏惧，自然也不在乎这空间通道会不会暴露。嗡！伴随着2道空明玄晶的互相感应，隔着无尽遥远的距离，2个萧炎纷纷将燃烧着的空明玄晶放在了面前，而后手中再度结出一道道玄奥的印结。伴随着印结的结出，2道燃烧的空明玄晶之上灵力升腾，而后一条直径100丈左右的空间通道开始从双方的2端迅速出现，然后以一个快到不可思议的速度朝着对方连接。如此足足过去了7天7夜的时间，当萧炎的本尊和分身都感到体内灵力消耗近半的时候，2道空明玄晶燃烧所爆发出的空间通道终于碰在了一起。顷刻间，空间泛起一阵强大的涟漪，令小岛之上的几头神兽再度神色惶恐地匍匐下身子。萧炎的嘴角却是泛起了一抹笑容。空间通道成了！几乎是在这空间通道成熟的瞬间，那已经快要燃烧殆尽的空明玄晶之上爆发出最后的一缕光芒，最后与面前的空间融合，而后缓缓消失。伴随着空明玄晶的消失，那空间通道的入口也是在缓缓缩小，最后与空明玄晶一同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然而萧炎却是知晓，这空间通道已经建立，那2枚融合进去的空明玄晶此刻已经成了大千世界和斗气大陆的2个空间节点。只要修为足够，并且对空间之力的感悟足够，便是可以通过这2个空间节点迅速地穿越空间通道，从而以极短的时间在2个世界当中穿梭。完成这一点之后，他的分身也是不再犹豫，只见萧炎灵力分身指尖灵力翻涌，而后便是极为轻松地点在了那一处空间节点之上。嗡！被磅礴的灵力刺激，空间节点爆发出一阵璀璨的光芒，而后萧炎的本尊便是消失在了原地。直到萧炎消失之后，那岛屿之上的几头神兽才相互交流对视了一眼，都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撼和惊喜。这是一位天至尊级别的超级存在！天啊！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天至尊，竟然出现在了这种地方，还在此地建立了一处空间节点。看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几个今后负责守护这处空间节点。几头神兽眼中都是带着一丝灼热。兄弟们，抓住这个机会，这是让我们飞黄腾达的机会啊！天至尊的大腿，咱们也有一天能够抱上了。对于这些神兽们的想法，萧炎自然是不知道的。以他如今的修为，有了空间通道的加速之后，仅仅半个时辰的时间，便是已经穿过无尽遥远的距离，降临到了斗气大陆所在的方位。一望无垠的星空当中，一颗直径不足万里的矿物星球悬浮，萧炎的本尊正静静地站在此地，嘴角带着笑容。片刻之后，伴随着一道浩荡的空间波动，他的灵力分身也是终于降临了。这一刻，本尊与分身相视一笑，旋即2道身影便是缓缓地融合在了一起。嗡！可怕的灵力波动几乎是在瞬间爆发，令斗气大陆上方的星空都在微微震颤。而在大陆当中，已经达到斗帝境界的萧玄等人都是不可思议地抬起头看向了那天空之上传来的隐晦动静。又是萧炎搞出来的动静，他不会又突破了吧？几人面面相觑，有些无语的同时又有些期待。此刻的萧炎
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突破，修为虽然略微提升了些许，可距离圣品依旧有着颇为遥远的距离。之所以本尊和分身相互融合，只是因为要将分身所炼化过的火焰本源留在本尊身上一份，顺便让本尊的实力也得到一些提升。毕竟严格来说，现在的本尊若是抛开斗气大陆的增幅不谈，反倒是3大分身当中战力最差的一个了。而在融合了灵力分身的火焰本源之后，本尊只需要花费一些时间酝养，便是可以与灵力分身一样拥有更加强大的火焰和修为。3天之后，灵力分身再度从本尊身上分离出来，而后本尊的手中则是多出了一道金光闪闪的阵盘，太眼阵盘便暂时留在本尊手中使用吧。萧炎将这件绝世圣物留给了本尊，毕竟本尊没有任何的帮手，能够依靠的资源也唯有斗气大陆自身，所以还是需要一件足够强大的宝物来辅助。毕竟不久之后，本尊便是要独自面对2位天魔帝了。有了太眼阵盘的帮助，在对付那2位天魔帝则是会变得相对轻松一些。最后，本尊与灵力分身分头行动，将整整9颗漂浮在宇宙当中的恒星汇聚在了一起。9轮真正的恒星，真正的太阳，共同组成了一个威能可怕到了极致的超级大阵。真正的9阳灭魔阵，可以镇杀天魔帝的可怕阵法。做完这一切之后，分身也是终于回归到了大千世界，而本尊则是默默回到斗气大陆，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战斗。刘兄，万事俱备，接下来便是要真正的开始计划了。你那边做好准备了吗？萧炎一回到大千宫，便是直接将目光放在了青山剑圣的身上。闻言，青山剑圣也是嘴角露出一抹笑容。对于这一刻，他同样是无比的期待。准备好了。根据消息，大千世界一方阵营当中，倒是有着一位仙品天至尊，最近准备着一场活动。此人便是北域温家的老祖温良和。传闻这位温家老祖最近刚刚炼制出了一枚仙品绝世神丹，心情无比的舒畅，正要举办一场开丹会来招待一下各位朋友。我已经跟这位温家老祖提前传讯，你只管前往北域温家，我会在暗中跟随你。一旦色孽天魔帝出手，你我便是联手将其斩杀。青山剑圣侃侃而谈，计划周密。闻言，萧炎也是微微点头。温家老祖算是大千世界1号响当当的人物了，算是圣品之下最强的一批仙品天至尊，不但拥有着仙品后期的实力，而且炼丹炼器都是颇为的拿手，尤其是其炼丹术也是同样的仙品大宗师水平，比起万丹楼楼主都差不了多少。而一枚仙品绝世神丹，虽然不如一件仙品绝世圣物那般珍贵，却也是十分稀有的宝物。毕竟想要炼制这种丹药，除了要拥有高超的炼药术之外，更是需要大量珍贵的材料，所以这种神丹也算是对于天至尊而言都十分珍贵的宝物，价值再低也要有数十亿至尊灵液。当然，除了因为这绝世神丹极为珍贵之外，也是这些天至尊们漫长寿命当中颇为的无聊，因此想要借此机会凑在一起聚一聚。好友聚会总是需要一点理由的。温家老祖活了上万年的时间，在大千世界结交的天至尊更是不在少数。此番聚会，即便是有很多人颇为的忙碌，也依旧有着10多位天至尊受邀前往。而经过青山剑圣的暗示之后，温家老祖自然更加识趣地邀请萧炎这位大千世界新秀前往。毕竟萧炎的名声已经开始逐渐在大千世界打响，很多天至尊已经意识到，一位来自下位面的超级妖孽正在以一种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崛起。当然，对于这位绝世天才真正的实力，目前除了大千宫当中的几人之外，其余人依旧是一无所知。唯有青山剑圣在轻轻擦拭着自身宝剑的同时，双眸也是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意。此战之后，萧炎将真正的扬名整个大千世界。那萧炎终于从大千宫出来了吗？域外邪族核心疆域，巍峨高大，仿佛无尽魔气缠绕的万魔殿当中，无数高大的魔影坐立其中。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个个双目当中都是爆发出兴奋至极的神色。这个大千世界诞生出来，领悟了火之大道的绝世天才，令他们这些天魔帝都是感到十分的忌惮。别的不说，单单是看炼天魔帝那可怕的实力，便是已经可以判断出这萧炎将来又该是何等的可怕了。既然炼天魔帝能够以玄魔帝后期的修为对抗战天魔帝，那这萧炎的修为若是能够达到仙品后期，想必即便是不如炼天魔帝，也是足以对抗寻常的天魔帝了。这一点是被圣天魔帝和其他天魔帝们都公认的。听说那个萧炎还得到了太眼天尊的传承。圣天魔帝坐在最上方的王座之上，一张慈悲与毁灭相互交织的脸上带着一丝凝重。不错，此事乃是我的一星魔仆从传递过来的消息。按照大千世界那边隐晦传来的消息，这萧炎如今怕是也已经有了仙品天至尊的实力，加上他得到了太眼的那些宝物，恐怕就算是普通的天魔帝想要击杀他都十分的困难。星天魔帝坐在一旁，神色同样带着几分的郑重。
作为域外邪族阵营最为擅长灵魂手段和心灵控制的超级天魔帝，整个大千世界阵营被他种下心魔种子，成为自己心魔傀儡的天至尊都是不下3位。因此，新天魔帝的消息一向是域外邪族最为灵通的。他本身就是领悟了火之大道的绝世天才，如今又得到了太眼那个家伙的传承，如今已经有了仙品的修为，将来成为圣品，想必也是板上钉钉。以他对于火之大道的感悟，加上太眼的太眼阵盘，这萧炎怕是用不了几十年就会成为下一个太眼天尊，甚至下一个不朽大帝。圣天魔帝脸色凝重到了极点，其他天魔帝听到之后也是忍不住心中微微一凛。太眼天尊，那可是可以布置下完整的九阳灭魔阵的顶尖灵阵大宗师，是有着击杀天魔帝战绩的可怕天至尊。当然，为了击杀这个家伙，域外邪族付出了不知道多少代价。总之，这是一个比破灭大帝还要难缠的家伙。不朽大帝那更是一个传说，拼命之下，连他们的神都被封印了，连圣天魔帝在他手中都走不出10招。若是大千世界再诞生一个这样的存在，那别说是救出天邪神，他们整个域外邪族都将有着覆灭的危险。值得庆幸的是，我族也诞生了炼天魔帝这样的存在。这段时日，有着金乌神火的帮助，还有我族倾注的无尽资源，想必用不了多久，炼天魔帝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天魔帝了。到时候，我族也将再度诞生出一位绝世高手。一名双臂宛如刀锋一般的天魔帝缓缓开口道：“他的名字为斩天魔帝，这同样是一尊极为强大的超级天魔帝。”听到斩天魔帝的话，众多天魔帝都是微微一怔，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是啊，倒是忘了，他们域外邪族也是诞生了一位超级天才，炼天魔帝在玄魔帝巅峰就可以与战天魔帝硬干，那等他成为真正的天魔帝，岂不是可以与暗天魔帝甚至圣天魔帝相媲美不成？闻言，王座之上的圣天魔帝脸上同样露出一抹笑容。不错，万幸的是，我族也诞生了炼天魔帝这样的一尊存在，而且因为炼天魔帝的原因，我们更加清楚了那萧炎的可怕。此刻，我在暗，敌在明，正是发动突袭的最好机会。圣天魔帝骤然站起身，双目当中爆发出了可怕的杀机。萧炎必须死！闻言，其他天魔帝也是纷纷站起身，一双双色则各异的瞳孔当中，却是都爆发出了同样的杀意。萧炎必须死！色孽天魔帝，星天魔帝。圣天魔帝看向下方，2名天魔帝便是缓缓地站了出来。星天魔帝是一名脸庞似是有着千变万化的俊美男子，而色孽天魔帝更是有着一种令人惊艳到极致的美貌。这是一名美帝分不清男女，甚至分不清是人是魔的绝世美人。她的皮肤白皙晶莹，身材修长匀称，仿佛是世上最完美的艺术品，又仿佛是欲望的化身。你们2个前往大千世界去击杀萧炎。圣天魔帝下令。是。星天魔帝和色孽天魔帝领命，2人相互对视一眼，眼中都是带着兴奋和杀意。能够击杀一个如此可怕的天才，那种成就感可比击杀一名普通天至尊甚至圣品天至尊都来得可怕。尤其是色孽天魔帝，眼中更是带着一抹炽热的欲望。这一次就让我好好折磨一下这个大千世界的小天才吧。色孽天魔帝发出似男似女的邪异笑声，仿佛有着无数色欲幻想在周围飘荡。为了保险起见，我这次会动用我的最强魔帝分身。星天魔帝说话之间，其他魔帝都是心头微微一惊。这星天魔帝可谓是化身万千，可以随意的寄存在一个生灵的心中，是域外邪族当中手段最为诡异的一位。当然，这样做也导致他的正面战力并不算强大，因为他的心魔之力已经分散到了无数分身之上了。除非万千分身汇聚于一身，这样才能令星天魔帝拥有接近暗天魔帝的可怕战力。不过，虽然他平时的正面战力不算强大，可也是相对于这些顶尖天魔帝而言的。星天魔帝那尊心魔之力留存最多的天魔帝分身，依旧有着天魔帝后期的可怕战力。高台之上，圣天魔帝闻言反而是颇为满意的点了点头。星天魔帝虽然名义上要听命于他，但其实后者的实力也跟自己极为接近，他倒是也不好直接命令星天魔帝。如今星天魔帝主动站出来，他倒是省了主动劝对方的心思。2尊天魔帝后期的可怕战力，而且都是手段极为诡异的那种。别说那萧炎如今应当是刚刚突破仙品，只要他还没有达到圣品，那就一定可以灭了这个家伙。你们2人务必要竭尽全力灭掉萧炎，即便是发生了任何意外，也要想办法将这家伙的道心污染，让其今后境界无法寸进。圣天魔帝叮嘱一声，2名天魔帝都是微微点头。星天魔帝的眼中更是有着莫名的光芒闪烁。他之所以派遣最强的心魔分身出战，除了因为对方令他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之外，更是他对于萧炎产生了莫大的兴趣。如此天才，若是能够奴役成自己的心魔奴仆，或是炼制成自己的心魔分身，那才是最美妙的事情啊！
说不定自己也可以从其身上得到一丝领悟火之大道的可能。凌天魔帝、圣童天魔帝。圣天魔帝又将目光看向另一侧，两名天魔帝也是从中走了出来。凌天魔帝算是最为常见的域外邪族特征，体表有着一层魔气升腾的鳞甲，除了头上没有独角之外，与炎魔族的区别倒也不算很大。而圣童天魔帝则是与圣天魔帝的模样极为相似，他完全就是人类的长相，只是脸庞俊美慈悲，却是又有些无尽可怕的邪异气息。在他的眉心位置有着一只紧紧闭着的树眼，这只眼睛虽然紧闭着，可其中却仿佛有着无尽威能酝酿，令人心生畏惧。他是圣魔族这一代最为杰出的天才，算是圣神圣天魔帝的直系后裔。一只圣童被他修炼到了极为可怕的程度，一旦爆发，可以瞬间击杀一位玄魔帝，重创普通的天魔帝。这两位都是天魔帝中期的修为，而且战力都很接近天魔帝后期。你们两个现在立刻前往斗气大陆的方向蛰伏起来，一旦新天魔帝和色孽天魔帝做好之后，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率先动手。圣天魔帝也是颇为的有信心，那萧炎能够这么快就成为天至尊，想必已经炼化了斗气大陆的位面之胎。你们一旦全力进攻斗气大陆，他必然会有所感应。而一座下位面虽然强大，可面对两尊天魔帝的围攻也很难坚持下来。那斗气大陆不但是他的基本盘，估计他的家人朋友也在其中。一旦斗气大陆被天魔帝攻击，萧炎必然会阵脚大乱。而若是斗气大陆被毁灭，身为位面之主的他更会因此重伤。这时候便是色孽与新天魔帝动手的时候了。听到圣天魔帝的分析，其他天魔帝相互对视一眼，彼此的眼中都是带着一抹笑容。四尊天魔帝同时出手对付着萧炎，这阵仗就算是一些圣品天至尊都没有这个待遇。为了灭杀这位大千世界的绝世天才，未来的绝世强者，他们可谓是不留余力。姐姐，此番必然让这萧炎十死无生。死在如此阵仗之下，他已经值得庆幸了。众多天魔帝发出阴冷的笑声，圣天魔帝的声音也是最终在万魔殿当中回荡。出发，目标击杀萧炎。这一日，足足4位天魔帝同时离开了域外邪族的疆域，而与此同时，那一只盘坐在炎魔族疆域当中闭关修炼的高大魔影也是缓缓睁开眼睛，嘴角露出了一抹笑容。大餐来了。翌日清晨，萧炎的灵力分身同样是踏上了行程，前往温家所在的地界。只不过在他的身边却是又莫名的多出了3人。你们3个也收到了温家老祖的请柬。萧炎望着面前的3人，心中有些无语。温家老祖当年曾经受到过我族大长老的一些恩惠，如今听说我成了天至尊外出历练，所以也就顺势邀请我前往了。青眼镜站在萧炎身边，轻轻掩嘴笑道：“呵，北域温家算是我魔河古族的邻居了，我们2族这些年交流也是不少。我作为魔河古族的少族长，自然是有资格被邀请前往的。”魔河天难得的在萧炎的面前提起露出意气风发的一面。虽然萧炎现在表现的天赋比他好，实力比他强，但有着魔河古族这个巨大的名号顶在头上，终究是让他在萧炎面前也是看上去颇为的不凡。嘿嘿，老夫在地至尊之时便是与那温老头关系匪浅，我们这些散修的天至尊哪里比得上他们2大古族，自然是要抱团取暖的。万阵仙尊也是咧嘴一笑，能够成为仙品天至尊的存在，说是散修，但那也只是相对谦虚的说辞罢了。类似于他们这种级别的存在，又有哪个不是有着一棒子朋友彼此抱团？否则他们又如何面对魔河古族等超级势力，又如何得到更好的消息和资源？萧兄，难道你已经对我们产生厌烦了吗？望着萧炎那一脸无语的模样，青眼镜俏脸之上带着一抹可怜兮兮的神色，仿佛有着不小的委屈一般。望着这位浮屠圣女小女儿一般的姿态，萧炎也是忍不住的尴尬一笑。我只是觉得你们怎么好像谁都认识一样。其实对于这些家伙谁都认识一般的模样，萧炎心里一点都不奇怪。大千世界看似广阔无限，可是所有天至尊加起来也不过10000人左右罢了。很多老牌天至尊活了数千年上万年都是极为常见的事情，加上大家都是大千宫的一员，相互认识根本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真正令他有些头疼的是，带着这么3个拖油瓶，一旦跟那2位天魔帝厮杀起来，这3人可就麻烦了。在2尊天魔帝后期的战力面前，无论是已经仙品修为的万阵仙尊，还是有着仙品战力的魔河天和青眼镜，都不过是对方随手几招就能解决的战斗力罢了。这3个家伙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已经通知了他们魔河古族的一位圣品，一旦发生战斗，这位圣品会立刻出手将他们3人护住的。青山剑圣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令萧炎微微心安。魔河古族的圣品天至尊，即便是不敌2位天魔帝，但自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青山剑圣悄悄跟随在萧炎身后的事情，其余3人却是丝毫未曾发现过。毕竟后者已经算是如今大千世界最为顶尖的强者了，
三人想要察觉，实在是有些困难。若是被他们三人都能察觉到，那青山剑圣的埋伏可就一点用都没有了。3天后，萧炎一行人终于穿过了近100座大陆，来到了一处岛屿群当中。温家虽然已经足够算是大千世界的超级势力之一，不过却并没有占领一处大陆作为领地，而是选择了一片浩瀚辽阔的海域。当然，这海域当中却是有着足足上千道庞大的岛屿星罗棋布，组成了一个面积接近超级大陆的群岛。这里就是温家的大本营千星海了。急速飞行的高空当中，万阵仙尊望着脚下那逐渐浮现的大量岛屿，轻声笑道：千星海由上千道庞大岛屿共同组成，星罗棋布，宛如一颗颗点缀在大海当中的星辰一般，故而被称之为千星海。虽然是一座座岛屿，但即便是其中最小的岛屿，其直径都是不下1000里。至于最为中央的几座岛屿，则是完全可以媲美一座小型大陆，面积比起斗气大陆的中州都是差不了多少。温家不愧是大千世界北域颇为有名的超级势力，这等阵容可是不比一些大宗门的底蕴要差上多少。青眼镜站在一旁也是轻声笑着点评道：只见那一座座岛屿并非是什么所谓的荒岛，而是布置有一座座聚灵阵，将周围的天地灵力尽数吸纳。而在那一座座岛屿之上，则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资源，如各种灵草灵药，又比如各种灵兽矿物。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着大量的修炼者盘坐其中，每一座岛屿都有着温家直系或是吸纳而来的核心弟子坐镇，而这些人的修为都是统一的达到了至尊境界，甚至一些较大的岛屿之上还有着地至尊级别的强者坐镇。随着4人的一路前行，当4人来到那中央位置面积最大，几乎堪比中州的岛屿之上时，一道磅礴的气息也终于是在此刻出现。哈哈，万阵老弟，没想到你这次也来了。伴随着一道雄浑的声音在天地之间响起，下一刻便是有着一道道天至尊的气息从这中央岛屿之上升腾而起。放眼望去，竟然已经有了足足10多位天至尊的身影在其中。这般阵容都是令下方的很多温家族人忍不住眼神狂热地盯着天空之上的一道道人影。这些人每一位都是大千世界声名赫赫之辈，每一位都可以轻松成为一片浩瀚大陆的主人。而为首之人则是一名童颜鹤发、皮肤红润的老者。哈哈，最近时间颇为的闲散，倒是借着这个机会来你温老哥这里打打秋风。万阵仙尊闻言也是哈哈一笑，两队人马算是在此地碰了头。接下来温家老祖又相继问候了一下青眼镜和摩诃天，最后才将目光看向了萧炎。这位便是得到了太眼天尊传承的萧炎兄弟吧？果然是气度不凡，实在是一代天骄人物啊。听到温家老祖的夸赞，萧炎也只能是礼貌一笑，跟对方客套的寒暄了几句。来，我给诸位介绍一下我的一些好友。温家老祖认识萧炎之后，也是笑着给他介绍了一下自己身后的一些好友。此次来到他这里参加宴席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天至尊，灵品占据了大半，而仙品算上万阵仙尊倒也有着4、5人。毕竟温家老祖也算是仙品天至尊当中比较靠前的强者了，在大千世界的地位约等于焚天魔帝在域外邪族当中的地位。而那些普通的天至尊在得知萧炎等人的身份之后，脸上的笑容也是变得更加热情了一些。不提与他们大多相识的万阵仙尊、青眼镜和摩诃天这2位顶尖古族传人的身份，也是令他们有着结交之意。而当他们听说萧炎得到了太眼天尊的传承之后，眼中也同样是带着热情。毕竟能够成为太眼天尊的传承者，便是意味着这萧炎也绝非凡人，未来的成就怕是也不会太低。对于这一点，其他天至尊还只是猜测，温家老祖却是真正清楚萧炎的可怕潜力。萧炎已经领悟了火之大道，可以匹敌圣品后期。这句话是青山剑圣亲自告诉他的，所以温家老祖也难免会将目光在萧炎身上逗留更久。萧炎兄弟，既然你得到了太眼天尊的传承，那不知我族的丹神鼎可否还在那太眼传承当中？在众人相互结交之际，一道略微有些不合时宜的声音却是在萧炎的面前响起。闻言，众人都是忍不住将目光转移了过来，就连萧炎也是将目光看向了此人。这是一名身穿青色长袍，同样带着几分仙风道骨味道，却带着几分刻板威严的老者。在他那青色长袍的背后，则是有着一个栩栩如生的丹炉绘制，是天丹真君。果然，我就知道这家伙一定会盯上太眼传承当中的丹神鼎的。看到老者与萧炎交谈，很多熟悉此人的人都是丝毫不奇怪，反倒是颇有兴趣的将目光看向了2人。天丹真君是在场诸多天至尊当中第2位仙品炼丹大宗师，而且其一手炼丹术甚至要比温家老祖乃至大千宫的万丹楼主都要更胜一筹。此人除了仙品炼丹大宗师的身份之外，还是丹神族的大长老，地位崇高。对于此人，萧炎倒是也颇有印象。
毕竟他前世也是跟丹神族打过一些交道的。而天丹真君说出这句话的目的，他更是不用多想，便是能够知晓对方的目的。丹神鼎的确是在我的手中。萧炎也是笑着看向这位丹神族大长老。当年太眼天尊从丹神族的手中赢得丹神鼎，一直都是令丹神族颇为心痛的一件大事。只不过后来太眼天尊陨落之后，将所有宝物都放了起来，而且有着严格的禁制，所以也导致这些丹神族的强者都无法将丹神鼎从中取出。而如今萧炎这位传承者已经将此物带了出来，自然也是可以将此物还给丹神族。丹神族那也是大千世界最为顶尖的超级势力之一，或许正面战力要比五大古族略输一筹，可论起财富人脉，却是比起这五族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炼丹师在大千世界的身份虽然没有炼药师在斗气大陆那般极端，却也是颇为的尊贵，令无数强者愿意结交。但饶是如此，在损失了一件仙品绝世圣物之后，依旧是令丹神族心痛无比。毕竟这丹神鼎可是丹神族的镇族之宝之一。既然丹神鼎就在萧炎兄弟的手中，那不知道萧炎兄弟可否令其物归原主，将丹神鼎归还到我丹神族的手中。听到丹神鼎的确是在萧炎的手中，天丹真君显然是眼睛一亮，看向萧炎的目光多了几分炽热。丹神鼎若是回归了丹神族，那他这个大长老便是最有资格使用此鼎的人物之一。即便是他不使用，能够将丹神鼎带回到丹神族，那对他而言也是可以带来巨大声望的好事。将丹神鼎还给丹神族。萧炎看了一眼天丹真君，而后轻轻摇了摇头。这丹神鼎是你们丹神族当年输给太眼天尊的，如今我得到了这太眼传承，丹神鼎自然也就是我自己的东西了，何来的归还之说？开玩笑，这可是一件仙品绝世圣物，对于圣品天至尊都有着不小价值，放在顶尖势力都可以当成镇族之宝。你老家伙想要动动嘴皮子就弄回去，这怎么可能？听到萧炎的话，天丹真君嘴角微微抽搐，不过他也是知晓这宝物从道理上讲应当是属于萧炎，而且萧炎实力潜力都是颇为的不俗，若是想要从他的手中强或许也不是什么明智的行为。于是他沉吟片刻之后，便是开口道：萧炎兄弟，这丹神鼎并非是擅长战斗的绝世圣物，对你而言帮助或许不大。老夫也知道如此宝物不可能让你直接送上，这样吧，我可以代表丹神族向你提出条件，我丹神族愿意以100亿至尊灵液或是一件价值相当的宝物来换回丹神鼎，不知你意下如何？天丹真君一开口，周围的强者们都是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虽然在座的各位都是赫赫有名的天至尊，可100亿至尊灵液对于他们绝大多数人而言，依旧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很多灵品巅峰的天至尊全部身价加起来都没有这么多，而一些仙品天至尊或许能够超过100亿身价，但那是将浑身宝物都加起来的情况下。若是单论手头上的至尊灵液数量，很多人甚至连几亿至尊灵液都拿不出来。这丹神族一开口就是100亿至尊灵液，真是财大气粗。100亿至尊灵液，萧炎也是眉头微微一挑，这笔财富倒真不是一个小数字。丹神族不愧是大千世界最有钱的几大势力之一，不过这些财富比起丹神鼎来说还是差了一些意思。要知道，丹神鼎与过去的太眼金剑一样，那都是仙品当中极为珍贵的绝世圣物。100亿至尊灵液虽然很多，但充其量也就是购买到铸造这等绝世圣物的材料罢了。而且丹神鼎经过丹神族数万年的凝练，对于丹神族的价值怕是远远不止于此。天丹老哥，萧炎眉头微微皱起，令天丹真君心里不由得咯噔一声。这丹神鼎毕竟是太眼前辈留给我的传承之物之一，虽然对我帮助并不大，可也不能如此随便的卖出去吧。萧炎看着天丹真君，以他的炼药术造诣之高，这丹神鼎对他的帮助还真的不是很大。如今放眼整个大千世界的所有丹药，能够需要他动用药鼎的几乎不超过3种，而一旦他修为突破圣品，单单是依靠混沌熔炉，便是足以炼制大千世界任何一种丹药。因此萧炎对于丹神鼎的要求也并不算大。坏了，天丹真君心里咯噔一声，他最怕的就是萧炎如今的这副姿态，给钱都换不过来，那可真的就麻烦了。萧炎兄弟，我觉得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天丹真君声音隐约蕴含了几分怒意。萧炎领悟了火之大道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彻底公开，在他看来，萧炎只不过是个侥幸得到太眼天尊传承的幸运罢了。只要萧炎还没有成为圣品，那还是对他们丹神族尊重一些的好。当然他也不愿意跟萧炎撕破脸皮，只是丹神鼎就在面前，令他有些忍不住的焦急了起来。100亿至尊灵液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天丹真君盯着萧炎，我知道，不过丹神鼎也不是寻常的绝世圣物。萧炎笑着望着天丹真君，一字一顿地说道：得加钱。当萧炎这句话说出来的那一刻，周围的天至尊们都是忍不住一个踉跄，
一个个都是嘴角抽搐的看着萧炎。本以为此人是个有志之士，对于前辈传承之物十分的看重，结果却是发现原来是丹神族开的价格不够高啊，得加钱。天丹真君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目光上下打量了萧炎一番，深吸一口气之后才缓缓说道：“120亿，这是老夫能够决定的最大权限了。”120亿，萧炎还是笑着摇了摇头。丹神鼎即便是正常拍卖出售，那价格怕是也足以卖到180亿到230亿之间，这还是对于普通天至尊来说。对于丹神族而言，此物的价值只会更大。至尊灵液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多的价值，这样吧，萧某过段时间可以前往一趟丹神族，看看丹神族有什么适合萧某的宝物，我们可以以物易物。萧炎看着天丹真君，后者听到之后微微一怔，沉默片刻之后也是微微点了点头。也好，恰好1年之后便是我族100年一次的万丹会了，萧炎兄弟若是感兴趣，我丹神族随时欢迎。万丹会是丹神族每100年举办一次的一场盛大宴会，每次大会至少会有1枚仙品绝世神丹出世，更有无数炼丹宗师、大宗师前往，场面之盛大，比起温家老祖这种小型聚会，可要恢宏了不知道多少。万丹会，萧炎闻言嘴角笑容更盛。万丹会简直就是大千世界版本的丹会，不过论起规模和盛况，则是要超过了斗气大陆无数。前世的时候，他便是通过万丹会第一次名扬大千世界的，不过那是下一个100年的万丹会了。毕竟若是按照前世的轨迹，他现在的年龄应当是刚刚突破到斗圣才对。没有问题，萧炎点头答应。而温家老祖也是在这时终于笑着站了出来打圆场。没想到萧炎兄弟对于万丹会也有兴趣，哈哈，到时候老夫也会前往，我们或许可以一起。哈哈，诸位都别站在天上了，免得让下面的这些凡俗惊恐。温家老祖一边笑着，一边带着众人前往温家大殿。海域之上，无数生灵都是羡慕地望着那天空之上的诸多强大身影，眼中不乏艳羡之色。而在不远处的一座巨大岛屿之上，2名至尊境的强者却是相互对视一眼，眼中的杀意并没有丝毫的掩饰。这个家伙就是萧炎吗？2名看似普通的至尊境强者眼中诡异光芒闪烁，却是能够隔着无尽的遥远距离一眼看穿众多天至尊的底细。一群最多不过仙品的天至尊罢了，的确是很容易被他们看穿底细。不过这个家伙竟然也已经突破到了仙品，而且看其修为应当是处于仙品后期层次了。一名至尊眉头微微皱起，事实上这位至尊的神魂早已被夺舍，此刻真正隐藏在这道身体当中的其实是星天魔帝的魔帝分身。仙品后期，另一名至尊也是微微皱眉，他正是色孽天魔帝。这2位天魔帝本身就是极为擅长利用生灵欲望心灵来战斗的天魔帝，故而可以轻易地侵入任何一位至尊乃至地至尊的神魂，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魔帝身躯融入到此人的心灵当中。甚至就算是地至尊乃至一些灵品天至尊，稍微不注意之下都有可能中招，被2人给直接侵袭。正是因为这种诡异手段，这2人才会被域外邪族派来击杀萧炎。仙品修为要击杀他的确是会有些麻烦。色孽天魔帝夺舍的至尊眉头皱起，当初炼天魔帝就是以玄魔帝巅峰的修为，竟然可以与战天魔帝打到那种程度。论起正面战力，色孽天魔帝和星天魔帝的最强分身也就是这个水平了，大致相当于可以在战天魔帝手下保命，但处于下风。若是这萧炎真的有着这样的战力，那正面战斗2人怕是无法如此迅速的击杀他，甚至会被对方给缠斗。而温家所处的这个位置可是最为接近魔诃古族的地方，一旦爆发的战斗动静超过1炷香的时间，怕是魔诃古族就会立刻察觉。一旦魔诃古族察觉到，必然会有圣品强者出手，到时候击杀萧炎困难不说，反倒是会被越来越多的大千世界强者包围，有着陨落的风险。无妨。星天魔帝沉吟片刻之后，缓缓开口道：“这萧炎虽然已经有了仙品后期的修为，但是其火之大道的掌控或许比不上炼天，即便是他得到了太眼的传承，估计最多也就发挥出圣品初期或是中期的战力罢了。等他从温家当中出来，我们便是立刻寻找机会，一旦发现机会，先让灵天魔帝和圣童天魔帝攻击斗气大陆。”星天魔帝眼睛当中跳动着诡异的光芒，位面之胎受到攻击，他的家人族人都在其中，这萧炎必然会阵脚大乱。到时候我再施展心魔幻想，强行控住他的心神，你抓住机会，务必在短时间内将此子彻底的斩杀。听到星天魔帝的计划，色孽天魔帝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不错，这萧炎就算再天资绝世，也不过是一个修炼岁月很短的小家伙罢了。别说他的正面战力应当不如炼天魔帝，就算是真的堪比炼天魔帝又如何？家乡世界遭到入侵，必然心神大乱。而星天魔帝
最为擅长的便是心魔入侵。一旦心神慌乱，别说是一个小小的仙品，就算是圣品后期，都有可能会被星天魔帝给侵蚀。而一旦被星天魔帝控制了心神，那他便是待宰的羔羊，必然会被自己轻松击杀。想到这里，两大天魔帝相互对视一眼，心中也是多了几分把握。绝世神丹果然不凡，不愧是服下一颗足以令仙品天至尊起死回生，圣品天至尊重伤都能快速痊愈的神丹啊！温家总部一处完全由白玉铺就的大殿当中，10几位天至尊此刻已经是畅聊了足足3天3夜，面前的美食美酒都换了几茬。对于修为高深、寿命悠长的天至尊们而言，3天的时间的确是短暂。很多天至尊若是论道，别说是3天，便是3年都是很常见的事情。3天以来，众人相聚一堂，可谓是相谈甚欢。就连天丹真君和萧炎都是放下了丹神鼎的事情，彼此讨论一些炼丹、阵法，乃至一些大千世界的绯闻趣言。而在这最后的一天，温家老祖也是终于将他辛苦炼制出的那枚仙品绝世神丹给拿了出来，供众人浏览观赏。望着那枚仙品绝世神丹，很多天至尊的眼中都是露出了艳羡火热的神色，尤其是那些灵品天至尊更是十分的眼馋。一枚仙品绝世神丹虽然不及仙品绝世圣物那般珍贵，可也算是大千世界的顶尖宝物了。如温家老祖炼制的这枚9霄涅槃丹，便是可以让圣品之下的天至尊几乎多出一条性命，只要神魂未曾完全碎裂，便是可以在顷刻之间起死回生。这样的一枚丹药，其价值绝对是相当于数十亿至尊灵液，很多灵品天至尊若是想要购买，怕是要倾家荡产。不过艳羡之余，他们也是知晓温家老祖的真正用意，除了显摆一下自己的杰出作品之外，无非是老头子闲得无聊，想要邀请一些朋友一起聚一聚。不过当宴席结束之后，他们都是未曾看到温家老祖眼中的莫名光芒。萧炎兄弟，没想到你对于炼丹术同样有所了解，而且看其造诣也是十分的高深。天丹真君望着萧炎，手中一枚淡紫色的玉质令牌便是被他递给了萧炎。淡紫色的玉牌有一种颇为珍贵的灵玉铸就，单单是这令牌的材质就足以价值数万至尊灵液，而在那玉牌之上则是雕刻着一个龙飞凤舞的丹字。此物是我丹神族的贵宾令牌，里面还有着我的一道灵力印记，今后你若是来我丹神族，只需将此令牌拿出，丹神族大部分疆域便是任你行走。天丹真君望着萧炎，眼中已经有了浓厚的结交之意。3天下来，他对于萧炎变得更加重视，知晓此人绝非池中之物，无论是为了丹神鼎，还是此人的潜力，他都要好好结交一下这萧炎。1年后，我丹神族的万丹会，萧炎兄弟可一定要来，到时候我会亲自迎接你。天丹真君看着萧炎笑道：“没有问题，1年后的万丹会，我一定会到。”萧炎也是笑着点了点头。对于身为炼丹师的他而言，那丹神族的很多收藏还是令他十分心动的。萧炎兄弟，我也走了，今后有时间来我紫云宗一座。萧炎兄弟，能认识你真的是很高兴，今后有缘再见。一位位天至尊与萧炎纷纷告别，彼此看向萧炎的目光当中都是带着结交之意。这萧炎不愧是能够得到太眼天尊传承的人，偶然畅谈，便是令他们这些天至尊都隐隐有着一种收获之感。而且其将来必然是大千世界的顶尖强者之一，如此人物自然是有人愿意结交。可恶，又被这个家伙装到了。摩诃天站在不远处，望着这一位魏天至尊热情的笑容，嘴角忍不住微微抽搐。宴会刚开始，大家在听到他摩诃古族少族长的名号之后，一个个眼中还是颇为的热情。可随着萧炎的谈吐，众人的目光很快便是被他吸引，这让这位摩诃古族的少族长内心隐隐有些郁闷。萧炎大哥，没想到你竟然连炼丹术都懂得，你真的好厉害！清脆的声音在萧炎身后响起，摩诃天的脸庞更黑了，因为青眼镜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越发的崇拜。这个萧炎临阵天赋这么高也就算了，竟然连炼丹术也是懂得1、2。看天丹真君那副热情的脸庞，便是知晓萧炎真的懂得一些炼丹术，而且造诣颇为的深厚。而且几人在大千宫的时候，也是隐隐听说萧炎还懂得一些炼气之术。能够被大千宫的人这么说，说明萧炎的炼气之术怕是也起码有着大宗师水准了。青眼镜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遇到一个全方面都比自己优秀出众的同龄人。而且这萧炎还不装逼，为人很温和，比起那位摩诃古族的少族长强了不知道多少。侥幸参悟出一些东西罢了。萧炎回过头望着那张清丽绝伦的脸庞，还有那一双亮晶晶的美眸，心中莫名的升起了一丝罪恶感。论起容貌，这位浮屠古族的圣女的确也当得起倾国倾城，与萧炎的几位夫人相比都是丝毫不差。只不过一想到这青眼镜今后的路，萧炎还是下意识地收回了一些旖旎的念头。我这一世已经有了5个老婆了，感情上已经没有了什么遗憾，
没必要再跟着青眼镜多出一些因果之外的事情了。萧炎心中默默想着，青眼镜却是依旧颇为崇拜地看着萧炎。萧炎大哥，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前往我浮屠古族坐一坐？青眼镜一开口，萧炎和魔和天都有些坐不住了。去你们浮屠古族？萧炎也是微微一怔，旋即便是打算摇头拒绝。浮屠古族距离温家的距离可是颇为的遥远，哪怕是以他们的速度，也要赶路好几天的时间。而且浮屠古族里面还有不少内部竞争，他们那个大长老也是个老顽固，加上萧炎不想跟着青眼镜有着过多的纠缠，所以并没有前往浮屠古族的兴趣。答应他。淡淡的声音从萧炎身后响起，令萧炎原本准备摇晃的脑袋微微一顿。从温家到浮屠古族的距离十分遥远，对于那两位天魔帝而言，出手的机会怕是会多上不少。青山剑圣的话在萧炎耳畔回荡，令萧炎最后还是有些无奈的点了点头。也好，我也想看看浮屠古族是何等的强大。闻言，青眼镜脸上顿时绽放出一抹雀跃笑容，仿佛令周围的天地都骤然一亮。能够让我族与萧炎大哥结交，那对于我族将来必然是有着莫大的好处。顺便让族中那些老家伙都知道，这魔和天也并非是他们口中说的那般优秀，这大千世界还有人比他更加优秀。青眼镜心中想着，族中那些个老东西可是有着不少都希望他能够跟魔和天结合，然而他对于魔和天却是始终不感兴趣。等等，我为什么会将萧炎大哥放在这种位置？我在想什么？青眼镜微微一怔，一抹绯红浮上俏脸，他有些鬼鬼祟祟地看了萧炎一眼，见到后者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这个姑娘，萧炎脸上看似平静，内心却是更加无奈，总感觉事情好像要往其他方向发展了一样。很快，一行人便是告别了温家老祖，朝着浮屠古族的方向前进。而这一次，魔和天不出意外，依旧是如同狗皮膏药一般跟了上来。而万阵仙尊则是因为萧炎的缘故，也被受邀前往浮屠古族。只不过，众人都是察觉到萧炎这一路上并没有说多少话，反倒是一直有些沉默。萧炎大哥，你是不想去我浮屠古族吗？青眼镜有些忐忑地看着萧炎，萧炎却是依旧笑着摇了摇头。从离开温家之后，他的注意力就根本没有放在浮屠古族之上，而是放在了身后两道寻常天至尊根本不可能察觉到的气息之上。果然，这两个家伙在温家的时候就已经盯上我了。萧炎嘴角微微勾起，飞到半路之后，忽然提议众人找个地方暂时休息一下。闻言，青眼镜等人都是微微错愕，但也并没有多想，只是找了一处荒岛，便是停留了下来。此地人烟稀疏，方圆数百万里内都是没有什么多少生灵，真是个大战的好地方。萧炎默默感应着周围的环境，嘴角渐渐泛起一抹杀机。另一边，当心天魔帝和色孽天魔帝看到萧炎一行人的落座之地后，彼此的眼中瞬间杀意暴涨，眼中带着兴奋之色。此地位于摩诃古族和浮屠古族的正中央，距离最近的一名仙品天至尊都是距离无比遥远，一旦大战起来，就算是圣品天至尊想要前来支援，都是需要至少半天的时间。而且那摩诃古族和浮屠古族的两位拥有圣品潜力的传人也在此地。新天魔帝和色孽天魔帝相互对视一眼，眼中都是带着兴奋。这一次怕是能够直接抹杀三尊有望圣品的存在，还附带了一个仙品灵阵大宗师，赚大了。新天魔帝当即动用万千分身传递消息，我等已经发现击杀萧炎的最好时机，灵天魔帝、圣童天魔帝立刻行动，全力进攻斗气大陆。淡淡的声音透过新天魔帝的万千分身以及域外邪族的诸多手段，很快便是传到了众多天魔帝的耳中。遥远的星空当中，距离斗气大陆不足千万里的一颗矿物星球之上，两道百万丈庞大的魔影突兀出现，其体积比起那小型矿物星球都是丝毫不差。动手灭了斗气大陆！星空当中，两名巨大魔影的深处，两尊天魔帝相互对视一眼，彼此的眼中都是带着一抹残忍的笑意与贪婪。摧毁一座孕育出位面之胎的下位面，对于他们而言也是很久未曾干过的事情了。这种毁灭的快感，向来是令他们这些天魔帝们感到痴迷的。而且根据炼天魔帝所言，这斗气大陆可是还有着一件圣品绝世圣物所在，这才是令两位天魔帝都感到心动的东西。今日不但要让那萧炎陨落，就连这斗气大陆也要一并消失。两尊巍峨无比的魔影脚踏虚空，开始朝着斗气大陆的方向迅速接近。而此刻，斗气大陆之上，萧炎正静静地盘坐在菩提古树的树冠顶端，在其周围，萧玄、古元等人都是依次盘坐，安静地聆听萧炎讲道。随着斗气大陆的不断扩张，加上萧炎击杀了大量魔帝和炎魔族，将他们的魔气都融合成了斗气大陆的大陆本源。而今的斗气大陆早已成为了最为顶尖的高等位面之一，是可以真正孕育出天至尊的。当然，
如今这浩瀚的本源之力，都是已经被萧炎灌注到了菩提古树当中，而并没有帮助萧玄等人再进一步。不过饶是如此，在菩提古树之下的日夜参悟，加上萧炎的时不时讲道，萧玄等人的境界也在不断的精进。按照萧炎的感觉，等到将来带着众人进入大千世界，有了足够的灵力供应，那萧玄怕是能够迅速踏入到天至尊的境界，竹坤也是同样如此。就连古元虽然比二人稍逊一丝，但也用不了多久，同样可以做到。他们当年便是已经在斗圣巅峰停留了1000年甚至数千年之久，虽然修为一直被困，但是心灵的层次反倒是在一直蜕变，对于世界的感悟也是在与日俱增。除了3位斗帝之外，药老、薰儿、彩铃等人随着这些年的修行，也是尽数达到了9星斗圣巅峰的层次。至于严禁、雷影2位，早些年便是8星后期的存在，此刻已经是到了准备冲击斗帝的时候了。菩提神树的存在，令他们的修炼与参悟速度都与日俱增，加上萧炎的指点，众人的境界都是在突飞猛进。就在众人都听着萧炎讲解的大道而感到津津有味的时候，那一直言笑晏晏的萧炎却是忽然停了下来，抬头看向了天空。怎么了？望着萧炎那渐渐凝重下来的脸庞，众人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愣，而后便是顺着萧炎的视线一同抬头看向了天空。下一刻，他们便是被自己视线当中的2道身影给吓得浑身汗毛倒竖，眼中瞬间充斥着惊恐之色。只见那原本平静的天空之上，正在被一层漆黑无边的浩瀚黑云所笼罩，这黑云笼罩之间，直接便是令整个斗气大陆的天空都暗淡了几分，甚至到了后面，阳光都已经被遮盖，整个世界都被黑暗遮掩，斗气大陆所有的生灵都是微微一怔，而后目光不可置信地看向了天空。那是许多强者浑身颤抖，望着天空之上的2道身影，都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只见那天空之上，无尽黑云已经将整片天空笼罩，而在那无尽黑云当中，2尊身高超过100万丈的巨大魔影，正用2双猩红无比的眼睛盯着下方。那是2双怎样可怕的眼睛？强大、贪婪，充斥着毁灭的欲望。仅仅只是与这双眼睛对视一眼，萧玄等人都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无力感。他们是见识过萧炎与焚天魔帝大战的场景的，知晓焚天魔帝已经是怎样可怕的存在了。当初萧炎能够击杀焚天魔帝，的确是令他们无比的开心。可正是因此，他们才知道自己与焚天魔帝之间的差距。然而，如今这2道庞大的令人心颤的漆黑魔影身上偶然散发的气息，却是令整个斗气大陆都在震颤。这2人的实力要比当初的焚天魔帝强了至少10倍不止。这到底是2个什么东西？萧炎周围的众人都是忍不住轻轻咽了一口唾沫，内心却是隐隐有些绝望。这些年来，斗气大陆几乎是接连不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个强大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敌人。虽然这些敌人都是被萧炎给一一消灭掉了，但带给他们的心理阴影却也是不小。因为他们都是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萧炎的存在，这些敌人当中怕是随便出来一个都可以将整个斗气大陆都给灭绝。曾经令他们感到无比强大、不可逾越的斗帝境界，在那些强大的敌人面前，也不过是个大点的虫子罢了。当年焚天魔帝率领炎魔族大军攻杀而来的时候，众人就已经无比惊惧了。而如今这2道魔影虽然仅仅只有2道，可任何一道带给他们的恐惧之感都是远超焚天魔帝10倍不止。萧炎！这一刻，饶是这些斗气大陆的顶尖强者们都是忍不住将目光看向了萧炎。放心，交给我。望着众人那担忧的神情，萧炎嘴角却是依旧带着淡淡的笑容，伸出手掌微微虚压。就是这么一个风轻云淡的动作，却仿佛实质一般，将众人那原本紧张不安的心都给压了下来。是的，萧炎还在这里呢，他们怕什么？一想到这里，众人的心情瞬间安定了不少，可脸上依旧带着一些担忧的神色。虽然他们并不知道天魔帝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可也能够模糊地感受到这2尊庞大魔影的可怕实力。萧炎这几年虽然也有些进步，但这2尊魔影的实力终究是有些令人心神震撼啊。然而萧炎的脸上却是依旧带着轻松无比的笑容，反倒是将目光扫向周围的众人。诸位，今日之后，我斗气大陆就要进化成传说中的超级位面了，而你们也将因此得到莫大的好处。萧炎咧嘴一笑，望着周围茫然看着自己的亲朋好友们，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淡淡笑道：“我去就回。”话音落下，他的身影已经瞬间消失，再度出现之时，无尽的火焰便是已经从斗气大陆的天空之上爆射而出，化作一道直径10万丈不止的火焰光柱，朝着2尊天魔帝爆射而来。火焰光柱所过之处，空间直接被那可怕的高温焚烧成了虚无，威能令那漆黑无比的魔气黑云都迅速蒸发。不过，当火焰光柱即将击中目标之时，一只同样长达10万丈的苍白手掌却是已经从虚空当中伸出，而后苍白手掌轻轻一握，
那足以瞬间击杀玄魔帝的火焰光柱，便是如同一小撮火焰一般被瞬间湮灭。圣品初期的灵阵，没想到这小小的斗气大陆竟然有着这样的阵法，难怪焚天魔帝那个家伙会陨落在这里。淡淡的笑声从那尊巍峨的魔影身上传来，而后两双宛如深渊炼狱一般的眼睛，便是已经淡漠地盯着那从阵法当中走出的男子。没想到这斗气大陆竟然还有一尊真正的高手。萧炎此刻已经变化了容貌，让自己的脸变成了萧玄的模样。原因倒也简单，他的面容早就被魔帝分身分享给了域外邪族。若是被对方发现自己在斗气大陆还留着一道本尊的话，这个消息怕是会很快就被传回到域外邪族当中。所以他干脆将自己的容貌改变，暂时换成了萧玄的模样，等干掉了这两个魔帝再恢复过来也不迟。此刻他变换成萧玄的模样之后，正一脸凝重地看着两尊天魔帝，脸上仿佛有着深深的忌惮之色。仙品后期的修为，而且还是一位灵阵大宗师，能够催动圣品初级的大宗师灵阵，看样子你似乎才是这斗气大陆真正的主人。圣童天魔帝冷漠注视着萧炎，下一刻浩瀚魔气便是化作一道长达100万丈的巨大魔枪，朝着萧炎的方向狠狠扎了过去。虽然不知道你跟那萧炎到底是什么关系，不过很可惜，今天你跟你的斗气大陆都要被湮灭了。圣童天魔帝慈悲与邪恶交织的脸上露出一抹残忍笑容，魔气长枪带着惊天威能朝着萧炎爆射而来。望着这一幕，萧玄脸色大变，连忙再度催动手中印结，调动身后那道火属性的圣品大阵来抵挡这火焰长枪。又是一道粗大的火焰光柱轰击而来，竭尽全力之下，终于是将那魔气长枪给抵挡住。还不等到萧玄脸上露出惊喜之色，另一边无尽的魔气便是直接化作一重重魔气海洋，朝着萧炎镇压而来。刚刚抵挡住了圣童天魔帝的一击，灵天魔帝便是再度出手了。小小仙品也想顽抗，死吧！灵天魔帝残忍的笑声在虚空当中回荡，而后那可怕的浩荡魔气海洋便是直接如同滔天巨浪一般打碎了萧炎仓促调动起来的几道火焰光柱，最后残余的几道巨浪直接拍击在了萧炎的身上。噗嗤！被这魔气巨浪拍击，萧炎当场吐出一口鲜血，气息瞬间衰弱了许多，脸色惨白，惊惧而又愤怒地盯着两尊魔帝。域外邪族倒是真够大方，为了灭掉我斗气大陆，竟然派了2位天魔帝过来。今日若是斗气大陆被毁，本帝今后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结！望着萧炎那一脸悲愤的模样，两尊天魔帝却是哈哈大笑起来。就凭你一个小小的仙品也敢大放厥词，今日不但要将你斗气大陆灭了，就算是你也必须得死！灵天魔帝冷笑一声，手掌往下一个虚按，无尽魔气便是再度化作无尽的浪涛，朝着萧炎拍打过去。每一道浪涛都是足以击杀寻常灵品天至尊、重创仙品天至尊，数十上百道魔气浪涛叠加，就算是圣品天至尊都要小心对待，寻常仙品遇到几乎是必死无疑。死吧！不光是你斗气大陆的那个绝世天才萧炎也要死！圣童天魔帝双手一伸，无尽魔气在身后凝聚成了数十道魔气长枪，同样围杀向了萧炎。两尊天魔帝同时围攻，就算是寻常圣品天至尊都有着莫大的风险，更别说是一个小小的仙品后期。面对这种围攻，萧玄的脸上几乎是满脸绝望，最后露出一抹狗急跳墙的嘶吼之后，身上忽然爆发出了一道堪比圣品全力一击的火焰爆炸，而后其身形骤然化作一道火焰流光，朝着远处遁去。这一道火焰流光的速度竟然丝毫不比一位圣品天至尊的速度要差，竟然能够爆发出这样的速度，这秘法当真是不俗。两尊天魔帝的随手一击落空，层层叠叠的攻击落在了斗气大陆的天空之上，短短数十招便是摧毁了那道圣品灵阵，令那浩瀚的斗气大陆都是在震荡不已。然而一道灵阵湮灭之后，一道新的灵阵却是迅速浮现，并且轻松地扛下了剩余的所有攻击。竟然还有一道灵阵，而且这道灵阵的品级明显比刚才更高。圣童天魔帝和灵天魔帝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诧异，但是在诧异之后，他们的眼神却都是多了几分火热。当初就听炼天魔帝说过，此地有着一位堪比不朽大帝级别的存在留下的伟大机缘，虽然传承的机会已经被炼天魔帝和那萧炎给用完了，但这等存在留下的宝物显然不会太少。我去追杀那名仙品天至尊，你负责毁灭斗气大陆。圣童天魔帝看着那飞速逃遁的火焰流光，很快做出了决定。灭掉斗气大陆之后，有价值的宝物你我平分，至于那件圣品绝世圣物，则是看你我运气，谁得到了就算谁的。圣童天魔帝看着灵天魔帝，后者仅仅沉思了不足一瞬间，便是迅速点头。论起速度，这位圣魔族的圣童天魔帝显然要比自己还要快上一些。虽说这绝世圣物大概率有可能在那天至尊的身上，
但这斗气大陆也未必没有其他的宝物。为了保守起见，还是圣童天魔帝追杀那天至尊更为稳妥。两人交流了意见之后，圣童天魔帝很快便是化作一道黑色流光，朝着萧炎的方向追杀而去。而灵天魔帝则是留在原地，望着那巨大阵法之下无数绝望的人类，嘴角笑容越发的残忍。一座没有了掌控者的圣品大阵，即便是防御能力再强，又能扛得住本地几招？灵天魔帝身后无尽魔气再度化作无尽浪涛，每一次拍打都是令整个斗气大陆都轻微颤抖，令那大阵仿佛在隐隐有着破碎的迹象。而此刻，他的声音也是透过域外邪族独有的宝物传递到了新天魔帝那里。我已经在全力毁灭斗气大陆，你们可以动手了。轰隆隆，伴随着灵天魔帝的传音过去的同时，他身后一道道百万丈的魔气浪涛也是在不停地轰击着面前的这道圣品大阵。那般宛如灭世一般的场景，直接令周围的星空都在不停地崩溃。而在斗气大陆之上，无数的生灵都是心神震颤地望着这一幕，心中被巨大的恐惧所包围。太可怕了！众人纷纷对视，眼中都带着惊骇与绝望。虽然这些年来入侵斗气大陆的魔帝强者数不胜数，但那残余虚弱的炼天魔帝不用多说，几位斗帝联手都能将其制服。焚天魔帝则是相当的可怕，更可怕的还是他携带的百万炎魔族大军，那般可怕的声势也是令几位斗帝都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然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魔帝能够做到灵天魔帝这般可怕。何为天魔帝？何为圣品战力？随意一击便是可以直接摧毁一道小型的初等位面，全力一击便是可以令一道中等位面当中的生灵尽数灭绝。而高等位面虽然能够在位面之胎和那辽阔面积的加持之下抗住天魔帝的几次攻击，但也不能在一尊天魔帝的手中一直坚持。到了这种境界的强者，早就不需要位面之胎这种东西来辅助修为，他们自身便是比一片位面还要浩瀚伟岸。这就是圣品天至尊和天魔帝们才拥有的战力。我感觉一旦那阵法被强行攻破，斗气大陆这次怕是要真的完蛋了。菩提古树之上，萧玄等人都是脸色苍白地望着虚空之上那巍峨无尽的魔影。仅仅这么一道魔影和他背后的百万丈巨大魔气浪涛，便是隐约遮蔽了斗气大陆近半的天空。虽说这其中有着一些视角的问题，却也间接地说明了这尊魔头的可怕。萧炎呢？方才那道逃窜的火焰流光分明是萧炎的身影，难道他雷族族长雷莹此刻更是脸色惨白，想起萧炎逃逸的方向，心中更加的凄然。那一道道百万丈的魔气浪涛和那巍峨无尽的巨大魔影都令他感到绝望。曾经令他感到无比向往的斗帝境界，在这等存在面前，或许也同样抗不过一招吧。不可能，萧炎哥哥不会就这么离我们而去的。在众人心惊胆战之余，一道优雅美丽的倩影却是缓缓站出来，轻轻摇头。此女正是薰儿。自从萧炎成帝之后，已经是近10年的时间，薰儿也从当初那个美丽动人的少女，变成了更多了一丝风情的美丽少妇。不错，萧炎不会这样做的。又是一道成熟的声音响起，彩铃也是微微站起身。在他之后，萧炎的几位红颜家人朋友都是纷纷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盯着天空。虽然那道巍峨魔影令他们内心无比的惧怕，甚至于脸色都是微微苍白，但他们的内心却总有着一种莫名的信心。虽然在这种巨大的压力面前，他们甚至巴不得萧炎逃跑，以等待东山再起，但以众人对于萧炎的理解，他是绝对不可能放弃斗气大陆和自己的亲人朋友独自逃逸的。呵呵，大家倒是对我很有信心啊。在众人坚定的目光当中，面前的菩提古树之上忽然有着一道火焰缓缓凝聚，最后化作了萧炎的模样。此刻他正笑盈盈地望着众人。萧炎，你不是出去了？当看到这道身影的时候，众人脸上都是不约而同地露出一抹喜色，尤其是看到萧炎的笑盈盈的目光之后，心中的惶恐更是瞬间平静了不少。以他们对于萧炎的了解，他既然笑得如此轻松，那天空山的那道巨大魔影应当就没有真正的威胁。我的确是出去了。望着众人那疑惑的眼神，萧炎只是神秘一笑，却是没有多说什么。他的本尊早已与斗气大陆融为一体，成为了世界体一般的概念。换句话说，虽然说现在的位面之灵是菩提神树，但事实上他才是这个位面真正的意志。所以即便是本尊在内的3大分身同时离开斗气大陆，也不会影响他对于斗气大陆最为根本的掌控。当然，若是本尊离开了，那他的战力终究是会受到根本的影响。比如面前这道凝聚而出的，也不过只是一道能量体罢了，其真正的战斗力或许仅仅只有斗帝层次而已。不过既然他可以操纵整个斗气大陆，那即便是无法主动出击击杀灵天魔帝，但要操纵阵法防住对方的攻击，甚至将对方困在斗气大陆当中，也并非是什么难事。斗气大陆经过萧炎不停的演化
和吞噬了大量的炎魔族强者，早已进化为最顶尖的高等位面，距离超级位面也只差最后一步。这种等级的位面，一旦全力催动起来，虽然无法直接击杀一位天魔帝，但发挥出与之相当的力量，甚至将其暂时镇压，也并不算太难。更何况，萧炎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在斗气大陆当中布置了诸多的圣品灵阵。灵天魔帝，你就是成为我斗气大陆进化为超级大陆最关键的祭品。萧炎望着那还在疯狂攻击圣品大阵的灵天魔帝，嘴角渐渐泛起一抹冷笑。大千世界，距离萧炎一行人所在的荒岛千里之外，那一直隐匿气息跟踪萧炎的两名至尊，在此刻也是相互对视一眼，眼中爆发出可怕的杀机。我已经在全力毁灭斗气大陆，你们可以动手了。灵天魔帝的声音透过域外邪族特有的手段传来，令星天魔帝和色孽天魔帝再也遮掩不住内心的杀意。虽然相隔千里，可以天魔帝那可怕的手段，他们依旧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的萧炎一行人原本正在从容地谈笑着，可很快，那萧炎的脸色便是骤然大变，露出惴惴不安的神色。萧炎大哥，你怎么了？望着那神色巨变的萧炎，青眼镜也是忍不住俏脸微变。摩诃天也是好奇地盯着萧炎，虽然他看萧炎有些不顺眼，可也不得不承认此人的确是一个天才。自从他认识萧炎以来，此人几乎是一路高歌，从来未曾有过这等状态。有天魔帝袭击，你们快跑！萧炎没有多言，只是仙品修为加上火之大道加持之下，一道无比磅礴的柔和力量直接落在了青眼镜三人的身上，将三人瞬间轰飞。而与此同时，一道漆黑魔光已经瞬间掠过千里，直接没入到了萧炎的体内。天魔帝。当青眼镜三人从这个字眼当中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的身躯已经同样被萧炎轰飞出数百里。匆忙地卸去那道磅礴巨力之后，三人都感觉胸口一阵发闷，但是比起胸口发闷，他们的目光则是更加快速地转到了萧炎的身上。这一刻，饶是摩诃天都略带担忧地看着萧炎。天魔帝这三个大字，威慑力实在是太过可怕了。而当他们的目光看向萧炎的同时，便是看到萧炎已经呆呆地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双目当中充斥着迷茫之色，仿佛呆滞了一般。而在他的体表之上，一层幽深的漆黑光芒正在疯狂闪烁。漆黑光芒闪烁之间，隐约有着亿万幻象诞生，即便是相隔数百里，都是令三名天至尊感到神魂隐隐有着不稳的现象。天魔惑星光，望着这一幕，万阵仙尊忍不住神色大变，而青眼镜和摩诃天听到之后，同样神色巨变。这天魔惑星光可是域外邪族的顶尖天魔帝之一，星天魔帝的独门绝技，一旦被此光命中，圣品之下的天至尊强者怕是会瞬间被侵蚀神魂，被那亿万幻象给迷惑，化作星天魔帝的奴隶，从此生死不再由自己掌控。若是从远古大战开始算起，大千世界当中因为这一招被控制或是陨落的天至尊已经不下10位之数，甚至当年几位圣品天至尊都是被这一招严重影响了心神，最后被其他天魔帝围攻而亡。这一招的威名实在是太过可怕，而更可怕的是，这意味着星天魔的杀过来了。当这个念头在众人心头浮现的那一刻，两道冲天的气息便是已经在千里之外彻底爆发。仅仅一瞬间，方圆数百万里便是已经被铺天盖地的魔气所笼罩。魔气笼罩之间，各种天魔幻象丛生，令人心神混乱。即便是3位天至尊都要运转神魂来抵御。而在他们刚刚抵抗住这可怕的心魔幻象之时，一抹燥热之意却是又从他们的内心升起。只见那漆黑魔气当中又夹杂了无数赤红魔气，魔气浮动之间，靡靡之音乱人心神，令人忍不住的想要有各种邪恶的想法诞生。如果说3位天至尊还能勉强抵御的话，那这方圆数百万里的各处岛屿之上的生灵，在这一刻却是宛如发了疯一般的开始发情，整片天地都是陷入一种淫迷当中。色孽天魔帝感受着这一幕，青眼镜3人再度脸色大变。仅仅一个星天魔帝就已经足以团灭他们所有人了，此刻竟然又出现了一位色孽天魔帝。虽说这2人都不是擅长正面战斗的存在，可也都有着普通天魔帝后期的战力，而且其手段更加的诡异，令很多圣品天至尊面对都要小心翼翼。域外邪族到底要干什么？3人心头震撼的同时，也感到一抹彻骨的凉意从心底升起。这一次怕是真的要大难临头了。动手吧，先杀了这萧炎，然后再杀了这3个家伙。星天魔帝站在天空之上，背后隐约有着巍峨高大的滔天魔影，一双眼睛盯着那面容呆滞一动不动的萧炎。下一刻，一道魔气长剑便是被他直接汇聚，而后携带着撕天裂地的可怕气息，朝着萧炎的方向爆射而来。一位天魔帝后期的存在出手，即便不是全力一击，可要斩杀一个仙品后期的小家伙，依旧是无比的轻松。望着这一幕，3人瞬间脸色大变，青眼睛的脸上更是露出一抹痛苦之色。不，若是被这魔气长剑击中，萧炎必然是必死无疑。然而，
这魔气长剑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别说三人根本来不及阻挡，就算三人同时联手赶到，也未必能够拦得住这一剑。天魔帝后期的战力跟他们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样的存在，即便是将他们一起杀了，难度都不会太大。然而，就在三人心中绝望之际，原本混乱不堪、被那大量魔气所覆盖的天地，却是忽然一顿，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停止了一般。而后，一缕淡白色的剑气凭空出现，轻松地斩碎了一道浓郁的魔气。而后，千百道剑气宛如白莲一般瞬间绽放，紧接着是亿万道剑气开始凭空出现，将那原本被魔气所笼罩的区域忽然强行地赶走一般。原本粉红漆黑交织的天地，忽然有着近半都是被一道道雪白剑气给占据。每一道剑气看似渺小，可其中蕴含的威能却是令人心惊。随意的千百道剑气汇聚成一道长剑，便是狠狠地与那魔气长剑撞击在了一起。下一刻，空间湮灭，可怕的波动令下方的海浪翻滚，而那道魔气长剑却是被那看似虚幻的银白色剑气长剑直接轰得粉碎。剑之领域，这是青山剑圣的剑之领域。感受着驱散周围滔天魔气的剑气领域，青眼镜三人也是微微一怔，旋即脸上便是露出一抹狂喜之色。与三人脸色完全相反的，却是那星天魔帝和色孽天魔帝忽然阴沉下来的脸庞。青山剑圣，没想到你这位大千宫的代理公主没有坐镇大千宫，竟然会暗中跟随一个小小的仙品天至尊给他当保镖。星天魔帝的声音当中带着怒意，色孽天魔帝更是双目泛红。论起修为和各种手段，他们比起青山剑圣其实差不了多少，甚至星天魔帝在手段上还要比青山剑圣都更加可怕。但是论起正面战力，那青山剑圣的强横剑道可是足以排到大千世界前3的存在，连斩天魔帝与他交战都要落入下风，连暗天魔帝都无法压制他分毫。一旦打起来，他们两个的正面战力加起来也最多跟这个家伙齐平而已。呵呵，你们两位天魔帝都舍得不远万里潜伏到我大千世界的疆域，击杀我大千世界的天才，那我出手当一次保镖又有何妨？淡淡的笑声在天地之间回荡，声音当中却是带着几分兴奋的杀意，令整片天地的剑气都是活跃了几分。下一刻，青山剑圣的挺拔身躯便是从空间当中走出，一双深邃眸子盯着两位天魔帝，手中的3尺清风发出了清脆的剑鸣。望着那道从虚空当中走出的青山身影，两尊天魔帝的眼神在这一刻却是越发的忌惮。青山剑圣可是大千世界的剑道第一人，真正最为顶尖的战力，论起正面战力，他们二人任何一位都不是他的对手。这下麻烦了。色孽天魔帝和星天魔帝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不妙。想要击杀萧炎，必然先绕过青山剑圣这道门槛才行。可是论起正面战力，他们二人就算联手也未必打得过对方。一炷香的时间内，必须击杀萧炎。星天魔帝眼神当中诡异光芒闪烁，他们此刻虽然还没有深入大千世界的深处，可要从此地赶回域外邪族，也是需要至少半天的时间。若是一炷香的时间内无法斩杀萧炎，那迎接他们的可就是其他天至尊的围攻了。对付青山剑圣，二人虽然没有胜过对方的把握，但想要在对方的手中保命还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对方还是这一代大千宫的代理公主，一个号令下来，或许便是会赶来4、5位乃至更多的圣品天至尊。到了那时候，即便是他们的手段诡异莫测，想要逃出大千世界也会变得无比困难了。一炷香的时间，我们或许连这家伙的剑之领域都绕不过去吧。色孽天魔帝望着青山剑圣的手中的3尺清风，只感觉头疼无比。不错，若是跟这个家伙硬攻的话，我的确是没有什么把握。不过，星天魔帝眼神闪烁，同时快速跟色孽天魔帝传音，让我独自对战青山剑圣。色孽天魔帝眼睛一瞪，只是让你缠住他一盏茶的时间就够了，你慌什么？见到色孽天魔帝那副畏缩的模样，星天魔帝有些无语道：一盏茶的时间。色孽天魔帝沉吟一下，最终也是轻轻咬了咬牙。行，没问题，等会儿我会全力缠住这青山剑圣，你一定要速速击杀这个萧炎。星天魔帝没有多说，只是微微点头。下一刻，他背后的滔天魔气已经化作了无数魔影，朝着青山剑圣的方向轰击过去。青山剑圣，今日就让本帝看看你这大千世界剑道第一人的实力究竟如何吧。星天魔帝大笑一声，声音都仿佛有着无数心魔缭绕，万千魔影迅速朝着青山剑圣杀了过去。色孽元兽，望着这一幕，色孽天魔帝也是不再留手，背后磅礴魔气迅速化作了一道100万丈巨大的诡异魔兽，朝着青山剑圣厮杀而去。这是一头极为诡异的魔兽，似是无比的美丽，却又仿佛有着无尽的丑恶。伴随着这头魔气巨兽的诞生，周围生灵的欲望已经近乎癫狂。色孽魔族本就是靠着万灵的欲望来修炼的，
色孽天魔帝更是这一族的唯一一位天魔帝，其施展的底牌技能几乎相当于欲望的化身。哼，自从当年拜了斩天魔帝之后，本圣也是有着足足近100年未曾出手了。无尽银白色剑气笼罩的剑域当中，青山剑圣望着2位天魔帝的全力攻击，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惧意，反倒是双眸当中露出一抹兴奋的战意。今日就让你们2个验证一下，我这100年来的剑道究竟进步到了怎样的层次。青山剑圣微微一笑，手中3尺清风骤然挥出，下一刻，无尽银白色的剑气疯狂汇聚，顷刻之间化作了2条长达数十万丈的巨大剑气长龙，而后带着无可匹敌的锋芒，朝着2人轰击而去。嗤嗤，一道道剑芒带着无可匹敌的锋芒，所过之处，空间都是留下了一道道深邃漆黑的痕迹。每一道剑气飞出，都是令星天魔帝施展的一道魔影，微微一颤，化作漆黑魔气消散。而另一条剑气长龙，则是与那色孽元兽狠狠地撞击在一起。剑龙缠绕之间，那色孽元兽浑身出现了一道道深邃的伤口，任其疯狂挣扎，其身上的魔气都在被那锋利的剑芒强行湮灭。该死，他的实力怎么又强了？望着这一幕，2名天魔帝脸色微变。这青山剑圣如今的实力，可不止能够胜过斩天魔帝一筹了，怕是真正可以与暗天魔帝媲美了。论起正面战力，就算他们2人联手，都要被他略微压制。哼，你们以为本圣沉寂100年，当真只是在那大千宫当中养老了不成？淡淡的冷笑当中，无尽剑气再度凝聚，眨眼之间，2道长达数十万丈的剑气凝聚成的银白色长剑便是再度凝聚。剑来！青山剑圣并指为剑，朝着2尊天魔帝的方向轻轻落下。下一刻，仿佛天地一分为3一般，2道银白色的巨大剑气直接将面前方圆100万里的天地瞬间切开，可怕的锋锐之意仿佛可以斩尽天地间的万物一般，朝着2位天魔帝疾驰而去。混蛋！星天魔帝和色孽天魔帝脸色再度微微一变，这2道剑气的威能已经能够真正的伤害到他们了。当下，他们便是各自施展手段，竭力抵挡青山剑圣的攻击。面对这一剑，色孽天魔帝拿出诸多防御秘术，总算是硬抗下了这一剑。但星天魔帝似乎并没有这般好运，可怕的剑气直接将他周围的魔气瞬间撕裂成了2半，连同其本尊都是被直接撕裂。死了！剑之领域的内部，青眼镜等人都是一脸错愕地看着那被瞬间撕裂成2半的星天魔帝。在域外邪族威名赫赫，令大千世界无数天至尊无比忌惮的星天魔帝，竟然就这么死了。即便听说此魔有着万千分身，面前这一道或许只是其中很强的一道分身，可就这般被青山剑圣随手击败，似乎也太过容易了一些吧。域外邪族的顶尖天魔帝，难道就这种水平吗？几乎是在众人心中念头落下的下一刻，那原本被无尽银白色剑气所笼罩的剑之领域深处，被无数剑气环绕保护的萧炎身躯周围，一道滔天魔气却是骤然出现，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轰碎了面前的无尽剑气。不好！望着这一幕，青眼镜等人脸色大变，就连青山剑圣都是脸色巨变。星天魔帝，你若是敢动萧炎，本尊今日必然要宰了色孽，让他为萧炎偿命。青山剑圣焦急的声音传来，周围的剑气瞬间澎湃，带着可怕的杀意朝着星天魔帝席卷而去。姐，晚了！听到青山剑圣的警告，星天魔帝脸上露出一抹嘲讽的诡异笑容。青山剑圣，为了对付这个萧炎，本帝可是将这道最强主战分身都给浪费在这里了，耗费如此代价，若是不能将这萧炎宰了，那我们可就亏大了。星天魔帝冷笑一声，为了骗过青山剑圣，方才那被斩碎的心魔幻象便是瞬间消耗了他1成的本源魔气。不过只要能够击杀萧炎，别说是1成的本源魔气，就算这道分身陨落又如何？思念，你可以准备跑路了。星天魔帝只是淡淡的留下这么一句话，目光扫过青眼镜3人，嘴角笑容却是更盛。就是没想到刺杀这萧炎竟然还有意外之喜。姐，杀了你们2个，大千世界将来或许又会少上2个圣品吧，这次可真是赚大了。话音落下，星天魔帝体内那浩瀚的魔气便是再度直接被他抽出了3成，化作3道无比可怕的魔气长枪，朝着3人杀去。从进入剑之领域的那一刻开始，他便是没有准备让这主战分身回去。虽然这道分身一旦陨落，几乎相当于他受到了1次重伤，但是能够同时灭杀1个仙品和3个有望圣品的存在，这分身就算陨落了也是很值得的。故而星天魔帝一出手便是最为狠辣的杀招，直接燃烧魔帝本源攻击而去。在他燃烧魔帝本源的情况下，那可怕的魔气已经到了一个难以言喻的可怕程度，所过之处，即便是青山剑圣仓促的调动领域当中的剑气阻挡，也难以及时拦下。论起正面战力，青山剑圣虽然绝对压制星天魔帝，可对方一上来就拼命，他也不可能再呈现出那种碾压的姿态。
是，3道粗大的魔气长枪带着亿万星魔幻象，撕裂了那银白色的剑指领域，瞬间掠过百里，朝着青眼镜3人袭杀而来。望着这一幕，3人都是脸色瞬间惨白。一位天魔帝后期拼命燃烧本源所释放的攻击，就算是一些圣品初期挨上了，都有可能重伤，更何况是他们。一旦被轰击到，3人几乎是必死无疑。在这种绝对力量的压制之下，他们手中的保命手段都是显得有些可笑。千钧一发之际，一抹黑白相间，宛如阴阳交融的力量，却是在剑指领域骤然爆发。而后，一道通体略微呈现银白色，又带着些许灰色的大手，便是将3人瞬间抓住。而后，3道黑白相间的阴阳气流瞬间在剑指领域当中凝聚，与3道巨大的魔气长枪狠狠地轰击在了一起。轰隆隆，黑白2色的阴阳气流与魔气长枪碰撞之后，明显是处于下风，正在被疯狂的湮灭，却也并非毫无反抗之力。在那银灰色大手再度催动了源源不断的黑白色能量，加上剑指领域明显加持在这一方之后，那银灰色的身影在剑指领域当中倒退几步之后，最终将3道魔气长枪彻底的湮灭。望着这一幕，星天魔帝瞳孔微微一缩，而魔和天的脸上则是露出狂喜之色。只见那银白色的剑指领域当中，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尊通体银灰色万丈巨人，其身上有着无数古老符文弥漫，隐隐有着黑白2色的能量交织，看上去古老而神秘。魔和无量身，放眼整个大千世界，唯有原始法身才能力压一头的顶尖法身。而当这巍峨身影出现的那一刻，星天魔帝等人便是已经知道了这位存在的身份。魔和叶、魔和古族的2位圣品太上长老之一，圣品中期的实力。没想到你们魔和古族竟然也早就做好了埋伏。望着那巍峨万丈的魔和无量身，星天魔帝嘴角微微抽搐。哼，若是能够将2位天魔帝留下，那老头子今日也是可以在我族的历史上留名了。苍老的笑声从那巍峨法身当中传来，却是令星天魔帝心中越发的忌惮。看来这萧炎的确是一个香饽饽，自己一方准备暗杀这萧炎的同时，这大千世界的家伙们竟然也在用这萧炎做诱饵。不过好在千算万算，你们总归是没有算到本地一上来就打算浪费这主战分身也要击杀萧炎吧。星天魔帝冷漠地看了一眼已经快要赶到自己面前的青山剑圣，不好意思，你们大千世界的第一天才，今日终归还是要陨落了。他望着青山剑圣露出一抹嘲讽的冷笑，而后给色孽天魔的传递了最后一道消息：色孽，快跑！话音落下，他便是不再理会，身形直接化作一抹漆黑光芒，骤然钻进到了萧炎的体内。星天魔帝为何被尊称为星天魔帝？因为他最为擅长的手段从来不是正面战斗，而是侵蚀一个人的心灵意志。这是一种比灵魂攻击还要可怕的手段。一点，他控制了萧炎的意志，无论是令其彻底的沦陷，还是直接摧毁对方的意志，这位大千世界的第一天才今日都要彻底的废掉了。甚至他还能够引导萧炎的心念，令其直接自爆。伴随着星天魔帝消失在萧炎的身上，青山剑圣脸上的焦急却是不复存在，只是眼底却依旧有着一丝担忧之色。让星天魔帝直接进入自己的心灵，这萧炎玩的似乎也太狠了一些吧。青山剑圣有些担忧地看了一眼萧炎，而后便是将目光再度转向了色孽天魔帝。对付星天魔帝是萧炎的任务，而他接下来的任务则是击杀色孽天魔帝。魔和老祖，还请助我一臂之力。青山剑圣望着那脸色大变的色孽天魔帝，再度抬起了手中的3尺清风。这是什么地方？绚丽的空间当中，星天魔帝在这一刻却是满脸的惊恐。身为星魔族的最强者，他最为擅长的便是侵蚀别人的心灵意志。可当他侵蚀到萧炎的心灵当中之后，却是来到了这样的一处完全由绚丽火焰组成的空间当中。天地之间一片茫茫，唯有那无尽的绚丽火焰始终不断的燃烧，宛如亘古不灭。萧炎的意志呢？他不是中了我的天魔或星光，他的意志应该是一片迷茫才对啊。星天魔帝茫然四顾，他忽然发现自己似乎连出去的路都找不到了。这种从未见到过的情况，令这位最为擅长心灵攻击的天魔帝心底忽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是的，恐惧。在过去，无论何等层次的强者，哪怕是圣品天至尊，一旦中了他的天魔或星光，都必然会心灵蒙尘，意志被无穷的星魔幻象给笼罩。当然，能够修炼到圣品这一层次的强者，每一个都是人杰当中的人杰，意志堪称是无比的坚定，大多都可以直接从这种无尽幻象当中走出来。可破开这无尽的幻象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当他用魔帝分身直接入侵对方的心灵世界之时，那造成的心魔之力将会更加的可怕。很多圣品天至尊一不留神都有可能中招，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星天魔帝给摆上一道。他或许不能直接将一尊圣品天至尊控制成自己的心魔分身，
可想要用心魔之力引导对方不知不觉当中做出一些事情，却也不难。最关键的是，以往他用心魔分身入侵的每一个强者，无论是天魔帝还是天至尊，他们的内心世界都是有形的，都是有着一个心灵意志居住在其中的。甚至即便是强如当年的不朽大帝，都必然有着一道心灵意志居住在自己的心灵世界当中。而新天魔帝的天赋，便是可以实质性的在心灵世界当中操纵一切。一旦被他的心魔分身入侵，心灵意志弱小之人，便是会被其直接灭杀心灵，摧毁意志，然后神魂溃散，无声无息的死去。正是因此，他的正面战力虽然不强，却比其他顶尖天魔帝更加令人恐惧。然而，当他进入到萧炎的心灵世界的那一刻，他却是什么都没看到，只有一望无尽的绚丽火焰，散发着宛如实质一般的高温，令他的魔体都感到隐隐刺痛的炙热。这怎么可能？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望着那一望无际的火焰海洋，新天魔帝首次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之感。这片完全由绚丽火焰所构成的世界当中，根本没有萧炎的身影。能够造成这种场景的原因只有两种，第一种便是此地根本就不是萧炎的心灵世界，而是他钻进了某个超级存在或是特殊心灵类宝物打造的幻境世界。可能够容纳心灵力量的宝物本来就少得可怜，而他更是顶尖天魔帝级别的存在，大千世界当中又怎么可能有着这样的宝物？但第二种可能却是更加的不可能，因为能够令他这等强者都找不到对方的心灵意志本体，甚至找不到这心灵世界的出入口，那最终的解释也只有一种。想到这里，新天魔帝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他记得当年他成为天魔帝之后，曾经在圣神的心灵世界当中修行过一段时间，借助圣神的心灵力量，他才顺利成为了顶尖天魔帝。而当年他在圣神的心灵世界当中之时，便是曾经有过同样的感觉。是的，唯有神灵那浩瀚无比的意志，才能成就令他都看不到边际的心灵世界，也唯有神灵级别的意志，才能轻松隐匿自己的心灵本体，让新天魔帝都根本无法找到。可是这可能吗？这不是说明萧炎有着神灵的意志？这怎么可能？新天魔帝这一刻彻底的慌了，他现在已经不想着干掉萧炎了，他现在只想出去。可是无论他的心魔本体如何飞行，四周永远是一望无际的绚丽火海。大！新天魔帝心中寒意越发明显，他仓促地催动着自己的心魔本体，顷刻间在火焰世界化作100万丈大小，甚至还在不停地变大。然而四周依旧是一望无际的绚丽火海。放我出去！我要出去啊！新天魔帝彻底慌了，而似是听到了他内心的呢喃一般，那无尽的火焰海洋终于做出了反应。只见下一刻，无穷无尽的火焰海洋开始疯狂的凝聚，眨眼之间，一尊真正巍峨无尽的朦胧身影缓缓地浮现在天地之间。何为巍峨无尽？即便是新天魔帝将自己的心魔本体施展到了最大程度，可在那道火焰身影的面前，却依旧是渺小的像个虫子。他的心魔本体仅仅只是比这火焰身影的脚高上一些，他甚至看不到对方那模糊的面孔，全力抬头瞪大了双眼，也只能看到一张模糊的火焰脸庞。但仅仅如此，便是令他内心的寒意终于上升到了极点。神灵！新天魔帝浑身颤抖地吐出了2个字。他依稀记得自己当初看待天邪神的心灵本体之时，也是这般的渺小，需要自己仰望。只不过当初天邪神的心灵本体高度似乎也仅仅只能达到这火焰巨人的膝盖位置吧。想到这里，那种恐惧更是令他的感到大脑都有些空白。曾经令人无比惧怕的新天魔帝，终于遇到了自己的心魔。炎神之怒！模糊的声音在这心灵空间当中回荡，新天魔帝所听到的声音则是更加的模糊，只感觉仿佛一道洪钟大吕在自己的心头狠狠地撞击了4下。而后一道比他心灵力量强大了无数倍的心灵意志，便是携带着无比可怕的力量，将他的心灵本体撕裂湮灭。新天魔帝的主战分身死！几乎是在这道主战分身湮灭的同时，远在亿万里之外的域外邪族疆域内部，新魔族的老巢当中，巍峨的宫殿深处，新天魔帝的本尊脸上露出一抹惊恐的神色，而后瞬间整个身体都是直接爆裂开来。噗！新天魔帝的本尊连续爆裂3次，而后再度迅速恢复，直到3次之后，他的本尊才满脸惊惧地瘫坐在王座之上，浑身气息衰弱到了极点。除了他的主战分身，他的本尊是唯一的一尊天魔帝战力。可此刻，这尊天魔帝战力的本尊气息已经衰弱的不足巅峰时期的30%，也就比普通幽魔帝略强些许。连本尊都如此，那就不用再说其他分身了。几乎是在他主战分身陨落的瞬间，他在域外邪族的所有魔帝分身都已经尽数炸裂陨落。与此同时，大千世界也是有着一位仙品天至尊和2位灵品天至尊骤然瞪大了双眼，神魂都是直接湮灭，只剩下一道气息尚存的肉身。神灵！
星天魔帝脸色惨白地坐在王座之上，甚至已经顾不上自身的气息已经无比的衰败，实力不足巅峰时期的1/10。快去请圣天魔帝过来！他仓促地发出一声怒吼，另外面守护的几名魔帝都是微微一怔，然后慌忙地朝着圣魔族的方向赶去。等到几名天魔帝离去之后，星天魔帝才喘着粗气瘫在王座之上，眼中满是惊恐之色。那道巍峨无尽的火焰身影已经给他造成了难以言喻的心灵创伤。还好我只是出动了一道主战分身，若是本尊一同前往，我此刻怕是已经陨落在那心灵世界了。星天魔帝越想越后怕，心灵攻击有着无比诡异的手段，可以直接攻击人的意志和心灵，可同样的，若是敌人的心灵足够强大，也是可以造成可怕的反击。作为心魔，他在心灵世界当中可以直接攻击敌人的心灵，可对方的反击一样可以令他的心魔本体受伤。如那青山剑圣、不死之主，还有当年的太眼天尊等人，都是在自己的心灵世界当中依旧丝毫不惧星天魔帝，可那道心灵世界却是令星天魔帝毫无反抗之力，宛如一只蝼蚁一般的直接湮灭了。那难道是萧炎的心灵世界？星天魔帝心中思绪万千，然后便是很快将这个不切实际的给抛弃。不可能，那是一尊真正的神，比圣神还要可怕的伟大存在。那萧炎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心灵意志？难道这是斗气大陆当年那位超级存在留下的某件宝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位超级存在便是一位真正的神，比圣神还要可怕的神。星天魔帝思来想去，也只有这一种解释的方法。不过在这种解释方法之后，他便是心中一个咯噔。不好，这次围杀绝对是陷阱。星天魔帝脸色大变，这萧炎准备的如此周全，连自己都是瞬间重伤，那色孽天魔帝怕是凶多吉少了。不过比起色孽天魔帝的安危，星天魔帝此刻却是更加关心起了圣童天魔帝和灵天魔帝。若是那斗气大陆真的有着这等存在留下的手段，那圣童天魔帝和灵天魔帝也有危险了。陨落一个色孽天魔帝，域外邪族倒也还能承受，可若是圣童天魔帝和灵天魔帝也陨落了的话，那他们损失可就真的大了。啧，真没想到这星天魔帝竟然真的主动闯入到我的心灵意志当中。大千世界的荒岛当中，一直双目呆滞，宛如心神混乱的萧炎眼中忽然有着绚丽的火焰跳动，随即便是迅速恢复了清明的眼神。吃，绚丽火焰焚烧之下，一道道漆黑的魔气从他体表浮现，却是又诡异的被地眼给吞噬了进去。这些都是星天魔帝的主战分身陨落之后的心灵魔气，这种魔气对于寻常天至尊而言堪称是剧毒之物，仅仅一道便是足以令普通天至尊陷入幻境当中，意志遭受巨大的折磨。然而这对于萧炎而言却是称得上是大补之物。这种魔气若是经过混沌熔炉的净化，所形成的能量是一种对神魂颇有好处的能量，对于萧炎的灵力分身将来突破圣品有着一些帮助。跟我玩心灵意志，就算是天邪神都走不过3招，更何况是你。萧炎咧嘴一笑，心灵意志这种东西虚无缥缈，但又是真实存在的，它比灵力、灵魂都更加的神奇。故而萧炎的心灵意志从当年重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前世的巅峰状态，也就是说他的心灵意志一开始就是满级的。星天魔帝选择用心灵意志去攻击萧炎，无异于是选了一条最为以卵击石的路线。若是正面厮杀，以萧炎现在的实力，要干掉星天魔帝的主战分身还是需要相当的费力，但若是心灵意志对碰，那萧炎可是完全的碾压了对方。而且无论是星天魔帝还是萧炎，意志其实归根结底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无论是哪一具分身受到巨大的心灵创伤，那可怕的伤害都会透过心灵力量传递到其他分身之上。主战分身遭受到如此可怕的心灵攻击，其他分身所承受的伤害也不会轻。不知道这一下能够直接灭掉星天魔帝，萧炎心中期待。为了让星天魔帝承受尽可能多的心灵伤害，他可是一上来就动用了炎神之怒，就算是天邪神挨上这一招心灵攻击都有可能陨落。虽说星天魔帝其他分身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承受的伤害会相对少上一些，但即便只是1/10的伤害，都足够让这家伙重伤甚至陨落了。先不管星天魔帝了，接下来该解决这个家伙了。萧炎缓缓站起身，星天魔帝主战分身崩溃后的魔气已经被他用地炎暂时封印。他缓缓抬起手掌，一柄金色当中带着丝丝水晶光明之力的长剑出现在了他的掌心。萧炎大哥，他站起来了。远处已经被魔河老祖安置下来的青眼竟望着缓缓站起身的萧炎，脸上露出一抹惊喜之色。而魔河天和万阵仙尊同样轻轻松了一口气，只不过三人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却是有些疑惑，那强大无比的星天魔帝去了哪里？萧炎自然是不知道三人心中的疑惑，他的目光已经看向了那浑身伤痕遍布的色孽天魔帝身上。此刻
色孽天魔帝已经被青山剑圣和魔合老祖同时缠住。论起杀伤力，魔合老祖不但比不上青山剑圣，甚至连色孽天魔帝都是有些不如。但他魔合无量身坚固无比，黑白气流在周身旋转，手中更是持着一件仙品绝世圣物。虽然不是色孽天魔帝的对手，但总是在对方准备逃走的时候，巧妙地拦住了对方，宛如一块坚硬顽固的石头。每一次被对方轰退，便是再度堵了上来，令色孽天魔帝想逃都没法逃。而在色孽天魔帝的身后，青山剑圣的杀伤力则是无比的恐怖。他的剑道锋锐无匹，每一次长剑划过，都是足以令天地变色，在色孽天魔帝的身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口子。其实双方交战的时间还不足一盏茶的功夫，但色孽天魔帝的身上已经有了10多道深深的伤口，伤口之上隐隐有着银白色的细小剑气肆虐，令他那原本强大的生命力都是无法迅速恢复。此刻色孽天魔帝已经有些慌了，而萧炎也是在此刻将太炎斩魔剑抛向了天空。下一刻，原本的金色长剑瞬间变化，分化成了密密麻麻上千道金色小剑。吃吃吃，一道道金色小剑之上爆发出极为璀璨的水晶光芒，而后一个个迅速连接，最后缓缓凝聚成一柄万丈长短的水晶巨剑。虽然这水晶巨剑仅仅只有万丈大小，可其中蕴含的威能却是足以令圣品天至尊都心颤。同样的，远处的色孽天魔帝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脸色再度微微一变。萧炎他竟然没有催动太眼阵盘。望着这一幕，青山剑圣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怔。按照他的想法，萧炎虽然已经掌握了火之大道，此刻应当是借助太眼阵盘来准备催动九阳灭魔阵才对，却是没有想到萧炎竟然借助太眼斩魔剑，也依旧可以催动圣品层次的攻击。太眼斩魔剑，大光明剑阵。萧炎手中印结变换，无数金色小剑持续释放着可怕的光明之力。浮屠光明石当中那可怕的净化之力被他催发到了极致，令那万丈的水晶巨剑越发的凝实。杀！水晶巨剑凝实之后，萧炎手指一挥，下一刻，那水晶巨剑便是带着惊人的速度朝着色孽天魔帝爆射而去。可怕的威能令色孽天魔帝心中一惊，混蛋，给我滚开，滚开啊！色孽天魔帝发出一声怒吼，一掌逼退了宛如狗皮膏药一般的魔合老祖，迅速转身强行接住青山剑圣的霸道一剑。然而两位圣品天至尊已经令他无比狼狈，他又怎么可能挡住这第三剑？只见水晶巨剑带着无比可怕的速度骤然穿透了他的身体，下一刻，色孽天魔帝的脸上便是露出了震惊惶恐的神色。我的魔帝本源！色孽天魔帝神色大变，在那水晶巨剑贯穿他身体的那一刻，他只感觉自己体内的魔帝本源都在被不断的湮灭。这是光明之力，是浮屠古族的光明之力。色孽天魔帝脸上带着惊恐。大千世界剩下的5座元始法身当中，每一座对于域外邪族的威慑力都是相当可怕。任何一尊圣品后期在炼化了元始法身之后，其实力都是足以媲美暗天魔帝，甚至是正常状态下的圣天魔帝。而浮屠古族的无尽光明体，虽然正面战力算不上第一，但对于域外邪族的伤害却是更加真实。那可怕的光明之力完全可以净化他们的魔气，就算是强如魔帝、天魔帝，那光明之力依旧是可以与他们的魔帝本源相互湮灭。仅仅这一剑，我竟然损失了近乎1/10的魔帝本源。色孽天魔帝彻底慌了。别看青山剑圣杀得他无比的狼狈，可本质上造成的只是一些血肉伤害罢了。只要魔帝本源还在，这些伤势便是能够源源不断的修复，只是因为剑气的压制而修复速度慢了许多罢了。当然，修复这些伤势也是需要消耗本源的，只是比起那一剑，其伤害可就小得多了。即便是青山剑圣，千百剑下来，对色孽天魔帝所造成的伤害，需要消耗的魔帝本源都不足萧炎这一剑造成的伤害来的可怕。仅仅一剑，便是令色孽天魔帝凭空湮灭了近乎1成的魔帝本源，这是何等的可怕！是，水晶巨剑从色孽天魔帝的体内飞出，再度飞到萧炎面前之时，水晶巨剑已经变得暗淡了许多。这太炎斩魔剑也终究只是用一块浮屠光明石加持过的，比不得真正的无尽光明体。虽然能够强行湮灭色孽天魔帝的魔帝本源，但其自身的光明之力也是被大量的消耗了许多。不过对此，萧炎却是没有任何的顾虑，体内磅礴灵力在这一刻直接燃烧，以一个无比疯狂的速度将大量灵力灌注到了水晶巨剑当中。他的身后，一尊巍峨100万丈的熔炉虚影浮现，正在以一个惊人的速度吞噬着天地间的灵力。嗡嗡，在大量灵力的灌注之下，原本暗淡了许多的水晶巨剑再度爆发出刺眼的光芒，然后再度朝着色孽天魔帝斩去。感受着水晶巨剑之上的可怕威胁，色孽天魔帝已经完全不想跟着三人纠缠了。他有种预感，再不走，他今天怕是再也走不了了。然而魔合老祖和青山剑圣又怎么可能放过他？
望着那急匆匆想要逃走的青山剑圣，魔河老祖甚至不再一味防御，身上的黑白二气流转之间，哪怕是拼着受伤，都要主动拦下色孽天魔帝。斩杀一位天魔帝的机会可是相当的难得，今天必须干掉他。咚！又是一声巨响之后，魔河老祖匆匆倒退数十步，魔河无量身之上甚至裂开了丝丝裂缝，然后黑白二气流转之间快速修复。而色孽天魔帝的身形在这一刻也是被彻底的拦住。是，一柄银白巨剑从天而降，瞬间贯穿了他的身体。见到他想要逃跑，青山剑圣都是不再保留，将自己的底牌都给施展了出来。这一剑的威力已经近乎他实力的极致，一剑之下，硬是令色孽天魔帝体内魔帝本源再度被湮灭了半成之多。而后，一柄水晶巨剑也是恰到好处的再度贯穿他的胸口，湮灭了大量的魔帝本源。我的魔帝本源已经不足巅峰时期的70%了。色孽天魔帝眼中露出绝望之色，他明白自己今日怕是要陨落在此地了。星天魔帝，你这个废物，连一个小小的仙品天至尊都解决不了。色孽天魔帝一边做出最后的挣扎，一边心中暗骂：如果星天魔帝能够直接将那萧炎解决掉，那他们两人联手之下，即便是不敌青山剑圣和魔河老祖，逃跑绝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可是令他惊恐和无语的是，星天魔帝进了萧炎的身体之后，就仿佛消失了一般，直接一点动静都没有了。难不成这萧炎还有着对付星天魔帝的手段不成？色孽天魔帝越想越害怕，这个萧炎究竟是个怎样的怪物？只是战斗到此刻已经容不得他多想，因为他的魔帝本源正在被三人的围攻之下不断的湮灭。确切的来说，是萧炎和青山剑圣的攻击对他不停的造成着真实伤害。可就是这样，他已经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越来越虚弱了。四尊圣品的战力打得天崩地裂，方圆100万里的海洋直接蒸发，岛屿尽数湮灭，仅仅只是余波都是需要亲眼镜三人动用灵阵来防御。四人已经战斗到了疯狂，魔河老祖的魔河无量身之上裂纹已经赶不上了修复的速度，而青山剑圣也是已经开始燃烧灵力，不断的催动着最为强悍的杀招。萧炎体内的灵力都是已经枯竭了一次，好在他提前准备好了大量的至尊灵液和有着混沌熔炉的加持。毕竟这大光明剑阵与魔帝本源的不断湮灭，本质上其实就是萧炎用自身的灵力来强行对好色孽天魔帝的魔帝本源。虽然萧炎如今有着仙品后期的修为，真正的战力也是足以媲美普通的天魔帝后期，但也只能说是媲美。若是让他斩杀天魔帝后期，那难度可是比打个平手甚至占据上风都要难了10倍不止。所以在这般可怕的对号之下，萧炎消耗的灵力都已经堪比一位圣品初期浑身的灵力了。好在随着他实力增加，混沌熔炉炼化灵力的速度也大大增加，加上有着大量至尊灵液的准备，才让他能一直维持着可怕的攻击。是，又是一剑之后，色孽天魔帝已经彻底的绝望。青山剑圣，人类萧炎。色孽天魔帝发出绝望的嘶吼，在这般可怕的围攻之下，短短半炷香的时间，他的体内便是已经仅仅只剩下了不足30%的魔帝本源。这点魔帝本源能有什么大作用？就算是自爆，恐怕都伤不到那青山剑圣了，最多是令那魔河老祖受点伤罢了。到了这一步，即便是他拼尽性命，都是带不走三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了。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色孽天魔发出绝望的嘶吼。本以为此行能够干掉大千世界未来的绝世强者，魏族中铲除一个巨大的威胁，却是没有想到星天魔帝一上来就没了。萧炎的实力和手段更是超过了他的想象，这一切都仿佛是一个提前设计好的陷阱一般，似是一直在等他主动跳进牢笼当中。就算是死，也不能死得这么便宜，我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色孽天魔帝身上被青山剑圣再度撕裂一个巨大的口子，身体都快要一分为二，他的目光却是死死地盯住了在远处观战的3位天至尊。带不走你们3人，那我就带走浮屠古族或是魔河古族的某个天才，也算是为我族产出一位未来的圣品了。色孽天魔帝眼中有着疯狂，身体开始迅速的膨胀。不好，他要自爆了！望着这一幕，魔河老祖神色一变，他可不是青山剑圣这等最顶尖的强者，他仅仅只是一个圣品中期。那色孽天魔帝哪怕体内魔元仅仅不足巅峰时期的30%，产生的威能也足以令他受伤。于是这魔河老祖当即便是后退数万里，而青山剑圣则是面无表情，周身亿万道银白色剑气汇聚，便是打算硬抗。此刻的色孽天魔帝对他早已没有了任何的威胁，就算是自爆都伤不到他分毫。萧炎站在远处，同样冷漠地望着这一幕，他的位置距离战场中央较远，比起魔河老祖还要远上一些，根本不用担心自爆的余波会伤到自己。现在他已经在考虑击杀色孽天魔帝之后的诸魔点该归谁所有了。是，在众人的目光当中，
色孽天魔帝的身体正在迅速膨胀。然而，当他膨胀到极限之后，却并没有众人想象的那样炸裂，反倒是突兀地燃烧了起来。望着这一幕，青山剑圣和摩诃老祖都是微微一怔，而萧炎此刻却是脸色骤然一变。不好，这家伙竟然想玩这一手！萧炎连忙催动体内灵力，令水晶巨剑再度爆发出刺眼光芒。然而，那色孽天魔帝燃烧化作的火球已经骤然炸开，没有想象当中毁天灭地的威能，仿佛泡沫裂开一般。可在这火焰的泡沫当中，一抹粉红色的火焰流光却是骤然飞出，速度比起青山剑圣的飞剑都要过犹不及。拦住他！萧炎发出一声怒喝，水晶巨剑直接燃烧，带着可怕的威能，迅速与那粉红色火焰碰撞在了一起。轰！两种截然不同的能量撞击在一起，彼此的力量开始迅速的湮灭，令那粉红色火焰的数量再度减半。然而，相同的情况下，水晶巨剑当中的光明之力却是几乎消耗殆尽。无论如何，萧炎如今的灵力雄浑程度，终究是赶不上一位天魔帝后期的存在。此刻的粉色火焰，虽然仅仅只剩下了色孽天魔帝魔帝本源的1成左右，可却已经再也无人阻挡。他携带着无比可怕的速度，迅速穿透了万阵仙尊和青眼镜仓促布置的一道灵阵，然后再度穿透了摩诃天全力催发的黑白气流。三尊灵品巅峰，充其量不过仙品层次的防御，即便是仅仅只剩下1/10的魔帝本源，在这种拼命状态下，也依旧没有什么威胁可言。是，粉色火焰穿过数道防御，在三人惊恐的神情当中，瞬间落入到了青眼镜的体内。下一刻，这位浮屠圣女的表情便是变得微微呆滞，仅仅挣扎了片刻之后，其原本清澈的双眸开始有了异样的色彩，原本白皙的脸庞变得微微泛红，丝丝邪异诡魅的纹路开始从青眼镜的脸上浮现。不好，他被色孽天魔帝附体了！望着这一幕，万阵仙尊和摩诃天神色巨变，身形连忙后退的同时，都是死死地盯着青眼镜。一旁的萧炎和青山剑圣也是在眨眼之间来到了此地，神色凝重地望着那模样大变的浮屠圣女。只见此刻，青眼镜那原本清丽的脸庞之上，已经多出了数道邪异的花纹，一双眸子更是带着无尽的魅惑，就连其举手投足之间，都仿佛无时无刻在释放着令人心神燥热的气息。他那一双泛着粉红甚至发紫的眸子，已经缓缓地盯住了萧炎和青山剑圣，口中发出了令人心神荡漾的魅惑声音：“姐，你们不是想杀了本帝吗？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动手吧。杀了我，这位浮屠古族的圣女也会跟着陨落，带走一位大千世界未来的圣品，倒也不算太亏。”酥麻的声音在天空回荡，青山剑圣的脸色却是越发的难看了起来。该死的家伙，他竟然附身在了青眼镜身上，这下麻烦了。色孽天魔帝虽然不如星天魔帝那般擅长直接操纵心灵，却同样可以借助人类的欲望干扰对方，甚至凭此寄生在对方的神魂当中。此刻他已经寄生在了青眼镜的神魂当中，魔魂正在不断地侵蚀着青眼镜的神魂，一旦被他侵蚀完毕，这位浮屠古族的圣女便是会彻底的陨落，神魂都不是自己的了，跟死了的确是没有什么区别。而若是此刻强行攻击，那这色孽天魔帝完全可以强行控制青眼镜的身体乃至神魂来战斗，而其天至尊却是不愿与他战斗。在这种情况下，灭杀了色孽天魔帝的同时，就等于是灭杀了青眼镜。先不提灭杀一位有望圣品的天才会令他们感到有些惋惜，一旦真的杀了这位浮屠圣女，即便是事出有因，恐怕也会令浮屠古族心生怨恨。可若是不动手，任由色孽天魔帝如此侵袭下去，青眼镜怕是依旧难免死路一条。该死！望着这一幕，青山剑圣和摩诃老祖都是神色阴沉，摩诃天更是脸上露出了焦急之色。他对于青眼镜可是一直有着不单纯的想法，而且青眼镜的优秀也的确是令他心动。此刻见到青眼镜被色孽天魔帝附体，他的内心自然是颇为的焦急。望着众人那神色不一的脸庞，青眼镜那张越发妖媚的脸蛋之上，却是露出一抹轻浮的笑意。怎么了？你们不是要杀我吗？来啊，杀了我吧！他一边笑得花枝招展，一边已经催动体内的灵力开始攻击几人。对于他的攻击，青山剑圣和摩诃老祖，甚至于萧炎都是自然而然地将其无视。可摩诃天和万阵仙尊却是神色大变，匆忙倒退。哼，莫要以为你占据了这小丫头的肉身，便是可以为所欲为了。见到对方如此嚣张，摩诃老祖当即便是神色冷冽，一招手，手中无尽的黑白气流便是缓缓凝聚成了一座古老的古钟。我们杀你虽然为难，可以你现在的状态，将你封印，递交到浮屠古族那里，还是轻而易举的。等你到了浮屠古族那里，自然有别的老家伙出手对付你。被无尽光明体彻底净化的感觉，你们域外邪族应该知道是什么滋味。摩诃老祖冷笑一声，便是准备上前。这青眼镜既然被色孽天魔帝附体，那他们出手击杀自然是不太合适，
容易引来浮屠古族的怨恨。可若是将其递交到浮屠古族那里，那便是他们族中自己的事情了。到了那时，浮屠古族即便是心中不爽，也是无话可说，最多也只能埋怨两位圣品大义轻敌，保护不当罢了，总不能将怨气都撒在两人的身上。不过终究是有些可惜了。摩诃老祖心中也是有些轻叹，这青眼镜可是被誉为浮屠古族近万年来最有希望成为圣品大宗师的存在，是被浮屠古族最重视的新生代天至尊，没想到今日竟然就要这样陨落了。青山剑圣同样叹息，甚至隐隐有些自责，假如当初没有令这青眼镜三人跟过来就好了。如今虽然即将斩杀一位顶尖天魔帝，可也同样要损失一位大千世界的顶尖天才，算来算去似乎收获并不算大。闻言，青眼镜也是脸色微变。是的，以他现在的庄田，加上这具并不算强大的身体，根本无力抵抗摩诃老祖的封印。以对方圣品的实力对付现在的他，即便是不使用任何仙器都能将其封印。一旦交到浮屠古族手里，以浮屠玄那个老顽固的性格，绝对是宁可大义灭亲，也一定要将他用无尽光明体净化的。罢了，能带走这么一个顶尖天才，我也算是够本了。色孽天魔帝一咬牙，便是准备任由对方行动。反正对他而言，无论如何，今日都是彻底的逃不掉了。既然如此，那就能带走一个就带走一个吧。这青眼镜一死，对于大千世界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对于浮屠古族更是一巨大损失。就在众人心中心思各异之际，一直站在天空之上的萧炎却是轻轻伸手拦住了摩诃老祖的去路。萧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萧炎，你这是……见到萧炎伸手，摩诃老祖和青山剑圣都是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了萧炎。到了此刻，他们已经完全将萧炎当成了跟自己同级的强者了，单凭那大光明剑阵的可怕威力，便是足以令摩诃老祖都微微心颤。而此招对于域外邪族的威胁更是巨大，对于色孽天魔帝的伤害竟然比青山剑圣还要大。我还有些办法。萧炎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而后便是直接神魂传音给了青山剑圣、摩诃老祖以及远处的万阵仙尊和摩诃天。你们都离得远一点，我这里倒是还有着一套秘术，兴许可以挽救一下。萧炎话音落下，太炎斩魔剑已经自动分裂成了上千道金色小剑，而后迅速将青眼镜所在的一方天地给镇压，丝丝水晶一般的光明之力汇聚，瞬间将此地封印，令色孽天魔帝再无一丝逃走的希望。而另一边，青山剑圣、摩诃天等人听到这句话之后，都是微微一怔，旋即眼中便是露出一抹喜色。很快，众人也是根据萧炎的吩咐，速远离此地数万里，分布在4个方位，算是给萧炎护法。而萧炎在布下阵法，防止色孽天魔帝逃跑之后，也是骤然出手，2步便是已经来到了青眼镜的面前。你要干什么？青眼镜看着来到自己面前的萧炎，忍不住轻轻后退了2步。干什么？萧炎望着那脸上已经布满邪异符文的青眼镜，最后还是无奈的轻轻摇了摇头。虽然这一招有些无理了一些，不过事到如今也是没有办法了。色孽，你以为走到这一步就能令我束手无策了吗？萧炎嘴角缓缓泛起一抹冷笑，下一刻，一抹绚丽的火焰便是从他掌心燃烧，最后以一个极为迅猛的速度拍在了青眼镜的天灵盖之上。嗡！绚丽火焰落在青眼镜头上之后，并未对其造成任何的伤害，而是直接穿透了对方的脑袋，径直进入到了对方的神魂当中。此火虽然也是地炎的一部分，但却是萧炎货真价实的神魂之火，属性与地炎大致相同，但作用却是直接针对灵魂而生的。绚丽火焰进入到青眼镜的神魂当中之后，便是一路横冲直撞，无比霸道。那些由色欲天魔帝的本源所化的粉色火焰，在绚丽火焰的面前，就仿佛是老鼠见到了猫，仅仅一个接触，便是知道了双方的差距。粉色火焰纷纷倒退逃窜，因为逃得慢的几乎是毫无反抗之力的，就被那绚丽火焰给吞噬了。以色孽天魔帝现在的实力，面对萧炎的确是没有丝毫反抗的力气。萧炎神魂驾驭着地炎，就这般一路横冲直撞，快速驱散吞噬着属于色孽天魔帝的本源火焰。他的神魂之火在神魂当中肆意流窜，很快便是发现了神魂当中一点不一样的地方。这是一处闪烁着晶莹白光的光点，光点的周围大量的神魂正在被粉红色的火焰污染蔓延，而那光点却是在死死的支撑，还没有被粉色火焰所侵蚀。还好，还有救。萧炎嘴角泛起一抹笑容，这银白色光点便是青眼镜的神魂核心，也就是他的心灵意识所在。只要这团意识还没有被完全入侵，便是说明对方的意志还是清醒的，只是因为色孽天魔帝的力量太过强大，将他暂时压制住了而已。毕竟色孽天魔帝若是全盛时期侵袭，或许能够有着碾压一般的优势，可他现在也是处于重伤的状态，或许青眼镜依旧敌不过对方，但想要保留最本源的心灵意识，还是能坚持一段时间的。给我滚！萧炎望着那将白色光点团团围住的粉红色火焰，冷哼一声，
绚丽火焰席卷而上，直接令粉红色火焰立刻节节倒退。萧炎，色孽天魔帝绝望的声音传来。他本以为占领了这青眼镜的神魂便是可以扳回一局，结果却是发现萧炎竟然同样拥有着驾驭神魂的力量。要知道，这种神魂乃至心灵方面的手段，整个域外邪族的族群当中，都只有星天魔帝和他最为擅长。在两人之外，即便是圣天魔帝和暗天魔帝，在这一方面都是要差了一筹不止。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萧炎在神魂方面的技巧却是比他和星天魔帝更加可怕。星天魔帝不会真的是死在这个家伙体内了吧？一想到这里，他的心底便是越发的寒冷与恐惧。这个大千世界当中横空出世的绝顶天才，实在是太过可怕和耀眼了。无论是实力、阵法、宝物，甚至连神魂心灵境界都是如此之高，令他们两位天魔帝都束手无策，甚至被动万分。如今，随着那绚丽的火焰将那一道白色光点包裹，色孽天魔帝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希望。而在那白色光点当中，一股虚弱无助的意识却是终于有了反应。萧炎大哥，青眼镜的意识小心翼翼地探出，带着些许的惊喜和依赖。在这种生死危机的无助当中，难以想象萧炎的出现会带给他怎样的安全感。那绚丽的火焰总会给人一种异样的温暖。萧炎，我跟你拼了！色孽天魔帝发出最后的嘶吼，缠绕在青眼镜神魂之上的粉红色火焰开始爆发，似是要带着青眼镜的神魂自爆。虽然此刻的色孽天魔帝仅仅只剩下了1成左右的魔帝本源，可一旦自爆起来，依旧堪比一位幽魔帝巅峰的强者自爆。那可怕的威能足以瞬间将青眼镜的神魂乃至肉身都给湮灭，甚至就算外面的萧炎都要因此受伤。这是他的最后一搏，就算死也要带走一个。自爆？你以为你想自爆就能自爆吗？感受着四周那缓缓躁动起来的粉色火焰，萧炎冷笑一声。下一刻，丝丝缕缕绚丽的火焰不知何时已经融入到了青眼镜的神魂当中，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色孽天魔帝的粉色火焰迅速逼出，甚至疯狂的吞噬，令那分散在神魂当中的粉色火焰根本无法聚集在一起。色孽天魔帝彻底疯狂了，他发现自己在这个萧炎的面前竟然连自爆的能力都没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在这个大千世界人类的手中。这究竟是怎样的妖孽啊？大千世界怎么会突然诞生出这样的人物？色孽天魔帝心中充斥着各种不甘，他仿佛看到了大千世界一个迅速崛起的盖世强者，也看到了域外邪族未来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当然，他终究是看不到域外邪族未来真正要面临的灾难了，因为他最后1成的魔帝本源正在被帝炎迅速的吞噬。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色孽天魔帝发出最后一声嘶吼，粉色火焰再度化作一道魔影，却是被绚丽火焰牢牢地封锁在了其中。而后，这道魔影真正的自爆。望着这一幕，萧炎默不作声，只是竭力地催动神魂力量，调动帝炎，抵抗着自爆的可怕冲击。这般可怕的余波，哪怕只是泄露出来1分，都会对青眼镜的神魂造成巨大的伤害。而承担这种自爆的后果，便是萧炎自己的神魂独自承受了一道堪比幽魔帝巅峰的自爆。如此可怕的威能，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当中爆开，饶是以萧炎如今的神魂力量，也终于是受了些许的损伤。本尊的嘴角溢出一抹鲜血。不过，萧炎的神魂终究是已经堪比圣品，比起青眼镜强大了不知道多少，更是有着帝炎的神魂秘术加持，神魂虽然受了点伤，却也并不严重。该死的家伙，终于解决你了！萧炎调动着残余的神魂帝炎，将那碎裂成无数的魔魂和魔帝本源尽数吞噬炼化，而后携带着最后一丝魔帝残魂离开了青眼镜的身体。色孽天魔帝终于死了。萧炎嘴角泛起一抹笑容，手掌一拍，那最后的一缕魔帝残魂便是被他拍进了诛魔令当中。嗡！诛魔令先是沉默片刻，而后便是忽然一颤，金光大放，那原本漆黑古朴的色泽开始迅速变化，最后化作金光闪闪，充斥着威严高贵的模样。而那令牌的底部，原本的低级诛魔师字样也是骤然变化，取而代之的则是3个威严霸道的金光字体。诛魔王。望着这金光闪闪的3个大字，萧炎的嘴角也是缓缓露出一抹笑容。1万诛魔点到手了。随着色孽天魔帝的彻底陨落，青眼镜那原本妖媚诡异的神情也是在迅速消失，其面部那一道道诡异邪魅的纹路也是在快速消散。片刻之后，后者已经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一双清亮的美眸看着萧炎，满是感激和依赖。萧炎大哥，谢谢你！青眼镜脸色绯红地望着萧炎，方才萧炎可是与色孽天魔帝在他的神魂当中战斗，除了凶险无比之外，更是将他的神魂都几乎看透，令他感到有些羞涩。呵呵，你叫了我这么多天大哥，帮点小忙也是应该的。萧炎满不在意地摇了摇头，却是看到青眼镜看着自己的目光忽然带着几分莫名的意味。而此刻，
青眼镜也终于是发现了自己的不寻常之处。只见他呼吸都是重了几分，一双清澈美眸看着萧炎，不知何时多出了几分情意。萧炎大哥，我……青眼镜呆呆地愣了一下，旋即如玉的皮肤都是带起了一抹粉红。那魔帝本源的毒似乎并没有铲除干净。望着那浑身泛红的青眼镜，萧炎的表情也是缓缓地变得僵硬了起来。属于色孽天魔帝的本源力量的确是被萧炎驱赶出去了，但是还有一小部分本源已经融入到了青眼镜的神魂当中。要驱逐这一部分魔帝本源，便是不能再像之前那般粗暴简单的方法驱赶了。若是方法不当，足以毁灭青眼镜的大半神魂，即便是能够保留他一命，但是其今后的修为或许都将无法再进一步。可是若是想要治疗，那必然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而且还需要一些其他的手段。想到这里，萧炎不禁有些犹豫了。不对劲啊，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发展的。萧炎忍不住看了一眼青眼镜，却发现对方已经不知何时直接扑到了自己的怀里，一双美眸仿佛覆盖上了一层水雾，面若桃花地看着自己。萧炎大哥，青眼镜的声音都在微微颤抖，柔软的娇躯令萧炎都是内心微微荡漾。我知道你心中的顾虑，你在下界或许早已经有了妻室。青眼镜吐气如兰，看着萧炎轻声道：此事过后，我不会让萧炎大哥有任何负担的，甚至可以主动向嫂嫂们解释。只是我体内的魔毒实在凶险，若是让旁人帮忙，我或许还是不如死了算了。萧炎大哥，你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个让我有着仰慕之情的男人。青眼镜说到这里，已经只剩下了最后的一丝理智，恳请萧炎大哥替我解毒吧。话音落下，一行清泪已经从他眼角滑落，伴随着眼泪滑落的还有那一袭白色的长袍。唉，望着那即将出现在自己面前的精美白玉，萧炎最终还是无奈的一叹。事到如今，他还能说什么呢？这青眼镜被色孽天魔帝侵袭成这般模样，他萧炎自然也是有着一份责任。如果不是他需要这位浮屠古族的圣女打掩护，或许后者也不至于会出现这般模样。罢了，或许这就是重生之后的变数吧。萧炎轻轻摇了摇头，无尽的绚丽火焰顿时化作一尊万丈的火焰熔炉，将两人包裹起来，隔绝了外界的波动。得罪了。萧炎的声音传来，炽热的混沌熔炉当中隐约有着一抹春色荡漾。他们在干什么？远处摩诃天望着那出现在天地之间屏蔽了一切感知的混沌熔炉，心中忽然升起一种不好的预感。怎么原本解毒解得好好的，结果就忽然用这么一个大火炉子将周围的环境给屏蔽了呢？摩诃天心中不好的预感愈发的强烈，当下便是忍不住想要用神魂力量好好探查一番。然而他的神魂力量根本不可能攻破混沌熔炉的屏蔽。以萧炎如今的实力，整个大千世界都已经无人能够强行透过神魂力量探查混沌熔炉内部的情况，除非他们强攻。但是现在的众人又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他们到底在干什么？摩诃天眼睛都一下子红了。萧炎升起混沌熔炉之前，他分明看到青眼镜主动扑到了萧炎的怀中。想到这里，他心中更加的焦急，恨不得当场冲破混沌熔炉。不过在这时，一股黑白二色相互凝聚的气流却是将他轻轻按压了下来。摩诃天，你的道心乱了。摩诃老祖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回荡。老祖，他们欺人太甚啊！摩诃天发出不甘的声音。分明是你自己技不如人，如今落得这种下场，又能怪得了谁？摩诃老祖的传音如同天雷一般轰击在摩诃天的头顶，令他脸色越发的绝望。不，摩诃天发出痛苦的嘶吼，他已经基本确定青眼镜正在跟萧炎做一些让他伤心的事情了。老祖，你快打断这两个家伙啊！你们不是说过青眼镜是大千世界这一代最适合我的道侣吗？摩诃天将目光看向摩诃老祖，得到的回答却是一声冷哼：没用的东西，到了这种时候还在想着女人。摩诃老祖看着摩诃天的目光隐约多了几分失望。你要记住，青眼镜也好，浮屠古族也罢，带给你的帮助终究只是外力罢了，真正的强者依靠的永远都是自身。你若是始终被一个女人束缚了心智，那今后还是不要考虑继承摩诃古族族长的位置了。如此心态，怕是今生都难以达到圣品了。摩诃老祖冷冷地说道：你现在只顾着关心那青眼镜的事情了，难道就没有看到你手中大千令当中传来的消息吗？闻言，摩诃天也是忍不住再度微微一怔，匆忙地取出身上的大千令，神魂探查其中，得到的消息令他浑身一颤，仿佛丢失了魂魄。历经数千年的岁月之后，我大千世界终于再度诞生了一位新的诸魔王，他就是萧炎。诸魔王萧炎。这道声音并非是青山剑圣的声音，而是负责镇守诸魔碑的一位天至尊通过大千令向着整个大千世界所有拥有大千令的天至尊们传达的消息。而这个消息也同样震撼着大千世界的无数天至尊们。自从当年最后的一位诸魔王作化之后，大千世界这数千年的时间当中，可是再也没有一位新的诸魔王诞生了。
一时之间，萧炎的名字便是如同风暴一般的迅速传遍了整个大千世界。此刻，无论是大千宫总部，还是圣渊城等与域外邪族作战的一线大城，